月明星稀，苏府后庭，少女喘息不止。秦城抹了把汗水，望着少女精致绝美的面容，挺拔高峰，长腿细腰，感受着少女身上那抑制不住的青春气息，不由叹了口气：姥姥，年轻就是好。秦大爷。少女精致白皙的脸蛋上带着一抹潮红，樱桃小口中吐了口气，强忍着疲惫，甜甜一笑：我看您还年轻着呢，哪里老了？二小姐，您说好真好听，不过我都70了，不服老都不行。秦城哈哈大笑，提起的茶壶往旁边白釉瓷杯里倒满了茶水，递向那一身劲装的少女：喝杯水吧，练了这么久功夫，也该先歇歇。多谢秦大爷。少女接过茶杯，扬起犹如天鹅颈般白皙修长的脖颈，咕咚咕咚一饮而尽，随后姣好的脸庞上泛出一抹舒适的笑容，长出了一口气：哈，活过来了。秦大爷，我再练一会，您帮我看着点。将茶杯放在一旁，少女再度走向院子中央，练起了武功。没想到二小姐也有这一面。看着少女那清纯可人的模样，秦城不由心中感叹：谁能想到，在外人面前一向规规矩矩、万事恭谨的苏家二小姐苏黎，也有活泼外向的真性情。这世上只怕唯有她这70老叟能知晓这位庶出二小姐的真实性格。可惜了，这吃人的世道。望着满是清纯气质的苏黎，秦城不由有些怜悯，想起近来的传言，大夫人准备将这位二小姐嫁给青山城3大家族之一吴家三老爷。青山城有3大世家，分别是苏家、吴家，还有一个周家。3家世代交好，彼此联姻。一般而言，苏黎一个庶出之女能嫁给吴家嫡系当正妻，也算是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好事。问题是，那吴老三已是50岁老登，而二小姐苏黎才17岁，放在这个世界，当吴老三孙女都快差不多了，年纪差得多，勉强也能理解。放在秦城前世兰心都有这种老少配的事情，何况是这古代封建世界？问题出在那吴老三是出了名的可妻，传闻其已经娶了10几任正妻，妾就更是数都数不清了，每任妻子平均活不过2年。这青山城哪家有女儿的不是文武老三色变？苏家怎么说也是与吴家齐名的大族，大夫人却要将家中2女嫁给这位吴老三，打的是什么主意？路人皆知。是以哪怕秦城渐渐融入这个吃人的古代世界，早已没有了当年刚穿越时的意气风发，一想到眼前这个纯真可人的少女即将步入魔窟，也不禁心中再度生出一抹同情。当然，若是秦城再年轻几岁，即便知道二小姐可怜，秦城也绝不敢多管闲事，露出半点怜悯来。他是苏家的仆人，年轻时家里闹了天灾，为活命只能卖身给苏家。这世道，仆人生死都掌控在主家手里。身为下人，稍有半点不敬，主家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苏家院子里，谁不知道大夫人向来不喜二小姐苏黎？是以下人当中也没有几个敢接近苏黎，万一惹得大夫人不喜，怎么死都不知道。不过秦城本就没多久可活了，都这个岁数，哪里还管那么多，一切随心所欲就是。再怎么说，秦城曾经也是个兰心人，哪怕这么多年来早已融入这方规矩森严的封建世界，失去了当年的热血，终究骨子里是看不上那些吃人的礼法。望着那拼命练武、不顾身体疲惫、咬牙坚持的少女，秦城沉默了一番，许久，苍老的眼眸中泛出一抹决意，悄然起身，提起茶壶，往不远处的屋子里缓缓走去。从柜子里抹出一个小纸包，拆开，里头装满了药粉，将药粉缓缓倒入了茶壶之中。秦城又添了些热水，晃了晃茶壶，叮，检测到宿主主动触发男神行为，向宿主暗恋的异性送上特制奶茶，男神养成系统正式觉醒。本系统旨在辅助今年18岁依旧母胎单身的宿主成为万众瞩目的男神。每当宿主成功进行男神行为，都将获得系统奖励。真的男神面对喜爱的异性都将勇敢出击，哪怕不择手段也要摘得女神的芳心。系统，秦城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苍白的老脸猛地呆滞住了。这一刻，秦城只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70年了，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秦城是无时无刻都不在等待这样的声音，希望自己如同那些穿越者前辈那样获得系统镇压一切不服。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系统从未出现，秦城都渐渐早已忘却，甚至连自己曾经是蓝星人的记忆都快变得模糊，以为那梦幻般的和平世界只是年少时的一场梦。谁能想到，到了这个快要入土了的岁数，系统竟然姗姗来迟。冷静，秦城深吸了口气，拍了拍胸口，抚平抑制不住的心跳。他年纪已大，万一过于激动，当场入土都有可能，可千万不能乱来。过了一会，秦城终于是冷静下来，苍老的眸子中惊喜之余不禁闪过一丝疑惑，这个系统是不是有点毛病？
男神那可是年少多金、多才多艺、英俊潇洒、桃源运不断的代名词。他都70岁，还是苏府的仆人，让他当男神，当的了吗？系统，你是不是有病？老夫都70岁了，你让我当男神？秦城忍不住询问。丁，请宿主不要开玩笑，本系统只会在宿主18岁时觉醒，宿主的年纪毫无疑问是18岁，正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年龄。你大爷，你是不是来迟了？秦城咬牙，他有种预感，这狗儿的系统应当是在他18岁的时候觉醒的，结果却晚来了这么多年，害得他都快入土了。本系统并未迟到，宿主的指控毫无道理。算了，秦城深吸了口气，先看看这系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再说。再度回到方才的地方，秦城缓缓坐在地板上，看着前方那辛苦练武的窈窕少女，眼神有些恍惚，紧握着茶壶。秦城老脸发热，对系统的说明实在是有点无语。他一大把年纪了，可从来没有对这位青春年少的二小姐产生过不该有的心思。好心好意的给二小姐的茶水中加点料，也是出于善意。结果系统竟然说他暗恋苏黎，简直是有大病。家人们，谁懂啊？70岁老登怎么可能会暗恋17岁的少女？这不是为难老夫吗？叹了口气，最终秦城还是下定了决心。按照系统的说明，只要他成功进行男神行为，就可以获得奖励。而方才他给苏黎准备的加料茶水，已被系统认定为男神行为。只要让苏黎喝下他的加料茶水，秦城就能获得奖励。再怎么说，秦城也是个蓝心人，不甘心活了这么多年，在这个精彩无比、拥有武道的世界里，一直当个人下人。据秦城所知，武道先天境界可以活到120岁，甚至有传闻，武道之上还有传说中的修仙者，有长生不老、移山填海之能。别看秦城已经70岁了，系统在手，在这个世界上依旧是大有可为。尽管这系统怎么看都不正经，但也是秦城唯一能够逆天改变、咸鱼翻身的机会。无论如何，秦城都不愿意就此放弃。于是最终秦城还是决定试一试。当然他还不至于厚脸皮的真的要追求二小姐，他还没有那么不要脸，他只是打算看看这系统的奖励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认真练功的窈窕少女尚且不知道不远处的老不休竟然已经将主意打在了他的身上。一套功夫练完，苏黎终究是疲惫无比，知道再练下去已是过犹不及，这才停下了练功，喘息了一会，清澈的眸子看向不远处的秦大爷，见秦大爷再度给他的茶杯添水，姣好的脸庞上泛出一抹浅浅的笑意。母亲早逝，又为主母不喜，府中的仆人都不敢接近他，生怕被主母发现。唯有这秦大爷竟然没有和那些仆人那般避他如蛇蝎，不仅每晚为他望风，还时常为他准备些茶水夜宵。向来孤苦无依的苏黎内心又何尝不生出感激。他心知肚明，自己名义是府中千金，实则待遇比许多仆人都不如。秦大爷能如此待他，亦是冒了许多的风险。可惜他已没有机会报答秦大爷了。想到此处，苏黎轻轻抿着嘴唇，想起府内的传闻，眸中深处满是不甘。喝茶，二小姐。苏黎的心思秦城自然不得而知。见到苏黎练功终于结束，他心中紧张了起来，缓缓开口，将茶杯递向二小姐。苏黎没有客气，接过了茶杯。秦城心脏砰砰跳动起来，亲眼目睹苏黎将加了药的茶水一饮而尽。丁，恭喜宿主终于踏出了男神的第一步，向暗恋的女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请再接再厉，勇敢追求属于您的爱情。真的男神绝不会为爱恋的女生拱手让人。已获得奖励，先天根骨，修炼至先天境将不会有任何瓶颈。霎时间，秦城只觉一股清气从四肢五骸中涌出，一时间经年累月积压下来的一身伤病仿佛都瞬间消失了似的，有种说不出的轻快感觉，精神也变得无比充沛起来。系统，是真的。感受着身躯的变化，秦城怔了一下，顿时间有股热泪盈眶的感觉。直到此刻，所有担忧的消散一空。他知道自己发达了，当了这年的人下人，他也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虽然这系统的说明依旧是不那么正经，此刻的秦城却也无心考虑那么多有的没的了。系统有用就行。秦大爷。正当秦城兴奋之极的时候，就听到苏黎惊愕的声音，抬头看去，却见苏黎精致俏脸上满是惊愕地望着自己，显然他已察觉到茶水有些不对劲。秦城回过神来嘛，对着少女呵呵一笑，二小姐，这是老夫一点心意，不必多说什么。苏黎清澈的眼眸顿时一红，险些泪水滚落。身为习武之人，苏黎自然品尝得出茶水中那是撞体散。撞体散能够帮助武者习武加快进度，
尽早踏入炼皮之境。只是这种药价格可不便宜，更别说此事一旦被大夫人知晓，秦城一个老仆当晚就得不明不白地出现在乱葬岗。一想到秦城这位与他无亲无故的老人竟然愿意为他付出那么多，苏黎就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来。从小到大，除了自己早逝的母亲，苏黎还从未从其他人身上感受过如此温暖。秦老，大恩不言谢。强忍着哭意，苏黎深吸了口气，美眸中满是真挚地看着秦城。若是黎儿能摆脱此番劫难，黎儿发誓一定会为您养老送终。这丫头好好的怎么就咒人呢？秦城嘴角一抽，却没有多说什么。实际上穿越到这个世界70年来，秦城早就没有了在蓝星时的正义感，也早已融入此事，和身边的下人们一样变得麻木，能够冷眼旁观周围的惨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他年岁愈多，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见到二小姐可怜，才突如其来的发了一次好心。他知道苏黎如此刻苦习武，就是为了早日成为踏入炼皮之境，成为武者。一旦成为武者，苏黎在苏家的地位可就不一般了。大夫人再怎么不喜苏黎，也没有资格管一位武者的婚事。秦城也没想到，就因为自己一次善意，竟然能够觉醒系统，令他这快要入土的老东西获得了逆天改命的机缘。唯独令秦城有些不爽的是，这系统实在是不怎么正经。秦城对苏黎这位小女生从来都是可怜而已，可从未有过任何小心思。系统真是实在不当人子，居然污蔑他暗恋苏黎。罢了，为了能翻身，秦城也懒得去计较那么多了。现在的他只想着如何逆天改命。我如今已经获得了先天根骨，先天之前习武将一帆风顺，没有瓶颈。这么好的条件，得早点找一门功夫练练。秦城眼中放光，认真思考起来。练武是一定要练的，这世道他一个仆人，若想翻身，只能靠练武。只是他一把年纪了，可不能和年轻人那样，什么功法能练，不然练不了几天就得把自己练死了不可。有了，济世堂的老方不是说他有一门五禽养生系，正适合我这种年纪的人来锻炼吗？灵光一闪，秦城就想起他的老友济世堂的大夫方启明说过的话。翌日一早，秦城便请了个假，来到外城的济世堂，就见到一位身着青衫的挺拔老头正在那抓药。看着这和自己年龄相近，但精神气却比自己看上去年轻个10几20岁的老头，秦城也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心里有些预感，那五禽养生系估摸着还真有用处，连忙忍不住道：老方，你前些日子说的教我那什么五禽养生系，还算数吧？哼，你不是说一把年纪了，准备等死了吗？方大夫笑呵呵的道。秦城和方大夫也是多年好友了，秦城当了这些多年的下人，一身上下早已是疾病缠身，多亏了方大夫才活到了这般年纪。老夫我改主意，想多活几年不行？秦城没好气的道。其实他之前就已经猜到方启明的五禽养生系真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然而秦城实在是不想再当奴才了，巴不得早死早超生，自然懒得费那点功夫练武。但如今系统到手，有了咸鱼翻身的机缘，秦城自然是改变主意。等会儿我再教你。方启明笑了笑，没有再取笑秦城。他这把年龄，能够交心的好友也没有几个了，也不想秦城走得太早，自然不介意把那么养生系传给好友。秦老，您来了。没多会，一道脆生生的声音从后方响起。秦城回头一看，却见是一位背着竹篓、青丝披肩、面容可爱的娇小少女。见着秦城，少女白皙的脸蛋上露出2个小酒窝，微笑着问好。少女名为方小贤，是方启明的孙女。方小贤相貌可爱，只是因为从小体弱，身材削瘦，1.5米多的个子，却有一双修长纤细的长腿。这相貌和身材，笑起来还有小酒窝，放在前世蓝星绝对是人见人爱的可爱系甜妹了。但放在这个对女性最好的评价为好生养的世界，方小贤这样的身子可不受媒婆待见。她的婚事可是让方启明操碎了心。哟，小贤，才要这么早就回来了？秦城笑着打了个招呼。最近外面不太平，不敢待太久。方小贤无奈的笑了笑，随后一双可爱的大眼睛盯着秦城，满是关心的道：秦老，您身子不会又出了什么毛病吧？没，我是来找你爷爷学五禽戏呢。秦城道：五禽戏我比我爷爷熟练呢，让我来教您吧。方小贤眼中一亮，连忙说道：让小贤也行，正好我也没空。方大夫插嘴道：那好吧。见方启明都这么说了，秦城自无不可。他从小看着方小贤长大，知道方丫头是个孝顺且从不说大话的孩子。他说比方大夫擅长五禽戏，那就不会有假。于是秦城跟着方小贤去了后院。秦老，稍等片刻。方小贤将竹篓放在一旁，将药材都散在了竹。秦城则坐在了一旁，打量着这熟悉的小院。院子里种了些花花草草，
木架子上从上往下6个竹筛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材，向阳的庭院外侧还晒着一些衣物，其中一些花花绿绿的萼。秦城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眼神，暗骂自己一句老不休，那些可是女孩子的贴身衣物，看什么呢？谁知宿主突然察觉到身边的青梅竹马方小贤已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已是一位清纯美丽的少女，也是一位完美的恋爱对象。身为男神，怎能容忍自己的可爱青梅被他人夺走？宿主突然蠢蠢欲动起来，意识到和青梅的关系应当蜕变到下一阶段。提示：宿主的男神行为触发对象已增加新的目标。方小贤，我。秦城脸色一僵，险些骂娘，还狗儿的系统，怎么连老方的孙女都能触发提示？老方家的孙女可是秦城从小看着长大的，再不要脸，他也不可能打小贤的注意啊。若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秦城觉得他这辈子都得完犊子。老方这多年的老友，非得跟他绝交不可。这个任务不能做，再怎么说自己也做不出这么没品的事情，这个是真的不可以。不过这次系统提示令秦城察觉到摸索出系统的用法，男神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触发，目前为止也只出现了二小姐苏黎以及老友的孙女方小贤2人。当出现能触发男神行为的对象时，系统会主动提示秦城，这倒是个好消息，避免秦城把心思浪费在不必要的人身上。秦老，我这边好了，可以开始了吧？这时候方小贤已经晒好了药材，绑好了头发，这才好整以暇地看向秦城，微笑着问道：麻烦你了，小贤。秦城回过神来，连忙说道：虽然打定主意不对方小贤触发男神行为，但五禽戏还是要学的。秦老，这五禽养生戏，您别看只是门养生功夫，但练得好了，能百病不生，长命百岁里。天赋好的老人，甚至能成练皮武者。您别不信，我爷爷以前曾经教过一个乡下的老人，人家一个从未练过武的佃农，60多岁成了武者。方小贤一招一式，认认真真教导着秦城，同时将功夫来历娓娓道来嘛。清脆的声音如黄雀般可爱动听，秦城看着少女充满活力，听着少女俏皮的话语，心情也不禁变得轻快起来。年轻真好，秦城心中满是羡慕，想到自己拥有了系统，或许有机会重新也重回年轻，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油然而生。秦老，你怎么学得这么快？莫非爷爷以前教过你？一个时辰之后，方小贤秀目圆瞪，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秦城，仿佛是见到怪物似的，简直见鬼了。五禽养生系虽然只是一门粗浅的养生功夫，但再怎么低端也是一门武学，练到极致是可以令普通人成为武者的，一般人学的可没有那么快。就算是方小贤自己当初都花了大半个月才将这门功法入门，可秦城呢，70岁快要入土的年龄，竟然只花了1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就成功入门，简直就离谱。哈哈，或许我是练武奇才也说不定。秦城呵呵一笑，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内心却是稍微有些得意。开玩笑，先天根骨岂是浪得虚名？这可是足以在先天境界没有任何瓶颈的天才资质，学一门3流武学还不是轻轻松松？练武奇才？方小贤一愣，旋即精致的俏脸上露出一抹认同之色，盯着秦城的秀目中泛出一抹羡慕与崇拜的神色来。秦老，搞不好您还真的是天才呢。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见到你展露出的武道天资，不禁对你产生一缕崇拜，爱情的种子或许从此开始萌芽。恭喜宿主成功触发男神行为，获得奖励医术之心，1道悟性增加，能轻易辨别药材的药性，分析药剂的原材料，乃至于获得改进配方的灵感。陡然间听到系统的提示，秦城嘴角抽了抽，见鬼了，他可真的没想过要对小贤触发男神行为啊。没有纠结多久，很快秦城心中的惊喜还是盖过了纠结，毕竟奖励可是好东西，能够让秦城轻松学会医术、还原甚至修改药方。自古医武不分家，有了这个天赋，今后秦城练武可以省下大把功夫不是？至于良心上的那点过意不去，秦城也渐渐接受了过来。他又不是真的对苏黎和方小贤这些晚辈下手，只是借助他们来刷取奖励而已。等今后自己实力变强，找机会回报一下他们就行了。系统那些不正经的话，当他再放屁就是。秦城前生今世加起来都90多岁了，脸皮还没那么薄，脸皮跟到手的好处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如此想着，秦城觉得今后他甚至可以更加主动摸索出获得系统奖励的方式。当然现在还是先练武再说，获得一定的实力再说。只有拥有了足够的实力，秦城才有底气探索其他奖励，不然的话哪怕得到了奖励，秦城也没机会兑现，反正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于是又练了几遍五禽养生系，确定自己已经彻底学会这门功夫之后，
秦城便从方大夫家告辞了。临走之前，还从方大夫这儿借了本医书。有了医道之心，秦城当然不打算浪费这个天赋。回到苏府，刚走几步，秦城就听到前面传来大夫人发怒的声音。远远的秦城就赶忙避开，余光却瞥见苏黎脸色苍白的跪在大夫人面前，被大夫人当着下人们的面数落个不停。不用想，十有八九又是这位刻薄的大夫人找借口找苏黎的茬了。这么多年来，秦城可没少见到大夫人找机会收拾苏黎。苏黎自小聪明懂事，乖巧伶俐，也从来不争不抢，也不知道这位大夫人为什么恨透了他。虽然对苏黎颇为同情，主家的事情秦城这个下人可是爱莫能助，只能悄然地离开，去账房干活。身为兰心人，秦城的计算能力自然是远超这个封建时代还在用算盘的账房先生们。他许多年前便负责算账，由于能力不错，又不争权夺利，再加上辈分不低，在苏府倒是稍微有些地位。老秦，听说了没？二小姐又被罚去跪祠堂了。听说是因为她不经通告，偷偷出了家门，被大夫人带到了。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子见到秦城，笑呵呵地八卦道：“苏管事，主人家的事情，我可不敢少多嘴。”秦城心里一动，表面上却是连忙装作不打算掺和的样子。苏管事可是苏家的旁系，自然敢随便八卦。秦城一个外姓的仆人，可没这资格，不然的话，你啊，年纪一大把了，还这么胆小。苏管事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随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秦城。不过有时候啊，你不想惹祸，祸却有可能主动上身。秦城脸色微变，苏管事这话什么意思？莫非自己给苏黎加料的事情被发现了？苏管事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然后低声的道：“我前几天看到你徒弟江寒和二房的管家走得有点近。”秦城愣了一下，旋即沉默了下来，对着苏管事拱了拱手。谢苏管事提醒。不是苏黎的事情被发现，秦城松了口气，但苏管事提醒的消息却令秦城的心情有些恶劣。苏家的二房也是嫡系，二老爷的正妻是周氏，正是三大家族之一的周家之嫡系。最近的天下越来越不太平，青山城的三大家族彼此之间暗流涌动，大房与二房之间的争斗也可以视作是吴氏与周氏之间的斗争。秦城本以为三大家族的斗争跟自己一个小喽啰无关紧要，却没想到他一个小喽啰竟然也会被卷入这场争端之中。江寒这个狗东西竟然敢背着我掺和靖主家的斗争，早就知道是调养不熟的白眼狼。秦城脸色有些阴沉。作为有点本事的账房先生，秦城这么多年来教过不少徒弟，江寒就是他最近教的一个。秦城早就看出江寒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自从入了苏府便心比天高，野心勃勃，不好好的学本事，反而一门心思的巴结周围人，野心勃勃。如果可以，秦城当然不愿意收江寒这种人为徒，但这种事情可由不得秦城。秦城收谁为徒弟都是府内安排的，秦城根本没有权利说不。当然，秦城也不可能真的把真本事都交出去，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秦城自然是懂得。所以，尽管秦城一把年龄了，还能被养在苏家，换个人早就被赶出苏家，或者被发配到其他庄子了，哪有可能舒舒服服的待在主家？知道徒弟给自己惹祸了，秦城一上午的心情都糟糕透顶。直到中午，秦城才想通，算了，徒弟大了不由人，我管好自己就是。等我练成了，成为了武者，到时候地位和身份都能提升一大截，到时候就算是大夫人也不能随便处置我。秦城眼中闪烁，他知道自己想这么多也没用，当务之急是尽快修炼五禽养生系，成为一名练皮劲武者，哪怕是最低境界的三流武者，身份都不一样了。至于江寒这条白眼狼，早晚打断他的腿。想通这些，秦城便一门心思地开始练武。下午干完活，秦城便在院子里光明正大地练了起来。哟，老秦，你这是在练武呢？苏管事见了鬼一样。下人们见到秦城一把年纪了，突然开始练武，也都一个个大惊小怪了起来，就连府中的奴婢们都跑来围观。这是五禽戏，济世堂的方大夫教的，养身健体，正适合我这种老人来练。秦城也不避讳，笑呵呵地解释道：“五禽戏啊，这种养老的功夫可没什么用。”苏管事撇了撇嘴，没有那么惊讶了。不过经常练的话，确实能够少得点病，多活个2年。五禽戏不是什么高深的功夫，许多老人都练，能练出个名堂来的没多少，但用来养身健体确实很不错。苏管事你说的对，我啊，也就是为了多活2年嘛，死之前少受点折磨。秦城笑着道。正是因为练五禽戏的老人多，秦城才毫不避讳，也完全不怕被人看见。听到是五禽戏，围观的下人们顿时都失去了兴趣。五禽戏大家自然都听说过，这门功夫固然能够养身健体，但真的能以五禽戏成为武者的人可是极其稀少。没有人觉得秦城是想靠这门养生戏成为武者，都相信了秦城是练来养身健体的，
为了多活2年的。很快，围观的下人们便失去了兴趣，但人群之中却有一个少年，脸色有些难看，目光有些阴冷地盯着秦城，咬牙切齿：“老东西，你还想多活2年？若是让你再活2年，我还怎么上位？”转眼间便已过去半月。房间内，看着镜子里精气神十足、明显健康了许多的自己，秦城不禁露出一丝笑意。不愧是先天根骨，短短半个月，竟然就让我将五禽戏小成。这半月来，秦城在习武上的收获不可谓不大。寻常人均1-2年才能小成的五禽戏，秦城只花费了半个月，便将这门功夫练到了小成之境。如今的他不仅比过去健康了一大截，气力更是大增。一次测试，秦城单手便提起一袋150多斤的大米，若放在蓝星，这样的力气，高低也能拿个举重冠军。不仅是力气，精神状态、五官感应、身体反应速度都增强了一大截。秦城感觉得到，现在的他比自己身体最巅峰的时候还要强大得多，即便是面对几个壮汉都可以轻松对付，就很离谱。此事武道果真是神奇，秦城只能再度感叹，只是一门小成的养生功，便能令他一个70岁的老登轻松对付好几个身强体壮的男子。若是大成，那时的他实力又将何等强大？再进一步练皮成功，成为一名正式武者了呢？欣喜过后，秦城的神色又有点凝重起来，念头一动，宿主秦城，剩余寿元3年，技能五禽养生系，小成10、1000，没想到居然只剩2年寿元。秦城心情有些不美丽，这个面板是在秦城学会五禽养生系后才出现的，可以显示秦城的具体情况。本来秦城的寿元只剩下了1年，但当五禽养生系小成之后，寿命却增加了2年。显然这门五禽养生系还真有养生健体、长命百岁的效果。只不过只剩下3年寿命，这可令秦城着实心惊胆战。好不容易得到系统，前途一片光明，秦城可不想这么早去世，得想办法多利用下系统了。秦城不由想念起已有半个月未见的二小姐苏黎了。原本他还觉得从二小姐身上刷那不正经的系统奖励有些为老不尊，但现在看到自己都快活不了几年，他那点顾虑早就烟消云散。命都快没了，还顾虑那点道德干什么？大不了等等自己今后强大之后再回报二小姐便是。目光看向外界，秦城有些期盼起来。苏黎上次被大夫人呵斥一顿之后便被关了禁闭，事已这么多天，秦城也没有再次刷取系统奖励的机会。至于外界的方小贤，秦城作为下人可没有资格随意外出，每个月也只能出门1-2次而已，自然是更加没有机会。不过今天苏黎禁闭已然结束，不出意料的话，他今晚依旧会来这里练功。秦城琢磨着要趁这个机会大胆一些。果不其然，未过许久，一道身影飘然而至。那修长窈窕的熟悉身姿，不是苏黎又是谁？只是当秦城见到苏黎现在的模样，不由吓了一跳。二小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双目暗淡无光，肌肤上满是不健康的苍白，浑身散发出一股病弱的气息，和半个月前那位二小姐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林妹妹附体了不成？你这是气血亏空严重啊！秦城这些天可不仅仅在练武，医术上也同时在学，进步甚至比练武还要大。一眼便看出苏黎这是练武过度的状况，让秦老见笑了。苏黎娇俏的脸蛋上泛出一抹讥笑，代夫人所迫，我为了成为武者，也只能不顾一切了。这……秦城说不出劝阻的话来了。二小姐冰雪聪明，天资过人，在苏家2代中也是顶尖之资，过犹不及的道理他自然是一清二楚。但让他停止练功，结局只会是嫁入吴家的魔窟，下场更惨。眼神闪烁，秦城深吸了口气，下定了决心。虽然这么说有些卑鄙，但秦城也明白，二小姐这样的处境反而利于秦城刷取奖励。他本来就已经为了今日做了许多准备，如今见到二小姐的模样，他知道自己的刷任务的想法更有可能实现。二小姐，秦城看着二小姐，我有一门推拿之法，可以活血化瘀，倒是可以帮助你调理气血。推拿之法是这半个月来秦城学医的最大成就了。一方面，秦城穿越前本就学过这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此事也有一些活血化瘀的推拿手段。是以秦城所言，并非骗人，当真。苏黎暗淡的眸子中泛出一抹亮光，望向秦城，绝望的神色散去些许，化作了期盼。虽是苏家的二小姐，但这府内能够令苏黎信任的人并不多，秦城便是其中之一。苏黎自然不会怀疑秦城有什么坏心思，确实会有些效果。秦城点了点头，他将心思花在推拿之术上，主要还是为了探索系统的缘故，只是男女有别。苏黎愣了一下，旋即苍白的俏脸微微浮现出一抹红晕，这才想起
推拿之术，可是需要接触，只不过他并未犹豫太久。无妨。苏黎深吸了口气，强忍着羞涩，眸中满是坚定。只要能尽早成为武者，些许男女之别又算得了什么？为了避免嫁给吴老三，苏黎一切能增强自己的手段都敢用上。何况秦老可是70多岁的老人，当他爷爷的年纪都够了，苏黎还不至于防备秦城。若是同龄人，他可能就不敢了。既然如此，二小姐来我屋里吧。秦城点了点头，心中也紧张起来，寄希望能刷出点奖励来。苏黎跟着秦城去了他的屋子里，按照秦城的话，平躺在一个竹床之上，背对着秦城。我开始了，二小姐。秦城看着脸色绯红的苏黎，心里也稍微有些紧张。再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本来是有心无力，但练成了养生功后，血气也变得充沛了起来，像是回到了巅峰时期。见到身材与容貌皆是绝顶的少女躺在自己的身前，说不刺激，那也是不可能的。苏黎抿着嘴唇，发出低弱文纳的回应。过于羞耻之下，少女将脸埋得更低了，心跳如鼓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仿佛能听得见。秦城心知不能再拖下去，否则只会更加尴尬。深吸了口气，强忍着紧张，伸出了双手。宿主自从向暗恋的女神表达心意之后，便再无顾虑，趁女神苏黎脆弱的时机，果断伸出援手，在她的柔弱的心底埋下一颗印象深刻的种子。终有一日，这颗爱情的种子将生根发芽。宿主此举可谓是男神之道的巨大进步，值得嘉奖。获得奖励：机缘指引星号1，获得额外奖励推拿术顿悟机会1次。大量的信息陡然间从秦城的脑海中涌出，秦城顿时欣喜若狂，自己的探索果然正确，又知晓了一种刷取系统奖励的方法。秦城心中惊喜之极，只不过来不及查看具体的信息，秦城陡然间就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深奥的状态，脑海中大量关于推拿之术的医术知识涌出。秦城顿时便感觉自己先前学会的推拿之术过于粗糙，有着大量的改进的地方，于是下意识的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实验起来。然而陷入顿悟的他却忘了，他实验的对象可是一位活生生的少女。苏黎俏脸愈发绯红，原本他因为秦城的推拿就已经心中羞耻的快要晕过去了，但渐渐的感受到气血的活跃，状态比起之前好上太多。意识到秦城的推拿之术真的有效果，他也渐渐的将羞耻压抑下去。为了不嫁入吴家，他现在可真的无心顾虑太多了。然而正当苏黎的心情平复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到秦城的推拿之术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自己的气血竟然随着这推拿之术渐渐变得旺盛起来。苏黎惊喜地发现，这种状态之下，自己的实力竟然开始发生明显的进步，比自己修炼这半个月进步都要巨大。只是比起实力上的进步，吴秦老，请住手！苏黎俏脸涨红，忍不住娇呼出声。听到少女的呼声，顿悟之中的秦城陡然间愣了一下，从顿悟之中脱离了出来。这下才发现，眼前的少女脖子根都红透了，这下尴尬了。秦城老脸一红，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不过他的推拿之术是精进了一大步，但承受推拿之术的人可未必受得了。嗨嗨，二小姐，我的推拿之术还可以吧？不过秦城是什么人？一把年纪了，他的脸皮早就厚的别人看不出什么来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少女的脸皮可没他那么厚。趁着秦城终于停止，苏黎慌张的连忙撑着身子爬了起来，俏脸通红的低声道：秦老，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说罢便慌慌张张的溜了出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秦城的视野之内。这次好像过分了点。秦城有点尴尬，他也没想到自己突然间陷入顿悟，不小心占了小女生不小的便宜。但秦城觉得自己也很冤枉啊，他又不是故意的，算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很快秦城就没心思去考虑那么多了，念头一动，看向自己的面板，技能推拿之术大成230 10000。一次顿悟竟然令推拿之术形成了系统认可的技能，还直接达到了大成的地步，这令秦城感到惊喜无比。更令他惊喜的是推拿之术的效果，大成的推拿之术可以帮助习武之人稳固境界，恢复身体暗伤，甚至帮助武者提升实力，这手艺可了不得。若是传出去，非得引来无数觊觎不可，帮助武者提升实力，如此强大的技能，哪怕是3大世家都会生出贪婪之心，据为己有。苏黎应该不会透露出去吧？秦城突然有些担忧了，一旦自己有这种手段的事情被外人知晓，他这辈子都别想自由了。那些武者势力肯定会将秦城囚禁起来，为他们服务。
不过旋即，秦城便觉得苏黎应该不是这种人，毕竟他对苏黎很了解，知道这个姑娘绝非白眼狼，乃像他那个徒弟。除了推拿之术，这次居然还有一个奖励。很快，秦城便无心去考虑推拿之术的事情，目光看向自己这次真正的奖励。机缘指引，念头一动，一个红点便出现在秦城的脑海之中，告知秦城该红点所在的地点，在苏府外面。居然还要我自己去拿？秦城有点无语，这次系统奖励的东西让他有点开眼界。天色已晚，今天是没机会去拿了，明天找个机会吧。秦城决定明天请半天假，外出一趟。系统奖励的机缘肯定不会差，秦城可不想错过。翌日，秦城大早就起床，去苏管事那儿请假。出门前找徒弟江寒，先交代下任务。他请假，一些活计就得让徒弟来代劳。师傅，您这养生功还真有效果啊！江寒眼神闪烁地看着秦城，故作惊讶的样子，实则心情极其难受。这老登才半个月，精神气简直变了个人一样，这样子下去，搞不好还真能多活2年。妈的，要不是时间不够了，我非得给他下2副药不可。江寒心中暗恨，可不是，有空也跟我来一起练练，别看你年轻，身体健康点更有好处。秦城似笑非笑的道，他自然看得出徒弟的言不由衷，不过对这个白眼狼他早已失望，懒得和他计较，表面上敷衍一下就是。免了吧，我可没那精力。江寒干笑一声，我先走了。秦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离去。看着秦城远去的背影，江寒目光冰冷无比，不能再拖下去了。二管家可是交代了，让我早点拿下那个位置，再拖下去，这机会可就没了。江寒并未有过多犹豫，看着秦城的身影，眼中泛出一抹狠色，匆匆朝着苏府另外的方向而去。不多时，江寒便乔装出现在了苏府外面。他脚步匆忙，左顾右盼，很快便松了口气，还好没走太远。见着远处那道慢悠悠的背影，他悄然将手伸向兜里的匕首。江寒眼神阴恻恻的，心中冷笑：师傅，别怪徒儿，要怪就怪你不该当着徒儿的路了。江寒悄默默的一路跟在秦城的身后，一边观察着附近的地点，人多眼杂的地方不好动手，他默默等待着无人之处。令江寒惊喜的是，秦城并未让他等太久，很快秦城就朝着一条破旧的巷子走去。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江寒大喜，连忙加快脚步跟了上去，手里已经捏紧了匕首。他对那条老巷子很熟悉，知道除了乞丐，一般很少有人去那种地方，在这里动手基本不会被发现。眼看着秦城走入巷道，江寒脸上的狰狞之色已然掩饰不住，抹出匕首便快步走去。只是刚走进巷子，江寒就不由愣住了。人呢？空荡荡的巷子内什么都没有。见鬼了，我明明看到那老狗走了。江寒瞪大了眼睛，实在想不通，但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下就感觉自己的腰子处传来一阵剧疼，被利物洞穿，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他的嘴巴就已经被捂住，接近着脖子上的大动脉就被划破，身躯一颤，手中的匕首掉落到了地上，随后又挨了一脚，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养不熟的白眼狼居然打算欺师灭祖。秦城目光冰冷地看着趴在地上挣扎不止的江寒，手里握着的匕首沾满了血迹，散发着冰冷的光泽。呜！垂死挣扎的江寒用尽所有力气才艰难翻过身来，见到自己准备加害的师傅一脸冷漠地俯视着自己，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旋即便化作了惊恐与哀求之色，希望自己的师傅看到自己多年师徒情分的面上，饶自己一命。只是秦城始终冷眼一动不动，江寒的眼神最终化为了绝望与怨毒，停止了挣扎，死不瞑目。看着眼前这具尸体，秦城冷笑。他养生功小成之后，不仅变得身强体壮，感官能力都变得敏锐无比，江寒的这点跟踪手段如何瞒得过秦城？秦城将计就计，故意将他带到这种无人且容易毁尸灭迹的地方。是的，毁尸灭迹。意识到这白眼狼打算除掉自己之后，秦城心中对江寒本就没有多少的师徒之情就彻底烟消云散。江寒要杀他上位，就该做好被杀的准备。以秦城的本事，其实解决这次刺杀而不杀人也很容易做到，但事后呢？以江寒这白眼狼的性格，绝不可能就此罢休，反而会更加狠辣地报复秦城。自然，秦城不可能养虎为患，更何况以秦城的性格，他也从来不是什么以德报怨之人。不管是谁，只要想杀他，他都绝对会报复回去。别说一个徒弟，哪怕是皇帝老儿、传说中的仙人，秦城都不可能引颈就戮。秦城的心中可没有什么尊卑观念，身为蓝星人，众生平等是写在骨子里的，谁也不比谁尊贵。谁想杀他，
就要做好被他杀的准备。眼看着江寒彻底咽气，秦城上前轻松地提起江寒的尸体，朝着前面走去。不一会便来到了一个布满了蜘蛛网的老宅子里，熟忍地来到一口枯井前，将石盖挪开，将江寒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又将枯井盖上。在青山城活了70年，秦城对青山城的地图可是门清，想要找个无人角落处理掉一具尸体不要太简单。随后清理掉血迹，把脚印清除。收拾完这些，秦城便一副无事发生的朝着机缘指引的方向走去。老板，这书多少钱？秦城来到了一家旧书摊，拿起一本旧书，对着老板问道。20文。书店老板随口报了个价，秦城也没还价，直接摸出20个铜钱，然后面无表情的拿着书走人，直接回苏府。等回到住处，秦城才神色变得紧张起来，连忙将旧书翻开。系统给出的机缘指引指向的正是这本旧书。秦城在外面不敢翻书寻找机缘，到了自己的住处才敢探索。翻了一会，秦城一开始根本没发现什么，发现这就是本普通的文人笔记。但很快秦城发现封面有些不对劲，将封面撕开，惊喜地发现这里面别有洞天，朔光刀谱竟是一门高明的刀法。秦城有些惊喜，他现在练了五禽戏，三流武者的境界有望。但境界归境界，实力归实力，有了修为，没有护道之术，哪怕他晋升三流，也只是最弱的三流。但有了这门刀法，那就不一样了，一刀在手，他对敌人的威胁性要强出数倍，乃至于数十倍都不止。好刀法，不过现在不是修炼刀法的时候，等我晋级三流之后再说。秦城并不急着修炼刀法，现在他光是练五禽戏都得小心翼翼，生怕累坏了身子，哪里敢多修炼别的东西。他可是70岁老登，不比年轻人。至于这门刀法有什么来历，以及为什么旧书里面藏着门刀谱，秦城可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个世界高明的功法全都被垄断在世家大族手里，他一个70岁老登，好不容易有机会学到高深的武功，哪里顾虑得了那么多。不急，按照我练武的进度，最多2个月我就能成为三流武者，到那时候再练不迟。秦城心情愉悦，功法有了，又得了一门高明的刀法，他的武道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顿时秦城只觉得自己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恨不得去春满楼喝点花酒。一旦成为武者，哪怕是最低的三流，放在青山城也都是人上人了。苏府都会主动给他提待遇，将卖身契还给秦城，从此不再是奴仆。一想到那一天，秦城就恨不得立马成为武者。正好有些兴奋，一身精力的秦城便直接出了院子，在外面开始练起了五禽戏。专心练功的秦城自然没发现，远处几道身影正好经过。萧师姐，您吩咐的事我已经交代下去，我们苏家保证会全力配合宗门。一位气质华贵的少年一脸谄媚地对着身边的白裙女子道。这是一位气质清冷无比的美人，长发披肩，眉如远黛，秋水明眸，肌肤如玉，身着一袭白裙，绝美的外貌和完美的身材搭配着那清冷无比的气质，犹如月宫仙子下凡，整个人给人一种高不可攀、不可亵渎的感觉。萧师姐对少年的恭维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像是没有听到他说的话似的，又似是魂不在意。清澈明眸不经意地望向了不远处那道苍老的身影，柳眉不由一挑。苏圣杰师弟，你家的下人五禽戏练的倒是不错。苏圣杰愣了一下，五禽戏，他家里有人练这玩意？下意识地看去，不由皱眉，这老头谁啊？不过旋即他便懒得在意了，见到府内终于有人能引起萧师姐的注意，他顿时大喜。他正头疼该怎么讨好这位油盐不进的师姐呢，好不容易有机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顿时露出笑容，连忙对旁边的大管家吩咐，去让那谁过来。是少爷。大管家连忙就要去喊人。不必了，我也只是随口一提罢了。萧师姐却是淡淡的开口，苏师弟，还是带我去见你家老祖，宗门的事情要紧。是，师姐请随我来。苏圣杰干笑一声，对着大管家使了个眼神，道，赏，让那人好好练。萧师姐虽然只是对那个下人稍微产生点兴趣便不在意了，但她乐得借花献花，花点小赏钱表达自己对师姐的重视。你虽然只是一位新手男神，魅力却已经开始不经意的自主散发，优秀的异性总能发现你的优点。你获得了一位来历神秘的顶级白富美的关注，这位少女将是你男神之路的转折点，拿下这座高峰吧，这样你就能从新手男神毕业，进入到男神之路的下一个阶段，获得奖励悟道时间30分钟。冷不丁的听到系统提示，秦城的动作不由猛地一顿，眼中露出惊愕之色。什么鬼？哪里又来了一个可以触发系统奖励的对象，而且还直接获得了奖励？这可是真是意外之喜。
正当秦城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秦城，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啊！一道明显带着嫉妒的中年声音从后方传来。听到声音，秦城来不及细想，连忙转身，下意识的便露出惨笑。大管家，您说什么呢？大管家苏大海，这可是主家之下第一人，理论上负责管理所有下人。别看只是管家，苏家大部分旁系的权势都远远不及这位大管家。你这老家伙可是好运的啊！苏大海死死地看着秦城，没想到你那五禽戏还真练出了些名堂，入了赤霄剑宗大师姐的眼，语气中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早些天，秦城练五禽戏的事情就已经传遍了苏家，府内的下人们大部分都是当笑话看的。一把年纪了，还费那功夫养生，闹呢？有这时间养生，还不如享受个几年，等着入坟不好吗？谁能想到，秦城竟然能靠这五禽戏被那位大人物赏识？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大人物的一句话放在小人物的身上，可是能够改变命运的机缘。顿时间，苏大海都有点懊恼，早知道他也去修炼这个什么五禽养生系了。若是今天被夸奖的是自己，苏大海感觉自己在苏家的地位都能上升一大截了。可惜了，这个机会被自己给错过了。赤霄剑宗大师姐，秦城吓了一跳。赤霄剑宗，这可是青山城所属雍州的霸主，有先天强者坐镇的顶尖势力。赤霄剑宗放在整个大前王朝都是顶尖势力，能够决定王朝更替的霸主存在。这种宗门里的大师姐，身份地位可想而知。别说是秦城了，哪怕是整个青山城三大世家的人加起来，都没人家一根毫毛贵重。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苏家？与此同时，秦城心里顿时明白过来，不出意料的话，之前给自己刷取奖励的新对象，只怕便是这位大师姐呢。尽管意识到对方或许还没走远，但秦城可不敢抬头去看。这样的大人物，就连苏家都不敢得罪，秦城可不敢刻意去看，以免犯忌讳。三少爷正头疼该怎么拉拢和那位萧大人的关系呢？没想到那位大人居然赞赏了你的五禽戏，你很不错，为苏家争了点光。苏大海一边说着，去账房领10两银子，三少爷让你好好练，练好了还有赏。谢三少爷，谢大管家，大管家，这是小人的一点心意。秦城笑容顿时明媚起来，连忙从怀里摸出点碎银子，悄然地塞进了苏大海的手里。虽然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对三少爷苏胜杰那个纨绔秦城也一向印象不佳，但舍得给钱就是好人啊。10两银子啊，这得秦城3个月的利钱，最近秦城练武正好花了一大笔钱，继续补充呢，不要白不要。穷文富武，秦城现在可是很缺钱。表面上喜笑颜开，秦城心中也不由一凛。我被那个什么大师姐关注，只怕是因为我小城的五禽戏被发现了。赤霄剑宗这种先天宗门的大师姐，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能看出秦城的实力一点都不奇怪。虽然这位大师姐能给秦城刷奖励，但秦城现在可一点都不敢和人家扯上关系。无他，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和这种大人物沾边，好处未必有多少，但危害肯定大得多。我这小身板可经不住什么风浪，说到底，我还是太弱了。秦城深吸了口气，实力太弱，碰到了机缘都得瞻前顾后，这种感觉实在是不爽，却又无能为力。意识到这，秦城愈发想要尽快突破3流了。另一边，萧师姐和苏家老祖商议大事，苏胜杰可没资格在旁听着。出来之后，他却是连忙去找他的生母大夫人吴氏，神色有些焦急。娘，你能不能跟三伯说一下，把那枚运气丹早些给我，好让我早日晋升3流，成了武者，我才能在宗门取得更高的地位，在这次任务中拿到更多的好处。苏胜杰可是知道这次宗门任务有多重要，只要他稍微参与进去，就能获得翻身的机会。可惜他现在实力太弱，在这宗门地位不高，但一旦成了武者，那地位立刻就不一样了，能稍微参与一些利益分配的事情，所以他必须尽快成3流武者才行。哼，要怪就怪那小贱人一门心思不肯嫁人，你催我有什么用？大夫人冷哼一声，你三伯说了，苏黎什么时候嫁给他，他就什么时候把丹药给你，不然想都不想。运气丹你也知道有多么宝贵，可以让普通人成为武者的好东西，就算是你三伯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来。二姐怎么就那么倔呢？听到原因出在苏黎身上，苏胜杰脸色有些不好看。他可是苏家嫡子，前途关系到整个家族的未来，二姐一个庶女，怎么能不为他考虑呢？我去跟父亲说，嫁给三伯又不是什么坏事，二姐一个庶女，嫁给三伯也算是高攀了，有什么不肯的？确实得你父亲开口才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一个庶女有什么资格反对家里的安排？大夫人眼中闪过一道冷光。得到大人物的关注，固然令秦城有些不安，打定主意要敬而远之，但系统给的奖励，秦城就不必担心了，该用就用。30分钟的悟道时间该用在什么地方？秦城眼中闪烁，思索起来。他现在身上能用悟道时间的能力不多，五禽戏
医术，但把悟道时间用在这2种东西上，秦城感觉有点浪费。他有先天根骨，五禽戏的修炼速度已然不慢，医术上面也有医道之心的加持，把珍贵的悟道时间用在这2种技能上面，只能起到锦上添花，还是用在这门刀谱上面吧。很快，秦城便想到了这次奖励最合适的应用方案。他刚刚得到的朔光刀谱，这门刀谱的内容十分深奥，玄之又玄，十分的不简单。正是意识到这门刀法难以修炼，秦城本想着等自己成为武者之后再去花些时间练习，但现在有了悟道时间，正好可以提前修炼刀法。刀法乃护道之术，一旦练成，秦城的杀伤力将能大进。意识到这个方案不错，秦城果断地直接拿出朔光刀谱，直接使用系统的奖励。霎时间，原本深奥无比的刀谱内容在秦城的脑海中变得极其简单。朔光刀谱共有3层内容，第1层内容讲究的一击必敌，全身的力量集中于一刀之中，随后爆发出精准狠的雷霆一刀，能在另一名武者的实力杀伤力最大程度的爆发出来。光是第1层的内容就极其高端，绝对是最上乘的刀法。但这还只是第1层，第2层就有些玄乎，讲究的练成刀式，以势对敌，一刀斩出，敌人将被刀势所射，不敢动弹，只能任由你斩杀。第3层在秦城看来更是有点不像武功了，竟然能够练成一种名为刀意的东西。所谓刀斩肉身，一斩灵魂，练成刀意的人可以直接对没有练成刀意的人造成降维打击，远程杀敌，甚至直接斩杀对方的灵魂。秦城刚看内容的时候都觉得这东西估计是吹牛，武功怎么可能达到那种程度，修仙还差不多。但是当使用悟道时间之后，秦城迅速变得领悟出朔光刀谱的3层内容，震惊地发现所谓的刀斩肉身，一斩灵魂，竟然是真的存在。30分钟结束，秦城缓缓睁开了，闭上了双眼。过了一会又张开，霎时间他的身上便散发出一股摄人的气息。悟道奖励超乎了秦城的预料，原本对刀法一无所知的他，在使用了悟道时间之后，对刀法的理解顿时便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返璞归真的地步，在刀法之上，甚至足以称得上是一名宗师。刀意需要强大的基础才能发挥出来，一旦施展出来，若是身体和灵魂承受不住，会造成巨大的反噬。这种东西根本不是一般的武者可以施展的，估计是2流武者乃至于1流武者，甚至先天武者才能够领悟的东西。秦城眯起眼睛，此刻的他更加确定自己获得的这门朔光刀谱的不简单。他感觉自己现在若是一刀在手，哪怕是面对真正的武者，都有可能以弱胜强，越阶斩杀。这是身为刀术宗师的自信。越阶而斩还是算了，那是热血主角的待遇，我一个70老登早就没有了热血，稳健重于一切，以境界碾压敌人才是我应该追求的未来。旋即秦城便晃了晃脑袋，将那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甩了出去。他活了70年，好不容易才开了外挂，可不是为了学那些热血主角那样动不动去赌命的。秦城可是很珍惜自己的小命，在他心目中任何事情都以稳妥为主，面对危机他采取的措施是敬而远之，任何事情都真不如自己的小命重要。护道之术已经练成，接下来就是成为一名正式武者了，增加寿命为主。秦城深吸了口气，决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练武上面。然而树欲动而风不止，没过几天，一个麻烦人物找上了秦城。秦城，江寒哪里去了？一个发福的中年男子堵住了秦城，面色不善地质问道。见到来者，秦城心中一凛，脸上却装作无奈地道：二管家，我哪里知道江寒的去处？此人乃是二管家陈向阳。秦城早就从账房苏管事的嘴里得知，和江寒勾搭的人正是这位。2天前，秦城就已经将江寒失踪的事情上报给了苏管事，毕竟江寒是秦城的徒弟，突然失踪，作为师傅当然要亲自通报。不过失踪的到底只是一个下人而已，苏家并未当回事，喊了几个人出去找没找到，便当作逃奴报官了，根本没打算费心思去找。正是知道苏家对待下人的态度，秦城当日才敢直接宰掉江寒，完全不担心后续。古代社会，死个把人不过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对世家而言更是如此。下人在主家人眼里根本不算人，价值甚至比不过一些牲畜。他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没想到会被二管家找上门。哼，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陈向阳冰冷的目光看向秦城，脸色有些阴冷。老东西，江寒是不是被你害了？二管家，你怎么能污蔑我？秦城脸色有些不好看，江寒可是我徒弟，我为什么要害他？况且你有证据吗？他表面上装作畏惧的样子，心中却是淡定异常。没有证据，哪怕陈向阳是管家，明面上也能拿他如何？何况真逼急了秦城，你管家的权势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秦城暂时还不想乱来，毕竟他现在又老又弱，经不起折腾，暂时还得装一阵子孙子。陈向阳脸色森寒，那天江寒出门去对付秦城，可是从他这儿请的假，结果江寒一出门就再也没回来。在陈向阳眼里了，江寒的失踪绝对和秦城这老东西有干系。正当他还要逼问秦城的时候，却见到远处苏管事的身影出现。账房的苏管事可是老爷的人。陈向阳顿时便收起了脸上的厉色，深深地看了秦城一眼。老东西，我倒是小看了你，很好。说罢，他便直接转身离去。等走远了，秦城你这狗东西，竟敢坏我大事！陈向阳眼中的怒火再也掩饰不住。推江寒上位，可是他老爷交代的大事。如今江寒失踪，陈向阳知道自己麻烦了，心底对秦城这个怀自己好事的老狗恨之入骨。吃了这么大的亏，陈向阳哪里能忍得了？丁成才，过来，干爹有何吩咐？一个牛高马大的家丁立马谄笑着迎来上来。有条老狗倚老卖老，居然敢在我面前牙尖嘴利，你说该怎么办？陈向阳冷冷开口。听到这话，丁成才脸上的谄笑顿时消失，变得狰狞起来。干爹您放心，我马上去把那老狗的狗腿给打断。很好。陈向阳冷笑一声，你不是一直想学武吗？做好这件事，我就推荐你去护院那里拜师。谢干爹。丁成才顿时大喜，连忙跪下叩头。秦老，您这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呀？还真别说，我感觉秦老这是要当老寿星啊。那五禽戏真有那么神奇？中午，下人们汇聚在院子里吃饭。秦城的身边，一群下人们你一言我一声地恭维着秦城。养生戏确实有些用处。秦城呵呵一笑，随意应付着身边人。秦城心知肚明，他这些天精神气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距离变年轻可差远了。这些人如此恭维他，是因为江寒失踪，账房学徒的位置多了一个。账房的下人地位可比其他下人高多了，而且动脑的活干起来不累，比起那些苏府其他那些累死累活的活计不要太轻松。谁不想成为下一个江寒，成为秦城下一个徒弟？不过这些人想多了，秦城收徒弟可轮不到自己来决定，得看主家的安排。当然更重要的是，秦城不久之后就能成为武者，到那时秦城可没心思再带徒弟了。等我成了武者就赎身。秦城早就想好了，他和苏家签订的是活契，满了年限便可以交钱赎身。卖身契分为活契和死契，活契可以赎身，死契则直接将命卖给了苏家，无论如何都不能赎身。以前不赎身，作为普通人去了外面只会更惨，朝廷剥削，还有帮派收保护费，普通老百姓比苏家下人可要惨得多。但成了武者，秦城自然不必担心那些麻烦。他早就受够了当奴才的日子，可没想过要当一辈子奴才。正当秦城一边应付着周围的人，一边吃饭的时候，突然察觉到周围的议论声突然间戛然而止，眼神一转，就看到几个面色凶狠的家丁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来。为首那个牛高马大瞪着自己的家丁秦城当即认了出来，丁成才，二管家的狗腿子，冲他来的。秦老狗，给老子过来！丁成才目光不善地指着秦城吆喝道。见着这一幕，秦城周围的下人们慌张地连忙朝周围散开，看着秦城的目光顿时变得同情起来。丁成才可是二管家手底下的恶犬，每次二管家收拾人都是让丁成才出的手。意识到丁成才是来找秦城麻烦，众人哪里还不明白这是二管家的意思。一时间，之前还恭维秦城的下人们鸦雀无声，没谁敢多管闲事，免得引火烧身。丁成才，你嘴巴放干净点，连尊老爱幼都不知道吗？秦城呵呵一笑，他虽然猜到陈向阳可能会报复自己，没想到来的竟然这么快。老东西，你嘴里皮子还挺利索的，还尊老爱幼。丁成才有些惊讶，没想到面对自己，秦城这老东西竟然如此淡定。但旋即他面色便狰狞起来。二管家可是承诺了他，只要打断秦城的腿，就推荐他去学武。他很清楚，狗腿子当得再好，终究是个奴才，只有学武，成为一名武者，才能够真正翻身当人上人。这样的机会，丁成才可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错过。尊你老母！一声怒骂，丁成才便猛地朝着秦城冲了上来，抬起一脚就要猛地踹了过去。找死！秦城眯起眼睛，对五禽戏已然小成的秦城，只觉得丁成才的动作实在太慢了。面对丁成才的来袭，他猛地同样回以一脚，后发先至，砰的一声重响，丁成才狠狠地砸落在地面上，犹如滚的葫芦般连着翻了好几跟头，两眼一翻，最后竟是晕了过去。霎时间，全场都惊呆了。你！丁成才的几个跟班们一个个都惊恐地看着秦城，难以想象秦城这个老东西竟然突然间变得这么猛。
连丁成才这腰牛高马大的壮汉都被一脚踹晕。他们这些欺软怕硬的货色，哪里还敢动手？周围那些躲事的下人们，此刻也都一脸震撼。乖乖，秦老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难道五禽戏还真让秦老练成了？秦老，您成武道高手了！一个个下人们目光炽热地看向秦城，顿时间神色更加谄媚了起来。方才之前躲事的不是他们一样。哈，大伙猜的没错，老夫在五禽戏确实有些天分。秦城呵呵一笑，就连赤霄剑宗的大师姐都夸老夫我练得不错，三少爷还因此赏赐了老夫呢。秦城年老成精，并未因为这些人方才躲事不帮他而怪罪这些人。这个世界，下人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的，不害人就不错了，帮人出头可不是下人能干的事情。怪罪这些人无济于事，只会拉仇恨。所以秦城故意打了个哈哈，打消众人的尴尬，并刻意趁此机会将自己获得赏赐的事情说了出来。二管家陈向阳的报复心如此强烈，秦城若想在成为武者之前安稳一点，只能扯虎皮震慑一下对方了。什么赤霄剑宗的大师姐夸赞过秦老？真的假的？我去，秦老可不是喜欢吹牛的人，这是肯定骗不了人。听到秦城这话，周遭的下人们无不神色更加震撼了。赤霄剑宗的大师姐，这对他们而言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竟然称赞秦城，足以见得秦老可能还真有练武的天赋。顿时间，周围众人看着秦城的目光已不仅仅是恭维，反而变得敬佩起来。谁能想到秦城一把年纪的人竟然还有学武的天赋？丁成才的几个狗腿子们听到这话，脸色更是大变。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必须得赶快通知二管家。慌张地抬起丁成才，连忙溜走。陈向阳、丁成才，先记你们一笔。秦城眯起眼睛，他现在装孙子不敢太过分，但不代表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陈向阳所作所为可是完全奔着要他性命的路子来的，这个仇秦城自然不可能不报，只是现在不行。正当这时，男神之路不仅在于夺取异性的芳心，亦需要在同性之中成为最耀眼的那人，盖过所有同类，名扬天下，如此才能获得优先择偶权。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无人敢惹的恶霸，你的美名将获得周围人的传唱，获得成就，美名出扬1，获得奖励，趋吉避凶星号1，这也能获得奖励。秦城有些惊讶，这几次探索系统令秦城以为男神系统只能在系统认定的美人们身上刷好感度才能获得奖励，没想到这次没有系统目标在场，他也获得了系统奖励。是了，男神可不仅仅是只能让女人爱上的花花公子。很快秦城便不觉得意外了，只会泡妞的男人那不叫男神，那叫小白脸。男神可是代表着全能，颜值、身材、能力、名气等等方方面面都同性之中都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存在，这样的男人才有资格成为男神。所以获得名气也可以获得系统的奖励，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秦城意识到这次能获得系统奖励就在于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收拾了丁成才这个恶霸，关键在于众目睽睽，这样能令秦城的名气传播出去。若是无人看到，哪怕自己宰了丁成才也没有，毕竟自己宰了江寒，没有获得奖励就是例子。得知了新的奖励方式，秦城不由好一阵子惊喜。不过暂时他也没想着利用这种方式刷奖励，别忘了他可是一个下人，而且还是70岁的下人，这种身份靠刷名气来获得奖励，那是找死。这条渠道还是等自己今后成了武者再考虑吧。惊喜过后，秦城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奖励，一次趋吉避凶的机会，好东西。秦城眼中一亮，这趋吉避凶并不能主动使用，而是会在秦城遇到危机的时候自动激活，为秦城占卜一次，为秦城提供避开危机的种种选择。运气好的话，不仅能够避开危机，甚至有机会遇难成祥，获取机缘。这趋吉避凶的机会在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秦城对这次的奖励十分满意，巴不得多来几次。诚如秦城所料，当秦城在众多下人的面前说出他被赤霄剑宗的大师姐夸赞过的事情后，八卦立刻便在下人当中传开，很快便传遍了整个苏府。这老狗练那五禽戏竟然真练成了，还得了大人物的关注。陈向阳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咯噔一下，被吓得够呛。赤霄剑宗这等庞然大物，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苏府二管家能得罪。那等势力中的大人物，哪怕是他老爷都得小心翼翼的恭维，不敢乱来，何况是他。顿时陈向阳就打消了向秦城报复的念头，一时间只能按捺住怒火，甚至吩咐丁成才那边让丁成才暂时老实一点。干爹，难道就这样算了？丁成才脸色难看，众目睽睽之下他被打成那个惨样，脸都丢光了，
沦为了整个苏府的笑话。以他过往嚣张的性子，受到如此奇耻大辱，如何能够忍受得了？别急，大人物能关注这老狗几天？大人物迟早要走，今后有的是时间调教秦城这老条老狗。陈向阳脸色森冷，这么大的亏，丁成才都忍受不了，陈向阳就更加忍受不住了。他可是管家，掌管苏府内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下人，区区一个快入土的老登，还敢对他不敬，反了天了！不弄死秦城，杀鸡儆猴，今后苏府上下几百口下人，哪个还服他？干爹说的是，等那大人物走了，我非得弄死秦城那老东西不可。丁成才咬牙切齿地说道，只能耐心地等待下去。秦老，听说您武琴系练成了。几日过去，一天夜里，苏黎偷摸摸的再次来找秦城了，俏脸上很是开心。显然秦城这次风头出大了，连他这位地位尴尬的二小姐都有所耳闻。听到秦城开始健身，苏黎心情好得不得了。他可是早就发誓要给秦城养老，自然巴不得秦城能活得久一些。瞎练确实有所进步。秦城打量着苏黎，感觉到苏黎明眸灵动，气息活跃，举手投足之间竟然都有股矫健之感，气血亏空的状况明面已经消失，反而进步巨大。二小姐，您这是快成武者了。秦城眼中一亮，立马意识到了什么。苏黎要是成了武者，哪怕苏家家主再不待见她，也不可能将她轻易的嫁给吴老三。如此一来，秦城才好安心的赎身，离开苏家。还得多亏了秦老您那晚。苏黎听俏脸上顿时浮现一抹微红，害羞的低下额头，结结巴巴的回应道，他竟不能如此之快，还得多亏了秦城上次给他行推拿之术。秦城提到这，顿时就让苏黎想起了那晚的尴尬，心中羞耻不已。不过很快他便从羞耻之中冷静下来，抬头去看秦城，俏脸发红的道，秦老，能否再帮我一次？我有所预感，上次那样的推拿调理再来个一两次，我就有信心真正练成铜皮，成为三流武者。为了成为武者，摆脱嫁入魔窟的命运，男女之防什么的，苏黎已是顾虑不了那么多了，目光坚定的道，等我成了武者，我一定会报答您的秦老。说到这里，苏黎脸色都有些羞愧，她身为大小姐，反倒是要屡屡得到秦城这个下人的帮助，却无法回报对方，实在是丢人之极。然而苏黎也没有办法，她被大夫人打压，利钱本就不多，还得把钱都用在练武上面，实际上比秦城这个仆人都要穷。因此哪怕他想感谢秦城，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只能暗暗打定主意，等自己成为武者之后，身份提升之后再报答秦城。苏黎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谁对自己好，谁对自己坏，他心知肚明，一清二楚。二小姐，您和我客气什么？一点小事而已。秦城呵呵一笑，苏黎的请求可是正合他意。一来秦城也想让苏黎早日摆脱魔窟，二来便是看看能否再次刷些奖励。于是苏黎强忍着羞耻，再度来到秦城的卧室。推拿过后，苏黎再度面红耳赤，浑身无力，险些瘫软的起不来。尽管羞耻无比，但苏黎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气血竟然又旺盛了许多。如此下去，最多几日他就能成为武者。秦老实在是厉害，这手推拿简直神乎其神。惊喜之余，苏黎对秦城的手艺确实感动，有些震惊和佩服。他可不是没见识的人，能够令习武之人进步如此之大的推拿手艺，简直是闻所未闻。若是让其他拼命习武的人知晓此事，非得疯狂不可。在苏黎看来，秦城明显不想将自己精通推拿的事情暴露出去，不然光凭这手推拿之术，他就足以在苏家的地位变得超然无比。不想对外暴露，却没有向自己隐瞒，这足以说明秦城对他是特别的。不然为什么将如此大的秘密暴露给他？一时间苏黎心中愈发感动，对秦城充满了感激，暗地里再次发誓，等自己成了武者，绝对要保护好秦老，不让任何人欺负秦老。你的无私奉献再度感动了你的女神苏黎，令女神对您产生守护之心。女神暗暗发誓，今后成为你的壁垒，为你扫除一切后顾之忧，获得奖励。天赋轻度驯化，你对小动物的亲和度获得提升，更容易驯化小型动物。驯兽天赋，好东西。秦城心中一喜，秦城可是听说过江湖中有一些擅长驯兽的门派，利用驯化野兽来暗杀敌人，探听情报。厉害的驯兽师更是令无数武者深恶痛绝，忌惮不已。别看秦城的天赋只是驯化小动物，小动物才更安全，更加不惹人注目呢。若是能利用好小动物，今后打听情报，探查危险之处，甚至用来暗杀敌人，都堪称防不胜防，不要太方便。于是秦城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习武学艺之外，又多了一门驯兽。幸好秦城练了武，身体比正值壮年的年轻人还要健康，不然这么多事情根本承受不住。秦城这边忙碌了起来，
苏黎也一门心思闭关突破武者，苏府内却有些暗流涌动。废物，我不是让你在账房安插我们的人，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二房府内，一个面容威严、目光凌厉的中年男子将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对着跪在地上的陈向阳怒骂道：“老爷，秦城那老东西得了赤霄剑宗大师姐的赏识，小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啊。”陈向阳趴在地上，慌张地连忙解释。那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正是二房老爷苏元凯，一个70岁的老家伙还能得到赤霄剑宗大师姐的赏识，这等鬼话你也信？你他妈是不是蠢到家了？苏元凯面色不屑，这事我也听说了，那位赤霄剑宗的大人物只是夸了那老东西一下而已，这样的大人物又怎么会把一条低贱的老狗放在心上，早就把那老东西给忘了。也就是你这胆小如鼠的废物，才顾前顾后。老爷您说的是？陈向阳趴在地上不敢反驳，心中却是大喜。听了苏元凯的话，他就意识到自己不用再顾虑那位大人物了，终于可以肆意的报复秦城了。不过话是这么说，陈向阳还是有点顾虑，小心翼翼地看向苏元凯。老爷，秦城容易解决，可就算把秦城拉下来，大房那边未必会乐意让我们的人插手账房。陈向阳其实从未将秦城放在心上过，他知道真正想要阻止二房插手账房的人其实是大房之人。不处理好大房的问题，哪怕把秦城宰了，大房还能推出个李城、方城上来。账房可是管钱的地方，在账本上稍微动动手脚就能轻易地刮出一大把钱来，如此重要的地方，大房怎肯轻易让二房插手进去？你这废物总算是长脑子了。苏元凯冷哼一声，他如何不知道其中的计较，眼中一闪。若是之前我们想插手账房还有点麻烦，不过如今可是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胜杰那个废物最近一直想要将苏黎送给吴老三来换取一枚运气丹，我大哥一直犹豫呢。你说若是我愿意帮苏胜杰一把，嫂子会不会答应让我插手账房？陈向阳眼中一亮，大夫人心中最重视的就是三少爷，若是您愿意帮忙，大夫人肯定会同意。只是三少爷若是成了武者，会不会对我们二房地位有所影响？说到这里，陈向阳也有些担忧。三少爷可是赤霄剑宗的弟子，一旦成了武者，地位可就非同一般了。陈向阳担心养虎为患，哼，连成为三流武者都得靠丹药，这等废物哪怕拜入了赤霄剑宗也没什么前途。苏元凯却是不屑一顾，他可是二流武者，很清楚靠丹药成的武者有多么废物，顶多能欺负下普通人。这样的废物加入的势力再怎么厉害，又有什么用处？人终究得靠自己才行。捏着手中的扳指，苏元凯眼中闪烁，就这么决定了。你去跟苏大海说，账房我二房必须插手。遵命。陈向阳连忙道。二叔愿意帮我说服父亲。大房府内，苏胜杰听到管家传来的话，不由愣了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那二叔什么时候这么好了，竟然肯帮他这个侄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少爷，二老爷也提了条件，得把账房的那个秦城换成他们的人。苏大海有些纠结地看了眼苏胜杰和一旁的大夫人。账房可是管钱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安插二老爷的人就相当于把大房的一部分利益让出去。身为大房管家，当然有点不乐意。大夫人也皱起了眉头，她自然也清楚这件事的厉害。母亲，答应二叔吧。然而苏胜杰看出母亲的纠结，却是焦急起来，连忙对着苏大海使了个眼色，大管家，你先出去。是。苏大海看出少爷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大夫人听，立马恭敬地退出去。这时苏胜杰才小心翼翼地看向自己的母亲，道：这次宗门的动作可是关系到传说中的仙缘。仙缘？大夫人面色一变，死死地看向苏胜杰，哪里还不明白自己这儿子有事瞒着自己？这等大事你怎么不早说？仙缘，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那可是与传说中的仙人有联系的事情。古往今来，多少王侯将相都为了仙缘而疯狂，此事一旦流传出去，别说青山城这个小地方，哪怕大前王朝的皇城中，那些王公贵族都要眼红。到时候无数顶级势力都会汹涌而来，别说是小小的苏家，哪怕是青山城三大家族联合起来，在那些大势力面前都不过是个小喽啰。宗门警告过，不准我们和任何人说。苏胜杰也有些心虚，他本来是不敢说的，但成为武者对他实在太过重要，他怕母亲犹豫，这才大着胆子透露了情报。大夫人显然比自己儿子精明多了，看出自家儿子确实并非故意隐瞒自己，而且仙缘之事确实太过严重，儿子如此谨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既然干系到仙缘，区区一个账房的位置又算得了什么？大夫人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中放光。若是自己的儿子能得到仙缘，莫说是账房，哪怕苏家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大夫人再也不犹豫，将苏大海唤来，跟二房说此事我同意了。
至于秦城的去留，无论是大夫人还是苏胜杰这位三少爷，都从未在意过。一个下人而已，又怎能入得了他们的眼？牺牲了也不算什么。后院内，秦城额头上青筋毕露，双手抱着一块看上去便沉重无比的磨盘，猛地用力。霎时，上千斤的沉重磨盘竟离得而起，便秦城抬了起来。呼，感觉到差不多了，秦城这才将磨盘缓缓放下，长舒了口气。苍老的脸庞上不禁浮现出一丝笑容。千斤之力，最多还有1周时间，我便能成为3流武者。秦城笑容满面，他虽然不是武者，但活了这么多年，也没少跟苏家的武者护院们攀谈过，对武者有所了解，知晓自己光是这身力气，其实已经比得上一些刚刚突破的3流武者。没想到先天根骨还有这等好处。秦城已然意识到原因所在，先天根骨并非只是令他修炼速度比常人更快，同等境界之下，他的实力也比那些普通武者更强。感受着自己的实力变化，秦城心情愉悦之极。这些日子没了陈向阳的排挤，秦城过得舒服无比。往日里账房的事情忙完，空闲时间便是练武、学医，同时找些小动物驯化。每天生活都过得充实之极，越来越有奔头。秦城巴不得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直到自己晋升3流武者再赎身。然而令秦城没想到的是，老天爷似乎并不乐意他就这么安心修炼下去。一大早，秦城便赶到账房，正准备干活，谁料刚入门，却发现好些人早就等在里面。大管家苏大海、二管家陈向阳，还有账房的苏管事，旁边还有好几个账房里干活的伙计。苏大海面无表情，陈向阳一脸笑容，心情似乎很好。苏管事则是脸色有些不好看。周围的账房伙计们默不作声，一个个屏气凝神。不对劲，秦城立马意识到了些什么。下一刻，他的预感便实现了。老秦，你来了。见着秦城，苏管事脸上有些同情，招呼了一声。见过大管家、二管家、苏管事。秦城拱了拱手，已然猜到这些人只怕是冲着自己来的。苏大海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二管家，你来跟秦城解释吧。陈向阳却是不怀好意的瞥了秦城一眼，幸灾乐祸的道：秦城，大夫人念在你年龄已大，决定将你在账房里的活计交给年轻人，你今后负责清扫后院就行了。大夫人也是一片苦心，怜你老弱，决定安排些轻松的活给你。秦城，你可得感恩啊。老秦，事情就是这样的。苏管试探了口气，其实他也知道大夫人这样做对秦城有些不公平。账房里的活计是少钱多，可谓是苏家下人当中最好的差事之一，而扫地可没有陈向阳说的那么轻松。苏家的面积大的惊人，每个下人扫地都要从早忙到晚，累且不说，利钱还是最少的。秦城这些年在账房的差事可是干得十分完美，给苏管事省了不知多少麻烦，因而苏管事也一向待秦城不错。如今见到大夫人如此安排秦城，实在感到心寒，但他也不敢开口为秦城说话，他也只不过是个管事而已，哪里敢得罪大夫人。我知道了。秦城听到这个结果，见着二管家的脸色，心下顿时猜测到，大房估摸着是和二房做了什么交易，把自己给卖了。也不知道二房给了大夫人什么好处，居然能让大夫人把账房种地的职位交给二房。不过秦城也没心思去想那么多了，本来他还想着成为武者后再赎身，可如今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知道自己若是再留在苏家，指不定陈向阳这狗东西会怎么打压他呢。他虽然不惧，却也没必要不是。他可是马上就能成为武者的人，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和这种人勾心斗角。在苏家人眼里，我到底也只是个下人而已，说卖就卖。秦城呵呵一笑，幸好他可不像其他老婆一样对苏家忠心耿耿，奴性深重，不然今日遭受这样的安排，非得哭死哭活喊冤不可。秦城，你这老狗，看老子怎么收拾你。陈向阳笑眯眯地看着秦城，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么玩死秦城。秦城失去了账房的身份，今后在主家眼里将毫无价值，自己再怎么炮制他，都不会有人给秦城说话。秦城，你可以去杂事处了，我跟马管事说了，他会给你安排新的差事。苏大海则是不咸不淡地吩咐秦城新的去处，他并不在乎秦城的感受，身为下人，主家安排什么差事，哪里还需要考虑下人的感受。正当众人都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的时候，谁料大管家，安排差事就不必了，我想请您和大夫人说一下，我打算赎身。只听秦城冷不丁地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霎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赎身？苏大海淡定的脸色霎时间凝固，便是幸灾乐祸的陈向阳也惊呆了，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城。老秦，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苏管事大惊失色，只感到难以理解。你都70岁了，你还赎什么身？周遭的下人们皆是一脸无法置信的表情。
下人赎身这种事也并不少见，但像秦城这么大把年纪还赎身的，可就太少见了。年轻的下人赎身之后还可以成家立业，靠自己养活自己。秦城了，一把年纪了，别说养活自己了，今后养老都没人给养老。这种情况，秦城居然提出赎身，顿时间，所有人都觉得秦城这是脑子有毛病。秦城，你莫非觉得大夫人亏待了你？苏大海面色有些阴沉，他觉得秦城这时候提出赎身是一时气话，正常人秦城这把年纪了都不可能赎身。陈向阳呆愣过后，笑容却是玩味起来。他也觉得秦城这是在说气话，不过说气话好啊，不说气话，大房对秦城还可能有些愧疚，说了气话，秦城这把大管家得罪死了。今后他想对付秦城，可就更加简单。回大管家，苏管事，老奴并非在说气话，老奴确实早就想赎身了，趁着还有把力气和些许积蓄，去外面找个义子传宗接代。其实老奴早就打算赎身，只是想等待一些时日罢了。如今既然差事有人接替了，老奴也正好全身而退。秦城笑了笑，并没有趁机挑衅大管家，而是一脸诚恳地说道：他知道苏家巴不得不给自己养老呢，毕竟养老可是得花不少钱。自己提出赎身，问题肯定不大，但苏家若是因一时不爽，刻意拖延一下，秦城这边可就麻烦了。所以没必要为了这点口头上的便宜自找麻烦。这可是你说的，秦城，你可别后悔。我现在就去跟大夫人说。秦城都把话说到这里了，苏大海冷哼一声，说着转身就走。赎身。大夫人听到苏大海传来的话，目光顿时有些阴沉地看向苏大海。你没说错，70岁的老仆赎身。大夫人可不觉得秦城是真心想赎身，而是趁机表达对自己不满。翻了天了，一个仆人敢对他大夫人表达不满，简直是不知所谓，以下犯上。大人，他确实是这么说的。苏大海小心翼翼地抬头说道。简直放肆。大夫人目光冰冷，这老家伙莫非以为能在我面前倚老卖老，靠撒泼来要挟我？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他以为他是来我苏家当老爷的呢。他不是要赎身吗？把他的卖身契拿回来，今天就让他卷铺盖走人。娘，那老货可不见得是真想赎身，不过是想索要点好处罢了。苏胜杰也在一旁听到这话不由嗤笑一声，他可不相信秦城是真心想要赎身，普通人在苏家的日子可比外界舒服多了。自以为看出了秦城的想法，苏胜杰也有些不悦。上次他觉得秦城给自己争了些面子，对秦城还稍微有些好感，可现在心中的那点好感也消失了。对大夫人同意赎身的事情，他也懒得多嘴，不过是一个下人而已。70岁的老头离了苏家，看他能去啊？等日后流落街头，忍冻挨饿的时候，那老东西肯定会后悔今日的举动。我当然知道那老货的心思，只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大夫人冷哼一声，治家如治国，一味的心软，只会养出一帮不知感恩的小人。娘，孩儿清楚，您可是千金之躯，何必为那卑贱老货生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值。苏胜杰不以为然的道，旋即却是话锋一转，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您可别忘了提三叔和苏黎的事情。我知道。大夫人冷哼一声，无人相送。秦城背着收拾好的行李，把解除卖身契的文书都揣在了兜里。离开苏府沿路上，下人们皆是如避蛇蝎，见着秦城便远远躲开。秦老真是疯了，一把年纪了还赎身，何必呢？糊涂啊，最近天下乱着呢，到处都在打仗，寻常家里好几口人的百姓人家活命都难，何况一个老人。我跟你们说，可千万别学老秦犯傻，活腻歪了，这属于是。见着秦城孤身朝着门外走去，下人们皆是暗中窃窃私语，觉得秦城所为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无法理解。其实秦城在苏府待了快40多年了，熟人还是不少，按理来说他赎身离开苏家本不会如此冷清，只是秦城得罪了二管家的事情早已人尽皆知，如今秦城又因为被大夫人卸掉差事，直接赎身的举动，被认为秦城是不满大夫人愤而赎身，这就相当于得罪了大房。苏家管事的就是大房和二房，秦城一下子得罪了两房，哪个下人还敢接近秦城？秦城走了不要紧，他们今后可还得生活在大房和二房的眼皮底下呢。秦城并不感到悲哀，活了这么多年，人情冷暖他比谁都懂。若是他没有觉醒系统，没有学武，他也会和苏府的其他下人们那样，终于以奴才自居，对主角不敢有半点违逆。这个世界不守规矩，可是要死人了。幸运的是，秦城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用再活得和以前那么唯唯诺诺、小心翼翼。走出苏府的大门，望着外面宽阔热闹的大街，秦城顿时有种一念天地宽的感受。从今往后，他的人生中最灰暗的篇章将就此结束。接下来先找个地方住。秦城深吸了口气，已经想好，当务之急是先找好住处。积蓄还有不少，秦城决定一切都等到晋升武者之后再说。
成为武者之后，他的选择就多了，无论是加入一些势力，亦或者投靠朝廷，都是轻而易举。无论哪个世界，对强者而言，哪里都是机会。等到秦城晋升武者之后，他就会成为强者的一员。秦城，你这是怎么回事？正当秦城走在街道上的时候，冷不丁地听到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前传来，大老爷的声音。秦城心中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要躬身行礼，但旋即他便反应过来，他现在可不是苏家的下人了。抬头看去，却见一个面容威严、身材挺拔的白眉中年，身边跟着一群人皱眉看着自己。此人正是苏家大房老爷，也即是苏家如今的家主苏胜杰和苏黎的生父苏元熙。这位苏元照作为苏家的当家人，大权在握，威严赫赫，在苏府内地位就和皇帝差不多。过去的秦城见到这位大老爷都不敢抬头，不过如今秦城却是能够安心的正眼去看对方了。见过大老爷。秦城拱了拱手，尽管已经熟身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这位大老爷横眉冷眼以对。哪怕不再是苏家的下人，这位大老爷也不是现在的秦城可以轻易冒犯的。耐心的解释道：老夫已经赎身，正准备去找住处。你赎了身？苏元熙感觉到秦城对自己的态度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尊敬了，顿时皱起眉头。听到秦城的话，也不由愣了一下，心中顿时生出满肚子的疑惑。不过现在是在外面，尽管心里不少问题，他脸上并没有表露出什么来。归根结底一个下人而已，他身为苏府的家主，哪里有功夫放在下人身上？现在他可是要接待贵人呢。既如此，你好自为之吧。苏元熙淡淡的说了一句，便无心再和秦城交谈，告辞。秦城微微一笑，苏元熙没心思搭理他，他正好也不想和这位封建大家长废话，趁机就要走人。谁料这位老先生，请留步。一道清冷的熟悉声音忽然响起。秦城愣了一下，不仅是秦城，苏元熙和周围的人都是愣了一下。旋即周围的众人都反应过来，一个个目露敬畏，齐齐行礼。见过萧盟主。只见一道俏丽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清冷圣洁如月宫仙子般的少女。无视了周围所有人的敬畏，清澈的眸子落在秦城的身上，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轻启朱唇，精气充沛，神意饱满。老先生，你似乎即将练皮成功，成为三流武者。此言一出，周遭众多行礼的人皆是露出惊讶之色，看向秦城，也有一些人一脸疑惑地看向苏家家主。他们刚才好像听到这位秦城原本是苏家的下人吧？一位即将成为武者的下人就这样离开了苏家，而苏家好像并没有当回事的样子。苏家什么时候这么阔绰了，连一位三流武者都不放在眼里？而被众人目光汇聚的苏元熙，一时间脸色却是精彩到了极点。苏元熙眼中满是惊怒之色，秦城竟然快要晋升武者了，这怎么可能？这老东西可是都70岁了，这把年纪怎么可能晋升练皮？但这话可是这位赤霄剑宗的萧大师姐说的。别看对方年纪轻轻，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年纪，但一身武功深不可测。苏元熙可不觉得对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开自己玩笑。意识到秦城真的成了武者，苏元熙旋即而来的便是愤怒了。武者对任何势力而言都是顶端的人才，哪怕是境界最低的三流武者也是如此。哪怕放在三大世家，对武者也是求贤若渴，热情以待。秦城这位出身苏家的下人成了武者，本应该是苏家的意外之喜才对，可现在人家竟然赎身了。一时间苏元熙有种到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感觉。更令他愤怒的是，这件事情自己这位家主从头到尾居然都一无所知。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人才赎身，自己都一所所知？顿时间苏元熙就对自己的大夫人产生了不满。毕竟大夫人主导家里大事的人，秦城的赎身绝对和大夫人脱不了干系。感受到周围人幸灾乐祸的眼神，苏元熙知道那些人都在看自己笑话，一时间心情糟糕无比。但他到底是一家家主，城府颇深，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当着众人的面，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来，内心却是暗恨，等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再说。至于秦城，苏元熙虽然想要将这位下人招回家中，但也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毕竟他还不清楚秦城到底在家里遭遇了什么。就在苏元熙心情复杂的时候，秦城也有些惊愕地看向了那位说话的清冷女子。又是她。秦城听到这个声音，心中不由一凛。此刻他已经猜到眼前这位便是当日那位赤霄剑宗的大师姐了。当日没有看清对方的相貌，如今再看，这才发现对方的外貌简直堪称绝顶，不似人间凡类。但对方身上的气质和周围人对这位少女的敬畏态度，也提醒秦城对方的身份非同凡响，不敢多看。
这位大人好眼光，不知道叫住老夫可有事？秦城小心翼翼地说道，心中则有些警惕。他练武以来，这位大师姐还是头一个能看出他武功有所小成的人，这愈发说明对方的不简单。秦城不知道对方为何喊住自己，但目前的他也只能小心以对。虽然固然可以给自己刷奖励，但秦城有心知肚明，这样的大人物对现在的他来说，麻烦远比好处要多，他还是得谨慎为主。同时心中也有些疑惑，这位不是赤霄剑宗的大师姐吗？怎么周围人都喊她萧盟主？算了，不管如何，此事与自己无关，自己暂时先应付一下即可。老先生，你即将成为武者，不知可有去处？萧师姐淡笑着看了秦城一眼，眸中波光流转，若有所思的样子。此言一出，周围众人都似乎猜到了什么，顿时间看着秦城的目光都变得炽盛了几分。苏妍希脸色则变得难看起来。老夫只想找个地方养老，暂时还没考虑好去处。秦城自然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随意敷衍着道：养老吗？萧师姐不置可否地看了秦城一眼，却是朝着身边的一位婢女看了一眼。那位婢女连忙从旁端来一块盘子，盘子内盛着一块青铜令牌。我赤霄盟亦有养老之处，老先生您若没什么好去处，倒是选择加入我赤霄盟。萧师姐淡淡一笑，赤霄盟乃是凤凰命所创的武者机构，任何武者只要不是乱臣贼子，我赤霄盟都欢迎加入。老先生不妨收下此令，您成为三流武者还需一些时日，这段时间内老先生尽管可以去打听打听本盟的情报，若是老先生感兴趣的话，下月初1可写此令来我赤霄盟青山分舵。赤霄盟，这又是什么势力？秦城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这位萧师姐喊住自己的是想邀请自己加入这什么赤霄盟。对这个所谓的赤霄盟一所无知，秦城自然不可能就这么加入了。不过这位萧师姐的话倒是令秦城有些异动，离开了苏家，他今后得考虑新的生计，毕竟练武花费可是不低，更何况秦城如今身上的功法只有一门五禽戏，只能令他修炼到3流境界。为了继续修炼，秦城也得去寻找2流武功，甚至更好的武者。3流功法在普通人当中还有可能普及，但2流功法可不一样了，这等高深功法几乎都被各方势力所垄断，并且严禁传播。平民哪怕天赋再好，若是不加入那些势力之中，也没有机会学到2流功法。秦城无论是为了修炼，还是为了学到更好的武功，今后确实要考虑加入一方武道势力，但暂时秦城还没想好要加入那个势力而已。这赤霄盟既然是以赤霄为名，显然和赤霄剑宗离不开干系，而且还是凤凰命创建，足以说明其中还有朝廷涉足，或许还真是个好去处。秦城眼中闪烁，虽然有所异动，但他暂时还没做好决定。正如萧师姐而言，自己得打听下情报再说，多谢萧盟主看重，老夫一定会慎重考虑。秦城拱了拱手，将令牌接过。你身为男神优秀的潜力，被顶级白富美萧清雪发现，白富美怜你穷苦无依，决定给你一个上进的机会。你选择抓住这个机会，只因你领悟了一条男神真谛。钢丝球的花语，富贵与隐忍，获得奖励。天赋，天生为好，您对丹药类消耗品的消化能力获得增强，10分药力，您能获得90%收获，并且身体不会产生抗药性。好奖励！秦城心中大喜，无视了一如既往令人想要吐槽的系统说明，这次的奖励可真的是个好东西。众所周知，普通人喝药往往只能消耗药品一部分药力，大部分药力其实都会浪费，而且药喝多了，身体还会产生抗药性，喝同样的药，效果只会越来越差。而如今有了这个天赋，一颗丹药，药力几乎可以被秦城全部吸收，还不用担心抗药性。有了这样的天赋，秦城今后的修炼速度将会快到何等地步，简直不敢想象。苏家大堂内，苏家一行主要人物们全部都到齐了，各方老爷夫人、年轻小辈，还有各房管家也都汇聚在此。苏家家主外出已有半个月，如今归家，所有人自然都要来此请安。苏家家主是一个威严十足的大家长，苏家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放肆。因此各房无论长辈还是晚辈都是神情紧张忐忑，生怕待会出了差池，惹家主不满。人群中，苏胜杰却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完全没有丝毫的紧张，反而趁此机会低声朝着一旁苏元凯道：二叔，别忘了您之前答应过的事情。侄儿放心，二叔可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苏元凯淡笑着瞥了苏胜杰一眼，眼际深处闪过一缕不易察觉的轻蔑之色，但表面却是一副温和长辈好说话的样子。那就好。苏胜杰脸上的笑容更加明媚了，目光又不动声色地瞥向旁边躲在人群角落里的二姐苏黎。看着苏黎面无表情的样子，苏胜杰心中玩味。二姐啊，你也别怪我，为我铺路本就是你应尽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苏元凯姗姗来迟，见过家主。
父亲。众人齐齐躬身行礼。有些目光敏锐的人却是发现苏元凯今天的心情似乎很恶劣。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苏元凯语气冰冷，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秦城赎身是怎么回事？众人都愣住了。苏圣杰也有些疑惑，一个下人赎身而已，这种小事自己父亲为何会过问？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母亲开口提苏离婚事的事情，可没有耐心去考虑一个下人的事情。大夫人蹙眉，虽然不明白苏元凯为何会关心秦城的事情，还是主动开口交代：老爷，那秦城不识好歹，我不过是卸了他账房的差事，他就心生不满，直接提出赎身。如此不识好歹之人，留他干什么？苏元凯面色阴沉，他作为家主自然没那么好糊弄。账房作为苏家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突然换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顿时他就意识到秦城赎身的真实原因，恐怕出在自己夫人的身上。他冷冷地看向大夫人，若非是自己的夫人，他恨不得一巴掌过去了，险些气笑。留他做什么？你知不知道秦城快要成武者了？什么？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这怎么可能？那老东西一把年纪了，练的只是五禽戏那种粗浅功夫，他能成武者？苏圣杰第一时间便跳了出来，大声反驳起来。他作为苏家嫡子，从小天才地宝培养，名师教育，还拜入赤霄剑宗，如此多的投入，他都没有成为武者。秦城那快要入土的老东西，所有条件都不如他，怎么可能成为武者？你个废物还有脸说？苏圣杰不开口还好，这一开口，顿时令苏元熙勃然大怒，拿起桌上的茶杯就狠狠摔在了苏圣杰的脚下，砰的碎了一地。此事就是你大师姐亲口确认的，人家都亲自邀请秦城加入赤霄盟了。你再看看你，从小在你身上投入这么大，连一个练皮武者都迟迟成不了，连一个70岁的老头都不如，你简直活到狗肚子了去了。苏元熙对苏圣杰也算是迁怒，今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丢脸，此事就源于就是苏圣杰的大师姐当众点破秦城的实力。苏元熙对萧清雪心中有怨气，却不敢对人家发泄，于是只能将之迁怒到自己的儿子上面。这怎么可能？苏圣杰脸色难看之极，原本他还不相信，但听到是自己师姐亲口确认，他哪里还会怀疑？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竟然快成武者了，怎么听起来都有些天方夜谭。苏圣杰可是知道自己晋升3流都迟迟没有进展呢，那老家伙凭什么比自己修炼速度更快？而此刻，大夫人和大管家也都面色不好看了起来，尽管也对秦城能成为武者之事感到匪夷所思，但此事可以确信为真。他们这才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蠢事，把一名武者亲自推出苏家，简直血亏，怎会如此？大夫人喃喃自语，顿时心中懊悔了起来。本来秦城原本可是他大房的人的，二管家陈向阳此刻脸色就更加的精彩了。别人只是把秦城赶走，他可是和秦城有大冲突的。一想到自己竟然得罪了一位武者，陈向阳顿时就有些后悔了。那老东西怎么就真的能成武者呢？后悔之余，陈向阳更是感到震惊，以及说不出的嫉妒。那可是武者啊！就在室内的气氛有些可怕的时候，二老爷苏元凯却是不以为意的笑着开口令大哥：那秦城就算真成了武者，也活不了几年了，走就走了，有什么好在意的？何必为了一个卑贱之徒生气？听到这话，苏元熙愤怒的神色顿时收敛了许多。他其实也早就想到了这点，秦城就算成了武者，对苏家来说损失也算不了多大，毕竟秦城已经70岁了，成了武者也活不了几年了。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他真正的愤怒才没有那么大，不然这件事他可不会就只是稍微生点气了。他之所以发火，更大的原因是他今天丢脸了而已。至于秦城一个3流武者还是快死的3流武者，苏元熙可从来真正没有放在心上过。而大夫人苏圣杰等人听到这话也是神色好了许多。对啊，秦城成了武者又如何，一个活不了几年的老东西罢了，走就走了。还是二叔眼光长远，苏圣杰不由目光期盼地看向二叔，希望二叔信守承诺，将苏黎的事情提出来。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我有一事禀报。在苏家一向存在感薄弱，很少发表意见的苏黎冷不丁地突然开口，一时间大夫人和苏圣杰皆是惊疑地看向苏黎。苏元凯也有些惊讶起来，他们正打算安排苏黎呢，谁能想到苏黎会在这个时候开口？难道他知道了自己等人的打算？大夫人和苏圣杰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但旋即皆是心中冷笑，就算他知道了又能如何？何事？苏元熙面无表情地看向自己的庶女，女儿已成武者，请父亲检查。苏黎淡淡开口。霎时间，大堂内空气变得安静无比，苏圣杰面色青白交加，胸口陡然间感觉到
一股控制不住的血液开始倒涌。大夫人苏元凯一时面色凝固，不可置信。这一句话造成的杀伤力，可比秦城即将成为武者的消息要恐怖得多。苏家的其他人也都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苏黎，一时间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听错了。从小名师培养，无数资源投入的三少爷都没有成为武者，苏黎这个从来没有存在感，家里也没有多少投入的庶女，一声不响地成了武者。苏元熙惊呆了，下意识地伸出手扣住的苏黎的脉搏，下一刻他脸上原本的阴沉之色烟消云散。好，苏元熙惊喜之极地看向苏黎，没想到我苏家出凤了。对这个庶女他从未花过心思，万万没想到的，这个庶女竟然一声不响地成了武者。17岁成为三流武者，这放在世家当中也是资质不菲了，这可真是个意外之喜。紧接着他便不由分说地对着大管家交代道，从今往后苏黎一切待遇都以家族武者的待遇安排，成了武者，一切待遇自然从此不同，哪怕是外人待遇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何况苏黎是苏家血脉，苏元熙的亲女儿真成武者了。这一刻大夫人和苏胜杰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们知道他们的算盘这下子完全落空了，不仅白白让出了账房的权利给二房，失去了秦城这位未来武者，想将苏黎嫁给吴家老三换取丹药的想法也变得不再可能，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血亏！大夫人和苏胜杰一时间险些吐血，没想到我这位好侄女竟然也能一声不响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苏元凯深深地看了眼苏黎，神情有些意味深长了起来。苏家的其他人也都一脸复杂地看着苏黎，他们知道苏黎从今往后将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不受重视的庶女了，她将成为苏家的新星，青山城年轻一代的风云人物。被所有人目光注视的苏黎依旧面无表情，无人知晓他此刻的心思。秦老，没想到我闭关期间你居然还承受了如此大的屈辱，不过请您放心，那些欺负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苏黎默默地低下头，生怕被人察觉到他眼中的恨意。他成为武者之后，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去向秦城报喜，谁料秦城竟然早已人去楼空。这时候他才从下人们口中得知秦城的遭遇，原本就对大房仇恨无比的心思顿时彻底化作了无边的怨恨。大夫人、苏胜杰、二房，苏黎默默地将这些人都记在心上，暗暗发誓，这些人他会一个个亲自报复。这些年的打压，秦老被驱逐，这些年的仇恨他绝不会当作没发生过。不过他也清楚，即便成了武者，他也不过是一名刚晋升的三流武者，想要乱来他还远不够格。毕竟苏家可是有二流高手，所以暂时他只能先一个个来，先从那个丁成才开始吧。苏黎眼神冰冷，苏家的发生事情秦城并不知晓，自从那天拿了赤霄盟的令牌之后，他便直接找伢子去租了个住处，一门心思刻苦练功。数日过去，炼皮境界终于成了。秦城赤着上身站在院子里，一脸激动地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结实双手，看着那宛如隐隐散发着黄铜色泽的肤色，感受着体内源源不绝的力量。秦城知道自己终于成为了三流炼皮武者。宿主秦城，受命8年，境界炼皮境武者，技能五禽养生系大成1万2万，朔光刀谱圆满，天赋先天根骨医道之心，天生未好，寿命又加了5年。秦城心情激动起来，果然修炼五禽养生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前前后后已经给他加了7年寿命了。不过看到剩下寿命总共也才8年，秦城心中的激动顿时迅速地消散了许多。8年寿命还是太少了，秦城并不满足，反而感觉到紧迫感十足。有了系统，他早已不满足只是长命100岁，他现在的小目标是成为先天，之后有机会的话甚至可以去寻找传说中的修仙者，长生不死也未必没有可能。若是有了系统还不敢做梦，那不是白的系统了吗？赤霄盟确实可以加入。终于成为了武者，秦城现在也得为未来规划了。他现在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再不想办法开源，别说练武了，非得饿死不可。这些天秦城自然也在外面打听了下这个赤霄盟，得知这个势力由赤霄剑宗和皇室联手主导，不久前才创建，但声势浩大，据说整个雍州无数城池都有其开设的分部。这个的势力建立的目的，对外说是为了统辖地方武者势力，同时对抗敌国间谍、反贼和窝藏祸心的魔门邪教。如今天下大乱，潜伏在暗中的势力确实是层出不穷，多如牛毛。朝廷若不想办法招收那些在野的武者，这些武者就会被那些敌对势力所招收了。如今赤霄盟建立，
确实可以将一大部分武者拉拢到朝廷一边。这些具体的事情，秦城并不在意。他对赤霄盟最有兴趣的地方，在于赤霄盟入盟的武者开放一些高深的功法。是的，开放功法。赤霄盟之所以能够如此声势浩大，一建立便蔓延遍整个雍州，就是因为开放功法。要知道，大部分武功功法都被大势力垄断，没有背景、没有根基的普通武者，以前根本没有机会学到那些高深功法。但如今机会来了，只要加入赤霄盟，就有机会学到原本不可能学到的高深功法。秦城正发愁今后该去哪里学二流功法呢，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机会，他如何能够错过？一座占地规模广大、很是气派的府堂内，热闹非凡。此地正是赤霄盟分部，几名身着统一制式灰袍的青年男女们正忙碌地处理公务。突然，一个黑袍青年走了进来，神色有些古怪地朝着其中一位气度雍容的青年瞥了一眼，缓缓开口：“又来了一个三流武者，你们谁负责交接此人？”说着，递出一份资料给众人：“总算来人了，许师兄，此人实力如何？可有潜力？实力什么的，过得去就行了。肯加入咱们赤霄盟的，大多都是些平民武者，能有什么高手？也是，可不能拿咱们宗内的弟子们和外界的泥腿子武者比较。”灰袍青年们热闹地围了上来，七八嘴巴地接过资料，轮流翻阅起来。什么70岁的三流武者，修炼的还是五禽系？这是来养老的吧？其中一个青年没看几眼，顿时便一脸晦气起来，把资料扔给下一个人：“我可不要负责这位大爷，咱们每个人只有3个名额，用一个是一个。”真的假的？70岁还是练五禽系的许兄，你没看错。周围几人一听，顿时都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觉得有些离谱，有些人不相信，一个个也都看向了资料，旋即一个个都一脸嫌弃了起来。五禽系这可是粗浅无比的养生功夫，能靠这种武功成武者的本就少之又少，就算成了也没什么战力，相当于同等境界中最弱的武者了。其中一位气度雍容的青年却是没有围上去看资料，反而面色变得难看起来。他刚才还奇怪为何吴师兄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自己，现在他隐隐已经明白了，那老东西居然还真的加入了赤霄盟。苏胜杰脸色阴沉，心情十分糟糕。是的，这位青年正是苏胜杰，同时他也猜到了吴师兄说的人是谁了，顿时间他就有股不祥的预感，心情变得更加恶劣。果然，那几个同门们说着说着，突然都像是发现了什么大新闻似的，随后一个个目光都古怪无比地看向了苏胜杰。苏兄，没想到这位人才竟然还是出自你们苏家，下人身份竟然还能成为武者，苏家果然是人才济济啊。其中一个青年似笑非笑地开口说道：“这位人才既然出自苏家，不如由苏兄来负责如何？此人已经脱离了苏家，与苏家毫无干系，凭什么由我交接？”苏胜杰冷笑一声：“再者，我的3个名额都已经有了人选，就不劳张兄你好意了。”在场的灰袍青年们皆是赤霄剑宗的杂役弟子，并未拥有武者实力，他们在赤霄盟主要负责与赤霄盟的武者们交接任务，就类似于接待员之类的。每当赤霄盟成员执行一次任务，他们这些杂役弟子就能获得相应的宗门奖励。这样的差事对杂役弟子而言，其实也算是一种赚取资源的福利了。毕竟他们的工作轻松无危险，收益还不低。只是这样的福利自然不可能无所限制的提供，每个杂役弟子最多只能负责与3名武者交接。这3个名额，每一个杂役弟子都希望都用在那些实力高强、潜力深厚的武者身上。看到这位新来的武者竟是一个70岁老头子，还是练五禽系这种低端武学的，顿时间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谁都看得出来，负责这名武者未来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是浪费自己的名额。既然苏胜杰已经有了人选，就交给其他人来交接吧。黑袍青年许师兄目光看向其他人，不管如何，总得有人负责此人。苏胜杰是本地的地头蛇，许师兄今后开展工作还得依靠此人一些，因此也不想为难苏胜杰，于是希望其他人毛遂自荐。只是被他目光看到的人，一个个都像是躲瘟神似的，生怕被许师兄念到名字。许师兄蹙眉，他也知道这些人为何是这个反应，若是换成他也不愿意把名额用在这个老头子身上，但按照赤霄盟的规定，必须有人负责交接，这可由不得这些杂役弟子们挑挑选选。赵贵，你3个名额一个都没有用，就由你来负责这个秦城吧。最终，许师兄目光落在一个面容平凡、气质有些怯懦的青年身上，选谁都是得罪人，既然如此，还不如选一个最好欺负的。听到这话，周围众人都是松了口气，旋即一个个幸灾乐祸地看向赵圭。赵圭顿时露出苦涩，却不敢反驳。遵命，许师兄。苏胜杰瞥了赵圭一眼，嗤笑一声，觉得许师兄还真有眼光。他知道赵圭这个同门也是出身农村人家，泥腿子一个，
泥腿子负责泥腿子，这不正合适不过吗？秦城坐在会客厅内，闭目休憩，耐心地等候着回讯。这些时日，他琢磨得差不多了，便直接拿着萧师姐给的令牌来了赤霄盟。令秦城有些可惜的是，那位萧师姐早已离开了青山城，负责这个分舵的另有其人。秦城加入赤霄盟的原因之一，便是那位可以给他刷系统奖励的萧师姐。如今对方竟然不在，刷系统奖励的希望落空，秦城自然是失望不已。不过哪怕萧师姐一时半会见不着，赤霄盟也算是个好地方，因此秦城倒也没想过改变主意，依旧是准备加入赤霄盟。等了好一会，敏锐的听觉感受到脚步声的接近，秦城倏而陡然睁开了眼睛，就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中等的平凡青年正朝着这边来。您便是秦老吧？在下赵贵，乃是赤霄剑宗杂役弟子，我是今后负责与您交接的人员。赵贵看到秦城，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赵贵心知肚明，这位老人被分配给他，是因为他好欺负。他心里有些埋怨，但这份埋怨朝着的是许师兄和其他同门，而非眼前这位老人。算了，一个名额浪费就浪费吧，我可不像是苏胜杰那样是本地人，也不像其他人那样擅长溜须拍马，想要拉满3个名额颇有些难处。负责这位秦老，多多少少也能得到一些资源。赵贵心下安慰着自己，如此想着也打定主意，哪怕眼前只是位没什么潜力的武者，也要认真对待。你好，老夫吃长你几岁，倚老卖老，今后叫你一声小赵可好？秦城淡笑着起身，目光悄然打量着这个赵贵。他何等眼光，一眼便看出这赵贵老实巴交，不是那种惹事之人。心下倒是有些满意，他可不想今后共事之人是苏胜杰那样没什么本事，还狗眼看人低的废物。秦老您随意。赵贵憨厚地笑了笑，同时从旁拿过一份契约以及一块令牌。秦老，这是咱们赤霄盟的契约文书，您可仔细看看，若是你同意的话，在这里签字，从今往后便能算是我赤霄盟的正式成员了。你稍等。秦城接过契约，神色严肃地观看了起来。看到福利待遇的瞬间，他眼中就不禁亮起。1个月便有100两纹银，1枚器械丹。秦城虽然知道武者的身份待遇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却没想到待遇竟然高出这么多。1个月便有100两纹银，这是何等高薪。要知道秦城在苏府的待遇已经算是中上层了，放在整个青山城普通老百姓当中已经算是高薪中的高薪。即便这样，1年到头来也才30两多一点。而如今成了武者，什么都不做，1个月就能拿100两，抵得上秦城过去3年的收入。这还只是钱财上的收入，更何况还有气血丹。气血丹，这可是给3流武者修炼的丹药，论价值远胜壮体散。比起普通人还可以买到的壮体散，气血丹这等丹药基本上都被那些大势力所垄断，武者想要购买都往往有价无市。不愧是赤霄盟，竟然拿气血丹当福利。秦城心情有些激动，赤霄盟的待遇超乎他的想象，令他都有点恨不得立马签字了。不过他还是强忍着耐心继续浏览下去。很快他便将里面的内容看完。看完之后，秦城若有所思起来。这契约文书上面不仅写明了福利待遇，还规定了加入赤霄盟之后他需要尽到的义务。赤霄盟自然不可能白给成员福利，每一个加入赤霄盟的成员都需要给赤霄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每执行一次任务，根据难度，正式成员都能获得一种名为功德点的奖励。功德点可以用于兑换功法、修炼资源、神兵利器等等各种珍贵无比、平民武者平日很难接触到的稀缺资源。当然，这些任务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强制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不论如何，每个正式成员3个月内都必须完成一个任务。显然，赤霄盟不可能真的让秦城吃白饭，倒也公平。秦城沉吟许久，觉得这赤霄盟的待遇确实还真不错。他当然没想过真来赤霄盟养老，世上哪来免费的午餐呢？确认契约上没有坑，秦城郑重地在文书上签了字。这是身份令牌，这是第1个月的俸利，秦老您收好。赵贵接过文书，不一会就将秦城第1个月的待遇当场兑现。一张写着赤霄钱庄几个大字的银票，另一边是一个白瓷瓶。此外还有一块青铜令牌，正面写着赤霄盟3个大字，反面则写下了秦城的大名和身份。在处理完交接事项之后，领取完福利之后，秦城便打探起关于任务的事情来。这些时日为了练功，秦城将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着要早点开源。此外，他如今已是3流武者，接下来若想成为2流武者，就必须想方设法获得一门2流功法，因此得早早为此做准备。秦老，您这就打算接任务了？赵贵有些吃惊，他都做好准备了，秦城是来养老的，能完成3个月一次的强制任务就已经是不错的了。没想到秦城居然如此积极，加入赤霄盟的第1天
就打算接任务，这顿时令赵贵感到惊喜起来。他突然有种预感，这位秦老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是个浪费名额的武者。这对他来说可是捡着大便宜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秦老，盟内的任务有时候可是会有危险，您可得考虑好了。尽管开心于秦城愿意直接领取任务，赵贵还是小心翼翼地劝说秦城小心。他当然乐意秦城多完成些任务，这样一来赵贵也能获得相应的宗门奖励。但他并不希望秦城这位老人遇到危险，赵贵心底对这位老人还是有所怜悯，宁愿少获得些资源，也不希望老人横死。小赵你放心，老夫可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秦城用欣赏的目光看了赵贵一眼，这小伙子倒是不错，以后若有能力，倒是可以给此人一些好处。秦城接任务当然不是为了拿自己性命冒险，他只是查看一下赤霄盟的任务形式的具体难度，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任务。但凡有可能危害到他性命的任务，他肯定不可能去接。他可是有系统的人，未来前途无量，怎么可能真的去跟个亡命徒一样去拿性命冒险？赤霄盟才给他几个钱啊，玩命可不值当。那就好。听到秦城这话，赵贵松了口气。您老跟我来吧。秦城点了点头，跟随着赵贵直接朝着赤霄盟内部而去。不多时，二人来到了一个大厅内。大厅的墙壁上挂着几个木牌，木牌上刻着任务内容、难度以及奖励。前往城西城隍庙，缉拿大盗白君羽。白君羽乃是三流武者，轻功不俗，其他能力一般，奖励500功德点。镇守藏书阁，1个月200功德点。燕子陵，流窜杀人犯齐黄隐藏于此，此人本是平章镇宋家下人，并无习武经历，因遭受主家欺辱，心生怨念，于是在水井中下毒，毒杀宋家上下33口人，情节十分恶劣。官方与地方大族联手通缉此人，奖励600功德点。秦城的目光自然是落在那几个他有能力完成的内容上面。他现在的实力，三流境界之中，其实已经可以无拒绝大部分人。又领悟刀艺的朔光刀谱这等绝世刀法，即便是二流高手，一不小心都有可能会被秦城杀死。正是有这样的底气在，秦城才敢直接来看任务内容。他现在只想尽快筹集资源，提升自己的实力，可没心思浪费时间。燕子陵的任务不错。很快，秦城眼中一亮，他发现这些任务当中，燕子陵的任务反而是最简单的那个。毕竟凶手没有练过武，能够杀人靠的还是毒药，对比其他任务中的对象，凶手绝对是最弱的。此外，这个虽然难度低，但奖励却10分一点都不少。显然，由于凶手杀人太多，尽管他实力一般，但由于犯下的事情太过严重，上面的人特事特办，才悬赏如此之高。正当秦城盘算着要结下这个燕子陵的任务的时候，脑海中陡然间响起一道玄之又玄的声音：中上签，即镇守藏书阁，于月圆之夜，在月下翻阅象山诗集，可获得大机缘。中中签，平前往城西城隍庙，正好遇见白君羽，试图出手抓捕，然白君羽轻功了得，轻易逃走，您没有收获，亦无有损失。中下签，大兄，你前往燕子陵，以为这位犯人手到擒来，谁知异变陡然发生，您被卷入遭受前所未有的恶难，十死无生。秦城呆住了，万万没想到，这种时候他那个一直没有使用过的趋吉避凶机会，竟然直接激活了。秦城有些惊愕，趋吉避凶的奖励一直被秦城当成保命底牌，本来还想着要靠这奖励来解决一次危机，未曾想在这个时候直接激活了，可惜了。秦城有些无奈，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个奖励乃是被动，无法主动使用，遇到这样的事情，秦城也只能可惜于失去一次底牌。他目光落在趋吉避凶给出的选择上面，很明显，中上签的选择可以获得机缘，中中签没有收获也不会遇到危险，倘若是中下签的选择，则会遭遇十死无生的危机。秦城有些明白为何会在这种时候激活趋吉避凶了，没想到那看上去最简单的任务竟然包含着如此凶险。秦城脸色凝重，要知道他一开始打算选择的任务就是这个抓捕这个不会武功的杀人犯齐黄，可现在看来，这位看上去不会武功的马夫齐黄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的实力，哪怕遇到了二流武者，也可以全身而退，若是去抓捕这齐黄，结果竟是十死无生，这个齐黄隐藏的也太深了吧。秦城额头上不由冒出一抹冷汗，幸好自己有一次趋吉避凶的机会，不然这下可就倒霉了。他原本还打算通过不停的做任务获得资源，现在有点迟疑了，今后他可没有趋吉避凶，万一再次出现情报出错的任务，只怕会当场完蛋。算了，之后的事情再说，这次趋吉避凶的机会可不能浪费。秦城深吸了口气，将脑海中的杂念扫除，既然趋吉避凶提示了他，而是将目光看向另外一个任务。镇守藏书阁，在月圆之夜，
月下翻阅一本名叫《象山诗集》的书籍，便可获得大机缘。不得不说，若是没有机缘，这个任务的性价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别的任务只需要斩杀或者抓捕目标就能获得500-600点功德点，但这个镇守藏书阁的任务1个月才能赚200点。一般情况下，根本没有武者愿意接这种任务吧？毕竟其他任务的任务目标大多情况下也不需要对付武者，这些任务对武者而言其实并不算太过危险，花费的时间也不多。有这些性价比高的任务，又有谁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去为了200点功德点花上个把月时间看一个藏书阁？若非趋吉避凶提示了这个任务有机缘在内，秦城都不会接这个任务。他来赤霄盟是为了获取资源的，又不是真的来养老的。秦老，岐黄的任务很适合您，我建议你领取这个任务。旁边对任务危险性一无所知的赵贵却是立马热情地推荐起来。秦城正要摇头拒绝，抓捕岐黄的任务我接了。一张粗大的手掌陡然间将那块写着岐黄任务的木牌取了下来。取走木牌的人是一个身材矮小、气息精悍的中年男子，他说话之间目光玩味地瞥了眼秦城，随后就转身就要去登记。等等，这个任务……赵贵脸色难看，这个任务明明是他先给秦城推荐的，这人怎么这样？没事，小赵。秦城拍了拍赵贵的肩膀，我接这个任务。说话之间，他就将镇守藏书阁的任务木牌接了下来。与此同时，他深深地看了那个矮小中年一眼，那个家伙的表现明显是故意抢夺那岐黄的任务，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虽然不明白对方为何会针对自己，但秦城乐得如此，那岐黄的任务可是危险无比。秦城本就没打算接这个任务，秦城也没想过提醒人家，毕竟人家都针对他了，秦城可没有以德报怨的习惯。秦老，你接这个任务，这任务对您来说未免也太过大材小用了吧？赵贵看到秦城接到任务，顿时有些无语起来。他刚刚看到秦城积极接取任务，还以为秦城会给他带来惊喜呢，结果转眼就要接个养老的任务。这位秦老还真是来赤霄盟养老的不成？赵贵心底顿时有点泄气，看来自己指望秦老给自己带来奖励是没希望了。按照赤霄盟的规定，武者执行的任务奖励越丰厚，他们这些交接员获得的奖励也会随之增多。像这种1个月才200功德点的任务，赵贵根本拿不到什么提成。没事，给我登记这个任务就是了。秦城淡淡说的，随后又低声问道：小赵，刚刚那个家伙是谁？莫名被针对，秦城起码得弄清楚缘由才是。见秦城坚持，赵贵也不好说什么，旋即神色有些古怪的看了秦城一眼。他叫孙荣，是苏胜杰负责交接的武者，据说在青山城也算小有名气，实力不俗。苏胜杰利用苏家的权势，将此人引入的赤霄盟。说到这里，赵贵心下有些羡慕。苏胜杰不愧是地头蛇，随随便便便能拉拢一位强大的武者，将3个名额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他连挑选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选别人不要的。苏胜杰那个家伙，未免也太小肚鸡肠了吧？秦城无语，这下哪里还明白对方为何针对自己？虽说秦城以后不打算再和苏家除了苏黎之外的其他人有什么瓜葛，但似乎苏家的人未必会这么想。苏胜杰那个废物，真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下人？秦城呵呵一笑，眼中闪过一道冷色。以后有机会，自己会好好的回报一下苏胜杰的针对的。苏胜杰确实有点那个。赵贵尴尬的说道，他也猜出了孙荣抢任务的原因了，但这点他也爱莫能助。无论是苏胜杰还是孙荣，都不是他这个还未成武者的人能得罪的。他忍不住又问了一句：秦老，您真不换个任务？就这个？秦城没有解释的打算。那好吧。赵贵叹了口气。一座亭台上，苏胜杰正在此修炼。苏少爷，我听你的，领取了那个任务。孙荣笑着走了进来，说来也是凑巧，你吩咐让我教训的那个老东西竟然也准备这个任务呢，差点还抢在我前头，好在我去得及时，顺手将这个任务抢走了。那狗奴才刚加入赤霄盟就准备接任务。苏胜杰停下动作，有些惊愕，旋即冷笑，真是不知死活，他一个修炼五禽系的废物武者，放在同阶之中谁都敌不过，真以为成了武者就能翻身，终究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泥腿子罢了。显然秦城和赵贵都误会了，孙荣抢走秦城的任务并非是为了针对秦城，而是这个任务本就是苏胜杰吩咐让孙荣领取的。但苏胜杰也吩咐了孙荣教训秦城，毕竟秦城让苏胜杰被苏家家主骂了一顿，苏胜杰对秦城本就十分不爽。如今秦城还来赤霄盟让他继续丢脸，苏胜杰自然不会让秦城好过。所以秦城和赵贵也不算是误会，只是搞错了缘由罢了。以后有机会我再帮苏少教训一下那老东西的。赵贵微微一笑，不以为意的许诺道，旋即眼中闪烁，苏少，你让我接下的这个任务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一个连武功都没有练过的马夫，有必要如此重视？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任务。苏胜杰神色顿时严肃起来，岐黄那个被逐马夫
你可切记要活捉此人杀害的宋家夫人，乃是我赤霄剑宗一位真传的妹妹。抓到这个齐皇，我便能通过此人教好我赤霄剑宗的真传师兄。明白，您就放心好了。孙荣眼中闪烁，赤霄剑宗的真传弟子可都是一流断赃武者，这样的人物放在哪个地方都是最顶尖的大人物。若是能巴结到此人，苏胜杰这个苏家的纨绔似乎也没有必要巴结了。别看孙荣对苏胜杰的态度有些谄媚，他打心眼里可没有看得上过这个纨绔废物，只不过想要通过巴结此人获得苏家给的好处罢了。如今有了更好的巴结对象，他当然不会犹豫。既然都出来当狗了，那当然要选最好的主人。心里如此想着，孙荣却是表面没有表现出什么来。小赵，这藏书阁为何还需要武者来看守？领取任务之后，秦城便跟着赵贵朝着赤霄盟的藏书阁而去，心下有些疑惑地说道。据赵贵所说，这藏书阁内里面收藏的可不是什么功法秘籍，收藏的只是些青山城当地的各种普通藏书、杂书、笔记、地方县志等等对武者无甚价值的书籍。唯一有些特殊的地方，这些藏书年代久远，但也算不上什么值钱的古董。虽然系统提示了秦城其中有本书内藏机缘，但秦城还是敏锐地察觉到奇怪的地方。赤霄盟乃是武者势力，成员多是些大粗人，搜集这些东西干什么？这个我也不知。赵贵摇了摇头，忍不住嘀咕道，我也是有些奇怪，宗门每到一地开设赤霄盟分部，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搜集这些无用的书籍，还要安排武者看守这些书籍。在赵贵看来，这些无用的书籍根本值不了几个钱，派几个普通人看守就得了，派武者来看守实在是太过浪费。他隐隐有所猜测，赤霄盟如此重视这些书，可能是在寻找什么，但他地位太低，哪里能猜到宗门的真实目的所在，于是只能随意应付。是吗？秦城若有所思，赤霄盟绝不可能做一些白费力气的事情，能令赤霄剑宗这等大势力搜集的东西肯定不简单。不过旋即秦城便将这些猜测抛之脑后，不管赤霄剑宗有何目的，也轮不到他一个三流武者多管闲事。不多时，秦城便来一座书阁前，书阁共有3层，占地规模200平左右。藏书阁的阁主的是一个姓陈的文人，此人身上一股子穷酸味，视书如命，蹲在门口闷着头看书，对周围人都完全不搭理。陈先生，赵贵喊了一声，然而那陈的文人却依旧一门心思看书，对赵贵的呼喊没有丝毫反应，像是没听到一样。抱歉，秦老，这位陈秀才视书如命，他读书的时候谁叫他也没用。赵贵有点尴尬地看向秦城，别看他这样，但他本事可不小，就连大师姐都称赞过此人的能力。无妨，我对此人也有所耳闻。秦城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这个陈秀才可是青山城的穷酸，秦城这个本地人当然听说过。此人是书如命，科举却屡屡落榜，人都快50岁了，还只考了个秀才功名。据说此人为了靠科举，害得老婆孩子都饿死了，是青山城人人皆知的笑话。秦城倒是不会人云亦云，将这陈秀才视作笑话。此人到底如何，还得接触后再做评论不迟。见到陈秀才不搭理人，赵贵只好喊了另外一个负责人来接待秦城，跟秦城交代藏书阁的注意事项。秦城很快就弄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其实他镇守藏书阁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藏书阁的杂物自有陈秀才那些普通人处理，不需要秦城多事。秦城这个武者唯一要做的就是防止有普通人对付不了的窃贼闯入藏书阁。总体而言，这份任务正如秦城所想的那样，虽然赚不到什么功德点，但也没有丝毫难度，甚至可以说是闲得蛋疼。闲就闲吧，正好把时间花在修炼上面。趋吉避凶提示的机缘需要在月圆之夜才能获得，在此期间，秦城自然不愿意浪费时间，趁着空暇时间一门心思的修炼五禽戏，将身上的资源都转化为实力。转眼10日便一晃而过，这10日内，秦城的实力可谓突飞猛进，五禽戏的经验值增加了足足2000，只剩8000就可以彻底圆满。到了那个时候，秦城就可以为晋升练古境做准备。这样的修炼速度可谓是惊世骇俗，一般武者修炼随便进步一点都得花上个3-5年功夫，短短10天，秦城就进步了1/5的实力。这种速度放在外界被其他武者知晓，非得眼红不可。秦城之所以进步如此之大，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他有先天根骨这等顶级武道资质在身，二来便是氪金，积蓄快没了。秦城有些傻眼，他这么大的进步可都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器械单和100两的薪水眨眼间便花了精光，就连自身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练武实在是太费钱，没钱简直寸步难行，看来得想办法开源了。秦城眼中闪烁，原本他是打算通过给赤霄盟做任务赚取资源，但如今他接了任务在身，起码得这个月过去才能接取其他任务。但这个月还有20天，总不能等到下个月再赚钱修炼吧。
秦城可不想拖慢自己的修炼速度。好在秦城早就想好了赚钱的方法。我改造过的撞体伞，价格只有原本撞体伞的2/3，效果却好了一大截。我可以通过贩卖这种改造过后的撞体伞来赚钱。秦城眯起眼睛，他可以肯定自己改造过的撞体伞绝对会大受欢迎，这个生意绝对可以赚钱。打定主意，秦城便不再犹豫，直接请了个假，出门直奔济世堂。购买药材自然是准备去找他的老友方大夫。此外，好些天没有触发系统奖励了，秦城也有些蠢蠢欲动，看能否通过自己老友的孙女方小贤刷取一些奖励。然而刚到济世堂，秦城便发现情况不对。济世堂的门外挤满了附近的街坊邻居，门口处站着2个凶神恶煞的持刀男子，恶狠狠地瞪着周围的街坊邻居。眼见这一幕，秦城面色顿时一沉，老方出事了。方大夫真是祸事了，怎么就惹了血狼帮呢？听说那位堂主来方大夫这里看了伤回去就死了，血狼帮这是来闹事呢。老方父女2人落到血狼帮手里还能友好？人群中窃窃私语，望着济世堂里正在疯狂打杂的血狼帮成员，饶是心中同情方家的遭遇，看到门口那2个凶神恶煞的帮派人士，众人也都不敢接近半分。血狼帮在青山城外城可是出了名的杀人如麻，一般人哪里敢得罪？济世堂后院，左副帮主，你们堂主的死与我无干。方大夫被捆在木桩之上，被几个血狼帮的帮众折磨的已是伤痕累累，哀嚎不断。住手！放开我爷爷！你们这帮混蛋！后面房门紧闭的柴房内，方小贤悲愤欲绝的声音从里传出。方小贤不断拍着柴房大门，试图冲出来救人，但大门早已被方大夫锁死，他怎么焦急也无法突破而出，只能心如刀绞的听着外面爷爷的惨叫声。小贤，还不快走啊！方大夫悲愤的大吼，他将孙女锁在柴房，就是为了让孙女逃命，哪能想到孙女这么蠢笨，竟然到了这个时候还不逃跑。哼，方大夫，你孙女还真是孝顺呢，明知道救不了你，还是不愿意逃跑。对面一个刀疤脸的中年男子手握金刀，悠哉坐在石桌上面，笑容玩味的看着方大夫，身边围绕着好几个面容凶煞的刀手。左副帮主，我可以发誓，你们的堂主之死与我无关啊！如果你们真要怪罪我，请放过小贤。方大夫面色凄惨，不停的解释，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人要将那位堂主的死归罪到自己身上。那日他明明治好了那位堂主，谁料那位堂主回去之后，当晚上就暴毙了。然而下一刻，方大夫却是面色大变。哼，方大夫，我当然知道罗堂主的死与你无关，因为他本就是我干掉的。只听左副帮主不以为意地说着，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为什么？方大夫不断呕血，瞪大了眼睛，眼中发红，死死地看向左副帮主。此时此刻，他哪里不明白，这位左副帮主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方大夫，怪就怪你不识好歹，吴家肯花大价钱买你家的山，没想到你却给脸不要脸，竟然敢拒绝吴家的大人物。左副帮主冷笑着的瞥了眼方大夫，终于说出了原因所在。吴家。方大夫顿时眼眶血红，哪里还不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3大世家之一的吴家，但此刻明白过来却为时已晚，他眼中瞳孔猛地紧缩。为什么吴家会知道自家祖山的秘密？方大夫难以置信，但玄即便意识事情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面色大变，大吼出声：小贤，离开青山城，不要再回来了。若单单只是血狼帮，方小贤还有机会在青山城活下来，血狼帮最强之人也就是3流武者，方小贤小心一些，完全有机会逃避血狼帮的追杀。但被吴家盯上，方小贤一个女子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何况他家的山还有那等天大的秘密，哪怕把山卖给吴家，吴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过方小贤。不，爷爷，我不要走。方小贤哭红了眼，眸中满是绝望与悲愤。他唯一的亲人便是方大夫，若是失去了爷爷，从此独身一人，哪怕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嘿嘿，方家的小姑娘，你不逃是对的，你家地道的出口早就被我们血狼帮的人找到了，你想逃走也是白费力气。左副帮主嘴角扬起，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他就喜欢让敌人自以为有希望的时候，将对方的希望扑灭。吴家、血狼帮，你们欺人太甚！方大夫双目血红，充满了绝望与怨恨。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活命无数，临到老来会遭遇如此劫难。欺你又如何？左副帮主冷笑，话音方落，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惨叫声。啊！什么人住手！砰砰砰，几道惨叫声接连响起。左副帮主神色微变，听出那是手下的声音，顿时不由握紧了手中的刀，目光冰冷地看向门口。赫然，只见一道苍老的身影，手中提着一把滴血的长刀，面无表情地缓缓走来。
你是赤霄盟那个养生武者秦城？左副帮主眯起眼睛，顿时就认识了对方。秦城这些日子深居简出，待在赤霄盟内，但他的名气其实也已经流传到了青山城的各大势力当中。在绝大部分人眼中，秦城再怎么弱，终归是一名武者，更何况还是赤霄盟的成员，一般势力也不想轻易得罪秦城。是以，左副帮主顿时便认出了秦城。什么？秦城？老秦？木桩之上已然血肉模糊，意识都快要不清醒的方大夫难以置信地看向来者。他怎么也想不到老秦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听左副帮主的话，老秦还成了武者。老秦，求求你，就小贤一命。尽管心中难以相信，但此时此刻，方大夫也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位老友身上。秦老，救救爷爷，求您救救爷爷！柴房内，透过门缝看到秦城的出现，方小贤通红的秀目中亦是绽放出一丝希望来。秦城，这是我血狼帮的私事，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看着秦城手里的刀，明显是从他手下抢来的，左副帮主目光变得冰冷。他是听出来了，秦城这个养生武者似乎和方家爷孙俩有交情。身为血狼帮的副帮主，左副帮主可是从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武者，哪里会将一个修炼五禽系的养生武者放在眼里？但对方终究是赤霄盟的人，如果可以，左副帮主还是希望秦城有些自知之明，不要多管闲事。至于手底下死了人，几个手下而已，左副帮主还不至于因为一两个手下而与赤霄盟为敌。少说废话，放人！秦城脸色阴沉地看向这位左副帮主，见到老方的惨状，一向隐忍的秦城心中顿时生出无边的杀意来。老方乃是秦城为数不多的老友，更何况秦城能够成为武者，也多亏了方大夫的五禽系。如今见到老方竟然惨成这个样子，秦城再怎么不想招惹是非，也彻底愤怒了。看着左副帮主的目光充斥着杀机，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左副帮主脸色森寒，旋即冷笑起来，我可是给了你活命的机会，是你不知死活。既然如此，除掉了你，赤霄盟也无话可说。左副帮主从未将秦城放在眼里过，只不过是不想招惹赤霄盟罢了。如今见到秦城给脸不要脸，他也不再废话，抬起手中的长刀，一股凶煞无比的气息猛地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他目光高高在上地俯瞰着秦城，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死！一声狞笑，左副帮主挥出手中长刀，刀锋破空，撕裂空气，绽放出冰冷的寒芒。刀光爆发开来，迅捷如雷霆般直直地劈向秦城的头颅。虽然没有将秦城放在眼里，但一旦出手，左副帮主直接爆发出他最强大的杀招。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左副帮主，可不是那种会因为小看对手而留手的人，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便是必杀。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左副帮主才能活到如今的地步，不然他早就死在了无数次的杀戮之中。眼看着左副帮主一刀斩出，周围的血狼帮刀手们眼中，秦城便已是一个死人。左副帮主以一手狠辣的刀法，在江湖中闯下赫赫凶名。这些年月，死在副帮主刀下的三流武者可远不止一人，其中那些武者也有一些实力颇为强大，名头不小的人却依旧防不住左副帮主的刀。秦城这个七老八十的老东西，还是修炼五禽系这等垃圾功法的弱鸡武者，又怎么可能挡得了？然而下一刻，一股摄人心魄的气势陡然间从秦城的身上爆发开来。霎时间，左副帮主面色一滞，一股说不出的惊恐从内心油然而生，出手的动作不由自主地凝滞了一下。就在他动作凝滞的片刻，唰，一道寒芒，后发先至，凌空掠杀而至。寒芒消散，左副帮主的身子彻底僵硬在了原地，还维持着出手的动作。哧啦一声，一道笔直的血线陡然间从他的额头中心一直蔓延开来，从额头顶部一直延伸到下体尽头。刀是！左副帮主死死地瞪着秦城，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与惊恐。刀式？怎么可能是刀式？江湖之中，任何一位领悟了刀式的人都是最顶尖的刀术天才，即便是放在那些拥有先天强者坐镇的势力之中，这样的天才都会被视作顶尖人才培养，重视无比。谁能想到，一个这个快要入土修炼的还是养生功夫的武者，竟然能领悟出那些无数刀道高手都无法领悟的刀式。这一刻，左副帮主顿时后悔到了极点。早知秦城有这样的天分，他又怎么会如此嚣张？但此时此刻，后悔已然晚了。噗嗤一声，血线彻底撕裂开来，左副帮主的身躯彻底化作了两截。周遭的血狼帮刀手们皆是神色凝滞，一个个露出惊恐之色。怎么可能？副帮主，快跑！有人惊呆了，但也有刀手意识到大事不妙，下意识的便要逃跑。都给老夫留下吧！秦城一刀斩杀了血狼帮的副帮主，又怎么可能放其他人逃命？手起刀落，
刀光如疾风密雨般接连斩出。便是左副帮主这位武者都不是秦城的对手，这些连武者都不是的高手，又怎么可能应付得了秦城？眨眼之间，被卞秦城一刀一个，接连斩杀当场。老方，你没事。旋即，秦城便连忙割开系着方大夫的绳索，将他轻轻放了。这时，听到柴房内传来方小贤的呼声，他随手一刀便将厚重的铁锁如豆腐般斩碎。爷爷！方小贤梨花带雨地冲了出来，见着方大夫的惨状，面色惨白无比，慌忙蹲下给方大夫急救。别白费力气了，我不行了。方大夫发出虚弱无比的声音，身躯上连块完好无损的部位都已经看不见，惨成这样，能撑着一口气没有断掉，就已经是他平日里将身体保养健康的缘故了。不会的，爷爷，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我马上拿金疮药过来。方小贤泪流不止，不停哽咽着，就要强撑着身体站起来去拿药。别走，听我说。方大夫却强撑着力气，死死地抓住了方小贤的手，目光看向秦城，露出一丝哀求之色。老秦，老弟求你一件事，小贤，老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贤的。见到老方这个惨状，秦城脸色难看，心中懊悔到了极点。即便没有系统的因素在，即便是和老方多年的交情，秦城也不可能置方小贤于不顾。更何况方小贤本就是系统的目标。多谢。方大夫试图拱手感谢，却已经没有力气去做多余的动作，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秦城一眼，随后一脸怜悯地看向自己的孙女，断断续续地缓缓道：小贤，记住，我家的药山有大秘密，若你有朝一日晋升一流，可去药山。方大夫断断续续地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没有瞒着秦城，而是当着秦城的面将方家的秘辛告知方小贤。秦城面无表情，一个大夫世家隐藏的秘密，竟然需要后代拥有一流实力才能继承，这令秦城都不由有些震惊。他万万没想到自家的老友竟隐藏得如此之深。与此同时，他也已然意识到吴家之所以盯上老方，恐怕就是知晓了方家的秘密。进来之前，秦城自然是听到了老方和左副帮主的对话，因此也知晓吴家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更是猜到能够令吴家看中的秘密绝对不简单。当然，即便知晓方家有秘密，秦城也不至于觊觎老方家的秘密。秦城虽然自问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终究有些底线，不可能连好友的东西都惦记着。终归没有发生什么电视剧里说话说到一半就咽气的狗血情节，老方将方家的隐秘交代完毕，一口气才泄掉，整个人再也没有了呼吸。爷爷，你不要走。眼见着爷爷断气，方小贤几乎崩溃，趴在方大夫的胸膛上嚎啕大哭了起来。老方，你放心去吧，无论是血狼帮还是吴家，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他们来陪你的。秦城心情沉重无比，老方是他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好友，如今老友身死，秦城也不禁感到悲愤之极。想到谋财害命的血狼帮和吴家，心中更是杀气腾腾，恨不得立刻去报仇。不过他也清楚，现在的吴家对秦城来说还是无法应对的庞然大物，因此只能心中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会除掉血狼帮和吴家。有系统在手，秦城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便能无视吴家的威胁。当务之急是带着方小贤赶紧去赤霄盟。吴家固然是大，但只要秦城躲在赤霄盟里头，吴家也奈何不得秦城。而就在这个时候，你的青梅竹马方小贤遭受大难，你在最危急时刻终于赶到，英雄救美在少女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英雄救美自古以来便是最大快人心的男神行为，宿主已初步悟得男神真谛，可喜可贺。获得奖励速成点星号1，可以令一门三流功法直接提升至圆满，无后患。速成点，秦城呆滞了一下，这次的奖励简直就离谱，可以瞬间让一门三流功法圆满，这岂不是说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只有使用一个速成点可以直接达到三流极致，距离二流只差一步之遥的地步。看到这个奖励，饶是秦城都不由心神有些震荡，要不要直接用掉？秦城一咬牙，几乎有种立刻就把速成点用掉的想法，只要用掉这个速成点，他的五禽戏便能够直接圆满，达到三流极致的地步。这样的实力再加上朔光刀法，秦城感觉即便是正面对上二流高手，他都可以战而胜之。若拥有那样的实力，即便是吴家，他也似乎无需畏惧了。只是旋即，秦城便强忍着诱惑，没有将这速成点使用掉。我五禽戏已经都练到大成了，现在使用这速成点实在有些浪费。秦城眼中闪烁，他觉得与其把速成点用在五禽戏上面，还不如另外去寻一门三流功法，将速成点用在那上面。可以去学内功。秦城眼中金光一闪，修炼内功可比修炼外功要麻烦得多，不仅要看个人资质，还要长年累月的修炼来积蓄内力。修炼内功最花时间，这可是江湖常识。但有了速成点，
秦城可以直接把一门内功修炼到圆满地步。到了那个时候，秦城就相当于一名内外兼修的顶级三流武者，这可比单独将五禽戏修炼圆满更有性价比。毕竟秦城本就将五禽戏修炼至大成了，即便提升至圆满，实力总体上也提升不大。若是多出一门圆满级别的内功，那可就不一样了，对秦城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提升。就这么决定了。想到这里，秦城便强忍着诱惑，先将速成点留了下来，准备回赤霄盟后，接下来便将心思用在寻找内功上面。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处理方家的事情。方小贤固然悲伤无比，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知晓他被吴家盯上，自己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等死。于是强忍着悲伤，收拾了一些东西之后，方小贤便跟着秦城直接去了赤霄盟。秦城在外面租了房子，但在赤霄盟内部也有一个院子，多住一个方小贤问题并不大。而随着秦城和方小贤的离去，左副帮主被杀的事也终于被发现。方家后院内，一个气质看上去有些轻佻的紫袍中年，眼神冰冷地打量着左副帮主的尸体，一刀毙命，出手之人刀法堪称出神入化。你们确定杀人者是那个苏家的老奴？旁边一个鹰钩鼻男子额头上脸色阴沉，连忙点头。吴三爷，这附近的人都看到了，之前那姓秦的众目睽睽之下夺走了咱们血狼帮手下的刀，杀进来的。只是没想到那姓秦的居然藏得这么深，娘的这刀法还真是有点吓人。左老弟可是以刀法闻名，没想到最后也死在别人的刀下。看到左副帮主的死法，鹰钩鼻男子只觉得心中冰寒，自问即便是他想要斩杀自己的这位副帮主都没有那么容易办到。哼，苏家最近还真是人才济济啊，真是令人不快。吴老三眼神冰冷，那个脱离自己掌控的女人也就罢了，没想到如今苏家一个奴才都能坏了自己的好事，顿时心情变得十分恶劣起来。显然此人赫然正是那位想要迎娶苏黎的吴家三爷。吴三爷，那老东西带着方家的那个女人躲在了赤霄盟，这下可如何是好？鹰钩鼻男子也是一脸晦气。秦城的刀法虽然厉害，但鹰钩鼻男子自问再厉害也就是一个三流武者而已，他血狼帮都可以对付，更何况还有这位吴三爷在。问题是秦城现在躲在赤霄盟不出来，这可就麻烦了，他再怎么嚣张也不敢杀进赤霄盟去。躲在赤霄盟确实有些麻烦，不过这还难不倒我。吴老三眼神闪烁起来，看来有必要再去见见我那个便宜侄儿了。想到那个废物侄子，吴老三眼中泛出一抹玩味之色。本来苏黎的事情没办法，吴老三对那个废物侄子便已经失去了兴趣，但现在他忽然意识到那个废物侄子似乎还是有点用处的。秦老，你杀了左申屠？赤霄盟内，赵贵用看怪物似的目光看着秦城，心中简直震撼到了极点。左申屠正是血狼帮的那位副帮主，此人的凶名饶是赵贵都有所听闻。据赵贵所知，即便是那个孙荣，论名气和实力都和左申屠差远了，却没想到这样一位凶人竟然死在了秦城这位养生武者的手里。得知此事的时候，赵贵都险些以为只是同名，只是后来一再确认，才知道杀人者确实是这位秦老。此时此刻，赵贵哪里还不明白，这位秦老深藏不露，他捡着大便宜了。那人叫左申屠吗？也就那样吧。秦城不以为意地说道。他大多时候低调，但并不代表他是那种狗道中人。秦城很清楚，对习武之人而言，一味的低调只会惹人欺凌，有时候你必须展现出令人忌惮的一面，这样才能争取到属于好处。也就那样。赵贵吞了吞口水，只觉得秦城这口气似乎太大了点，但想到左申屠死在了秦城手里，秦城语气这么大，倒也能够接受。不管如何，秦老，您这次可是出大风头了。您是不知道，那苏胜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色像是吃了大便一样。赵贵玄即便是兴高采烈地说了起来。还有，您还记得那个孙荣吗？他上次领取的任务竟然是个陷阱，岐黄隐藏的地方竟然是黄天教的地盘，那里有好几个二流武者坐镇，孙荣没有逃出来，当场便丢了性命。赵贵一脸后怕地说出一个令秦城也有些吃惊的消息。黄天骄这个势力怎么会出现在青山城？秦城脸色微变，黄天骄这可是天底下最著名的魔道势力之一，每到王朝末年，这个教派都会跳出来造反，闹得天下大乱，是历代皇室的心腹大患。这样的大势力怎么会出现在青山城，还派出来二流强者？如今虽然天下大乱，但乱子暂时出现在北方地界，距离青山城远着呢。无论如何，黄天教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才是。谁知道呢？秦老您放心，舵主已经向大师姐传去消息，用不了多久，总部便会派人来咱们这里对付黄天教的贼子。这段时间您小心一点就是。赵贵浑然不在意地说道。别的势力惧怕黄天骄，但赤霄剑宗可是有先天强者坐镇，他并不是很担心黄天教。也好，秦城表面上应付了一下，心情却变得凝重起来。
他隐隐感觉得到，黄天骄的出现在青山城内，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由在他的脑海中接连浮现。剑宗大师姐亲自来到青山城这个小地方，其实秦城一直都觉得比较奇怪。按理来说，青山城的赤霄盟只是一个小分舵而已，赤霄盟遍布雍州，分舵足足有数百个。剑宗大师姐作为总盟主，按理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光顾青山城这个小分舵才是。黄天教潜藏在青山城，还建立了分舵，也显得十分奇怪。与此同时，还有最近的一件事也令秦城感觉到不对劲，那就是老方临死之前说的关于方家的秘密，竟然需要方家血脉的人拥有一流境界才能获得的秘辛。这3起事件看似没有什么联系，但彼此之间全部都围绕着青山城而展开。这愈发令秦城感觉到自己所在的这座城池似乎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有股风雨欲来的感觉。但终究是信息量太少，秦城虽然感觉到不对劲，却也想不出到底是什么。他唯一能知晓的事情，不论外界如何危险，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无论外界多危险，他都能拥有自保之力。内力的事情得抓紧了，还有月圆之夜也快了，希望趋吉避凶给出的机缘能给我带来点惊喜。秦城眼神凝重，心情不由有些迫切。想到这里，秦城忽然看向赵贵，不由开口打听：小赵，你可知赤霄盟内部的3流内功大约需要多少功德点？当务之急的第一时间就是搞到内功。秦城暂时还在执行任务，没有机会去获得内功，但不妨碍他提前打听一下。3流内功。赵贵愣了一下，旋即连忙回道：内功比外功贵上许多，即便是最低的3流内功，起码也得需要500-600功德点左右。他眼中一动，忍不住打听道：秦老，你是想准备修炼内功？不错，我确实是准备修炼内功，毕竟外功一时半会难以突破，想增强实力，只能想往内功方面发展了。秦城点了点头，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听到只需要500-600功德点就能兑换一门3流内功，秦城不由心中一喜。虽说他现在的任务的奖励只有200功德点，但别的任务随便完成一个就可以满足兑换一门3流内功的要求了。看样子搞到一门3流内功并不困难。令秦城有些意外的是，听到秦城的打算，赵贵却是眼神闪烁起来。没过许久，他咬咬牙道：秦老，你若想修炼内功，我倒是可以提前借你功德点。不得不说，秦城斩杀左副帮主带来的影响远比秦城想象的要大得多。此事不仅已经传遍了青山城，便是在赤霄盟内部，许多来自赤霄剑宗的成员都对秦城要更为重视了。赵贵也意识到，成为秦城的交接员，自己是真的捡到了大便宜，因此迫切想要和秦城维护好关系。不然的话，若是其他交接员趁机抢走秦城，那可就不妙了。赤霄盟内部可是允许武者更换交接员的，所以他才提出借功德点给秦城。作为赤霄剑宗的弟子，哪怕是杂役，他身上的功德点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功德点还能借的？秦城惊讶地看向赵贵。3流功法这类的兑换，赤霄盟还是允许内部成员互相交易的，不过再高一点的资源兑换就不行了。赵贵解释说道：那好，小赵，这件事就麻烦你了，等完成了这个月镇守藏书阁的任务之后，我会尽快将功德点还给你的。秦城拱了拱手，感激地看了赵贵一眼。他也没有矫情，既然可以提前修炼内功，他当然不想拖延时间，毕竟他现在的任务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内功是越快修炼便越好。没事，以秦老您的实力，这点功德点又算得了什么？听到秦城这话，赵贵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拉近关系的目的达到了。秦老，我陪你去藏经阁吧，藏经阁里的3流功法我还是有些研究的，正好给您提供些建议。麻烦你了，小赵。秦城点点头。藏经阁可不同于秦城镇守的藏书阁，那里收藏的才是各种高深莫测的功法，外功、内功、各种武技等等诸多手段。跟着赵贵来到门口，看到坐在门口的看门人，秦城便是心中一凛，感到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从这位看似就是个普通大爷的看门老头身上散发开来。他意识到，这绝对是一名2流武者，而且是2流之中极其强大的那种武者。一般的2流武者绝不可能给秦城带来如此强大的压迫感。万长老。赵贵小心翼翼地对着看门老头打了个招呼，随后低声对着秦城道：秦老，这位是我们赤霄剑宗的内门长老，1流强者。1流？秦城眼中瞳孔猛地一缩，他还以为这老头是2流当中的强者，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位1流高手。整个青山城，秦城都没听说过哪家势力存在1流高手，却没想到这赤霄盟内一个不显山不漏水的老头拥有这样的实力。顿时间，秦城愈发隐隐感觉到青山城恐怕有什么大秘密，不然的话又怎么会出现1流高手这样的存在？心情沉重，秦城表面却是不动声色，也是恭敬的拱手道：万长老好。
万长老神情淡泊，右手拿着本棋谱流连，左手则是端着茶杯，轻轻摇晃着，对秦城和赵贵却是看也没看一眼。秦老，咱们先进去吧。对此，赵贵却是没有表示什么，转身便引着秦城走进了藏经阁内。一流啊！秦城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却是颇为震撼。一流强者放在整个大前王朝也都算得上是一方强者，足以开宗立派的大人物了。秦城本以为这样的强者距离自己很远，却没想到就在这小小的赤霄盟分部内便隐藏着一位一流强者。原本成为三流武者，又斩杀了血狼帮左副帮主这位三流之中的强者之后，秦城还稍微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已经不弱。但现在这股心思瞬间消散一空，他再度意识到，即便是三流武者也依旧是个弱者，尤其是在这暗流涌动的青山城里，他这点实力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秦城还想到一点，既然赤霄盟内隐藏着一流高手，那么青山城的三大世家呢？别看三大世家口口声声宣称他们家族中的最强者只是二流，但若是他们的最强者真的只有二流，那萧清雪这位赤霄盟大师姐用得着亲自拜访苏家吗？看样子三大世家也不简单啊。秦城眯起眼睛，本来他还仗着领悟出刀意的朔光刀谱，绝对即便是正面对上吴家也可以全身而退，毕竟他真的全力出手，二流强者也未尝不可斩杀。但现在意识到三大世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顿时间秦城心中有股危机感十足的感觉。且不说苏胜杰那个废物纨绔和自己不对付，和吴家秦城结下了大仇，真正不死不休的，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秦城心情愈发的迫切，对接下来的内功也愈发看重了。跟随在赵贵身后，不多时，二人便来到了一个书架面前。秦老，这里都是三流内功，都是我赤霄剑宗多年以来搜集到了的各类功法，其中一些也是曾经不弱于我赤霄剑宗的势力中存在过的内功。赵贵对秦城热情地介绍着书架上面的内功：清虚功、烈炎真功、退凡进气、琥珀神功。秦城目光往书架上面的内功接连扫去，神色有些古怪。他发现大部分内功名字听上去一个比一个大气，若非知道这些内功只是些三流内功，他还真以为这些是什么绝世神功呢。对内功秦城也了解不多，一时半会让他分辨哪些功法更为优秀，秦城也分析不出来。秦城也懒得浪费时间，而是直接看向赵贵。小赵，这些内功你认为哪种更为优秀？练成之后实力更强，上限也更高。秦城毕竟是对内功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论对内功的了解，哪里比得上赤霄剑宗的弟子？何况赵贵都肯借功德点给他了，肯定不吝惜再卖给秦城一点人情。秦老，您这可是问对人了。赵贵眼中一亮，果然如秦城猜测的一样，他正寻思着如何多卖点人情给秦城呢，于是毫不吝惜地介绍道：这里的内功大多都是些稀松平常的普通功法，练到头了上限也就三流，前方无路。但也有一些乃是高级内功，还有更高境界的内容。赵贵直接说到了秦城在意的点上面，譬如这门清虚功，这门功法的完整内容可以令人修炼到二流境界，只不过这里只能看到三流境界的内容，更高境界的内容在藏经阁的2楼，需要更多的功德点才能兑换。哦，还有这等事。秦城心中一喜，按照自己明智，比起那些上限只有三流的内功，上限更高的功法才是秦城所需求的。毕竟秦城不可能一辈子都只待在三流境界，他还想追求更高的境界呢。小赵，那这些存在着更高境界内容的功法都有哪些？秦城连忙问道。这一层都是。赵贵指着这一书架上面最高一层的几本秘籍，这些秘籍最高都可以令人修炼到一流境界。才一流？秦城有些可惜，他还寻思着这些功法能否让人修炼到先天境界呢。不过旋即他便好笑，觉得自己真是白日做梦。先天强者可以说是镇国级别的绝世高人，相当于前世蓝星上的核武器，能够令人修炼到先天境界的功法，赤霄剑宗怎么可能轻易的让外人接触到？事实上，提供能令人修炼到一流的功法，已经算赤霄剑宗大方的有些过头了。任何一门能够令人修炼到一流的功法，放在外界都足以在江湖上引发腥风血雨，无数人争夺的绝世功法。但在赤霄盟，平民武者都可以得到这等绝世功法，秦城现在怎么想都觉得赤霄剑宗似乎太过于慷慨。算了，不管赤霄剑宗是真大方还是假的大方，我现在能做的还是尽快提升实力。秦城目光看向最高一层的几本功法，分别打开简介观看起来。少速功，特点是内力中正平和，绵延不绝，修炼起来不会走火入魔，弱点却是威力一般。天龙禅心诀，佛门功法，同样不会走火入魔，同时威力强大，但修炼此功却需要吃斋念佛，且不近女身。这个想都不用想，直接 pass。 斩生铸魔诀，威力极其强大，同境界中几乎无敌，缺点是减寿，看
看到前面的内容，秦城还稍微有些心动，但看到减寿这一条，吓了一大跳，连忙将这本功法归还原地。他现在寿命都没几年了，哪敢修炼这种功法？只剩最后一本了。对前面几本，秦城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满意的，唯一一本适合他的，就只有那本少速功了。问题，少速功威力弱小，哪怕练成了，也就那样。秦城现在十分没有安全感，可不想修炼那种弱小的功法，因而现在的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最后一本上面——先天一气功。秦城眉头一挑，光看名头似乎有点不一般啊，竟然还带上了先天二字。赵贵不是说了，这里都是一流功法吗？顿时秦城就生出一丝好奇心，就要拿起功法翻阅了起来。秦老，这本功法没必要浪费时间。看着秦城要去看这门功法，赵贵嘴角抽了抽，连忙劝阻道：“怎么？”秦城疑惑地看向赵贵，这门功法其实是一门实验性质的功法，乃是一位先天奇人为了让普通武者更方便突破先天境界而创造出来的功法。赵贵神色古怪：“什么？这门功法能让人突破先天？”秦城顿时吃了一惊，旋即脸色却是一喜，连忙道：“你不是说这里只能让人突破一流吗？理论上这门功法可以让人突破先天。”对秦城的反应，赵贵并不感到奇怪，毕竟过去每一位得知这个秘密的外人也都是这种表现。他随即便无奈地解释了起来，但那只是理论上而已。这门先天一气功一旦修炼成功，内力品质确实称得上是同境界最顶尖的那种。某种意义上，若是拿到完整的功法，修炼到极致，确实可以晋升至先天境界。但这门功法却有个缺陷，那就是修炼太过缓慢。光是这第一层，也就是三流境界的阶段，哪怕是武道天才，都需要花费20-30年时间才有可能修炼小成。说到这里，赵贵看向秦城，笑着道：“秦老，这下你还打算去看这门功法吗？哪怕是武道天才，光是三流境界修炼至小成，都需要花费20-30年时间。这样的功法，哪怕是再怎么珍贵，上限再怎么高，赵贵觉得也不可能是有人修炼这门功法。毕竟人又有几个20-30年时间，有这个时间修炼别的功法，早就晋升二流，天资好的甚至一流都有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门理论上可以让人突破先天的功法，赤霄剑宗裁这么大摇大摆地摆在这书架上，提供给任何人修。就算是赤霄剑宗内部，也没有几个人重视这份理论上能够让人突破先天境界的功法，否则真以为赤霄剑宗如此慷慨。赵贵以为自己说出这些，秦老总不可能还对这门功法有兴趣，但他却没想到。秦城听到了这些秘辛，心中却是砰砰直跳了起来似的，他心动了。在别人眼里，这门先天一气诀就是一门鸡肋功法，论品质堪比先天功法，但修炼速度那么慢，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修炼这样的功法。若是之前秦城看到这门功法，哪怕明知这门功法上限高，也肯定不可能选择这先天一气诀。可问题是，秦城现在手里有一个速成点啊，可以直接让一门内功修炼至三流圆满。这就相当于这门先天一气诀，秦城可以直接无视其缺点，而获得最大的好处。当然，三流之上还有二流还一流，这门功法的缺陷依旧摆在那里。但秦城现在可是迫切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选择这门功法毫无疑问是现阶段对秦城实力提升最大的一门内功。至于更高境界的缺陷，秦城觉得未来自己未必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速成点，到那时照样可以无视缺陷。还有，万一真没办法，等自己解除了危机，更换一门内功也不是不行。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提升自己实力才是最佳选择。小赵，我看这门先天一气诀挺适合我的，就给我选这一门吧。想到这里，秦城直接开口，语气沉重地说道。赵贵愣了一下，旋即大惊失色。等等，秦老，您没听我说呢，这门功法就是个鸡肋，您为什么还选这门啊？他本以为自己说了那么多，秦城肯定不会选这先天一气诀了，没想到秦城竟然还这么头铁。要知道，哪怕是那些寿命还很漫长的年轻人们都不会选择这先天一气诀。秦城年纪这么大了，赵贵都怀疑他能不能活到这门功法修炼至小成的时候呢？人老了，总归得有点追求嘛。秦城哈哈一笑，没有多做解释。你也别劝我了，我已决定，就选这先天一气诀。赵贵无奈地看了眼秦城，不由露出苦笑。他万万没想到，秦老这一大把年纪了，难道还对先天境界存在想法？事实上，像秦城这样的人，赵贵却是知道的不少。许多武者都被这先天一气功的陷阱坑过，那些武者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别人修炼不成的内功，他们未必就修炼不成。然而，结局无一例外，那就是那些曾经心高气傲，选择了这门先天一气功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坑得满头血包，痛不欲生。在赵贵看来，秦城也不出意外，迟早会成为那些反面例子当中的一位。
只是现在他也不好多说什么。这些日子，赵贵也看出来了，秦城可不像他，而是一个十分有主见的人。人家认定了这门功法，肯定不会改变决定。赵贵叹了口气，只好道：“罢了，既然秦老您想好了，那我带您过去登记吧。”在赵贵眼里，哪怕秦城修炼这门先天一气诀是白日做梦，但秦城的外功可是实打实的三流境界，哪怕没有内力，也强大无比，依旧是值得讨好的存在。所以他也不准备反悔，依旧愿意借功德点给秦城。先天一气诀的名头比秦城想的还要大。在他登记这门功法的时候，他发现负责登记的人顿时就露出一副又来了一个白日做梦的武者了。甚至那位一直从始至终都默默看书的万长老也不由抬头看了眼秦城。秦城脸皮厚倒是无所谓，倒是一旁的赵贵脸皮没那么厚，尴尬之极，恨不得离开闪人。总算是那道功法了，秦城才不在乎别人的看重，终于拿到功法，他第一时间就是闭关修炼起来。只不过这门内功正如赵贵说的那样，修炼起来奇慢无比，哪怕是入门都没那么简单。秦城虽有速成点，可以令这门内功直接达到三流圆满的境界，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先要学会这门内功，至少达到入门的地步，那样才能在系统面板上出现技能选项，才可以使用速成点。因而一时半会，秦城也只能关上房间来修炼，反正只要入门就可以直接圆满，花不了多长时间。而就在秦城闭关苦苦修炼先天一气功的时候，苏胜杰却是憋屈到了极点。今日他刚刚回到苏府，便得知了一个坏消息，他名下进项最大的山庄竟然被分给了苏黎。得知此时，苏胜杰险些吐血，内心实在无法接受。他双目血红，脸色难看无比的看着自己的母亲：“娘，凭什么把我的山庄挪给了苏黎那个贱人？没了这个镜像，他今后修炼靠什么？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同意这件事。这是老祖宗的决定，哪怕是你的父亲都无权阻止。”大夫人吴氏脸色也难看之极，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若是你早点成为武者，那个贱人怎么会得到老祖的看重？他以前可没少针对过苏黎，如今苏黎起事，他还能友好？一时间，大夫人后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当初就该不惜一切代价废掉那个小贱人才是。该死，又是武者的原因，凭什么我这么刻苦修炼都成不了武者？那个该死的贱人，还有那秦老狗，凭什么他们能成武者？苏胜杰听到原因，直接就破防了，眼中充满了无比的嫉妒和怨恨。凭什么那两个卑贱的小角色都能成武者，而他却迟迟无法突破成为正式武者？如今不仅在赤霄盟内被秦城狠狠打脸，令他颜面无光，就连在家族当中自己的地位都被苏黎影响到。顿时间，苏胜杰想要成为武者的心思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起来。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尽快成为武者，否则自己未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低。娘，我必须成为武者，您就不能和三舅好好说一下，让他帮帮侄儿这一回吗？苏胜杰死死地看向自己的母亲，一再哀求道。他现在若想尽快成为武者，只有从那位三舅手里获得那颗丹药了。听到这话，吴夫人脸色也有些难看。你以为我没说？你那三舅本就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那运气丹如此珍贵，他怎么可能轻易交给你？前些日子听苏胜杰说了仙缘隐秘之后，吴夫人第一时间便去了吴家，想方设法想与吴老三交易。可吴老三在见到无法娶到苏黎之后，对吴夫人的态度顿时便冷漠了下来，无论吴夫人如何请求，都不肯答应这件事。这件事把吴夫人可是气得不轻。什么？没想到三舅竟是那种人？苏胜杰脸色阴沉起来，亏他一直以为三舅对他很好，没想到那只是错觉，自己的舅舅之前是有求于他们，才装作友好罢了。意识到这点，他对那位三舅顿时也是心中不满之极，但一想到对方手里的运气丹，苏胜杰却也不敢真的和对方撕破脸皮。苏胜杰其实也隐隐察觉到了自己的资质并非特别优秀的那种，若是没有运气丹，他一时半会想成为武者根本不可能。虽然对他这种不缺资源的人而言，成为武者是迟早的事情，但若是在这段时间没有成为武者，错过了仙缘，那他未来即便成了武者又如何？那可是仙缘，武者再强大，即便是先天强者，在仙人面前也不过是蝼蚁罢了。想到这里，苏胜杰咬咬牙，忽然开口：母亲，不如将仙缘之事透露给三舅如何？自己那三舅既然如此势利，在得知自己有机会成为仙人，那肯定会改变对待自己的态度吧。他苏胜杰可是有机会成为仙人的人，区区一颗运气丹，在仙人的人情面前又值几个钱？苏胜杰虽然距离仙缘还有着108000里，但不妨碍他已经开始自己成为仙人之后的情形了。这吴夫人却纠结起来，她可没自家儿子那么乐观，仙缘秘辛如此重大，这样的秘密别说是外人了，哪怕自家人都不能轻易透露才是。吴夫人可不敢保证把仙缘的秘密透露给了那个势利的三哥，
会发生什么事情。正当吴夫人犹豫的时候，报，大夫人，三爷那边来了，奉信要交给少爷。突然，外面大管家苏大海的声音传来：什么？三舅的信？苏胜杰顿时眼中一亮，当真是说曹操就到。他正想着该怎么和吴老三联系呢，连忙道：快进来，苏管家。不一会，苏大海右臂打着绑带，一步一咬牙，强撑着身子走进了房间。咦，大管家，你这是怎么回事？苏胜杰眉头一挑，惊疑地看着苏大海，这家伙的右臂这是怎么回事？他这些天都在赤霄门忙着呢，还不知道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苏大海苦着脸道：让少爷见笑了，前几天我和陈向阳正在马场上商量账房的事呢，结果马场里的那些马不知发了什么疯，朝着我们这边撞了过来。老奴还算好的，只断了一根胳膊，陈向阳才算惨，当场被踩的，连二老爷都认不出来了。苏大海一脸唏嘘地说道：他以前还觉得二房管家陈向阳很碍眼，但想到对方最近的经历，却是不由有种心中发寒的感觉。那家伙最近像是倒了什么大霉一样，不止干儿子忽然间病倒，活生生在床上痛死，就连本人也被一群发疯的畜生践踏成了肉饼，简直是惨不忍睹。还有这等事？算了，把三舅的信拿来。苏胜杰眉头一挑，他也只是稍微问了一嘴，才懒得在意下人有多惨呢。管家又如何，在他眼里也终究只是狗而已，更何况还是二房的狗，他就更加懒得关心。此刻的他只想看看他那位三舅给他写了什么信。苏大海连忙将信递给苏胜杰，苏胜杰当场拆开信封，只是稍微看了几行字，顿时一张脸便是涨红，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眼中露出兴奋的目光来。哈，当真是天助我也，我居然错怪了三舅，当真是不该。你三舅信里写了什么？大夫人皱眉，凑过来也看向信封，看完之后脸色却是惊疑起来。只要你肯把秦城带出赤霄盟，他就把运气单给你。一时间，大夫人简直有些难以置信。秦城，那个以前他正眼都懒得瞧上一眼的奴仆，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竟然值一颗运气丹？我听说前些天秦城那老东西宰了血狼帮的副帮主，血狼帮可是三舅的狗，嘿嘿，三舅这是想让我引起秦城那老东西，好收拾秦城啊。苏胜冷笑着说道，转眼便猜出了前因后果，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秦城那老东西也是不知死活，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以为自己成了武者就很了不起，殊不知即便是在青山城区区一个贱民，即便成了三流武者，也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蝼蚁罢了。想起秦城他就来气，前些天他还想着看秦城的笑话呢，却没想到秦城的笑话没看到，自己负责的孙荣却惨死在无声教手里面。更令苏胜杰感到难堪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不上的秦城却斩杀血狼帮副帮主，那样的凶人震撼了整个青山城。不过他早就知道血狼帮是自己三舅的人，别看秦城现在杀了人，风头正盛，但惹了吴家，秦城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不，吴家的报复马上就来了。原来如此。听苏胜杰这么一说，吴夫人脸上也泛出一丝冷笑。也好，秦城这老东西吃住都靠着咱们苏家，结果刚成了武者便赎身，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白眼狼一条。拿这样的狗奴才的一条命换一枚运气丹，倒是合适的很。得知秦城成为武者之后，吴夫人可也是气得不轻，一直都觉得秦城是个白眼狼。如今见到自己三哥要对付秦城，他想也不想便准备同意，不仅能收拾那白眼狼，还能为自己儿子换来一枚丹药，简直不要太合适。娘说的正是。苏胜杰眼中泛出冷色，见到吴老三的信，他也是想都不想，便决定同意这场交易。外界的阴谋，秦城尚且一无所知。这几日，他一门心思的修炼先天一气功，终于就在月圆之夜的前夕，秦城终于修炼出了一丝气感。技能：先天一气功第一层，入门1-2万。看着技能栏上终于出现了功法的选项，秦城不禁感叹了一声，终于是入门了，这门功法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炼的。秦城有着先天根骨，资质在武者之中绝对算得上顶尖，即便如此，也都耗费了好几天，才迟迟将这门功法入门。可想而知，这先天一气功的修炼何等艰难，也难怪赤霄剑宗敢光明正大的将这门理论上能够晋升先天的顶尖功法公布开来。秦城严重怀疑，这世上到底有谁能够将这门功法练成。不过他也不由有些庆幸，幸好这门功法难度如此之高，不然他哪有可能在练皮阶段便接触一门有可能晋升先天的顶尖功法。加点吧。秦城深吸了口气，不再耽搁时间，直接念头一动，将速成点加上。霎时间，秦城的脑海之中便出现了一道漫长无比的画面。这画面之中，他经年累月的闭关苦练先天一气功。时间一年年的过去，春去秋来，他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除了吃饭睡觉，
所有时间都用在修炼这门功法上面，足足花掉了10年时间。拥有先天根骨这等顶尖资质的秦城，才终于将先天一气功第一层彻底修炼圆满，内功达到了3流极致。画面结束，霎时间，秦城便感觉到体内出现了一股精纯无比的内力，在四肢五骸之中流转。这股内力至纯至强，生生不息，无论是强度还是体量，都达到了一种强横无比的地步。而秦城也好像是修炼了足足有10年这门内功的似的，对这门内功熟悉到了极致，对这门内功的理解达到了巅峰。感受到自己的收获，秦城脸上露出喜色，他这才意识到，速成点竟然不仅是令他的内力提升到3流圆满，还能令他拥有好似亲身修炼这门功法的全部记忆。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毕竟对大部分人而言，突然实力暴涨，想要适应自身的力量都需要花费不断的时间。但秦城拥有修炼记忆，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和精力去修炼这门功法。这先天一气功不仅威力强大无比，竟然还有反馈肉身的效果。与此同时，秦城还惊喜地发现了一件事，这先天一气功不愧是理论上能够修炼到先天境界的功法，这门内功居然还能够蕴养自身的肉身，治疗暗疾的作用。这门功法圆满之后，秦城顿时便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来苍老的身躯内隐藏着的许多暗伤都直接康复。系统选项中，他的寿命竟然直接增加了整整6年，寿命总数达到了17年，这可当真是天大的意外之喜。选择这门先天一气功当真是最正确的选择。秦城心情大好，对现在的秦城来说，实力、地位上的增长都远远不如寿命增长的价值。毕竟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寿元。咚咚，忽然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秦老，您现在有时间吗？柔弱低沉的声音响起。小贤，有什么事吗？秦城眉头一挑，连忙将房门打开。眼前穿着一身校服，身材娇俏玲珑，面容苍白，眼神暗淡的柔弱少女，正是正在为方大夫守灵的方小贤。见着方小贤这模样，秦城也是心中感到心疼，但唯一的亲生过世，一时半会任何人的劝说也是无济于事。秦城也只能等过段时间，在和方小贤守灵结束之后，再找机会和他聊聊接下来的事情。秦老，赤霄盟的人给您递了副请柬。方小贤小心翼翼地将一副包装精美的请柬递给秦城，让我看看。秦城眉头一挑，接过请柬看了一眼，不禁冷笑。苏胜杰这眼高手低，看不起任何人的废物，居然会特地邀请我。见着请柬是苏胜杰邀请自己的，而且请柬中的口气十分之谦虚，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傲慢。秦城只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苏胜杰这人是什么性子，秦城可是再了解不过。这个家伙一向心高气傲，从不正眼将他放在眼里，突然间变得谦虚起来。秦城心中顿时就生出一个念头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起来，当初大夫人一门心思的想将苏黎嫁给吴老三。这时秦城眯起眼睛，忽然意识到什么，苏胜杰不会是和吴老三合作了吧？不然的话，秦城可不相信苏胜杰会好声好气的邀请自己外出。想到这里，秦城顿时懒得再看着秦简一眼，直接当场撕掉。既然猜到对方有阴谋，秦城傻了才会答应对方的邀请。不过这件事秦城还是记在了心里。苏胜杰这不知死活的纨绔，屡屡算计自己，这个仇秦城可不会忽视。有机会，秦城迟早会让这个家伙知道算计他的后果。不过一时半会，秦城还没有底气和苏家为敌，哪怕对苏胜杰心生杀意，秦城暂时也不敢乱来。于是他将目光落在娇俏玲珑的方小贤身上。小贤，过几天等你守灵结束，我便亲自指导你修炼吧。叫方小贤修炼，一方面是为了完成老友的嘱托，另一方面是为了趁机刷奖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些危险，秦城想尽快增加自身的底气。秦老。方小贤默默地捏紧了拳头，暗淡的眸子中也不禁浮现出无比的坚定以及恨意。他心底默默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要让血狼帮和吴家血债血偿。夜幕，青山城外城十分有名的酒楼春香楼顶层一间雅间内，吴老三摸着大拇指上的扳指，似笑非笑的看着脸色难看的苏胜杰。胜杰，你的面子好像不怎么好使啊，那个秦城这么晚都没来，看样子是不打算给你面子了。吴老三本来觉得苏胜杰已经够废物了，没想到这家伙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废物得多，居然连将曾经的奴才请出来吃饭都做不到。身为苏家的嫡子，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这得废成什么样子？顿时间，吴老三都不禁有些无语。可恶！苏胜杰眼中却是愤恨到了极点，脸上只感到火辣辣的烫。他也没想到秦城那个老狗居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完全没有将他这位曾经的少主放在眼里。该死的背主白眼狼，我饶不了你！苏胜杰咬牙切齿，心中对秦城生出无边的杀意与恨意。要知道，
只要秦城肯来赴约，他就能将那枚丹药拿到手。结果没想到，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秦城都不肯过来。这一刻，苏胜杰对秦城可是恨到了骨子里头。秦城没想到，但苏胜杰依旧不想放弃那枚丹药。他现在地位愈发的不妙，若不赶快成为武者，大事皆休。他不由死死地看向吴老三。三舅，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将那老狗弄出来，只要我成为武者，就可以在赤霄盟获得执事的身份。到了那时，我可以暗中给秦老狗安排一个强制任务，让他不得不离开赤霄盟。哦，吴老三眉头一挑，听到这话似乎有所异动的样子。三舅，就算侄儿求您了。苏胜杰苦苦地哀求着道，这样如何？您先把丹药给我，我今后在赤霄盟内可以帮你通风报信，无偿做3件事，那白眼狼的事情可以不包括在内。为了得到丹药，成为武者，这一刻苏胜杰可谓是卑微到了极点。听到这话，吴老三却是眼中金光一闪，脸上泛出一丝笑容，终于点头。好侄儿，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既然如此，我就帮你这一回。月圆之日，尚未天黑，秦城一早便将那本相山尸汲取了出来，寻了个空旷之地，等待圆月当空的时间点。也不知这象山氏集内隐藏的到底是什么秘密，竟然还需要月光显现其中的秘密。秦城心中满是好奇和期盼地看着手里这本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黑色封面的古书。这象山诗集，秦城也早就打听了其来历，据传乃是前朝大黎王朝末期一位退休官员留下的作品，诗写的平平无奇，倒是字写得很漂亮，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秦城实在想象不出这本书内能隐藏什么机缘。为了这本书内的机缘，他可是浪费了1个月时间来镇守藏书阁。若是这次的机缘没什么价值，秦城可是亏大发了。不过秦城心中隐隐有种预感，这次的机缘绝对会不一般，毕竟需要靠月光来显现秘密，光是这般手段就已经是非同凡响，有点高科技的感觉了。里面隐藏的秘密又岂会普通？秦城耐心等待着月初，顺便感受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他惊喜地发现，自从先天一气功圆满之后，自己的五禽戏在内功的反馈之下，进度也开始突飞猛进，短短1天过去，竟然增长了500点经验值，这已是相当于过去3天的修炼。若是按照这个进度，等这个月底，他就可以将五禽戏修炼至圆满，到时候秦城内功外功都达到3流的极致，实力必将迎来质的飞跃。不愧是有先天前置的内功，秦城心情愈发的愉悦，这种实力飞涨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若是能够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实力突飞猛进固然值得惊喜，但这也让秦城意识到，他现在也需要突破2流做准备了。无论是五禽戏还是那先天一气功的第1层，都只允许他修炼到3流极致。若是想要突破2流，就必须先获得2流功法才行。看来等这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得大量接取任务了。秦城眼中闪烁，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等镇守藏书阁的任务结束之后卷起来的准备。不然他从哪里去获得2流功法？就在秦城盘算着未来规划的时候，天色渐渐暗淡，夜空中一轮圆月渐渐升空，柔和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之上，藏书阁外的花园空地上。秦城手里的象山诗集也沐浴在了月光之下。陡然间，异变突生，秦城震惊地看到手里原本普通无比的诗集，突然间犹如变得如同夜明珠一般，在月光之下绽放出晶莹柔和的白色光辉。与此同时，原本枯黄的纸张陡然间变得焕然一新，纸张上原本写着诗歌的文字陡然消散，反而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小字，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的图案。秦城连忙仔细查查，看着上面的内容。看完之后，秦城心中狂喜地瞪大了眼睛，这竟然是一门炼蛊秘术！发了！秦城尽管已经预料到这次的机缘可能不一般，却没想到收获竟是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得多。这纸张上出现的字迹描述的内容，更是令秦城震撼之极。前朝大黎王朝末年，皇帝痴迷道术，为此不惜大肆消耗国力，疯狂搜寻一切与修仙者有关的消息。最终，前朝皇帝不知从何得知消息，大黎王朝南边的10万大山之中曾经出现过修仙者，于是皇帝派出了100万大军入侵10万大山，与当地的部落开战，寻找仙源。仙源有没有寻到，秦城无从得知，但很明显，这样的举动最终导致大黎王朝和10万大山中的异族部落两败俱伤。100万大军去了大山之中，水土不服，瘟疫横行，很快便死伤无数，为此埋下了亡国的祸端。而异族也被大黎王朝的军队杀得十室九空，灭族无数。这纸张的主人就是一位曾经随着大黎王朝军队负责去10万大山寻找仙源的官员。这位官员没有寻找到仙源，却获得了一件10万大山一个大族中流传下来的宝物。这宝物就是这门炼蛊之术——窃阴蛊、大力蛊、逆行蛊。看到这炼蛊之上记载的种种蛊虫，秦城眼中放光，这上面的每一种蛊虫，在他眼里，甚至比武功还要不可思议，
简直有种高科技的感觉。譬如这窃音鼓可以偷偷窃听他人的谈话，将声音记录下来，像是秦城的窃听器一般。大力鼓更是神奇，一旦练成此鼓，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9牛2虎之力。9牛2虎之力，这是什么概念？即便是修炼外功的武者、一流高手，才具备如此强横的力量。可想而知，这蛊虫的价值何其了得！一旦练成，就相当于直接拥有对抗一流武者的力量。纸张上记录的奇蛊一共有10多种，每一种都不可思议到了极点。这蛊术未免也太过神奇了。前朝皇帝不会是将这些蛊术当成了仙元吧？秦城都不禁惊叹，他感觉这些蛊术其实都有点接近传说中的仙人手段了，被人当成是仙道手段都不奇怪。但很快秦城便冷静了下来，觉得不太可能。这些蛊术看似神奇，但与之相比，武者的手段也并不弱于蛊术。大力蛊能令人获得9牛2虎之力，但传说中的先天高手可是能够一苇渡江、一刀断山般的非人存在。9牛2虎之力在先天高手那等非人般的存在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前朝君主怎么说也是皇帝，手底下多多少少有先天强者存在，不可能将蛊术当成仙人手段。秦城叹了口气，仙人手段，哪一个凡人不向往？他亦是向往之极。不过秦城很清楚，现在的他可没有资格幻想那些东西，比起传说中的仙元、武功，还有这门蛊术，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情。这上面的蛊虫，大部分都不是现在的我可以练成的，倒是这逆行蛊，我可以在短时间内练成。秦城目光闪烁地看着蛊术上记载的内容，这上面好几种神奇的蛊虫，炼制方式都极其苛刻，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炼成的。就比如那大力蛊，需要用异兽之肉，还有许多种价值昂贵的草药，以及一些罕见的10万大山中的昆虫，才可以炼制出来。大部分蛊虫都和大力蛊一样，条件苛刻，但也有几种蛊虫条件相对简单，尤其是一种很适合秦城的蛊虫，就譬如逆行蛊。逆行蛊可以让武者隐藏实力，削弱自身气息和存在感，令境界即便高出自身的敌人都很难发现其踪迹。若是炼制出这逆行蛊，秦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隐藏自身，在危机之中都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这蛊虫不难炼制，对秦城来说可谓是合适之极。计划不如变化快，秦城得到炼蛊秘术刚过几天，一则消息突然打乱了他的计划。秦老，苏胜杰竟然成为了武者，晋升成为了执事。这天，赵贵脸色难看的找到了秦城，咬牙切齿的道：那家伙刚上任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实在是可恶之极。这怎么可能？我上次见他，明显感觉他修为还差许多呢。秦城感到有些奇怪，他可记得之前见到苏胜杰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对方距离3流武者还差上一大截，这才几天竟然一下子成了武者，这明显不正常。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我听许师兄说他气血虚浮，不像是靠自己修炼而成的，更像是使用了什么天才地宝之类的外物成的武者。赵贵语气充满了不忿，眼神却有些羡慕嫉妒恨。即便是靠外物成的武者，也终究是武者，身份地位从此都截然不同。靠外物也能成为武者？秦城眼中一闪，心中不由有些震惊。3大世家的底蕴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深厚，居然能用外物培养出武者来。不过旋即秦城便意识到，那样的外物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拿得出来，不然世家早就用那种外物大量培养武者了，哪里还有他们这些平民武者的活路？与此同时，秦城心中也不禁生出一丝警惕来，他可没忘记苏胜杰这个家伙屡屡针对自己，以前对方没成武者，在赤霄盟内地位一般，奈何不得秦城，但如今对方刚成武者便晋升执事，已经足以对秦城做一些不利的事情了，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果然，旋即秦城的不祥预感便实现了。秦老，我还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苏胜杰晋升执事之后，便提议召集诸多武者进攻黄天教的分舵。赵贵脸色有些阴沉的道：若是让他的提议实现，您也有可能需要参与这个任务。秦城眉头一皱，黄天教分舵显然是上次孙荣从秦城抢夺的任务时发现的那个分舵。按照赤霄盟的契约，一般情况下他3个月需要执行一次任务，除此之外便无需做其他任务。按理来说，他已经接受了一个任务，已经可以无视其他任务了，但契约上早已写明，那是指一般情况。特殊的情况下，有些强制任务，任何武者都不得拒绝的，就比如这种对付黄天教这种造反势力的任务，镇压反叛势力，肯定不容拒绝。黄天教分舵不是有许多2流强者坐镇吗？苏胜杰也就一个刚晋升的3流武者，他凭这种任务，上面的人会同意？秦城疑惑地看向赵贵，要对付黄天教分舵，起码需要2流强者出手，而且还不止一个。秦城不相信苏胜杰区一个3流武者可以安排2流武者去执行任务。问题是，苏胜杰的提议得到了咱们青山分舵的舵主点头。赵贵叹了口气，黄天骄终究是我大前王朝的心腹大患，
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就罢了，如今得知了对方所在，咱们分部也不好视而不见，必须得除掉黄天教分舵，否则无论是朝廷还是宗内都不好交代。倒是此理，秦城明白了过来，也是对付黄天教这等邪教势力本就是赤霄盟的义务，如今得知对方分舵存在，赤霄盟确实有必须出手的理由。但秦城却隐隐有种感觉，这个任务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苏胜杰刚成三流武者就提出这个危险十足的任务，秦城怎么就觉得这似乎有点巧合呢？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秦城心中暗暗猜测。若果真是如此的话，秦城心中不由浮现出一抹杀机。原本他还因为苏家的事大，暂时不想和苏胜杰为敌，但对方若是执意要对付自己，那他也不得不出手对付苏胜杰了。哪怕与苏家为敌，秦城也不可能放过一个要除掉自己的人。苏胜杰，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秦城眯起眼睛，他只是想低调发育，可并不是真的怕了苏家。真惹急了秦城，莫说是苏家了，哪怕是赤霄剑宗，秦城也敢撕破脸。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秦城终究不想乱来，现在的他还是太过弱小。意识到可能有危机，秦城不敢再耽搁时间，立刻将所有心思都花在炼制逆行蛊上面。数日过后，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秦老，舵主传来命令，您的任务先放一边，现在盟内征召青山城，本盟所有二流武者和三流武者。赵贵神色焦急地跑到藏书阁，对秦城传讯，上次我和您说的事情果然成真了，您可得小心了。果然还是来了吗？秦城深吸了口气，摸了摸怀里的瓶子。自从上次得知了消息，秦城便加班加点地炼制逆行蛊，幸好他及时将逆行蛊炼制了出来。也好，以我如今的实力，再加上蛊虫，即便是对上了二流武者，也可以轻易全身而退，甚至找机会击杀。秦城眼中闪烁。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时，秦城心中还有些不安，但如今秦城却忽然意识到，这次的强制任务对他而言不仅没有什么危险，搞不好对他还是一个大捞特捞的机缘。他内外兼修，内功更是达到了三流极致，且三流极致真实战力其实已足以抗衡二流。如今再加上这个能够隐藏自身的逆行蛊的存在，哪怕是二流强者都未必不可以找机会斩杀。如此一来，这次的任务对秦城危险性似乎并没有那么大。还有，这次任务参与的人数肯定不在少数，乱战之中死个把人也是正常之事。想起那个屡屡针对自己的纨绔，秦城眼中泛出一丝冷色。他可不是那种只挨打不还手的人。做好了准备之后，秦城便跟着赵贵直接来到赤霄盟集合之地。这些时日，秦城一直待在藏书阁，对盟内的其他人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赤霄盟到底有多少成员。等到了地方，秦城顿时有些大开眼界。大堂内，一眼望去，足足有30多名气息异常强横的武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挤挤汇聚于一堂。秦城目光有些惊讶，他虽然猜到赤霄盟的武者不会少，但30多名武者却也太多了。要知道，这些可都是武者，哪怕是最低境界的三流武者，放在青山城这座县城之中，也算得上是一方人物了。就比如横行外城的血狼帮，帮内也只有2-3个三流武者，就这就足以汇聚数一大帮地痞流氓，欺压无数百姓，令普通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想而知，一名三流武者的分量有多么的足。而眼下摆在秦城面前，却足足有30名多名武者。秦城估计，光凭眼前这群武者，就足以令青山城各方势力都不敢乱来，哪怕是3大世家，也未必敢轻易招惹这么多武者。看来民间的武者人数比我想象的要多啊！秦城眼中闪烁。就在秦城观察着大堂内的众人时，大堂里头众多早已到达的武者们也发现了秦城的到来。看到秦城这七老八十的模样，这些武者们却并未露出轻视之色，反而有好几人眼中露出一丝忌惮来。此人便是那斩杀血狼帮副帮主的秦城。七老八十还有这样的实力，这样的人不可轻易招惹。倒是真人不露相，看上去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却有那等可怕的手段。秦城虽躲在藏书阁，但他斩杀血狼帮副帮主的事迹早已传遍了青山城。毕竟血狼帮的副帮主可是凶名赫赫，一度打遍外城，无人敢招惹。这样的凶人都死在秦城的手里，足以说明秦城的实力非同小可。无冤无仇，可没有人愿意平白和秦城为敌。在场甚至不少人对秦城露出善意的笑容，试图和秦城交好关系。阁下便是那斩杀了血狼帮副帮主的秦老先生吧？您的大名在下可是如雷贯耳。这时，一位青年武者带着一位气质柔弱的娇俏少女来到秦城面前，面带笑容地走到秦城面前，在下沈清，这位是桌妹沈明月，见过秦老先生。一旁的娇俏少女面容精致，身材窈窕多姿，气质柔弱，躲在青年的身后，一双看似有些胆小的眸子好奇地打量着秦城。
哦，二位便是那斩杀了盘山13煞的沈氏双骄，老夫对二位的大名也是早有耳闻，二位也不愧是人中龙凤，伸手不打笑脸人。对方带着善意而来，秦城自然也回以善意，同时他也在打量着眼前二人。沈氏双骄也是这2年来青山城名头最大的一对平民武者，这两兄妹都练得一手好剑，实力不菲，又侠肝义胆，曾以2人之力杀上凶名赫赫的盘山山寨，将为祸一方的盘山匪屠戮一空，名震一时。秦城哪怕没成武者之前，都听说过这对兄妹的大名，对这种愿意锄强扶弱的平民武者，内心倒是有所好感。秦老先生，这次攻打黄天骄分舵，危险性可不低，一人之力力短，我等稍有差池，便有可能陷入敌人的陷阱之中。我们不如联手如何？您实力不菲，我兄妹2人也颇有一番手段，若是联手，才是最佳选择。沈清微微一笑，道出自己的来意。联手吗？也好。秦城这才明白对方搭讪自己的用意，想了想，觉得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他可没有什么独自畏战的打算。他虽然实力不俗，但黄天教分舵内谁知道隐藏着什么危险，人多才保险。这对兄妹实力不俗，确实有资格和他联手。当然，秦城也没忘记，这次可能有人黄雀在后，有帮手就更容易应对暗中的危险。真是太好了，有秦老加入，这次任务对我们而言，想来不会有什么危险。沈清眼中一亮，脸上露出欣喜之色。一旁的沈明月俏脸上也泛出一丝笑容，似乎也很欣喜能得够和秦城联手。这个时候，不仅秦城这边和沈家双骄联手，其他的武者们也都在彼此处交谈，组成一个个小团体。此次的任务声势如此之大，危险性显然不低，哪怕再怎么自信的人，也没想过拿自己小命开玩笑，跑去单打独斗，联手对敌才是最佳的选择。就在众人商量的时候，突然又来了好几个武者，一共7、8个人。这一批人除了一位穿着官服捕头制服的刀疤脸中年外，其余之人全部都穿着赤霄剑宗的制服，显然都是赤霄剑宗之人。苏胜杰也赫然位列其中，在这几个人当中最末尾处。他面无表情，并没有在场就表面出对秦城的敌意来，只是意味深长地往秦城这边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到苏胜杰，秦城眯起了眼睛，他也旋即便做没有看见一样，而是将目光放在最前头的那个2道身影。一个是身着紫袍的长须中年，另外一个便是那个刀疤脸捕头。这2人光是站在那里不动，身上便给人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出场的瞬间，热闹的正堂内便陡然间变得鸦雀无声。秦城眼中一闪，瞬间便意识到这2人绝对都是2流武者。2流炼骨金武者，青山城明面上的最强境界，哪怕秦城自认为自己实力足以无惧2流，面对2流强者，心中也是小心万分，不敢大意。炼骨金武者放在青山城都是足以开创一个传承100年的世家的强者，就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面对这等强者，没有人敢轻易小看。鄙人廖永元乃是赤霄盟青山分舵的舵主。长须中年淡淡开口，随后又介绍旁边的刀疤脸，这位是县城衙门的范山河范捕头。此次攻打黄天教分舵，不仅由我赤霄盟出手，朝廷派出了范捕头，并安排了100名捕快搜山捡海，一同攻打黄天骄。听到廖舵主这个消息，在场的武者们皆是眼中一亮，旋即露出喜色。这可真是个好消息，没想到朝廷也派人出手了，这下攻打黄天教可就更是万事俱备。秦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不由对着一旁的沈清兄妹看去。但令他奇怪的是，听到这个好消息，沈清脸上似乎并没有多么高兴，反而看到秦城的目光才忽然挤出一丝勉强的笑意。是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咦？秦城眉头一挑，多出了这么多帮手，不应该是个好消息吗？为什么这个沈清会是这样的表现？倒是一旁的那位看似柔弱的妹妹沈明月，却也是一脸惊喜的样子，看上去和其他武者们差不多的想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反而让秦城心中小心了起来。他立马意识到这对兄妹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表面上秦城却不动声色，装作没有发现什么蹊跷的样子，心中却是打定主意，待会需要小心一点，这兄妹恐怕信不过啊。诸位，此次攻打黄天教分舵，每位参加之人都能获得500功德点，此外每斩杀1名黄天教信徒便有100功德点的赏赐，每斩杀1名3流武者便有1000功德点的奖励，倘若能斩杀2流武者，各位更是可以获得3000功德点。出发之前，廖永元却是当场宣布此次任务的丰厚奖励。听到这话，在场的诸多武者呼吸都不由急促起来。这次任务虽然危险性十足，但奖励确实也堪称是丰厚之极。1名3流武者便值1000功德点，若是能够斩杀3名，我便可以兑换1门2流功法了。秦城也不禁眼中放光，他早就从赵贵那儿打听到了2流功法的价格就在3000功德点左右。若是平日想要拿到3000功德点，可得打生打死，
完成一大堆任务才能攒足3000功德点。但这次若是运气好的话，一次任务他可以直接赚足一门2流功法的功德点。以我如今表现出来的实力，哪怕是一次任务赚到了3000功德点，也不用担心人眼红，拿到了功法也完全守得住。秦城眼中闪烁，若是以前，他还需要小心被人觊觎手中的东西，毕竟拿到了奖励也未必能守得住。但现在却无需担心，他现在的实力2流都不惧，即便别人知道他赚了一大笔奖励，又有谁敢抢夺？顿时他便打定主意，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不然今后想要赚到这么奖励，可得浪费太多的时间。廖永元又短暂地宣布了一些消息之后，便直接命令在场所有人出发，直奔黄天教分舵所在的燕子林而去。既然是要攻打黄天教，自然不适合大举出动，以免被黄天教的奸细提前发现，而是需要隐藏痕迹，到了地方再集结。于是廖永元又说出了集结之地，便吩咐众人分别隐藏行踪，等到了燕子林外某个地点再做集结。就这样，秦城也和沈家兄妹先暂时告别，等到了地方再会面。沈清，你个废物，方才露出破绽了，那个姓秦的恐怕注意到你了。青山城一个四下无人的空荡巷子内，外表柔弱的沈明月此刻却是脸色有些不好看，目光不悦看着自己名义上的兄长。圣女，抱歉，我也没想到朝廷竟然也会派人来。沈清面色苍白，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名义上的妹妹，您说赤霄剑宗会不会也发现了燕子林的秘密？不然怎么会突然带了这么多人来？哼，发现了又如何？沈明月冷笑一声，不以为意的道，那里可是我无声教的祖地，无论是赤霄剑宗还是黄天教，没有我无声教的圣心莲，终究不可能找到我无声教的传承。倒不如说，朝廷来了这么多人，反而是个好消息，人越多，反而更适合我浑水摸鱼。沈明月目光冰冷，旋即却是话锋一转，舔了舔舌头，原本纯洁的气质霎时间消散一空，眉目间反倒散发出一抹说不出的妩媚气息。那秦城，你给我看好一点，我以秘术发现此人竟是先天根骨，而且更妙的是，此人一身气血充沛，元阳未失，简直是个完美炉鼎。若是能和此人双修，将他元阳榨干，我的无声心法便能顺利突破，晋升1流境界，甚至有机会通过双修感悟到传说中的无声意境，体验先天境界的神妙。哼，这定然是无声老母特地为我准备的无上机缘，就是为了住在仙缘降临之前晋升先天境界，那样一来，我才有机会争夺仙缘，再度光耀我无声教。什么先天根骨？沈清面色大变，霎时间双目中泛出无比的血红与羡慕嫉妒恨来。传说中可以一举修炼至先天，不会拥有任何瓶颈的体质，那个老家伙下人出身的卑贱之人，竟然有这等无上体质，这怎么可能？他还奇怪，为什么圣女会让他邀请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头成为队友？明明他们2人此行的目的不能和外人组队才是。现在他才明白，感情那人对圣女而言可是无上至宝。凭什么啊？看着圣女那妖艳无比的绝色姿容，沈清一股气血涌上喉咙，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哼，你个废物懂什么？我秘术发现的，还能有假？岂是什么人？沈明月冷笑着正要解释，陡然间目光凌厉起来，朝着周围扫去。谁？沈清面色一变，也立马杀气腾腾地望向周围，右手已经伸向剑柄。喵！但在这时，一只野猫仿佛受了惊，陡然从屋顶跳了下来，转眼便窜向暗中，溜得远远的。原来是只野猫，吓我一跳。沈清松了口气，脸上的紧张之色顿时消失。他们2人的身份可是见不得光，一旦被人发现，可就糟糕了。沈明月柳眉微蹙，却并未放松警惕，目光依旧往空荡荡的四周街道望来望去，一阵寻觅，终究没有发现什么，这才罢休。走吧，记住我说过的话，那个秦城绝对不容有事。沈明月放弃再找人，而是目光严肃地对着沈清说道，若有必要，甚至可以放弃圣教传承，也要全力与此人打好关系。知道了，圣女。沈明月脸色有些不好看，但还是只能语气发酸地回应道。说话之间，2人便再度启程，转眼便消失在了巷子内。空荡冷清的巷子角落安静了许久，一道身影才悄然钻了出去，苍老的脸上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真特娘的见了鬼了，没想到老夫我一把年纪了，竟然还能被人惦记身子。此人不是秦城还有谁？方才听到的一席话简直是令秦城目瞪口呆。他本来察觉到这对兄妹不对劲，便使用逆行蛊悄悄跟踪在2人身后，想看看这2兄妹到底是什么来头，却没想到听到了这么大的秘密。这对兄妹根本就不是兄妹，而是无声教的人，尤其是那外表柔弱的沈明月，更是来头大的吓人。无声教圣女。无声教，秦城可是如雷贯耳，这个教派曾经乃是和黄天教齐名的专注造反的教派，甚至比黄天教的名头都要大。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王朝都是被无声教给掀翻的。但在上一个王朝大黎王朝的末年，无声教却遭遇了大黎王朝的重创，彻底没落。如今的势力远远比不过黄天教。即便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教派的圣女，其来头之大也超乎了秦城的想象。除此之外，更令秦城震惊的是，二人的对话中竟透露出黄天教分舵所在之处竟然隐藏着仙源。秦城呼吸都不禁变得急促了几分，心情激动起来。那可是传说中的仙源，前朝皇帝都为之疯狂的东西，如此珍贵的机缘竟然就近在眼前。若是自己能够得到，岂不是能够一举成为修仙者，再也不用担心寿元的问题。所以方才听到这个消息时，秦城太过激动，一不小心差点露出破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才险些被沈明月给发现的，不然以逆行谷的神奇，沈明月又怎么发现的了秦城？冷静，不管是不是真有仙缘，好像都不是现在的我可以接触的。秦城深吸了口气，强行使得自己冷静下来。他很有自知之明，现在的他即便是得到了仙缘，都不可能保得住。更何况这次出动的强者如此之多，赤霄剑宗、朝廷、黄天骄，甚至连无声教的圣女都亲自到来。他区区一个三流武者，又怎么可能在这么多强者的眼皮子底下得到仙缘？比起的仙缘，令秦城更加糟心的还是沈明月话语中透露出关于他的消息。我的先天根骨竟然被发现了。秦城面色阴晴不定。先天根骨是如今的秦城除了系统之外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被发现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可以令他毫无瓶颈就修炼到先天境界。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不知多少势力会为之疯狂。在仙人只有传闻，尚且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先天强者就是明面上的最强者，一人足以镇国。可想而知，任何势力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先天强者突然出现，跟他们争夺利益。一旦秦城的秘密被发现，秦城就只有两个下场，要么被收下当狗，要么就是被提前扼杀。再想低调发育，那根本没有可能。秦城虽然曾经猜测这世上有人有这个能力，能看出秦城的根骨，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这可真是个坏消息。好在令秦城哭笑不得的是，他这辈子因为洁癖而维持下来的处男之身，令他暂时不用担心这个秘密被泄露出去。那个无声教的妖女竟然盯上了他的身子，这是最令秦城无语的事情。在这个世界，想要摆脱出歌确实简单，青楼可是合法产业。只是秦城终究有点洁癖，不愿意去青楼那等地方。至于娶妻生子，他以前一个奴才，连赎身都懒得去，又怎么可能娶妻生子，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当奴才呢？所以直到70，秦城的元阳之身还在。说起来，对那些修行双修之术的妖女，秦城这样的武者确实是无上之宝。意识到这一点，秦城也不担心沈明月会将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但这不代表秦城就没有了危险。这个无声教的圣女沈明月，如今可是成了秦城最大的危机。身为男神的你，机缘巧合之下成功识破妖女的阴谋，你已知晓妖女缠你的身子，不将你摆成18般模样，誓不罢休。作为一名洁身自好的男神，请你一定要万分小心。当然，对一位真正强大的男神而言，好女孩不可错过，坏女孩别放过与坏女人勾心斗角、虚与委蛇，让坏女人吃鸡不成蚀把米，有时候亦是男神的必修课之一。丁，你触发新的成就，征服坏女人之路1，获得奖励看虚瞳。此瞳有看破真假、明辨是非、识破弱点之能。好家伙，坏女人也能成为刷奖励的对象是吧？秦城嘴角抽了抽，看到新的系统提示，不由有些哭笑不得。被坏女人盯上，可谓是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但这无声教的妖女，居然被系统认定为可以刷取奖励的目标，还给秦城带来了一个奖励，倒是算得上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看虚瞳，看破真假，识破弱点。秦城心中一喜，如此神奇的宝瞳，若是利用得当，可是足以给秦城带来巨大的好处。尤其是马上就要攻打黄天教分舵了，这奖励来的还真是时候。欣喜之余，秦城也开始思索起沈明月这个无声教妖女的出现给自己带来的利弊。这妖女虽然试图对我不利，拿我当炉鼎，但在这次任务之中，她反而不会对我不利，而是会成为我的助理，倒是可以趁此计划，利用她保存自身，在她身上多刷一些奖励。秦城眼神闪烁，立刻意识到沈明月的出现对眼下的局面而言，于他而言反而是件好事。当然，等这次任务过后就未必了，但秦城已经想好，在这次任务之中尽量获得多一点的奖励，任务一结束就全力突破2流境界。到了那时，这妖女也未必能奈何自己，毕竟对方透露的消息之中已经说明此女的实力也才2流，同等境界秦城可不惧任何人。毕竟他内外兼修，还领悟了刀意，若是连同境界都打不过，那他就别活了。想到这里，
秦城便不再犹豫，直奔黄天教分舵所在的燕子林与赤霄盟的武者们会合。燕子林位于青山城西侧，这一片森林占地极广，从青山城西一直绵延至群山之中，里面遍布野兽，普通人根本不敢入内。众人集结的地方是城西一座荒废的佛庙，断壁残垣外，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捕快早已汇聚于在一起，听着捕头范山河在那里布置着计划。远远的，数十名赤霄盟的武者们也都在各自的团体之中商量着计划。那些人似乎并非我们青山城的捕快啊，观他们令行禁止，训练有素的模样，倒像是军中之人。秦城悄然观察着远处的官兵，故作惊讶地对着沈清说道，这话不仅是为了故意旁敲侧击沈清，实际上秦城心中确实有些惊讶，他敢肯定那些捕快根本就不是什么捕快，更像是朝廷精锐。确实，青山城的捕快都是些只会欺软怕硬的窝囊废，怎么可能有这等铁血气息？沈清面色阴晴不定，他更是早就发现了那些官兵的不对劲。大前王朝早已到了王朝末年，朝政崩坏的地步，别说是衙门里的捕快了，就连军队都大部分都早已荒废，能拿出100名精锐的军队，全天下都没有几支，绝对是出自某个顶尖大势力。他愈发确定黄天骄分舵的秘密已经被发现了，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阵仗。想到这里，沈清心情有些沉重起来。秦老先生，此次攻打黄天骄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待会进了里面，我们还是得小心为上。这时，一旁始终安静的沈明月却是忽然间开口，一副为秦城好的提醒秦城道：我明白。秦城淡淡一笑。没多久，上层似乎是商量完毕，舵主廖永元站了出来，目光冰冷，高声道：诸位，黄天教乃是我大前王朝的毒瘤，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为祸万千，因此此次攻打黄天教分舵，任何人都不要心存妇人之仁，只要是黄天教的贼子都当斩草除根，不留活口。言尽于此，接下来请诸位各自小心，出发。刷刷刷一声令下，那上百名朝廷官兵便划分为了4批成员，分成4个方向，往燕子林深处迅速行进。见到这些官兵的速度和反应，秦城更加确定，这些人绝对不是什么捕头。这些官兵在山林之间健步如飞，如入无人之境，行进之间还维持着阵型，丝毫不乱。这样的精锐已经足以联手为杀武者了，怎么可能是那些废物捕快能比的？意识到这次攻打黄天骄的任务水有点深，秦城心中更加警惕了，和沈家兄妹结好阵型，也迅速地选中一支官兵队列，紧随其后。赤霄盟显然是有备而来，早就已经找到了黄天教分舵所在之地。没过多久，赤霄盟的一行人便已经杀到了一片修建燕子林深处的村子里面。那村子当中到处都是穿着黄色布衣，头顶绑着黄色头带的黄天教信徒们。这些信徒们似乎正在修建什么共识，等众人杀来时，这些信徒们还未反应过来。杀！远远的官兵们便纷纷拿出了弓箭，一轮齐射，瞬间便有10几名信徒直接被射杀当场。不好，官府来人了！村子内黄天骄的信徒们惊怒交加，那些实力普通的信徒们四散逃窜，往村子深处逃去。与此同时，一群手持钢刀、气息凶悍的黄天教武族们纷纷赶。这些武族的气息竟然和官兵的精锐有些相似，同样都不是武者，但也都训练有素，杀气腾腾，彼此之间都擅长合击之术，恐怕在黄天教内部也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足以和那上百名官兵精锐媲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杀！为数更多的黄天教武族们从4面8方中涌来，一个个面色凶煞，悍不畏死的往赤霄盟这边的武者们杀来。小心了，秦老！沈清小心提醒一声，动作却丝毫不慢地拔出了手中的长剑，迎着敌人杀去。秦城自然用不着沈清提醒，他早拔出了刀，加入混战之中。死！手起刀落，瞬间便有一名身材高大的黄天教武族当场被秦城斩断了喉咙。这些黄天教武族果然不是凡夫，立刻意识到秦城是个大敌，当场就有一支5人小队瞬间施展出合击战法，4面8方朝着秦城围杀而至，刀光剑影将秦城的所有退路都彻底封锁。这些武族的合击战法明显是为了对付武者而训练出来的，杀招狠辣，不可谓不强。换作是其他3流武者，面对这样的精锐合击，只怕会瞬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甚至有可能被这些武族犯杀。但秦城却是面无表情，丝毫不慌，脚步虚晃，身形便化作了一道残影，避开了致命的杀招。与此同时，他的一双看虚瞳竟然在此生出了奇效，一眼便发现了这小队的合击之术弱点之所在。找死！秦城目光冰冷，虚晃一刀，刀光如雷霆一般，瞬间便掠杀至5人当中的一个枪兵的身上，一刀便将长枪斩断，并将枪兵拦腰斩断。枪兵一死，5人小队的阵型瞬间告破，无法形成。
原本面无表情的五族顿时慌了神，秦城却丝毫没有犹豫，紧接着便是乱刀斩出，刀无虚发，一刀一个，瞬间便将这支小队剩下的4人尽皆斩杀当场。好刀法！眼见秦城如此迅速地反杀敌人，青山城舵主廖永元忍不住长喝一声，语气有些赞叹。此人便是那个斩杀了血狼帮副帮主的秦城，果然有些能耐，倒是值得大力培养。廖永元作为2流武者，在这种战场上自然不会有丝毫危险，甚至有闲心观察周围的战场，各方赤霄盟成员的能耐。与秦城这边的迅速反杀敌人不同，其他地方的武者们却是被那些黄天骄的精锐武族们杀了个措手不及，除了少数一批实力强大的武者，也和秦城这样迅速反杀的敌人，其他大部分人都是狼狈不堪，惊慌失色，甚至有武者被一群武族斩杀当场。战场上的其他地方，大部分情况都令廖永元有些不满意，觉得这些武者实在是有些废物。直到见到秦城迅速反杀敌人的实力时，他心情才好了一些，顿时心下就有了些计较。这次行动，他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攻打黄天骄，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练兵，并在盟内的武者之中寻找值得培养的人。目前看来，他赫然已经确定了一个值得培养的人才。而就在廖永元悠闲观察着战场形势的时候，其他地方早已乱作一团。该死，这帮蝼蚁怎么如此之强？乱战之中，苏胜杰脸色惨白，眼中充满了惊慌。他这个靠丹药晋升的武者，在这场混战之中直接便显出了原形，险些就被一批连武者都不是的黄天教武族当场联手击杀。若非他身旁的同门师兄出手帮忙，搞不好他就当场惨死在这里了。一想到方才的凶险，苏胜杰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后悔。早知这次的任务如此凶险，他就不亲自参与了。现在还只是开始，黄天骄的武者都还没赶来呢，等到待会更加危险的时候，他岂不是有性命之危？可恶，三舅呢？他不是说他会在暗中保护我吗？若非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怎会以身犯险？苏胜杰脸色阴沉，想起临行前吴老三和他交代过的话。这次任务，吴老三和他可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秦城而来的，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吴老三帮助苏胜杰立下功劳，在赤霄剑宗获得更高的地位。可直到目前为止，苏胜杰却根本没有看到自家三舅的身影。廖永元，你当真不知死活？我黄天骄没有找你赤霄盟的麻烦也就算了，你竟然还敢主动打上门来！此地乃是本座的大本营，岂是你们这点人能够攻打的？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洪亮如呼啸般的可怕吼声响彻燕子林。与此同时，四面八方漫天的黄雾朝着战场这边涌来。见到那无边的黄雾涌来，战场上的众人除了黄天教信徒们，其他武者们皆是色变。小心，是黄天骄的毒烟！沈明月身形一闪，立马朝着秦城这边赶来，脸色凝重地提醒着秦城。周遭的众人无比有些惊慌，这密林之中本就地形复杂，如今这遮天蔽日的毒烟一来，赤霄盟的队形只怕瞬间就会被分割开来，彼此之间寻不到踪迹。到时候赤霄盟这边的人处境会变得危险无比。但与周围众人的慌张不同，秦城却是心中一喜。好机会！这种烟雾弥漫的环境对别人会遮蔽视线，但对秦城而言却是再合适不过的环境了。一来他有看虚瞳，无惧迷雾；二者他可是有逆行蛊在身，人多眼杂的地方不好使用，但是等迷雾涌来，他再使用就相当于直接在乱战之中直接隐身，到那时谁还能威胁到秦城？好，这把稳了，如此好的机会，正好趁机多收割点黄天骄的人头，赚取功德点。秦城眼中爆射出金光，攥紧了手中的长刀。秦老，千万小心，此手段名为弥天雾。沈明月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秦城的身后，背对着秦城，面色凝重的低声介绍道：此烟毒性虽然不高，对武者作用不大，但其最大的作用却是遮人视线，反倒是黄天教贼子在双眼上滴了特制药水，可以无视迷雾的效果。我俩就在此地，彼此应对敌人，绝对不要走远，不然转眼就会在弥天雾当中走丢，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了，多谢沈姑娘提醒。秦城眼神闪烁，暗道不愧是无声教的妖女，竟然对黄天骄的手段如此了解。他知道妖女生怕自己这尊炉鼎出事，所以才如此关照自己。若是待在这隐藏了实力的妖女身边，秦城还真不用担心危险。问题是，若是待在妖女身边，他怎么收割人头，赚取功德点？有看虚瞳和逆行蛊在身，这弥天雾对我简直是天选之地，又何须妖女保护？待会找个机会甩掉妖女。秦城心中暗暗打定主意。而就在这时，漫天的迷雾已经彻底的弥漫开来，尽管赤霄盟的诸多武者已经尽量往同一个方向靠拢，但方才一阵乱杀，众人早就极其分散，短时间内又如何能够聚拢到一块？杀！赤霄盟的狗贼，拿命来！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漫天的箭雨从那座村子里
朝着众人的方向射来。小心！该死！黄天骄的贼子，有本事正面较量，暗箭伤人算什么本领？赤霄盟的众人惊怒交加，慌张地躲避着箭雨，转眼之间便更加分散了。而这时候，迷雾彻底地将战场笼罩，这时候再想聚拢到一块根本来不及。该死！那秦城的人呢？沈明月反杀斩杀了2个黄天骄的贼子，但转身一看，却惊怒无比，身后的秦城不知何时已经身影不见。他怎么也没想到，只是这么一会功夫，秦城竟然就和自己走丢。可恶！我都如此提醒了那家伙不要走散。沈明月见怎么也找不到秦城，顿时气得跺脚，咬牙切齿起来，只能无奈的准备去找沈清仙会合。嘿嘿，小娘皮，还想惦记着老夫的身子，先活下来再说吧。一棵大树之上，秦城蹲在粗壮的树枝上，远望着那气急败坏的沈明月，脸上不由露出玩味的笑容。他之所以和沈明月走散，自然是故意的。这样的环境，想要甩掉一个人可不要太简单。当然，说归说，秦城也并不担心沈明月真的会出事。这妖女深藏不露，谁知道隐藏着什么手段？就算自己死在这里，那妖女也不见得会出事。所以对这个妖女敬而远之才是最好的选择。秦城可不敢以身犯险，真的待在妖女的身边。让我看看，哪里有落单的黄天教贼子？秦城转眼便将妖女抛之脑后，目光却是搜寻起黄天骄的人。他所藏身的大树足足有10多米高，居高临下的眺望下来，几乎将周围的环境一网打尽。很快就发现10几个气息强横的黄天教武者，不知何时已经率领着一批黄天教武族从燕子林深处涌出，朝着赤霄盟的武者们袭杀而去。其中为首的2人更是给秦城一股和廖永元、范山河相似的强横气息。很显然，这2人都是2流武者。黄天教的顶级高手的数量和赤霄盟都差不多，3流武者比赤霄盟要少上一些。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反倒是赤霄盟形势不利到了极点。正如沈明月说的那样，漫天的迷雾对这些黄天教成员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这些人出现之后，便直奔赤霄盟的武者们。反倒是赤霄盟这边的人被迷雾彻底分割开来，大部分人都是惊慌到了极点，分不清方向，只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生怕遭人偷袭。然而，一边看不清迷雾，一边却熟门熟路，丝毫不用担心迷雾的影响，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就有几名赤霄盟的武者被当场斩杀，惨叫声此起彼伏，瞬间响彻燕子林，弄得原本惊慌无比的赤霄盟武者们反倒是更加慌乱了。秦城眯起眼睛，越是这种形势不妙的时候，他反而越是冷静，哪怕其他地方形势再怎么恶劣，也影响不到他半点。他静静地寻找着黄天教武者的踪影，只等有人落单。黄天教的3流武者人数本就远远少于赤霄盟，只要他多杀几个黄天教的武者，就能将局势掰回来。所以现在他需要的不是去管其他地方的闲事，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全力对付黄天教的武者。找到了！在焦灼等待了半晌之后，秦城眼中一亮，终于发现有2名浑身沾满了鲜血的黄天教武者正朝着他这边而来。他们目光凌厉，步伐飞快，正要朝着另一个有武者战斗的战场上赶去，援助友军。迷雾给了黄天教武者们莫大的优势，以至于这个时候他们丝毫不担心周围有人偷袭。哪里知道头顶之上躲着一个已经耐心十足的猎手。2个吗？秦城眯起眼睛，对方人数比他多，但秦城却丝毫没有犹豫。敌明我暗，秦城的实力内外兼修，更是已经极限接近2流。这种情况下，以1敌2也算不上危险。杀！瞬间，秦城便下定决心，从10多米的树上一跃而下，朝着2人之中那气息更强的那人一刀掠杀而出。哧啦！10多米的高度，一刀斩杀而下，赫然就如同一道雷光，从9天而至，势不可挡。霎时，被秦城盯上的黄天教武者就被当场开颅。什么？另外一名武者面色狂变，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时候竟然会有人偷袭他们黄天教的人，情况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吗？一时间，这名武者被几乎当场吓傻，根本来不及反应。但秦城可不会在这种时候掉链子，斩杀了一名武者之后，毫不犹豫，又是一招烁光刀法恐怖的刀势，瞬间便震慑住了黄天教武者。对方身形一僵，下一刻头颅便飞天而起。从始至终，2名3流武者被秦城偷袭，连一招都没有使用出来，便惨死当场，可谓冤到了极点。若是正面交手，这2人虽然也不是秦城的对手，但起码还是能够僵持一段时间，但秦城又怎么会给他们机会？2000功德点到手。秦城脸上泛出笑容，手脚轻快地将2人的诱饵割了下来，揣入怀中。按照赤霄盟的规定，诱饵可以作为战利品的证明。与此同时，秦城眼中也旋即警惕起来，动静有点大了，得赶紧换地方。他从10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造成的声势可想而知。别人只要不瞎，就会发现
这里发生了战斗，肯定会朝着这边赶来。这可不是秦城所想要的。果然，就在秦城想要转移地方的时候，突然间，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惊慌声音：“救命！前辈救命啊！”秦城眉头一挑，目光看去，脸色顿时冰冷下来。苏圣杰，只见迷雾之中，一道熟悉无比的身影正狼狈地朝着他这边逃窜，后面还跟着一名实力强横的武者，竟然是苏圣杰。秦城，竟然是你！原本被人追杀，慌张到了极点的苏圣杰，看到前面的人竟然是熟人，顿时眼中露出狂喜。好，真是天助我也，这下安全了。被黄天骄的武者袭杀，苏圣杰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但万万没想到，就在逃命的时候，竟然会遇到他苏家曾经的下人秦城。虽然他暗中针对过秦城，这次更是想要害死秦城，但苏圣杰根本不担心秦城报复自己，毕竟自己做的事情，秦城又未必知道。何况，就算秦城知道又如何？自己可是苏家的嫡子，还是赤霄剑宗的外门弟子，成为武者之后，他在赤霄剑宗的身份自然也随之晋升。难道秦城还敢报复自己不成？所以见到秦城，苏圣杰可是丝毫不心虚，脸上的慌张之色瞬间化为了笑容，下意识的便用往日那颐指气使的语气对着秦城命令道：“秦城，快，我命令你，立刻挡住这个黄天骄贼子，我俩一起联手对付此贼。”逃命的时间，这点苏圣杰自然不会跟秦城解释。听到苏圣杰这话，秦城愣了一下，旋即笑了，只是眼中不含丝毫的笑意。这狗东西屡屡暗中加害自己，真以为自己一无所知呢？而且现在还一副把自己当下人的少爷口吻，就好像自己没有赎身一样。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呢？秦城心中只觉得可笑无比，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如往常一般露出憨厚的笑容。好，苏少爷，快往这边来，我马上就来助你。说话之间，手中却是悄然地握紧了刀柄。哼，果然，这个卑贱的老狗还不知道我对付他的事情。苏圣杰见到秦城的表情，心中顿时松了口气，旋即毫不犹豫地快步朝着秦城那边逃窜而去。但他脚步并没有停下的打算，毫不犹豫就准备往秦城后边的方向加速逃窜。他一开始的打算就是拿秦城当挡箭牌，从来没有和秦城联手的想法。毕竟那个追杀他的黄天骄贼子可是实力极强大，已经很接近二流武者了。苏圣杰相信，哪怕自己和秦城联手，也不可能是此人的对手。正当苏圣杰如此想着的时候，突然间只感觉到一道刺目的光芒充斥着自己的视野。下一刻，他就看到自己好像在高高飞起，但是却远远地看见一道和熟悉无比、穿着同样衣服的身躯却停留在地面上。那是我的身体。苏圣杰瞳孔紧缩，终于明白了什么，只是此刻明白已经为时晚矣。终于宰了这个家伙。秦城一刀将苏圣杰斩杀，心中可谓是出了一口狠狠的恶气。苏圣杰以为他背景广，前途大，秦城就不敢对付他，却不知道在秦城眼里，只要是有人想要杀秦城，秦城就绝不可能放过对方。人都只有一条命，苏圣杰都准备要秦城的命了，秦城又岂会惧怕对方的背景？男神的路上不只有鲜花与掌声，往往也伴随着无能者的嫉妒与恶意。任何一名成功的男神都不可能避免敌人的存在，如何对待仇敌也是男神的必修课。当然，对男神而言，并非每一个极度眼红你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你的敌人，只有具备着高贵地位、深厚背景以及对您拥有巨大威胁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进入你的视野，成为你的猎杀目标。此刻，你成功的除掉了一名具备这种资格的仇敌，获得成就。男神阶梯以仇敌尸骨扑救，1获得奖励，劣等灵众。传说中，灵气旺盛的时代，每一名凡人体内都拥有灵根，只是随着灵气消散，凡人体内的灵根最终枯萎乃至彻底消失，但也有少数凡人体内依旧残留着灵根的痕迹，那便是灵众。灵众，秦城眼皮子猛地一颤，霎时间心中狂喜了起来。秦城万万没想到，他不过是除掉了一个从未被放在眼里的纨绔废物，却竟然收获了如此珍贵的奖励。灵种虽说是灵根残余的痕迹，但这也是能够和修仙者挂钩的东西。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修仙者，真的有灵根。这一刻，秦城脑海中一片空白，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虽说他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仙人，甚至从无声教的圣女口中得知了仙缘之事，秦城也始终对仙人的事迹保持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心理。作为一名寿元将近的老人，秦城当然巴不得这世上有修仙者的存在，不然哪怕有系统在手，他又能活多久？但哪怕别人转得再神乎其神，没有亲眼见过，他又如何能确定这个世上真的有修仙者呢？所以一直以来，秦城内心始终担忧着这件事，生怕这个世上不存在仙人。然而今日他终于获得了与修仙者有关的奖励灵种。
这下子秦城的担忧彻底消散一空，心中生出了无尽的信心来。只要这个世上有仙，哪怕他寿命已经不剩多少，只要有系统在手，秦城坚信自己能踏入仙途。苏圣杰啊，苏圣杰，我倒是错怪了你，没想到你到头居然是个好人，临死了还送我这么大的好处。秦城看了眼苏圣杰的无头尸体，不禁露出无比畅快的笑容。念在你对老夫如此之好，老夫便为你报仇雪恨，以免你到了地下不肯投胎。喃喃自语之间，秦城笑容玩味地望向对面那名黄天教的武者。苏圣杰死在他的手里这件事，除了他本人，就只有对面这名武者目睹现场了。既然如此，秦城当然不能放对方活着离开这里。老东西，你竟然对自己人下手！对面那人乃是一个面容粗犷、有着一头浓密毛发的中年武者，脸上满是震惊。他本来见到苏圣杰找到秦城，还稍微有点担心二人联手，却没想到转眼就看到如此精彩的一幕。秦城反手便将苏圣杰斩杀，二人当着他的面自相残杀。废话少说，秦城冷笑一声，脚步一踏，身影便已如利剑一般疾射而出，眨眼之间便已经窜至中年武者的身前，刀光如芒，凌厉斩杀而下。老东西，你见了我居然不逃！中年武者见到秦城竟然敢对自己出手，愣了一下，旋即脸上便露出狞笑。他可是外功大成的三流武者，在同境界中几乎没有多少敌手，不然也不能如同猫戏老鼠一般轻松追杀苏圣杰，令苏圣杰想都不想便要将秦城当作诱饵，自己逃命，丝毫联手对敌的想法都没有。血欲尽弃，面对秦城的杀招，中年武者凛然不惧，浑身的皮肤陡然间变得烙红无比，额头上青筋绽露，恐怖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顿时双拳便化作了漫天的血影，将前方的空气都生生轰爆。花里胡哨，秦城面无表情，下意识地施展出刀势。然而在出手的刹那，秦城有些惊喜地发现，他原本施展不出的刀意，在这一刻竟然似乎已然可以施展出来了。刀意可是秦城最强的手段，具体有多强大，就连秦城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虽然领悟了刀意，但根本无法施展出来。秦城有所猜测，想要施展刀意定然有着某种限制，需要实力达到一定的地步才有可能施展。因此一直以来，秦城都对敌的时候最多也就使用刀势，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秦城突然感觉到那种限制松动了，他已经可以施展出刀意，此刻正在与敌人厮杀。秦城无心去思考原因，他并未施展出刀意，因为他隐隐察觉到，尽管如今可以施展刀意了，但施展刀意定然对他有着巨大的消耗。在这种局势之下，区区一个三流武者可不值得他使用消耗巨大的杀招。但即便没有施展刀意，秦城亦是直接将刀势催动到了极致，一刀爆发开来。秦城再度惊喜地发现，刀势的威力竟然也增强了一大半。刺了！刀光笼罩之下，那中年武者出拳的动作霎时凝滞住了，他呆滞在了原地，眼中满是惊恐与僵硬，额头上青筋毕露，似乎疯狂地想要挣扎，但却被刀势震慑，根本动弹不得。瞬间整个人都被一刀两断，可怕的刀芒爆发开来，竟然将地面都如同豆腐一般轻易地切割开来，一直蔓延出了5-6米的，将武者身后的几棵树木都竖直劈开。好强！看到这一幕，秦城不由惊呆了。即便没有施展刀意，光是刀势，秦城就感觉足以轻易斩杀大多部分二流武者了。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秦城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一定是跟我刚刚获得的灵种有关系。秦城眼中金光一闪，很快意识到了原因所在，这种变化全然是灵种带来的，能够令他施展刀意乃至刀势威力暴涨的根源，只有可能是他刚刚得到的灵种缘故。毕竟在得到灵种之前，他可没有这么厉害，更不可能施展出刀意。不愧是跟修仙者有关的东西。秦城不由感叹的道，一想到灵种可是关乎到修仙者，他会突然实力暴涨，也是理所当然了。修仙者那可是足以轻易移山填海、长生久世的存在，对凡人而言与神明差不多了。任何与修仙者有关的东西，再怎么神奇也不足为奇。这灵种定然还有其他神妙之处，不过现在我可没时间去想这些问题。很快秦城便冷静下来，他知晓灵种肯定有着其他好处，但如今可是在战场之上，他可没有功夫去想这些有的没的，先把任务熬过去再说。他一刀割下了中年武者的耳朵，旋即立马转移地方，不多时他便出现在了一棵更高足足有数十米高的巨树之上。好地方，这里可以将战场观察得一清二楚。站在树丫之上，秦城悠哉地观望下方的战场。远远的他就看到黄天骄的2名二流武者正和廖永元与范山河激烈大战，一时间根本分不出高下来。二流强者的战场简直堪称恐怖，如推土车过境一般，所过之处树木巨石都轻易变得碾得粉碎，方圆数百米内尘土弥漫，一切都被摧毁。这样的战场，一般的三流武者都没资格插手进去。
秦城道是有这个实力能插手，但秦城根本没有插手的想法。插手这样的战场，秦城的实力根本隐藏不住，但这样一来，暴露太多，恐怕会引来有心人的目光。毕竟秦城成为三流武者才多久，认识秦城的人可没有几个不知道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斩杀左副帮主，就已经足够震撼了，这还勉强能够被人接受。但若是秦城表现出堪比二流强者的实力，那别人就算是傻子也会知道秦城必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秦城可不愿意为了赤霄盟这点好处，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去。赤霄盟才给我几个钱，卖什么命啊？秦城暗暗摇头，他加入赤霄盟只是赚点资源，谋夺功法，可没有心思给赤霄盟拼命。何况他现在已经帮着赤霄盟斩杀了3名三流武者，也算是对得起赤霄盟了。接下来他感觉自己直接摸鱼就行了。秦城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赤霄盟应该会是这场大战的胜利者。别看赤霄盟被黄天教偷袭成功，但赤霄盟终究强者更多，何况秦城趁乱斩杀了3个三流武者，别看只是3个人头，黄天教的三流武者本就比赤霄盟要少，一下子少了3个，绝对是足以影响接下来局势。说起来，秦城其实也算是立下了大功。果然，很快秦城就发现黄天教一开始偷袭的优势渐渐消失了，赤霄盟的三流武者们回过神来，反而开始压制着黄天教的信徒们了。秦城正打算着浑水摸鱼，直到这次的任务结束，但突然间他突然看到黄天教的村子里头突然窜出一个浑身沾满了鲜血的蒙面灰衣人，一群黄天教的信徒们竟然也跟着冲来，疯狂围杀那蒙面灰衣人。但那灰衣人实力强横的不可思议，轻易便将那群黄天教的信徒杀得七零八落，杀出一条血路，随后便毫不犹豫地朝着森林另一个方向扬长而去。还有高手？秦城猛地吃了一惊，他一眼就看了出来，那灰衣人绝对是个二流强者，而且是二流之中最顶尖的那种强者，比这边战场上的廖永元、范山河等人都要强。秦城万万没想到，除了沈明月这位无声教的圣女，这次的大战之中还有其他浑水摸鱼的强者，而且还是这种顶尖二流强者。正当秦城惊疑对方的身份时，他突然又远远看到这边战场上正在伪装实力对付黄天教成员的沈明月，突然间面色一变，目光死死地望着灰衣人的方向望去。不好，传承之物被人夺走了！怎么可能？我无声教的传承竟然会被外人夺走？绝不可能，除非是另一脉的余孽。沈明月脸色陡然难看到了极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目光中爆发出无边的杀气，想浑水摸鱼，问过我没有？思索之间，沈明月便从怀中摸出了一张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黄色符纸，忽然双指一掐，那黄色符纸竟然激发出一道青色的光芒，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唰的一下，沈明月竟然犹如一道利剑，激发出了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远处追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迷雾之中。而树顶上看着这一幕的秦城彻底的坐不住了，腾地一下猛地从树枝上站了起来，目瞪口呆的站了起来。仙仙术！秦城惊呆了，不敢置信的看着犹如一道极光迅速朝着灰衣人方向赶去的沈明月。如此恐怖的速度远超二流强者，秦城甚至怀疑哪怕是一流强者都绝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这种手段绝对是仙术，这个沈明月身上竟然拥有这样的秘密。秦城呼吸急促，心中已然震撼到了极致。仙道手段，如此手段绝不是武者能够使用出来的，只有传说中的仙道才具备如此神奇的能力。一张符纸都如此神奇，那么其他仙道手段呢？秦城原本觉得武道就已经足够神奇了，一个三流武者放在蓝星就堪称小超人，力能刚鼎，速度比猎豹还要快，一个三流武者打100个壮汉都是轻而易举，10多米的高度一跃而下，自身能丝毫无损。但若是在仙道面前，武道又算得了什么？武道哪怕修炼到了极致，在那些仙人眼里恐怕也和蝼蚁无异吧。秦城原本因为武道实力暴涨，心中还有些得意，飘飘然，现在这股飘然的心思彻底化为乌有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妄自菲薄，如此神奇的仙道，他迟早有一天也会亲身追寻的。现在的他还是按部就班，先修炼武功才是王道。望着沈明月追去的方向，秦城眼中闪烁思索起来。那个灰衣人好像是在黄天骄分舵内部抢走了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绝对是和沈明月有关，所以沈明月才如此不管不顾地追了过去。真是神奇，明明距离如此之远，按理来说哪怕是二流武者都不可能发现那么远发生的事情，沈明月却能够感应到，这只怕又是什么仙道手段。秦城思忖一番，愈发意识到那个盯上自己的妖女身上仙道手段绝对不少，要不要追上去看看？秦城想到妖女身上有着大量关于仙道的秘密，那灰衣人抢夺的东西搞不好也和仙道有关系，以他现在的实力或许可以做个黄雀捡便宜。虽说无论是妖女
还是那灰衣人都是2流强者，但秦城现在的实力绝对能插手2人的战斗。更何况敌明我暗，秦城有逆行谷在手，自保有余，不会被人发现。怎么看？若是赶过去，都有机会捡便宜，乃至于有可能趁此机会接触那珍贵无比的仙道秘心。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距离仙道秘心最接近的一次了。秦城死死地看着妖女与灰衣人的方向，顿时纠结起来。不对！突然，秦城猛地冷静下来。我的实力确实可以无惧2流高手，但妖女身上可是有仙道手段，光是一张符纸就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来。秦城可不觉得那符纸只是妖女身上唯一的仙道手段，万一对方身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符纸，秦城可就危险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有系统在手，该有的迟早都会有，何必以身犯险呢？什么机缘比得过系统？秦城想到这里，顿时打消了抢机缘的想法，内心更是不由反省。刚还说不能太飘，结果看到仙缘就脑子发热了。我可不是什么一天到晚战天战地的热血主角，我只是一个70岁的老登，可没资格和那些热血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一天到晚去玩命。有系统在，我完全可以低调发育，不停薅系统羊毛，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做那些以身犯险的事情。秦城打消了去捡便宜的想法，继续保持着摸鱼的打算。而另一边，沈明月却已经追出了弥天雾的范围，到达了森林深处一片树木茂密、光线昏暗的腹地外围。前方那灰衣人似乎察觉到了沈明月的到来，站在空地之中，负手而立，目光淡然地看着沈明月的方向，语气玩味的道：圣女何必苦苦相追呢？莫非是看上本座了不成？你们这帮叛教余孽，不躲在阴沟里面等死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抢夺我教传承！沈明月目光冰冷，右手紧握着一尊宝剑，左手却摸出了一张蓝色的符纸，杀气腾腾地盯着那灰衣人。把东西交出来，我还能留你一具全尸，否则死！哼，不愧是我教圣女，说的话就是堂皇大气，义正言辞。灰衣人发出讥笑的笑容，可惜圣女你难道忘了无声教的遗产？可不仅你手里才有。说话之间，灰衣人当着沈明月的面也拿出了一张符纸，眼中的笑意愈发玩味起来。看到这一幕，沈明月面色阴沉到了极点，他意识到自己拿符篆对付对方的想法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了。他咬牙看向灰衣人，就算你得到了东西，那又怎么样？没有灵种，你即便得到了那东西，也得不到里面的传承。你怎么说也是我教中人，难道真的要毁掉我无声教的未来？灵众吗？灰衣人眼中笑意变得玩味起来，听到这话却似乎变得有恃无恐起来。圣女，你恐怕不知道，这东西很快我就会拥有了。不可能，灵众天生，你以前没有灵众，这辈子都不可能会有。沈明月语气斩钉截铁，正要讥讽对方，但突然间想到了什么，面色一变，死死地看向灰衣人。难道你想行运灵禁术？你这个疯子，你莫非是想将此地这些修仙者后代们的灵种夺为己有？运灵禁术，那是一种十分邪恶残忍的秘术，可以剥夺他人的灵种，让没有灵种的凡人也养出一颗灵种来，只是此法太过伤天害理，一旦使出，死伤的可不是1人2人，而是会是无数人。沈明月自认为自己是个心狠手辣的妖女，但意识到对方的打算之后，也不由心中发寒，这种手段哪怕是100个他都做不出来。不愧是圣女呢，对我教秘术都如数家珍，这么快就猜到了我的打算。灰衣人笑容玩味，却毫不隐瞒地承认道：不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话告诉你吧，圣女，运灵禁术我早已经开始实施了，就算你现在知道也已经晚了。沈明月面色阴沉，突然意识到不对，目光警惕地看向灰衣人。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秘密？圣女，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么多，自然是想邀请你合作。灰衣人目光炽盛地看着沈明月，眼神有些贪婪。运灵禁术可不仅能够让凡人长出灵种，还可以让提升灵种品质。圣女，仙降之日近在咫尺，难道你就不想趁机提升自己的灵种？别忘了，对修仙者而言，你武功练得再好，也比不过一颗好灵种的价值。你当我是蠢货，会相信你这种人？沈明月冷笑一声，不屑地看着灰衣人。对方不仅是叛教余孽，还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肆无忌惮地施展了运灵禁术。和这样的人的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沈明月怎么说也是一个妖女，当然清楚什么样的人，哪怕嘴里说的再好听，也不值得信任。他旋即冷光开口，语气中满含威胁：我记得你以前在教中一直都是自称长青子吧？长青子，我再警告你一次，把东西交出来。你应当知道，我可以感应得到传承之物的所在。你如果不想一辈子都被我盯着，现在就把东西还给我。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你之后是继续施展禁术也好，还是要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是吗？灰衣人嗤笑一声，道不同不相为谋。有本事，圣女你就来拿，我长青子等着你。
说话之间，他手中的符篆陡然间绽放出一道炽盛的光芒，一股恐怖无边的气息陡然间爆发开来。该死！沈明月面色大变，被这股刺眼的光芒照耀得睁不开眼睛，下意识的慌张将手里的符篆使用掉。嗡！一层厚厚的金光护盾瞬间将沈明月笼罩在内。沈明月感受到之前的声势，还以为灰衣人使用了什么攻击，所以下意识地用掉了珍贵无比的护身符。谁知过了半晌，却迟迟没有等待攻击。再度睁开眼时，沈明月却险些气炸，前方哪里还有长青子的身影？狗东西，他在炸我！此时此刻，沈明月哪里还没反应过来，他连忙施展出感应秘术，却赫然发现传承之物的踪影早已远去，眼看着就要消失在感应的范围内，沈明月咬咬牙，还是放弃了追踪的想法。毕竟再追上去，他一时间也奈何不了对方，只能今后再从长计议了。而另一边的战场上，如同秦城预料的那样，局势却是已经渐渐地朝着赤霄盟这边倾斜了。眼看着战场没有之前那么危险，秦城再度悄然加入进去，进入到那些相对没那么危险的战场，寻找一些落单的小兵收割。这些小卒子功德点虽少，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于武者，秦城就没有再收割了，毕竟他拿了3个人头，这成绩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再多未必是什么好事。大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撤吧。黄天教的2大二流高手也发现了战场的不妙，其中一个浑身气血沸腾，皮肤都化作了可怕暗红的光头大汉大吼出声：不行，这地方不留丢，否则法王饶不了咱们。另外一个身材瘦长的黄衣人眼神也有些纠结，他倒是想跑，因为再打下去只怕真的要糟糕。问题是这个地方可是黄天教内高层看重的地方，他要是丢了，回去之后绝对讨不得好。但继续留下来，这场大战还有机会赢吗？正当黄衣人纠结不定的时候，嗡！陡然间，天边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不好！黄衣人和光头大汉面色皆是狂变。与此同时，和2兄弟交手的廖永元和范山河却是面色狂喜，旋即眼神都变得更加凌厉，进攻也猛烈了下来。秦城也是猛地睁大了眼睛，有些惊疑地看向周围，又是什么情况？只见狂风席卷而来，登时将弥漫了燕子林的弥天舞吹散开来。原本混淆不清的战场霎时间变得清晰可见。只见偌大的森林之中，到处都是残肢断臂、死伤的尸体，有赤霄盟这边的，也有黄天骄这边的，双方都死伤的不少人。不过此时此刻，黄衣人和光头大汉可没有心思去管其他地方了。在感受到那股不正常的狂风时，2兄弟就意识到大事不妙，丝毫不敢恋战，拼命一般的施展出杀招，将对手击退之后就要逃走。但在这时，宋文、宋武2护法，你们走得了吗？一道悠悠的青年声音缓缓响起，伴随着声音，一道白影竟如同极光一般，直接朝着2兄弟掠飞而去。眨眼之间，白影就出现在了2兄弟的前方，现出一道气质高贵、气宇轩扬的俊秀青年的身影。那青年一袭白袍，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出尘之气，犹如谪仙灵士一般。抬手之间，双掌笼罩而下，迎着2兄弟的脑袋拍了下去。2兄弟原本逃命的方向互相隔着好几米的距离，但在青年出手的瞬间，就像是受到了什么恐怖的吸力一样，竟然不由自主、无法挣扎地朝着青年冲了过去，像是将脑袋直接送到了青年的手里，以唇和砰砰2声。这2位二流高手天灵盖气息发出巨大的闷响，随后身影倒飞而出，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声息。2大二流高手竟丝毫没有反抗之力，死在了这青年的手里。秦城不由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黄天骄的人还是赤霄盟的人，亦都呆滞无比地瞪大了眼睛。那可是二流高手啊，而且还是2个，就这样毫无还手之力被活活击毙。这个青年未免也太恐怖了点，这到底是什么人？2位护法死了，这怎么可能？绝不可能！哈哈，完了，逃，快逃！就在众人震撼之际，黄天教的人却是最先反应过来。眼见到他们中最强之人被杀，瞬间狂热无比的黄天教信徒们瞬间就崩溃了，一个个慌张地往四周逃窜。杀！赤霄盟这边的人反应的及时，一个个眼红地看着那些逃命的人。这些家伙如今失去了战意，已然都是活生生的功德点，不趁着这个机会杀还要等到何时？不过赤霄盟这边的2位二流高手却是没有加入追杀残兵之中，而是恭敬无比地来到了那青年面前。参加奇珍传，廖永元和范山河齐声开口，语气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道：齐师兄，您怎么来了？随后只是与范山河的惊喜与敬畏不同，廖永元脸上的笑容却有些勉强。对这位帮了自己大忙的自己人的出现，这位廖永元似乎并不怎么开心，反而有些不妙的预感。青山城这边不是由萧真传负责吗？
奇珍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廖永元眼神闪烁，意识到有些不妙。大师姐最近在闭关修炼，没有时间管赤霄盟之事，掌门命我来负责青山城这边的大事。齐师兄淡漠地看了廖永元一眼，随意语焉不详地交代了几句，便懒得继续多做解释，而是吩咐道：你们的人去追杀残兵，那座村子在我出来之前谁也不得进去。说完他便转身便要朝着村子的方向走去。廖永元面色纠结，但对眼前这位齐师兄的命令却丝毫不敢违背。对方可是真传弟子，在赤霄剑宗只有一流高手才有资格成为真传弟子。赤霄剑宗的真传每一个都是名震大前王朝、威名赫赫的天骄，廖永元一个二流高手可没资格反对对方。对了，就在这个时候，齐师兄脚步一顿，不动声色地交代了一句：我听说萧师姐在这青山城亲自招揽了几位武者，回去之后将萧师姐招揽的那些武者的情报搜集起来交给我。吩咐完这件事，齐师兄也不待廖永元的反应，直接朝着村子的方向而去。是。廖永元只得低头答应，抬起头后面色却是惊疑不定，齐师兄为何会索要萧师姐的招揽名单。内心深处，廖永元隐隐察觉到齐师兄要做的事情恐怕会对萧清雪有些不利。仙缘将至，哪怕是赤霄剑宗内部其实也都暗流涌动，各大真传可都不是一条心。但没有纠结太久，廖永元便决定不管这么多了。高层的斗争，他这种小角色可没资格反抗。战场上，战斗已经彻底接近尾声，其他大部分武者们都在追杀黄天教的残党，赚取功德点。秦城捞了已经足够多了，自然懒得去追杀，而是好奇着那个青年的身份。无论是出场前的诡异狂风，还有一张格杀两大二流高手，以及廖永元这位舵主对待对方的恭敬态度，都无不说明对方的来历非同小可。那人是赤霄剑宗的真传第5人齐仙勇。正当秦城疑惑对方身份之时，突然一道悠悠的声音从旁传来。秦城转身看去，赫然只见是沈明月。见到秦城还活着，没有出事，沈明月很是松了口气。传承圣物被夺走，若是连这个他盯上的炉鼎也出了事，那他这次可真是哭得哭不出来了。沈姑娘，你认识这个人？秦城有些惊讶，没想到那个青年竟是和萧清雪身份一样，都是赤霄剑宗的真传弟子。以前游历江湖的时候，我曾经见过此人。沈明月意味深长地看了秦城一眼，秦老，你最好小心一下此人，我可是听说这个齐仙勇与萧清雪关系不太好。秦城有些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虽说萧清雪是系统认定的目标之一，但这件事除了秦城可没有人不知道。而在外人眼里，秦城怎么看也和萧清雪这位大人物扯不上什么关系吧。从头到尾，秦城和萧清雪的交集也只有2次而已，说过的话都不超过10句。就算对方和萧清雪有仇，也犯不着找秦城麻烦。沈明月笑了笑，没有再做解释，心中却已是断定秦城绝对已经落入了萧清雪的眼中。毕竟她这个没落教派的圣女都有手段认出秦城的先天根骨，萧清雪作为当世顶级大派赤霄剑宗的真传大师姐，又怎么可能发现不了秦城的先天根骨呢？正因为如此，萧清雪亲自邀请秦城加入赤霄盟，也就能够解释了。秦城以为萧清雪的亲自邀请只是很寻常的事情，可却不知道能够得到萧清雪亲自邀请的人可没有那么多。不是特殊的人，哪里有资格让萧清雪这位真传大师姐亲自出面？秦城表面上不动声色，将这话当成了玩笑，心中却是警惕起来。毕竟沈明月可是无声教圣女，对赤霄剑宗的事情肯定比秦城了解得多，绝不会无的放矢。不管如何，这次回去之后直接兑换功法，先闭关再说，不突破2流境界，这次绝不出关。秦城眼神凝重，若是等他突破2流，他最强的杀招朔光刀意的威力就能够彻底的释放出来，到了那时，哪怕是1流高手也足以威胁。当然，秦城也没有被沈明月的话彻底给吓到，毕竟无论在外人眼里怎么看，他都不可能和萧清雪扯上太多的关系。从头到尾，他和萧清雪明面上的交集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被萧清雪亲自招揽到赤霄盟。但这只是正常的招揽而已，秦城可不觉得就这么一件小事，那位齐仙勇就会将自己当成萧清雪的人吧？除非对方是个神经病，还差不多。感受到了威胁，秦城接下来的表现就愈发低调起来。青山城内城，吴家府邸深处，一座昏暗的密室之人，与沈明月交手的蒙面灰衣人竟然出现在了此地。他缓缓走入密室的走廊，将蒙面的纱布揭开。若是苏圣杰还活着并在此地，见到这张脸定然会大吃一惊，因为此人的真实身份赫然正是吴老三。说好的和苏圣杰一起对付秦城，但吴老三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反而是趁机浑水摸鱼，做了一个黄雀，占到了天大的便宜。没想到我费尽心思
撺掇我那好侄儿掀起赤霄盟和黄天骄的大战，竟然引来了无声教的那些死圣种。吴老三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不禁感叹起来，幸好东西还是得手了。旋即他拿出一颗暗红色的扳指，眼神变得炽盛起来。接下来只要将运灵病散播出去，将整个青山城都化作一个养灵之地，我就能获得真正的灵种，继承我无声教的真正传承，成为一名真正的修仙者。接下来只需要拿到方家那块地盘，慢慢等待，我就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了。吴老三眼中闪烁，自言自语地感叹了起来。若是苏圣杰听到这番话，非得死不瞑目不可。原来吴老三找苏圣杰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对付秦城，不如说对付秦城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吴老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挑起赤霄盟进攻黄天教分舵，从始至终苏圣杰都只不过是吴老三手里的一把刀。当然吴老三归根结底还是会对付秦城，只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先后顺序。很明显，无声教的传承在优先级上，在吴老三的眼里远比秦城这个活不了多久的三流高手要高得多。至于秦城，吴老三可从未放在眼里过，在他看来，秦城不过是随手可以捏死的小喽啰而已，找个机会就能轻易解决。而今天这么好的机会，这次错过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临近黄昏，赤霄盟功德堂前热闹非凡。任务结束后，众多武者们兴高采烈地直奔功德堂前，将战利品直接兑换功德。可恶，若非那遮天的毒物，这场大战非得多宰几个黄天骄的贼子不可。结果一天过去，才杀了一个武者，可不是吗？白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好多武者都炫耀似的彼此吹嘘起来，仿佛他们在这次大战之中多么的威风。都是黄天教的弥天雾影响了他们大发神威的场景。秦城待在人群后，默默地看着这些人吹牛，笑而不语。若非他亲眼看到这些人在毒雾之中吓得惶恐不安的场景，险些都信了这些人的鬼话。武者终究也是人，遇到今日如此凶险的局面，也是会担惊受怕。秦老，今日可当真凶险啊，幸好我等无事。一旁沈清却是一脸后怕的表情，和秦城搭讪道。沈清的后怕可不是装出来的，毕竟今日这场大战接连出现那么多插曲，实在把他这个无声教监戏给吓得不轻。他可不是沈明月这位圣女，身上可没有那么多保命手段。确实凶险，今后这么危险的任务还是少接为妙。秦城点点头，一路上沈清兄妹一直在故意找自己搭话，好拉近与自己的关系。如今秦城和这对兄妹已经熟络了不少。秦城明知道对方居心不良，却也乐意虚与委蛇，毕竟沈明月可以给他刷取奖励，只要不给对方机会被对方当成炉鼎，秦城还是乐意跟对方假装友善的。诸位，请出示你们的战利品，我这儿好给你们统计。这时一群赤霄盟的执事们走了过来，众武者们一哄而上，纷纷将血淋淋的耳朵拿了出来交上去。那些执事拿起耳朵检查起来，别看都是耳朵，但武者的耳朵和普通人的耳朵差距可十分明显。武者的皮膜远比普通人的厚实，有些修炼强大外功之人，皮肤之后可以做到刀枪不入，所以不可能有人随意拿着普通人的耳朵冒充武者。1000功德点，这是条子。2000，1600功德点。秦城排在队列之后，听到前面的人的收获，不由皱眉。他发现绝大部分武者收获也就1、2千，乃至于有些人甚至连1000功德点都不到。像自己直接斩杀了3名三流武者，以及一堆普通武族的人，绝无仅有。若是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收获，可就太过惊人了，太高调了点。秦城脸色阴晴不定。这次战场上，他还想反思自己得尽量低调，但现在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收获，哪里还低调的了？隐藏收获，尽量和光同尘。刚生出这个念头，秦城便摇了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可没有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沈明月这个妖女，还有不知为何在这场大战中没有出现的吴老三，乃至于还有那位有可能盯上自己的赤霄真传奇仙勇，有这3位对自己不怀好意，秦城现在可必须抓紧每一个提升实力的机会，否则他实在没有安全感。因此这一次无论如何，秦城都要得到2流功法，晋升2流。为此至少需要3000功德点。算了，高调就高调吧，反正我已经被盯上了，就算低调又有何用？归根结底，实力才是一切，总不能为了低调连提升实力都不做了吧。没有纠结太久，秦城眼中便泛出一丝坚定之色来。不是他不想低调稳妥，问题是现在的情形容不得他低调。被盯上了又如何？等我突破2流，有朔光刀意在手，便是面对1流强者，我也不是没有反抗之力。秦城眼中闪过金光，他可不是软柿子，等他晋升2流，谁敢将他当成目标，秦城可不介意当对方知道什么叫做惊喜。刀意这种手段绝对是1流乃至于先天强者才可能施展出的武道之高奥义，
秦城有所预感，哪怕是那个齐先勇，冷不丁被自己来上一发刀意，也绝对逃不得好。只要有了实力，即便知道对方是敌人又如何？想到这里，秦城不再犹豫，面无表情，直接将所有的战利品都拿了出来。既然决定高调，秦城当然不会再隐藏半点。很快就轮到秦城。原本看到秦城这个老头武者，赤霄盟执事们都没有当回事。但当秦城将一堆血淋淋的耳朵洒落在桌上时，乃至于将3只明显更加紧实的耳朵分出，放到另一边时，唰的一下，前方的执事们都目光齐齐地看向了秦城，一个个惊呆了。这些事。与此同时，后方那些正热烈讨论着收获的武者们也都无不凝滞，一个个难以置信地看向秦城。居然这么多，怎么可能？我等才杀了多少？这秦老怎么能杀这么多人？那3只耳朵难道是武者？不可能，绝不可能！这老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厉害？他不是养生武者吗？下一刻，人群中一片哗然起来，后方的武者们七嘴八舌，有些人震撼，有些人则是眼红起来。毕竟和他们的收获相比，秦城的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是他们的数倍之多。凭什么啊？不少自认为不比秦城差的武者们更是眼中满是嫉妒之色。一定是走了狗屎运了，迷雾之中谁知道人是不是他杀的，搞不好是他捡了谁的便宜。没错，肯定是捡了别人的战利品，搞不好是舵主和那位范神捕的便宜，总不可能真是他亲手杀了3个武者吧。随着那些眼红之人的议论，执事和其他武者们看着秦城的眼神都变得奇怪起来。他们也有些相信那些人的话了，觉得秦城真有可能是捡了便宜。毕竟这战利品时再是多了点，不是捡便宜，秦城凭什么能杀这么多人？一共4200功德点。就在众人怀疑的眼神之中，执事最终将结果检查了出来，当场宣布了秦城的收获。此言一出，在场众人再度一片哗然，看着秦城的眼神几乎快要吃人了。看不出来啊，秦老看上去挺低调的，结果一声不响的就整了个大场面。沈清也是有些惊讶的看着秦城远处的背影，感觉秦城突然间就变得高调了许多，和他之前沉稳性格实在有些不合。毕竟是先天根骨。与沈清的惊讶不一样，沈明月却是眼中闪过金光，心中暗暗想着他可是知道拥有先天根骨同等境界，实力其实远高于其他人。秦城能杀这么多人，别人觉得奇怪，沈明月却不感到奇怪。想到这里，沈明月看着秦城的眼神变得愈发炽盛起来了，像是要把秦城当场吃掉一样。果然是太高调了。秦城面无表情，知道这次高调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但既然打定主意，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从执事手里接过条子，秦城就直接朝着藏经阁而去，准备直接先兑换功法再说。但刚走几步，一道身影便突然拦在秦城的面前。一个面容粗犷、气质彪悍的锦衣大汉，眼神火热地看着秦城，就像是看着一块肥肉，脸上带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秦老，您这次收获这么多，可否先借我2000功德点？我外功已经大成，只差一门2流功法，用不了多久便能晋升2流境界。只要你肯借我功德点，等我晋升2流之后，必有厚报。不远处，一些有着同样心思的武者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有些懊恼。可恶，怎么被金不破给抢先了？谁脸皮有他厚啊？闭嘴吧！金不破外功大成，一手枪法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3流之中，他可是最顶尖的那批人了。你说他的坏话，要是被他听到了，他铁定来找你麻烦。这些武者们看着那个锦衣大汉，一个个眼神满是忌惮。他们原本也是看到秦城收获那么大，想着找秦城借一些功德点，但现在看到秦城被凶名在外的金不破抢先堵住，一个个立马都不敢再上前了。不少人看着秦城的目光变得幸灾乐祸起来，都露出看好戏的表情来。被金不破堵上，这个老家伙只怕要出一大笔血了。金不破脸上挂着一副势在必得的笑容，任由那边的武者们议论。他目光看着眼前的秦城，就如同看着一块肥肉。他相信自己一个即将成为2流武者的高手的人情，这个老家伙应该不敢不给自己面子。秦城眉头一皱，见着眼前之人，暗道自己的猜测果然不错。若是太过高调，绝对会被有心人盯上。这不，麻烦这么快就来了。不过他对这样的事情也早有心理准备，于是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你想晋升2流，就找借我2000功德点。我看不如这样，老夫也想晋升1流境界，不如你借我1万功德点如何？此言一出，金不破目光顿时阴沉起来，但想到自己的目的，还是强忍着怒火。秦城，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2流强者。你现在借我钱功德点，我就会欠你一个大人情。2流高手的人情，秦老，你最好仔细考虑一下。说话之间，他的眼神已经带着一丝威胁的意思。很明显，他意思很明显，借他功德点，
秦城就会得到一个二流高手的人情，但不借的话，就不是人情，而是记恨了。秦城瞥了金不破一眼，不禁嗤笑一声。有看虚眼，秦城一眼就能看出，金不破想要突破二流，还差得远呢。金不破的外功境界，也就和秦城差不多，确实算得上是高手。可秦城不仅是有外功，他内功早已圆满，更别说其他手段。这种人的威胁，秦城根本就懒得搭理，看都懒得看金不破一眼，秦城直接就要转身而去。老东西，你……金不破咬牙切齿，死死地看着秦城的背影，眼中不禁泛出一抹凶狠的光芒，直接挡在了秦城的前面。怎么，金不破你想动手？但在这时，沈清和沈明月兄妹直接堵在了金不破的面前。这两人可是一直想找机会和秦城拉近关系呢，如今找到这么好的机会，想都不想便直接站了出来。看到这对兄妹，金不破脸色顿时有些忌惮起来。他可是听说过这对兄妹的厉害，更重要的是，这对兄妹在这场大战之中也收获不小，每个人都赚了接近3000功德点。与秦城被人怀疑是捡便宜不同，沈清沈明月二人在道上名气极大，无人怀疑这对兄妹的实力。哼，老东西，你最好一辈子躲在别人的身后。不敢和这对兄妹撕破脸，金不破只好瞪了秦城一眼，咬牙切齿地威胁道，直接拂袖离去。秦老，你没事吧？这样的小人最好少搭理。沈明月精致的俏脸上满是关心的神色，美眸紧盯着秦城的双眼，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子。若是其他人被这样的美人用这样的目光盯着，定然会心生不小的波澜，乃至心生错觉，认为这位美人对自己有意思。但秦城早就知晓对方的目的，自然会不为所动，淡淡一笑，装作感激的道：无妨，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心里却是暗道可惜，如果金不破真的动手，他可不介意当场教训对方一番，好震慑一下其他别有用心之人，让人知道他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但这样的机会错过了也无所谓，反正一个3流武者而已，他可没有放在眼里。不远处正在看好戏的武者们见着这一幕也都有些惊讶，谁也没想到秦城连金不破这样的高手都不给面子，直接强硬到了极点。还有就连沈家兄妹这对高手也都愿意出手帮助秦城，这无一例外表明秦城可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容易欺负。不少把秦城当成肥肉的人心中都不由一凛，立马放弃了原本的想法。但也有一些人眼神闪烁，都知道这件事可没这么快结束呢。金不破这个家伙向来小气之极，今日秦城这么不给面子，金不破真会善罢甘休秦城无心关注外人的想法。他高调一回，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可不是闲的没事做，而是为了得到2流功法。和沈家兄妹告辞之后，秦城便直奔藏经阁。没有犹豫，秦城直接登上2楼，将先天仪气功的第2层拿下。他第1层已经圆满，得到仪气功的第2层内容之后，今晚就可以直接突破晋升2流境界。至于外功，秦城距离圆满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尽快提升实力，秦城可没有时间等那么久了。此外，还另外选了一门名为游龙步的轻功身法。秦城现在内外兼修，攻击手段又有朔光刀谱，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有手段，唯一缺的就是身法。如今再拿下这门轻功，那他手段就齐全了，今后无论是对敌还是逃命都更加游刃有余。4200点功德点一下子就消耗了足足3500点，只剩下700，再将剩下的还给赵贵，还能有200点功德点。秦城可没忘记自己从赵贵那儿借了功德点。被下功法之后，秦城心情激动的便直接回住处。今晚他就能突破2流，一旦晋升2流，他在这青山城可就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什么底层武者了。2流境界放在大前王朝的江湖之上，已经算得上是真正的中间强者，即便是在赤霄剑宗这样的先天宗门之中，2流高手都地位不低。等秦城拥有了2流，如今的一切危局都可以迎刃而解，再也不用悬着一颗心，整日担惊受怕被人盯上。只是刚到住处外，秦城就感觉到暗中似乎有人都窥视着自己，似乎等待自己许久了。该死！秦城心中一惊，想起住处的方小贤，不由心惊肉跳起来。小贤还在自己住处给老方守灵呢，一想到屋内的小贤，秦城心情顿时就有些担忧。不过他并没有过于慌张，这里毕竟是赤霄盟内部，应当不至于有人如此胆大，敢擅闯他的住处。想到这里，秦城眼神阴沉，面上却不动声色，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悄然地朝着门口走去，伸手敲了敲门。是秦老吗？不一会，一道有些紧张的颤抖声音从门内传来。小贤，是我，你没事吧？听到小贤有些害怕的声音，秦城脸色微变，该不会真有人如此胆大包天，趁自己不在闯入自己住处吧？若果真如此，那自己今后如何面对老方？好在我没事，秦老，
您总算回来了。文妃微微敞开，现出方小贤苍白的俏脸，见到秦城，她一双清澈的眸子顿时现出一丝喜色，彻底的松了口气。旋即却是连忙低声道：秦老，我刚才出去的时候，隐隐感觉到好像有人在盯着这里，不会是吴家的人吧？说到吴家，他那双美眸中不由现出一抹无法掩饰的恨意，老夫尚不清楚，你先不要声张。秦城做出一个嘘声的手势，走进屋内，便毫不犹豫地施展出逆行蛊。咦？方小贤一双美目顿时泛出一抹惊疑之色，明明秦城就在自己面前，却突然间感觉秦城的存在感降低了一大截。这是什么手段，竟如此神奇？正当方小贤为秦城的手段感到吃惊之时，你在心仪的青梅竹马面前不经意地展示出自己的才能，引得少女对你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心。俗话说，异性的好奇心往往是爱情的起源。很显然，你已经越来越像一位真正的男神。获得成就，是金子总会发光；获得奖励，悟到时间1个小时。秦城愣了一下，旋即眼中泛出一丝喜色，这可真是意外之喜，这样居然也能获得奖励。不过现在不是去想这些的时候。秦城立马冷静下来，施展出逆行蛊之后，秦城直接关上房门，从后门悄然地前行出去，围绕在屋子周围，躲藏在暗中，悄然寻找那暗中盯梢之人。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竟敢窥视自己，乃至于影响到了小贤，无论如何，秦城都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并没有让秦城寻找太久。有看虚瞳这等宝瞳在身，隐藏之人的痕迹，片刻之间就被秦城找到。秦城顺着痕迹悄然走了上去，很快就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悄然隐藏在墙角另一边。是他。见到此人，秦城面色阴沉到了极点，一缕杀机从心中迸发而出。金不破，你这是自寻死路。那暗中之人赫然竟是金不破。秦城虽和金不破闹得不愉快，却也没料到对方动作竟然这么果决，直接就上门盯梢自己。这样的人不能留了。秦城眼神冰冷，他本来还打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却没想到对方如此危险和肆无忌惮，这样的人多让活一天，对秦城而言都是个隐患。秦城是不怕对方，但他身边的方小贤呢？想到这里，秦城屏息凝神，不发一言，悄然地靠近着对方。这老东西果然把那个女人藏在这里，一把年纪了，还学别人金屋藏娇是吧？金不破目光阴沉地盯着秦城的屋子，还不知道他盯梢的那人已经在他身后面了。哼，你这老东西竟敢当众拒绝我，不给我面前，那就别怪心狠，将这个消息通知给血狼帮的帮主，正好当做投名状。金不破冷哼一声，喃喃自语着道，正好血狼帮的帮主要招揽我，甚至愿意给出一门断骨功法给我。老东西，若是你之前肯借我功德点，我还可能会犹豫一下，但现在一切都只能怪你自己。说到这里，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悄然的转身就朝着另一边走去。什么？这个家伙之所以盯上我，还和血狼帮有关系？秦城眼中金光爆闪，一时间恍然大悟。他还说世上怎么有这么肆无忌惮的人，只不过是借功德点不答应，当天就盯梢自己，想要害人。感情对方一开始盯上自己，即便是找自己借功德点，真实目的也是别有所图。血狼帮可是吴家的人，秦城可没有忘记。说起来，秦城还奇怪，这次吴老三怎么没有出现呢？比起苏圣杰，吴老三这条隐藏在暗中的毒蛇才更加令秦城忌惮。见到金不破要去找血狼帮，秦城立马决定暂时先跟下去看看，弄清楚吴老三到底在搞什么。血狼帮作为吴老三的走狗，吴老三有什么动作，血狼帮帮主肯定是最先得知的人之一。有逆行蛊在手，秦城一路跟踪下去，根本就没有被人察觉痕迹。直到金不破到了外城，一家闹腾无比、挤满了赌徒的赌坊里面，秦城才感觉到暗中有人注意着周围。不过那些在附近戒备的都是些普通打手，更加不可能发现自己。他的行动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不多时，他就跟着金不破来到了赌坊内部，一间占地规模不小的厅堂内，悄然隐匿了起来。金不破，你总算是来了。不多时，一个的鹰钩鼻中年走了出来，目光玩味地看着金不破。现在你该知道了吧，赤霄盟没那么好了吧？想要获得一门功法，还得一天到晚去玩命，还不如和我们合作，只要你肯答应，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陈帮主，你说的比唱的还真好听，说什么不仅可以给我功法，甚至还能让我速成顶级高手，一流乃至先天都有希望。你区区一个三流武者，说出这样的大话来，让我怎么相信你？金不破嗤笑一声，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血狼帮帮主。他可不是那种会被画大饼的人，没有真凭实据，他又哪能信任对方？何况陈帮主的牛吹得也太离谱了点。饶是金不破知道陈帮主身后站着的是吴老三，却也不相信吴老三有这样的能力。毕竟吴老三自己也就二流而已，凭什么能让人晋升一流？
隐藏在暗中的秦城眼中金光一闪。金不破此刻如此精明的模样，哪有之前那种无脑和自己结仇的样子？果然，之前在自己面前都是装出来的。不过，这个陈帮主说的让人速成一流乃至先天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一流和先天是大白菜了？想要培养出来就能培养出来？秦城听到这话都觉得荒谬，画饼都不会画，这个陈帮主未免也太蠢了点吧？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下一刻，秦城面色猛地一变，震惊地看着陈帮主身旁。只见陈帮主的身后缓缓走出一群凶神恶煞、气息强横的魁梧男子。这些人竟然每一个都是武者，足足有10个不可能。金不破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看着这些人的面孔。怎么可能？我明明记得前几天来见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连武者都不是，这怎么可能？秦城义是震惊不已，10个3流武者，武者真变大白菜了，这也太离谱了吧！秦城差点以为自己待的地方不是血狼帮，而是赤霄盟内部，一个只能在外城欺负普通老百姓的帮派，总共也就2-3个3流武者的势力，一下子突然出现10个3流武者，这怎么想都觉得太过奇怪了吧？不对，突然秦城很快便发现了这些人的不对劲。看虚同下，这些人的虚实丝毫瞒不过秦城。这些人确实是武者，看上去一副气血充沛、实力强劲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徒有其表，虚张声势。这些人精气神消耗巨大，一身气血其实亏空到了极点。很显然，这些人能成武者是通过某些透支潜力的手段做到的。虽然成了武者，但以他们的真实情况，根本活不了多久。这些武者最多能够1个月。秦城眼神一闪，一眼便能断定这些武者的下场。但想到方才金不破和陈帮主的对话，秦城心中还是有些震惊。这些人尽管短命，但依旧是货真价实的武者，哪怕只能活1个月，但那也是武者啊。血狼帮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秦城惊疑不定地看向陈帮主，他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惊人的手段绝不可能是这个区3流武者可以拿得出来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手段来自于陈帮主背后的吴老三。怎么样，金不破，你这下相信了吧？我们确实拥有让人速成武者的手段。面对金不破，陈帮主却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你也说了，这些人本来根本没有成为武者的可能，但我偏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晋升成为了武者。若是没有这等手段，我如何敢邀请你？金不破纠结起来。显然，见到如此惊人的一幕，他对陈帮主的话也不禁将信将疑了起来。没有之前那般斩钉截铁，当作是在吹牛。就算他们成了武者，但终究只是3流而已。金不破沉吟了一番，才缓缓开口。陈帮主呵呵一笑，他听了出来，金不破表面上还在嘴硬，实则内心已经答应了。只不过对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嘴硬那是再要好处呢。金不破，见了这门功法，你再决定如何。说话之间，陈帮主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籍来，直接扔给了金不破。金不破一脸狐疑，当着陈帮主将秘籍揭开，陡然间脸上便化作了狂喜，竟然是琥珀断骨功。这门外功乃是前朝那盛极一时的无声教中最上乘的2流外功，据说可以练就虎豹雷鹰，一击之下开山裂石，无坚不摧。你竟然能得到这门功法，莫非你是无声教的人？惊喜过后，金不破却是死死地看向陈帮主，而暗中秦城却是懵了。怎么会是无声教？难道吴老三和沈明月还是同门？他怎么都没想到，跟踪金不破竟然还能撞破这样的秘密。陈帮主拿出的功法，只有可能是来自他背后的吴老三。毕竟一个3流武者拥有这样的顶级功法，那就相当于小儿持金鱼闹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功法要真是陈帮主的，他绝对不敢轻易拿出来。所以秦城可以断定，那断骨功法只有可能出自吴老三。但这样一来，秦城就有点麻瓜了。如果吴老三真是无声教的人，那自己对付吴老三，沈明月那个妖女会不会帮着吴老三对付自己？不对，秦城猛地摇头，突然想起妖女本就盯上了自己的身子，就算没有吴老三，妖女也要对付自己吧。意识到这一点，秦城深吸了口气。妖女的事情，现在他还在虚与委蛇，一时半会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那妖女。但得知吴老三的秘密，对秦城而言终究是个好消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上乘断骨功法，抛去心中的杂念，秦城却是目光死死地看向金不破手中的功法秘籍。他这次跟踪金不破，主要的目的是斩草除根，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他现在正缺一门断骨功法呢，一时之间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找。但寻找，没想到自己的功法竟然到了金不破的手里。呵呵，敢拿我的功法，你有取死之道啊！秦城嘴角扬起，强忍着激动，继续隐藏下去。
虽说陈帮主和这个金不破都是秦城眼中的必杀之人，但这里毕竟武者数量太多，秦城一时间也不敢动手，只能等金不破离开后在暗中对其下手。金不破，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这时陈帮主却是淡淡开口说道：你为我们办事，我们给你好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直接简单，怎么样，现在该给我答复了吧？金不破紧紧攒着手中的秘籍，知道陈帮主这是下最后通牒了。毫无疑问，这样的顶级断骨功法他根本就拒绝不了。没有纠结太久，金不破面带笑容地拱了拱手：陈帮主，从今往后咱金可就指望您多多关照了。金不破，你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的。陈帮主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要直航主上的计划，靠那些克命的武者可没有用处，真正有作用的人还得是金不破这样的精锐武者才行。陈帮主，你放心，咱老金可是个讲信用的人，答应了加入你们就绝对会做到。金不破拍着胸脯保证道，随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上次你不是拜托我监视那个秦城吗？我今天就特地接近了那老东西。说到这里，他冷笑起来，这老家伙把那个你说的那个女人留在自己屋里头。陈帮主，你只要一句话，3天之内我就割了那老家伙的脑袋，把那个女人绑来见你。暗中秦城听到这话，面色顿时冰冷到了极致，暗自庆幸，幸好自己提早发现了这个家伙，不然指不定自己得倒大霉呢。自己的实力是远强于金不破，但万一对方不跟自己正面来，而是暗中使些阴险手段呢？江湖上多的是武林高手被弱小这种暗算而死的例子，甚至一流高手被普通人陷害致死的也不是没有。秦城可从来不会小瞧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当这个人是敌人时。嘿嘿，金兄，还是你敞亮，不过割了那家伙的脑袋就没必要了。那老东西实力可不弱，我那个手下都被这老家伙一刀宰了。虽说老金你实力比我手下要强得多，但终究没必要以身犯险，万一受了点伤也不值得啊。陈帮主脸上露出笑容，嘴里在吹捧着金不破的实力，实在显然是担心金不破和秦城两败俱伤。毕竟他可是费了大功夫才招揽金不破，可不想金不破也和他那个副帮主一样死在秦城手里。对付此人根本用不着金兄你出手。陈帮主解释了一句，说话间就已经从怀里摸出一个鼓囊囊的纸药包，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来。金兄，你今晚将这里面的药粉偷偷地撒入那老东西的房间，这药粉开了纸包，用不了片刻功夫便会化入空气当中，闻者必死无疑。有了这东西，你就没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了。世上竟有如此奇毒！金不破瞪大了眼睛，只觉得不可思议，接过纸包，旋即却是惊疑起来。等等，陈帮主，若是这药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连武者都能毒死，那女人不也就死定了吗？呵呵，金兄，你这边不知了。陈帮主笑容玩味起来，这毒只伤武者，对普通人反而没什么效果，所以金兄倒是不必担心那个方家余孽，反倒你自己可得小心一点，千万别好奇在路上撕开药包。听到这话，金不破脸色微微一变，连忙将纸药包好好的检查了一番，看到这包药的纸张还算硬实，这才稍微放了点心。随后他拍着胸脯再度保证道：陈帮主，你就放心好了，明天早上你就准备听我的好消息吧。那好，金兄，我等你的好消息，等这件事办完之后，我另有重谢，包你满意。陈帮主也是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会让金不破白做事。好好，明天是吧？秦城脸色阴沉，不由再度庆幸自己跟了出来，不然还不知道这血狼帮居然还有这么恶毒的手段。果然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小瞧，哪怕是以前他看不起的帮派混混，能够以一帮之力称霸外城，哪怕是一个帮派出身的武者，都足以称得上是枭雄了。对金不破，秦城产生了必杀之心，对这位对自己出手手段还如此阴狠的陈帮主，秦城亦有着想要除之而后快的打算。但是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秦城没有机会对这个陈帮主下手，只能等待以后再寻机会了。但今天之内，秦城冷冷地看着在那里和陈帮主互相吹嘘的金不破，眼中的杀意几乎都快隐藏不住。强忍着恶心，秦城听着二人又是吹捧了一阵，金不破这才告辞离开。这时候秦城继续悄然地溜出了血狼帮，一直跟在金不破的身后。随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少，路过一个平日里很少有人经过的城中小道时，秦城的杀意已是彻底的不再掩饰。哈哈，功法到手，又有了吴三爷这么一根大腿，我金不破总算是要发达了。金不破尚不知危险已然近在咫尺，刚刚得到了功法，还有抱上了大腿的他，脸上堆满了笑容，意气风发到了极点。他当然清楚自己投靠的真正之人是吴老三，至于陈帮主不过是吴老三的狗腿子罢了。若非知道这点，他又怎么可能会将陈帮主放在眼里？毕竟对方的实力还不如他呢，金不破怎么可能会投靠实力不如自己之人？秦城那个抠门老家伙，今天竟然当众破我面子，看我今晚怎么弄死那老东西！旋即
金不破冷笑一声，在他眼里，秦城已经是个死人，绝不可能活过今晚。正当他思考着怎么弄死秦城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陡然间从身后朝着自己而来。什么人？金不破面色大变，迅速转过身来，但下一刻就见到一尊拳头不知何时将自己的视野所笼罩，越来越大。砰的一声巨响，金不破的身躯犹如炮弹一般轰出了足足10多米，撞到在一块墙壁前，却将那墙壁都当场撞塌陷了，尘埃四起。怎么会？金不破倒在废墟之中，半张脸都塌陷了下去，惨得不能再惨。但即便如此，他竟然还有一口气，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看向远处偷袭自己的人。金不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得到顶级功法，成为顶级强者已近在咫尺，却在正要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竟然会被人偷袭。更令他绝望的是，偷袭自己的人明显是个强得不可思议的高手，能够令他毫无察觉，直至快死才意识到对方的踪迹，足以说明对方的恐怖。凶手明明都这么强了，还偷袭自己，这还是人吗？金不破之所以强撑着一口气没咽气，就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么狠毒。但当他看到走来的身影时，眼中瞳孔猛地紧缩，充满了无边的绝望与不可置信。怎么会是他？狗东西，还想杀我？你现在看看是谁杀谁。秦城冷笑着低头看着身躯僵硬的金不破，只不过金不破已然无法回答。在见到秦城的刹那，金不破就已是彻底断气，一双眼睛睁得老大，死不瞑目，充满了惊怒。面对这么一双怨毒的死人眼睛，秦城却丝毫没有在意。确定对方已死，他立马便蹲了下去，连忙搜查金不破的尸体。哈哈，琥珀断骨功上乘断骨外功到手了。拿到功法，秦城顿时大喜。除了功法之外，还有那包据说能够毒杀武者的纸药包，以及1沓银票，加起来竟足足有1000两左右。这下子可真是一波肥。秦城笑容满面，这次可真是发了大财。他前段时间还想和老方商量一起赚钱呢，没想到自己赚钱的方案还没实施，却有人给自己当了送财童子，让秦城差点都觉得这金不破是个好人了都。除了钱财和功法，这种神奇的毒药，秦城也没打算扔掉。他这些日子学医，可没少研究各种毒药。这纸药包里的毒，明显是秦城没见过的毒药，诡异还强大。秦城也想研究一下，或许能获得一些灵感。杀了人，秦城自然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他扛起金不破的尸体，快步地来到最近的河流，直接将金不破的尸体扔到了河里，随后便安心无比地打道回府。家中，方小贤满脸担忧地坐在正厅，见到秦城终于回来，方小贤总算是松了口气。秦老，您总算回来了。刚才秦城出去这么久，他可生怕秦城再出事，毕竟他爷爷去世之后，秦城已经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了。若是秦城再出事，方小贤都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如何活下去。小贤，那个金不破不会再出现了，你放心待在家里面就好了。秦城摸了摸方小贤的脑袋，将这个消息告知对方，面的少女睡觉都睡不着。方小贤低声回应了一声，感受着秦城温暖的手心，他俏脸上现出一丝安心之色，旋即心情却变得复杂起来，一双眸子满是愧疚地望着秦城。秦老，都怪我没用，给您带来了这么多危险。少女并非那种不知好歹之人，她很清楚，秦城成为了武者，本来可以轻易成为人上人，从此不必为生计和养老担忧。然而，对方却为了自己丝毫没有犹豫，就招惹到吴家这么强大的势力。这份恩情，少女感动得无以复加，却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报答对方。毕竟现在的她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为了躲避吴家的报复，根本不敢出门。她根本拿不出报答秦城的东西。小贤，你这话是把我当外人呢？秦城没好气的敲了少女一个暴力，我可是答应了你爷爷，要照看着你，除非是我死了，否则你若是掉了一根毫毛，我到了都没脸见你爷爷。秦老，听到这番话，方小贤双眼瞬间红了起来，泪水盈眶，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好了好了，我年纪大了，可见不得这些。秦城叹了口气，看着原本浑身充满了灵气的少女变成如今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秦城其实也很痛心，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她一直这样。小贤，我接下来几天准备闭关练功，你这几天别打扰我，把饭菜送到我房间里就行。等我出来之后，我就直接教你开始练功。你放心，我有一门手艺，可以让你修炼速度远超其他人。秦城说到这里，心里其实有些纠结。他说的手艺，自然是那门推拿之术。本来他是不想再用这门手艺的，尤其是用在方小贤身上，实在是下不了手啊。毕竟对方可是老方的孙女，对自己也尊敬无比。但不用又不行，方小贤的处境说起来比自己还要危险，不尽快成为武者，方小贤难道要一直躲在自己的屋里面不出去？这样下去，非得郁郁寡欢不可。为了让方小贤从沉重中尽快走出来，
秦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秦老，我听您的。果然，听到秦城这话，方小贤那双暗淡明眸中顿时现出一抹亮光，同时也充满了感激地望着秦城。救命之恩，护身之恩，接下来还要加上一份传艺之恩。方小贤愈发意识到自己欠秦老太多，他暗暗发誓，若是自己未来还有机会从吴家的压迫下活下来的话，绝对会好好的报答秦老。精彩无比的男神行为，完美。在少女最为无助绝望之际，许下永生守护对方的诺言。毫无疑问，这是十分俗套的撩妹技巧，却依旧是世上最为实用的技巧。越是优秀的女人，其实越不会相信男人的花言巧语，但当她意识到男人真的具备守护她的能力与决心时，即便是最聪明的女人也会陷入爱情的罗网，与那些愚蠢的花痴女人不会有任何区别。毫无疑问，您领悟了真正的男神之道，获得成就，许下守护的誓言，获得奖励。特殊天赋，护花人，你守护他人，系统认定目标时，修炼效果会提升 10%。秦城险些爆粗口，他眼见少女的状态好转了一些，正欣慰着呢，没想到这时候收到系统提示。原本有些感动的氛围之下，突然出现系统这不正经的描述。饶是秦城早已习惯了这破系统的不正常，也被弄得老脸发烫，暗骂不已。这狗系统真不会看气氛。什么叫护花人啊？老头子是见少女可怜，心地善良好不好？不过不得不说，看到奖励的内容，秦城原本想骂人的心思顿时消失了，反而大喜系统的奖励，果然每一次都不让人失望。守护他人时，修炼效果增加1成，这妖牛逼！秦城心脏狂跳。别看只是增加1成，但这个特殊天赋可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修炼武功是1成，但修炼其他功法，譬如传说中的修仙功法，也是这样的效果。如此看来，这个天赋是何等的恐怖！实力越强，这天赋的效果就越发的强大。这次的奖励绝对是迄今为止秦城获得的最丰厚的奖励。闭关之前突然获得奖励，这对秦城来说还真是个好兆头。趁此良机，秦城再不犹豫，直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准备好好为突破做好一切准备。内功突破不同于外功，需要养好精神，全心修炼，等待最好的时机，再一鼓作气，再彻底突破。这个时机可能眨眼功夫就可以感受到，但也可能需要好几天。秦城已经做好了准备，闭关苦修1周时间来等待这个期限。至于藏书阁的任务之事，秦城早已请假，倒是不必在意。要不要把悟道时间用掉？正当秦城哭坐在室内为闭关做准备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起自己还未使用的奖励1个小时的悟道时间。系统奖励的悟道时间效果极强，上次使用，秦城就直接领悟出了朔光刀意。秦城如今最大的底牌，足以以弱胜强，甚至越阶斩杀敌人。那次的悟道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都让秦城获得如此大的收获，而这次奖励悟道时间可是上次的2倍，一旦使用，秦城必能收获更大。这令秦城心中一动，不禁隐隐产生了一种炽盛的想法。他想起自己最初修炼的功法五禽养生系，这门功法别看只是最粗浅的3流功法，但是却给秦城增加了大量寿命，在增寿效果上远超其他功法，乃至于先天一气功，这样品质足以堪比先天的顶级内功。光是3流增寿效果如此之大啊！若是这门功法可以修炼到更高的境界呢？当然，五禽养生系这门养生功法并不存在断骨境界的内容，否则这门功法也不可能传到烂大街的地步。若是以前，秦城当然不会去想靠五禽养生系成就2流这方面的事情，但秦城如今有悟道时间如此宝贵的奖励在身，他突发奇想，或许自己可以利用自己的悟道功法，将养生系的第2层给创造出来。这个念头乍一生出，秦城就彻底的抑制不住了。养生系光是炼皮境界就能给秦城增加整整10年寿命，若是能修炼到断骨境，那能增加多少寿元？对如今的秦城而言，寿命的诱惑简直高于一切。毕竟他的年龄实在是太大了，不如年轻人每分每秒都感觉到自己的死期不远，不比年轻人丝毫不用担心时光的流逝。可以试试。想到这里，秦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将从金不破身上得来的琥珀断骨功拿了出来，要推演功法，需要大量的武道知识，取长补短。悟道时间再牛逼，也不可能让秦城无中生有，凭空领悟出断骨境的功法来。因此，琥珀断骨功这门上乘断骨功法，在这个时候简直来的是太及时了。秦城仔细认真地观看起琥珀断骨功的内容，随后毫不犹豫地使用悟道时间。霎时间，他便陷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顿悟状态之下，思维疯狂加速，无数灵感从脑海中爆发开来。琥珀断骨功的精髓很快就被秦城彻底吃透，若是修炼这门功法，秦城不会有半点阻碍，进度之快将会超越任何同样修炼这门功法的人。
不过秦城使用悟道时间的目的可是创造五禽戏断骨镜的内容，而非参悟琥珀断骨功。很快，秦城便将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如何开创养生系的下一层境界内。大量的知识从秦城的脑海中涌出，五禽戏之精髓，琥珀断骨功中的断骨内容，乃至于就连先天仪气功这门内功的真正奥秘，甚至朔光刀意关于意境的领悟，在这一刻竟然全部都浮现出来。五禽养生系的第二层可不比第一层，第二层增加的寿命只会比第一层更多更长。这样的功法想要开创出来的难度显然极其之大。可以说五禽戏只有第一层还只是一门普通乃至低端的武道功法，但一旦出现第二层，这门功法的价值将超越武林中一切神功绝学，惹来无数人疯狂。毕竟增加寿命，哪怕是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都不可能拒绝如此诱惑。可想而知，第二层想要开创出来绝不可能简单，让凡人增寿，这已经堪称逆天的事情。武道终究是凡人的技巧，而非修仙之法，哪怕是修仙者只怕都不会想到区区一个凡人竟然异想天开到这个地步，还在凡人阶段就想着创造出增寿的功法。然而秦城却不觉得自己异想天开，无数的知识涌入脑海之中，融会贯通。秦城隐隐已经寻找到了方向，他有种预感，创造出五禽戏的第二层内容有希望，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即便意识到有希望，秦城还是发现自己遇到了阻碍。五禽戏的断骨境界内容确实可以开创出来，但是光凭一门琥珀断骨功的知识不足以让我做到这一点。在悟道状态之下，秦城里知道了几点，他已然发现创造出五禽戏断骨境界的功法绝非他想的那么简单，让凡人增寿的功法太过逆天，需要无数武道知识乃至医学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做到。而秦城如今掌握的武道知识太少，毕竟他迄今为止也就学了几门功法，这点积累根本不可能推演出足以让凡人增寿的逆天绝学来。可惜了。意识到现在做不到，秦城叹了口气，直接停止了悟道1个小时的悟道时间，只剩下了短短5分钟。但秦城并不觉得浪费，这50多分钟的顿悟状态之下，秦城不仅将琥珀断骨功彻底领悟，先天仪气功第二层的内容也领悟10分之彻底，为他今后修炼武道节省了无数力气。更难得是，他可以确定五禽养生系确实可以修炼到第二层境界，这个的希望可谓弥足珍贵，超乎其他所有收获。这次没有做到，但等今后我搜集到更多的功法之后再做推演，就可以真正创造出五禽养生功第二层的内容了。秦城眼中金光闪烁，顿时间他心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主要的目标，从今往后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搜集大量武道功法作为自己的武道积累。只要掌握的知识足够多，下次再获得顿悟时间，他绝对有希望创造出五禽养生系第二层来。他有所预感，一旦自己创造出那样的功法，将再也不必为寿元的事情所担心。接下来开始准备突破吧。想到这里，秦城叹了口气，就准备将脑海中的杂念抛出，闭上了眼睛，将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内功突破上面去了。秦城高估了他的心境，虽然在悟道时间内领悟了2门功法的精髓，他的收获不可谓不大，但创法失败让他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寿命的忧虑，还是令秦城不免有些心烦意乱起来。结果便导致他一时之间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突破。无可奈何，秦城只能慢慢地枯坐在室内，平复心情，寻觅突破良机。几天时间很快就这样过去，秦城依旧待在室内闭关，迟迟没有出关的迹象。但在秦城闭关的期间，外界却是突然间暗流涌动，山雨欲来。赤霄盟青山分舵的正厅内，此刻一众分舵高层皆是汇聚在此，一个个神色沉重，脸色难看。启禀齐真传，廖舵主，外面瘟疫变得越来越严重，普通百姓死伤无数，官府已经封闭了内城，让外城的百姓自生自灭了。更糟糕的是，听说青山城周围的许多村镇都已经突然发生瘟疫，大量难民正朝着青山城涌来。一位赤霄盟成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坐在正上方面无表情的齐先勇，又看了眼旁边面色难看的廖永元，心情不由更加沉重。青山城本就不太平，如今瘟疫突然爆发，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在这种局面之下，赤霄盟内部却出现了2个话事人，实在是不妙之极。虽然名义上廖永元才是负责青山城的舵主，负责这里的一切，但齐先勇作为一流强者，赤霄剑宗真传弟子，廖永元又怎么可能争得过齐先勇？不过短短几天，廖永元在分舵内部的话语权就几乎彻底旁落，高层们全部都倒向了齐先勇，廖永元也只能当个文章木头。齐师兄，这场瘟疫来得有些诡异，官府无力应对，按照和朝廷的约定，我们赤霄盟有义务出手帮忙。廖永元看向齐先勇，见到对方有些漫不经心的神情，心中不由一沉，有股不妙的预感。作为青山城分舵的负责人，他当然想要帮朝廷应对一下这场诡异瘟疫。问题是，他隐隐察觉到
齐先勇这位真传弟子似乎并不在意这场瘟疫。果然，这年头全天下到处都在打仗，瘟疫时不时的来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齐先勇不以为意的说道：何况我等武者身强体壮，并不惧怕瘟疫，瘟疫来得再凶猛，也影响不到我们赤霄盟。至于和官府的约定，齐先勇说到这里更是不以为意，官府能有什么麻烦？左右不过是一群刁民闹事而已，镇压刁民不正是官府最擅长的事情吗？哪里用得着咱们赤霄盟出手？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目光有些不善地看向廖永元。倒是廖舵主，我让你交上的名单呢？为何直到现在你都没有交上来？听到这番高高在上的话语，廖永元顿时心中怒火上冲。果然，他当日见到对方到来感到的不祥预感已然成真。齐先勇来青山城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出于公心，更根本的目的只怕是为了对付萧真传，争夺仙源。名单我已经交上去了。廖永元强忍着怒火，咬牙说道：糊弄谁呢？齐先勇冷笑一声，说话之间，一股可怕的气息从他的身上释放开来，狠狠地笼罩在廖永元的身上。是，好可怕的是。廖永元面色狂变，感觉到一股说不出的可怕压迫在狠狠地冲击着他的心灵。霎时，他面色发白，身躯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周围的赤霄盟高层们也纷纷色变，看着齐先勇的目光变得愈发的敬畏起来。这可是事啊，任何一位掌握了势的武者都算得上是顶尖天才，对那些没有掌握势的同境界武者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世上领悟出世的武者千不存一，哪怕是一流高手之中，也有许多人都没有领悟出世来。在齐先勇的压迫之下，廖永元摇摇欲坠，险些都快站不稳了。他心中震撼。如此可怕的是，齐先勇这个家伙距离领悟出意的地步已经不远了，一旦让他领悟出一种意境，就能够晋升先天。这个家伙实力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秦城若是知道廖永元的想法，只怕会大惊失色。秦城以为一流高手有资格掌握意境，但实则意境却是先天才可以掌握的东西。像秦城这样三流境界就领悟出意境的妖孽，不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少得可怜，可能整个武道历史上都没有几人。只能说秦城终究对武道了解太少，并不知晓他自己的底蕴远比他预估的要强大得多。秦城，一个70岁的老东西。这时齐先勇冷笑着看向廖永元，突然念出一个名字来，目光中却满是讥讽。此人倒是天赋异禀，短时间内竟然就实力强大到如此地步。若是他再年轻20岁，或许我还会相信你没欺骗我，但现在这种时间点，你觉得我会相信萧清雪会将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东西当成先天种子？名单上居然连这种人都有，你当我是白痴吗？齐先勇目光冰冷到了极点，丝毫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明明白白地告诉廖永元，他来青山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萧清雪。齐先勇作为赤霄剑宗真传，距离先天境界只差一步之遥的一流强者，心高气傲到了极点，怎么可能跟区区一个二流武者弯弯绕？直接冷声道：廖永元，我知道你交上来的名单里一定隐藏了几个名字，那几个人当中才是真正被萧清雪看中的先天种子。把那名单交给我，否则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你休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齐先勇，你怎敢如此放肆？我可是赤霄剑宗的长老。廖永元难以置信地看向齐先勇，简直不可置信，这个疯子竟然如此肆无忌惮，不可理喻，连他这位赤霄剑宗的长老都敢威胁，还扬言说要杀他。但话音方落，他的视野便被一尊白玉无瑕的手掌彻底笼罩。这对手掌仿佛拥有着无穷无尽的魔力，令得廖永元心神俱震，眼神都无法挪开，身躯动弹不得。直到砰的一声，廖永元的脑门便被齐先勇一掌按下，七窍溃血，眼神直直地倒在了地上，彻底断气。廖永元只怕到死再不敢相信，齐先勇比他想象的还要疯狂，说动手就直接动手，连一丝犹豫都没有。而周围同为赤霄剑宗派来的分舵高层们，此刻却都一个个视若无睹，对他这位曾经的上司之死竟然都当作没看到一样。只是表面上如此，实则这些高层心中发寒，庆幸他们早就投靠了齐先勇，否则以齐先勇这个疯子的疯狂，廖永元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齐先勇收回了手掌，对廖永元的尸体却是看也不看一眼，仿佛捏死了一只蚂蚁一般随意，淡淡开口，把廖永元隐藏的名单找出来，找出他隐藏的先天种子。是。一个个赤霄盟高层慌张的连忙答复。至于他之前名单上的那些人，齐先勇眼神一转，不由想到了那个令他觉得廖永元是用来糊弄自己的秦城。虽然他打心眼里不觉得秦城这种将要入土的老东西不可能是萧清雪选中的先天种子，但终究是萧清雪的人，只要是那个女人的手下，哪怕是个废物也不能留。齐先勇眼神玩味，官府不是想让咱们赤霄盟帮忙吗？找几个最危险的任务，
把之前名单上的那几个废物都派去帮忙。之前廖永元交的名单上确实有好几个人，但齐先勇却感觉那几个人都和秦城一样废物，不可能是萧清雪真正看重之人。即便如此，齐先勇也不准备留下这些碍眼之人。什么？齐先勇直接除掉了廖永元，还要借刀杀人，把秦城那几个人都暗中处理掉。一座古色生香的楼阁内，沈明月听到沈清带回来的消息，精致俏脸上陡然间阴沉下来，只觉得糟糕到了极点。齐先勇这个疯子，一个二流高手，竟然说杀就杀，他就不怕被赤霄剑宗怪罪？沈清面色也很难看，那可是二流断赃境高手啊，放在哪个势力不是核心人物？沈清可以肯定，赤霄剑宗的高层若是知道此事，只怕也都会震怒无比，必然会狠狠地处罚齐先勇。二流强者的损失，哪怕赤霄剑宗都会肉疼，谁能想到竟然这么疯？哼，为了追求仙缘，区区宗门的责备又算得了什么？沈明月脸色虽然难看，却并不觉得匪夷所思，而是眼神闪烁，立马意识到了什么。看来赤霄剑宗内部为了争夺仙缘，也开始斗得你死我活起来了。廖永元虽是萧清雪的人，但怎么说也是赤霄剑宗的核心成员，齐先勇毫无顾忌地将他除掉。很显然，他和萧清雪为了争夺仙缘，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是啊，那可是仙缘。沈清也反应了过来，面色也变得有些复杂无比。自古以来，为了争夺仙缘，别说是同门相残了，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之事都不断发生之过，哪个凡人都拒绝长生不老、超脱尘世的诱惑呢？赤霄剑宗与我无声教不一样，他们其实有修仙界的正统传承，若想获得仙缘，就必须培养出先天种子，获取位格。沈明月银牙紧咬，眨眼之间，他就想明白了齐先勇这个动作的缘故，脸色变得阴沉之极。很显然，齐先勇已经猜到萧清雪在这青山城内已经找到了先天种子，所以准备将这个先天种子找出来，化为己用。毕竟齐先勇也需要寻找先天种子才能获得仙缘。只是这个蠢货搞错了，廖永元那个有眼无珠的白痴也弄错了。他们都以为萧清雪选中的先天种子是其他人，却不知道被所有人忽视的那个秦城才是真正的先天种子。秦城拥有先天根骨，他虽然没有争夺仙缘的可能，但成为先天却是轻而易举，比任何人都简单。齐先勇这个蠢货不知道此事，才毫不犹豫地准备处理掉秦城。若他知晓秦城才是真正的先天种子，将其收为己用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这么毫不在意地除掉秦城？沈明月一想到这里，简直险些吐血。若是秦城就这么被除掉了，那他可就糟糕了圣女，这下该如何是好？要不要将秦城拥有先天根骨之事告知齐先勇？沈清听完沈明月的分析，也面色大变，意识到情况不妙，慌张的连忙想出个办法。只要齐先勇知道秦城是他要找的人，应该会收手吧？蠢货，提醒了齐先勇，我还如何谋夺秦城？沈明月冷冷地瞪了沈清一眼，暗骂这个白痴都想的是什么歪主意。一旦齐先勇知晓了秦城的资质，第一时间肯定就是将此人藏起来，到时候沈明月凭什么从一位一流断赃境的顶级强者手里抢人？想都不要想。圣女责备的是属下愚笨了。沈清善笑得道，他也知道自己犯蠢了，看样子不能再犹豫了，趁着齐先勇还没动手，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秦城那个炉鼎吃到嘴里才是。沈明月红唇中吐露出冰冷的决意来，语气毅然决然，只是眉目中却明显满是纠结。他虽然早已下定决心要和秦城双修，将秦城那70年的处男精气彻底采补，好突破自身的境界，但他终究也是一个黄花闺女，要和一个老男人做那种事情，是个女人都会感到纠结。所以尽管早就知道秦城对他好处巨大，只要采补他就可以立刻晋升一流，甚至领悟趁此良机参悟出意境，沈明月也迟迟还没有动手。只不过沈明月眼中的纠结很快就消失了，化为了无边的坚定之色。礼义廉耻终究只是凡人的道德观而已，我可是世人眼中的妖女，又怎能被这种可笑的东西所约束？尚且只要我能成为仙人，凡世间的礼法又算得了什么？事到如今，沈明月也知道他已经不得不立刻动手了。青山城突然闹起了瘟疫，别人以为只是普通瘟疫，但沈明月却很清楚，这场瘟疫绝对是长青子那个叛徒弄出来的，绝对和他施展的运灵尽数关系。瘟疫爆发的越强烈，意味着长青子的谋划便越接近成功，到时候他的实力必将突飞猛涨，晋升一流，甚至先天有望。这种状况之下，他不尽早突破，到时候只怕都不用他去找长青子报仇了，反倒要日夜担惊受怕被长青子找上门来。不愿坐以待毙，再加上还要追求仙缘，沈明月也知道于情于理自己都不能再犹豫了。罢了，反正也是我掀起了歹意，将我的身子便宜此人也不算太亏。沈明月悠悠叹了口气，随后便直接起身，身形一掠便消失在了大厅之内，直奔赤霄门而去。尚在闭关之中的秦城还不知晓，
他人在家中坐，或是却已经接踵而至。此刻的秦城也无心关注外界之事，已然陷入了突破的关键当中。接连数日的养气静心，秦城终于还是将原本创法失败的影响消除，终于就在不久前感受到了体内一身内力已经彻底的抑制不住，震荡了起来。就是现在，秦城眼中金光爆射，毫不犹豫，全力运起先天一气功。轰隆！一时间，秦城只感觉到体内仿佛有什么被打通了一般，一股清凉的气息陡然间从丹田中涌向四肢五骸，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在猛地提升了数倍。此刻的秦城只感觉自己只要调动内力，一击之下，足以生生的将一头成年公牛的头盖骨都轻易拍碎。力量、爆发速度、反应能力、弹跳力等等，全身上下全部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在的他，一个打之前的10个都轻而易举，战力可谓是获得了质的飞跃，总算是2流了。秦城感受着此刻体内强度恐怖的内力，脸上的笑容不由变得灿烂了几分。别看他只是刚突破2流，但他修炼可是先天一气功这门内力品质堪称顶级的内功，因此即便是刚突破的他，在2流之中也绝对算是位列前茅的强者。不过此刻的秦城可没有心思去感受自己实力，而是迫不及待地睁大了眼睛，看向自己的面板上寿命一栏上显示出的数字。内力突破2层，寿命又会增加多少？剩余寿命23年，只增加了6年。秦城愣了一下，旋即原本兴奋无比的心情霎时间就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他本以为自己晋升2流强者，寿命起码也得比晋升3流10多吧，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寿命的增长效果却远远比不上后者，甚至和之前先天一气功第1层修炼圆满时增长的寿命一样，只有6年。唉，毕竟不是五禽戏这样的养生功法，增加寿命的效果有限得很。秦城叹了口气，他早就该想到了，武道终究是有极限的，之所以能增寿，是因为练武，他的体质变得强大、健康。但武道修炼的再怎么厉害，他的本质终究是个凡人。凡人再怎么高寿，也顶多100出头，哪怕是先天强者，也顶多活个几十年罢了。看样子得抓紧时间把五禽戏第2层推演出来，当然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传说中的仙缘。秦城眼中闪烁，还能活23年，对他这个70老登其实算是不错了，毕竟等他寿终正寝都90多岁了，放在蓝星都算是高寿。可问题在于，秦城有了系统之后，野心也随之增长，一直向往着修仙。23年够他修炼到能够增长修为的地步吗？秦城心中很悬，他有预感，即便是他拥有了修仙的机缘，也需要漫长的时间用来修仙，23年太少了。所以在修炼有成之前，尽可能的增加寿命，对他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怎么说，秦城很快还是恢复了心情，成功晋升2流，终究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秦城从今往后终于有底气行走在这江湖之上，做许多不敢冒险去做的事情了。先出关吧。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小贤一个人在外面，怕是要担惊受怕了。秦城深吸了口气，缓缓起身，换了身衣服，便开门而出。只是刚打开房门，他就闻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奇特香味，好香啊！秦城有些意外，小贤这是恢复心情，居然有心思弄这种东西，估摸着是从外面哪里采了些野花回来。秦老，您出关了。似乎是听到了秦城的动静，方小贤从他的房间内走了出来，见到秦城，明眸中泛出一抹难以言喻的羞怯，白皙的俏脸浮现出一抹微红。实力有所进步。秦城看了看方小贤，愣了一下，旋即淡笑着点头，朝着方小贤走去，漫不经心的道：小贤，这香味是怎么回事呢？看到秦城的接近，方小贤玲珑娇躯微微颤抖了一下，俏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正要开口，但陡然间便见到先前还一脸慈祥的秦城，陡然间面色变得杀气腾腾腾，恐怖无比的气息从他那具苍老的身体之中爆发开来，狠狠地碾压在他的身上。只见方才还漫不经心的秦城，在靠近方小贤的刹那，便闪电般出手，在后者尚未反应过来的瞬间，便一把掐住了方小贤的脖子，眼中惊怒无比的道：沈明月说小贤在什么地方？是的，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方小贤，而是沈明月。秦城见到他的第一眼，看虚眼便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不得不说，沈明月的易容之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地步，但再怎么神奇，又如何瞒得过看虚眼？不过秦城到底性子老辣，发现对方身份的瞬间并没有露出破绽，装作没有发现对方的虚实，缓缓靠近对方之后，才突然出手，一把成功将对方制住。哪怕沈明月也是2流强者，实力深不可测，但面对一位同样是2流高手，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全力偷袭，又怎么可能反应得过来？不过看到沈明月被自己掐得脸色发紫，几乎快要窒息，哪里说得出话，秦城这才稍微松开了一些力气。嗨嗨你，
沈明月俏脸发白的咳嗽起来，一双美眸中充满了震惊，像是看见了鬼一样的看着秦城。你晋升了2流，还领悟出了异，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还有，你居然能够发现我的易容之术，先天根骨竟然妖孽到这样的地步，这怎么可能？说话之间，沈明月五官和身材都开始恢复本来面目，很显然是使用了缩骨功之类的手段。此刻的沈明月心中简直是充满了惊涛骇浪，因为短短的瞬间，秦城施展出来的手段惊得他简直都快傻眼。意境，这可是先天强者才能施展出来的武道最强手段，秦城一个刚突破的2流，居然能施展出这种东西来，这也太过妖孽了点。哪怕是先天根骨，也不可能这么妖孽吧？我没时间跟你废话，说，不然死！秦城眼中迸发出森森的杀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不过了闭了几天关，竟然又被人接近了身边。更令他惊怒的是，小贤有可能被伤害到了。就算沈明月能够给自己刷取奖励，倘若这个妖女做出损害到他，伤害到方小贤的事情，秦城也会毫不犹豫地辣手摧花。秦城心知肚明，他可不是系统说的男神，而是一个活了70年的老登，说老奸巨猾都不为过，怎么可能轻易会放过真正威胁伤害自己的人？感受到秦城那恐怖到几乎快要化为实质的杀机，沈明月脑海中一片空白，那双美眸中不禁泛出一抹惊恐之色，因为他这次是意识到了，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真的动了杀心，一旦自己回答不好，下一刻真的可能丧命。他慌张的连忙道：秦城，你别乱来，我没有伤害到那个女人，我将她藏在衣柜里面。秦城毫不怜香惜玉的掐着沈明月的脖子，直接拖着她朝着衣柜而去，随手将衣柜……等等！沈明月想到了什么，面色大变，不要打开。秦城哪里会在乎沈明月的话，毫不犹豫的打开了衣柜，就看到方小贤手脚被捆住，嘴上用布堵上了，一双柔弱的美目中满是泪水与担忧。看到秦城，他眼中顿时露出惊喜之色，但沈明月却面色叫苦不迭。完蛋了，这个女人也要中迷魂香了，秦城该不会杀了我吧？迷魂香正是秦城闻到的那股香味，这种异香真实的作用就是让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就连武者都抵挡不住。一旦中了这种异香，就必须尽快阴阳交合，否则下场惨淡。秦城连忙将堵着小贤的布取了下来，解开他身上的绳子。嗨嗨，秦老！方小贤咳嗽不止，眼泪都快被呛出来了，旋即却是目光愤恨地望向沈明月。你也是吴家的狗吗？没想到长得如此标致，却恶毒如蛇蝎。方小贤下意识地将沈明月当成了吴家之人，一想到短短数日内吴家竟然屡屡对他下手，他心中对吴家的仇恨也愈发的强烈了。愤怒之下的方小贤全然没有察觉到，他那精致无瑕的脸蛋上不知觉间浮现出一抹酡红之色，悄然间体内产生了些许。但太过激动之下，方小贤却并没有察觉到这点异样。小贤，此人并非吴家之人，他是冲着我来的。秦城有些愧疚地看向方小贤，不得不开口解释一下，免得方小贤太过自责，将他自己当成灾星了。他可是太了解方小贤了，知道这个女孩外柔内刚，从来不会心安理得的将秦城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一而再的给秦城惹来麻烦。女孩本就已经惭愧之极，若非大仇在身，只怕早就已经不好意思继续耽搁秦城，离秦城而去了，冲着您来的。方小贤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不由松了口气去。若沈明月还是冲着他而来的，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秦城了。尽管如此，他看着沈明月的目光却依旧变得愤恨，冲着秦城而来，这对如今对秦城尊敬无比的方小贤而言，亦是不可饶恕的行为，甚至比单纯冲着他而来更为不可原谅。沈明月，没想到你竟敢如此疯狂，在赤霄盟内部就敢对我动手。秦城随后却是愤怒地望向沈明月，之前他还看在奖励的份上，对沈明月这个妖女只想着虚与委蛇，并没有动过杀心，但如今对方已经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乃至于身边的方小贤，如此行径，秦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轻易饶恕对方，哪怕对方再怎么漂亮，还是系统认定的目标也不行。但令秦城奇怪的是，沈明月现在的表现极其的不自然，甚至有些惶恐地看向方小贤，根本无心给秦城解释。你这是什么表情？秦城皱眉，正有些不耐烦，突然间感觉到自己身体变得有些难受。等等，香味！秦城顿时变色，意识到什么，狠狠地掐住沈明月的脖子。他突然想起方才自己拉开木柜时，沈明月惊慌叫住自己的行为，顿时慌了，连忙看向方小贤。这时候，方小贤那张娇俏的脸蛋已然变得通红无比，一双美眸也变得恍惚，一向气质清纯可爱的小贤，此刻竟给秦城一种说不出的妩媚诱人起来。更令秦城感到难堪的是，看到小贤如此诱人的模样，他竟然可耻的心动了。武者气血充沛，对那方面的渴望本就远超普通人。秦城如今已经70岁了，
按理说早就没了那种念头，但自从他成为武者之后，他的身体也比那些健壮的成年男性都要强壮，正常男性有的东西他也具备。眼下一个清纯少女突然变得如此诱人，他又中了妖女恶毒的手段，可想而知怎么可能毫无反应。秦城意识到大事不好，他哪里还不明白，那股香味其实是迷香，妖女想用迷香让自己失去反抗之力，乖乖被他采捕。方小贤被关在木柜里面，本来不会中迷香效果，但秦城将木柜打开，最终导致现在如此糟糕的局面。说起来，方小贤现在中了迷香，秦城起码占到了一半责任。秦老，而就在这个时候，方小贤也终于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红着脸喃喃开口。他突然间感觉到眼前的秦老身上好像也多了一层说不出的魅力，令他想要靠近。见到这一幕，秦城心急如焚，脸色难看之极，眼中杀机毕露。妖女，你做了什么好事？把解药拿出来。未经之计，只有让妖女交出解药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解药，此迷香乃是以秘法所制，中了秘法之人，无论男女都必须进行那种事情才可以解除毒性，否则气血会一直沸腾不断，直至冲破浑身经脉而死。沈明月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看着秦城眼中冰冷到了极点的杀气，顿时慌张地看向秦城。秦城，我一开始从未想过对这位女子下手，你刚才也听到了，我试图阻止你，是你自己没听我的话。沈明月是个聪明到了极点的女人，短短片刻，她就看了出来自己对秦城的手段恶劣，秦城或许还有可能原谅她，放她一马，但倘若伤害到秦城身边的女人，这个老男人可不会怜香惜玉，绝对会做出辣手摧花的事情来。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撇清方小贤变成这样的责任。你当我是白痴，没有解药，为何你自己没事？秦城听到这话，眼中根本不信。他虽然自问自己不是好人，却终究还是有些底线，哪怕系统绑定了方小贤，秦城也从始至终从来没想过要和方小贤发生些什么。他可是一直都将方小贤视为晚辈，怎么可能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因为我的体质原因，我从小用秘药淬炼肉身，不会被这些奇毒所影响，但除了我，其他人很难抵抗这些手段。感觉到秦城的手掌加大了力气，沈明月更慌了，她可是志在修仙，野心深厚的女人，绝不能死在这个地方。不能解毒是吧？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秦城冷着个脸，面无表情的，似乎就要准备直接捏死沈明月。我真的没有解药。秦城，你不能杀我，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过杀你的心思，最多只是想和你双修而已，借机晋升一流。沈明月俏脸发白，慌张的大喊。秦城脸色难看之极，听到这话，恨不得直接就要捏死沈明月。事到如今，他已然有些相信，这种迷香可能还真没有解药。毕竟沈明月这种惜命的女人，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还敢撒谎。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也开始涌动起来，强烈的渴望从心中迸发。更令他心慌的是，此刻的方小贤已经不受控制的朝着他粘了上来。秦老，小贤。秦城脸色变幻莫测起来，顿时变得揪心无比，眼神有些不敢去看此刻的方小贤。哪怕他再怎么保守底线，但他终究也是个男人，面对方小贤这种清纯可人的少女，如今这个模样，荷尔蒙都会不受控制的强烈激发出来。更何况秦城现在也中了迷香。秦城，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沈明月慌张的开口，不赶快行房事的话，你身为武者还能撑一会，但这个女子可就要死了，她毕竟只是个普通人。说这话的时候，沈明月可是心如刀绞，几乎快要吐血。秦城可是他盯上的炉鼎，结果自己却要让秦城赶快将他珍贵无比的处男之身交给另外一个女人。但沈明月却又不得不说出真相，他早就看出来了，方小贤若是死了的话，秦城绝对不会放过自己，所以他必须让秦城赶快去救方小贤。都怪你这个妖女。秦城双目喷火地看向沈明月，恨不得当场宰了妖女。但感觉到方小贤的变化和自身不受控制的身体，他终于意识到不能再犹豫了，否则万一方小贤真的出了事，自己可就万死不辞了。沈明月确实该死，但秦城纠结良久，最终还是放弃了杀掉沈明月这个蛇蝎妖女的念头。不管怎么说，这个妖女对秦城还有着很大的作用，如今落到了秦城的手里，对秦城造成如此大的麻烦，不把他一身好处榨干，秦城如何能够忍受？想到这里，秦城从怀里摸出一颗丹药，毫不犹豫地往妖女嘴里塞了进去。嗨嗨！沈明月猛烈咳嗽起来，旋即惊怒无比地看向秦城：你给我吃了什么？你的毒药效果诡异，但我特制的毒药也不差。秦城冷冷地看了沈明月一眼，这妖女狡诈之极，不拿毒药控制她，谁知道此女会不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危害？沈明月顿时勃然变色，然而不待他开口说话，秦城就已经一掌将他拍晕。
随后迅速用绳子将她绑了起来。做完这一切，秦城感觉自己的头脑都要变得不清晰了，身体更是已经抑制不住。而另一边的少女更是不堪，看着少女的修长动人的身姿，秦城深吸了口气，内心又是惭愧又是不受控制的炽热与蠢蠢欲动。小贤，抱歉了。意识到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最终秦城还是神色沉重地下定了决心。这种时候犹豫只会害人害己。想到这里，秦城伸手以公主抱的形式将少女抱在怀里，朝着自己的卧室而去。春宵苦短，一夜过去，秦城神色复杂地看着脑海中的提示，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你与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走到了今天，品味到了禁果的滋味。毫无疑问，你已经成功地成为了一名男神，夺走少女的身心是男神最崇高的目标，没有之一。恭喜你，你取得了男神第一阶段的结局，却也即将开启新的阶段，与女人建立真正关系，往往从此刻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开始。获得成就，男神之路1阶段完结。获得奖励，纯阳灵种。此灵种与曾经修仙界当中的顶级双修体质纯阳灵体有关，效果虽远不如纯阳灵体，却依旧是极品灵种，与女子双修往往事半功倍，效果极佳。这次的奖励不可谓不丰厚，既然是极品灵种，甚至跟修仙界的极品体质有关系。比秦城之前得到的那个劣等灵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得到这个灵种的刹那，秦城就感觉自己的体质仿佛发生了极其巨大的蜕变，一夜之间自己的实力几乎增加了1倍多都不止。他更是隐隐察觉到自己如今施展刀意几乎不会再有任何限制，威力更是远超之前数倍都不止。现在的秦城只觉得自己遇上了一流都未必不可正面一战，乃至于将那些一流强者斩杀当场，这就是顶级灵种的效果。若是平日得到这样的奖励，秦城定然大喜过望，但如今秦城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得到这个奖励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点。看着身旁满脸疲惫昏睡着的少女，秦城叹了口气，他怎么也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然会和方小贤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事到如今做都做了，秦城以前再如何纠结，也终究是时候接受现实了。他可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既然已经夺了少女的身子，他自然早就做好了准备，对她负起责任来。伸手轻轻抚摸着少女的秀发，秦城眼神中满是坚定，喃喃自语：小贤，是我不助你啊，不过错已酿成，无论如何我都会对你负起责任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女人。我虽然年龄已大，但我早就听说这个世上还有修仙者，你放心吧，过不了多久我会成为一名修仙者，返老返童，到时候年龄对你我来说将不会造成任何阻碍。秦老，请不必太过自责，小贤并未怪罪您。就在这个时候，方小贤的声音忽然响起，秦城不由看了过去，只见方小贤不知何时已经醒来，一双美眸中亦是充满了复杂与羞怯。其实方小贤也早就醒来了，只是一直装作没有醒而已。一开始意识到自己和秦城发生的事情，方小贤简直羞愤欲绝，内心又何尝没有悲愤。再怎么感激秦城，终究秦城和他年龄差距也太大了点，发生这种事情哪个少女接受得了？但方小贤终究是个性子温柔的女人，她也知道秦城也是迫不得已，为了救自己才那样做，终究还是为了她。何况秦城以前就为了她做了那么多事情，方小贤对秦城也根本就生不出丝毫的怪罪来。小贤，秦城见到方小贤醒来，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一番，但最终他知道再多解释也是废话而已，于是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了方小贤。我们成亲吧。要了人家的身子，秦城自然不会不负责任。当然如果方小贤不愿意嫁给他，秦城当然不会强求，但这可是封建礼法的时代，要了黄花闺女的身子不提亲，那可是真的耍流氓。以方小贤的性格，秦城若是不开这个口，这个女人只怕会羞愤自尽，以为秦城对她始乱终弃。果然听到秦城这番话后，方小贤愣了一下，旋即一双美眸中泛出一抹羞怯，也心中松了口气，旋即便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既然已经发生了那种事情，除了嫁给秦城，方小贤可没想过其他的选项。小贤，秦城听到少女的回答，尽管早有所料，已经不禁感动。70多的人了，秦城都打了一辈子光棍，都做好准备孤老终生，没想到临到老了还能娶妻成家，还有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愿意成为他的妻子，这令秦城有种人生即将圆满的感觉。这一刻，秦城内心发誓，他一定会善待小贤一辈子，肩负起身为丈夫的责任。小贤这边幸好没有出事，还同意和秦城成亲，秦城也总算是松了口气，他就怕小贤想不开。好在少女比秦城想的要坚强。不过方小贤没有出事，
秦城可没有忘记一切的罪魁祸首。秦城来到关押沈明月的房间，看着一脸苍白的沈明月，冷声道：“妖女，你想怎么死？秦城，放过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沈明月抿着嘴唇，看着此刻的秦城，美目中充满了不甘。他知道秦城已经失去了元阳之身，这意味着秦城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先天根骨，70年的元阳之身，这么极品的炉鼎就这么失去，沈明月简直心在滴血。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如此完美的炉鼎了，即便找得到，现在也晚了。既然秦城不再是他心目中的完美炉鼎，沈明月决定换一个方法与秦城合作。即便不再是完美炉鼎，但秦城如今晋升2流，以及掌握了意境的天赋，对沈明月也是极大的帮手。秘密，你说的不会是仙缘吧？无声教圣女。秦城冷冷地看着沈明月，一字一句的直接点出他的身份。你怎么知道？沈明月瞬间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看着秦城，不敢相信此人竟知晓自己最大的秘密。秦城冷笑一声，就知道这妖女会傻眼。他可是故意说出对方的身份，就是为了狠狠地震慑这个妖女。如何处理妖女，秦城也很纠结。对方准备拿自己当炉鼎，可谓用心险恶，杀了对方都不为过。但如今冷静下来，秦城终究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系统绑定的目标可不多，秦城实在舍不得减少一个。对方固然用心险恶，但一开始也并没有杀自己的心思，就这么杀了他，秦城确实做不出来。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妖女可不是什么老实人。秦城饶他一命容易，但倘若对方是个白眼狼，转眼就回来报仇怎么办？对付不了秦城，还对付不了方小贤。别忘了，这次方小贤就遭了毒手。所以秦城最终决定要让这个妖女为自己所用，彻底的控制她，给自己做事。对方身为无声教的圣女，知道无数秘密，还是一位2流强者，实力不俗。若是对方愿意给秦城做事，可以给秦城省去无数麻烦。但如何控制一名妖女，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胡萝卜加大棒只是最基础的方式。妖女，你管我怎么知道的？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你的小命已经为我所致。秦城当然不会向妖女解释，他目光玩味地看着妖女。你若想活命的话，最好从现在开始思考，用什么来换取你的性命。沈明月紧紧抿着嘴唇，目光满是惊疑地看着秦城。本以为这个老头只是个走了狗屎运，拥有先天根骨这种好资质，除此之外便一无是处了。可现在秦城一再显露出的秘密，无不令沈明月意识到，眼前这个老人比他想象的还要神秘，还要深藏不露。顿时间，沈明月对秦城就不由心生出一丝说不出的恐惧感来。但不知为何，在这股恐惧感之下，沈明月心跳却莫名加速起来，有股说不出的小兴奋。沈明月有些诧异，为何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但很快就无心去思考那么多。他目光悠悠地看向秦城。秦城，我落到你的手里，是我技不如人，咎由自取。你直说吧，你要如何才愿意放过我？我知道你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放过我。好，你也算是个聪明人。秦城用欣赏的目光看了眼沈明月，随后毫不犹豫地说道：很简单，你这种人我可信不过，要我放过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你当我的狗。听得这话，沈明月俏脸不由涨红，美目中满是屈辱，娇躯不由颤抖到了极点。她堂堂无声教圣女，无数信徒们崇敬的无上神女，这个该死的低贱凡夫，胆敢让自己如此尊贵的人当他的狗，岂有此理！一想到圣洁如自己，如同一条低贱的狗，在这个老东西面前起手摇尾的谄媚模样，沈明月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画面，身躯颤抖得更加剧烈。她俏脸涨红，紧抿着嘴唇，半晌才颤抖地张开嘴。秦城，我可是无声教圣女，我无声教虽已没落，却依旧有着无数信众。你确定你想让我当你的狗？秦城冷哼一声：3年，只要你肯给我当3年狗，我就放你自由，这是我最低的要求，否则我只有杀了你一个选择了。你也别以为我会惧怕你无声教的报复，我不相信如今你们无声教还能拿出多少强者来。3年之后，秦城自信自己早已成就先天，甚至成为传说中的修仙者都说不定。到时候这个妖女对自己将失去任何威胁，即便到时候放了这妖女也不是不行。听到这一番话，沈明月俏脸变换个不停，似乎纠结到了极点，美目也满在屈辱与羞愤之间来回变化。但最终她还是不甘地低下了头，咬牙道：好，我答应你。别装得像是被逼无奈一样。秦城冷笑一声，对妖女那逼真的演技却是不屑一顾。他知道妖女只是在自己面前装成无可奈何的屈服，实则等她活着离开这里后，只怕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解毒。我不是装的。沈明月紧抿着嘴唇，一脸屈辱的表情说道：少废话，你若有本事解除我的毒药，那就算你厉害，到时候你想报仇也好，我全都接着。
秦城不以为意地点破妖女的小心思。沈明月听到这话，知道也没必要装下去了，俏脸上的屈辱表情瞬间消散，露出一丝浅笑。那好吧，秦老，现在可以说出你的目的来了吧？毕竟妾身现在可是你的狗，你想要什么，妾身都无法反抗您呢。说到这里，沈明月美目妩媚中的瞥了秦城一眼，阴唇故意轻轻张开，吐出一个汪字来。既然是当狗，当然得学狗叫。这不知廉耻的妖女。秦城老脸发烫，尽管明知妖女是在蛊惑自己，他却不得不承认，看着妖女露出这般妩媚的模样，他还是可耻的心动了。但他迅速的冷静下来，提醒自己，这个妖女的外在表现，自己绝不能轻易信任。妖女就是妖女，什么都做得出来。妖女，少在我面前玩这一套。秦城稍微释放出一丝烁光刀意，碾压在妖女身上。获得纯阳灵种之后，秦城对刀意的掌控已经到达了如指必使的程度，一丝一毫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霎时，妖女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仿佛被一道凌厉的刀锋不经意地划过，可怕的锋芒仿佛将她的脑海切开了一样。沈明月面色顿时苍白无比，之前那股媚态瞬间消散不见，看着秦城的目光变得惊恐起来。感受到秦城的刀意强大，沈明月意识到秦城的不好招惹，立马就彻底老实了，哪里还敢蛊惑秦城，只得老老实实的恭敬低头道：秦老赎罪，你要问符吗？尽管问就是了。我问你，你们嘴里的仙缘到底是什么意思？秦城故作漫不经心，实则死死地留意着沈明月的脸上任何细微的表情。仙缘显然是秦城如今对沈明月身上最为关注的事，之前对仙缘一无所知，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秦城自然得抓紧一些，从妖女身上逼问出来。仙缘，沈明月倒是不意外秦城会问这个，毕竟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听说了仙缘能忍住好奇的。他开口说道：所谓仙缘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修仙者降临我等绝灵之地，为我等凡夫俗子带来一次入道之机缘。谁若是气运雄厚，自身了德，便能够在这次入道机缘之中获得成为修仙者的资格。随着沈明月的娓娓道来，秦城的眼睛不由瞪得不由越来越大，越发的震撼。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修仙者，修仙者的神奇也超乎了凡人的想象。但哪怕明知这个世界有修仙者，他们所在的国家大乾王朝却无法修仙，因为修仙需要灵气，而大乾王朝位于绝灵之地，这里的人哪怕再怎么资质妖孽，只要出生在这绝灵之地，便注定了将失去成为修仙者的机会。生于大乾王朝，想要成为修仙者就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每经过100年，会有一些来自灵圣之地的修仙者亲自降临大乾王朝，选取一些拥有修仙资质的凡人。大乾王朝的凡人们若想成为修仙者，便是在这一次仙降之日之中争取到仙人的认可，被仙人选中，带到修仙者的世界。若是错过机会，凡人再想接触到修仙者，那就得等到100年后。很显然，对如今的秦城而言，哪怕他能晋升先天，也不可能再活100年。所以这一次仙降之日，秦城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被修仙者选中，带到修仙者世界去。若想被修仙者选中，就必须拥有修仙者资质。你说的修仙者资质，难道是指灵根吗？秦城眼中闪烁，想起上次获得灵种时，系统曾经提到过的信息。如今的灵种，可都是当年灵根残留下来的东西。灵根？沈明月奇怪地看了眼秦城，什么灵根？秦老，你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修仙者资质指的是灵种。秦城看了眼沈明月，心中松了口气之余，又有些好笑。沈明月估计对修仙者的了解，估计也是个半吊子，居然连灵根都不知道。看来无声教没自己想的那么深藏不露嘛，对修仙者的了解也是有限。这倒算是个好消息。那如何获得灵种？秦城不由看向沈明月，他自己有灵种不假，但他如今已经打算和小贤成婚，若是要修仙，前往修仙界，不可能将小贤独自留在这里。虽说尚且不知小贤拥有灵种，但提前准备获得灵种之法也是很有必要的事。听到这话，沈明月脸色却变得难看起来，冷哼一声：灵种天生，若是你没有灵种，那就意味着这辈子都不可能修仙，最好早点死了这条心。他想起如今最近开始肆虐的瘟疫，心情顿时变得更加恶劣起来。就为了灵种，不惜嫌弃瘟疫，祸害整个青山城。长青子这种人，沈明月实在不想再出第二个了。很显然，沈明月不相信秦城可能拥有灵种，拥有灵种的人在绝灵之地极其稀少，哪怕100万个当中都未必会诞生出一个来。拥有灵种的几率如此渺茫，秦城都已经拥有了先天根骨了，怎么可能还能拥有灵种？再妖孽的人也不可能妖孽到这个地步。所以沈明月也担心秦城若是知道自己没有灵根，会不会变得和长青子一样，这才连忙严厉警告秦城。是吗？秦城看得出沈明月的脸色有些不对劲，不由皱眉，看样子这个家伙还藏着些秘密啊。不过他看上去如此抵触，自己哪怕再怎么逼问，对方也不见得愿意透露。
既如此，那不如去打听些别的东西。很快，秦城就从沈明月的嘴里得知了大量他以前无从知晓的秘密，其中就包括了青山城的秘密，为什么这座城市会被赤霄盟和他这位无声教圣女同时看中，以及三大世家的秘密。青山城之所以被看中，那是因为这座城市在数千年前的灵圣时代是修仙世界的一个顶级势力的山门所在。正是因为如此，每过100年，被安排来到大前王朝的修仙者们都会特地来到青山城。至于三大世家的来历，就有些令秦城发笑了。每次仙降之日，来到凡间的修仙者们自然会被本地的权势人物们送上无数漂亮的女人，提供给那些修仙者们灵性。而三大世家的祖上其实就是上次仙降之日那些修仙者们灵性过的女人留下来的后代，只是几名临时被修仙者宠幸了几天的女人留下的后代，便能够在这100年时间内成为一座城池里的顶级世家地头蛇。修仙者的高贵与权势简直令秦城愈发向往。仙降之日还有多久？秦城忍不住问出最关键的问题。5年，按照记录，新的仙降之日就在5年之后，到时候定然会有修仙者来到青山城。沈明月倒也没有隐瞒秦城，这个秘密其实很多大势力的人都知道。当然，沈明月其实还隐瞒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仙降之地其实并不是只有青山城一个地点，因此青山城在许多追求仙道的势力眼中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只不过此地也有一些特殊之处，但那特殊之处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但这样的机密沈明月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透露出来的。5年吗？倒也来得及。秦城眼中闪烁，他修炼武道这才多久，就已经成就2流实力了，5年之后妥妥的可以晋升先天，到时候以他的实力争夺仙道机缘应当问题不大。毕竟他可是拥有纯阳灵种以及劣等灵种2种灵种在身上，这样的资质怎么看都有资格被修仙者给选中吧。弄清楚了仙缘的问题，秦城又看向沈明月。妖女，你作为无声教的圣女，身上应当有不少功法吧？秦城想创造出养生功之后的境界，可是缺乏大量功法。沈明月简直是来的正是时候，不将他一身好处榨干，秦城可舍不得就这样将他放走。听到秦城这话，沈明月顿时气得牙痒痒。他现在愈发的发现，秦城这个家伙简直是个老奸巨猾的吸血鬼，逼他当狗也就算了，还要逼问他身上的功法。无声教早已没落多年，我们教内诸多功法早已失传，我身上最厉害的功法也就能够让我修炼到1流境界，但那是我无声教的不传之秘。沈明月不爽地看向秦城，忽然他眼中一动，随后嘴角微微扬起。你要学也可以，除非你愿意在无声老母的圣像叩首3000次，对天发誓加入我无声教。以你的资质，若是你愿意拜入我无声教，何止我身上的功法，所有无声教的秘密我都愿意如实相告。妖女，我才给你点颜色，你就打算开染房了是吧？秦城目光一冷，这妖女似乎有点喜欢打蛇上棍，忘记了她性命在自己手里呢。让她加入无声教这种没什么前途的教派，还要对什么无声老母的圣像叩首3000次，怎么可能？她又不犯贱。沈明月神色一僵，随后没好气的道：我说的是真的，我教心法乃是无声老母所传，其实有些神异之处，若是我教之外的人学了那门功法，必定会遭遇不测，当场横死。大前王朝的太祖就是试图强行修炼我教的心法，结果当晚修炼这功法的当天便惨死在皇宫当中，不然大前王朝怎么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那大前太祖死得太早。什么？大前太祖早逝是修炼了你们无声教功法的缘故？秦城吃了一惊，他最近在藏书阁读了不少书，得知大前太祖确实死得很早，才40多岁就死了。大前太祖可是先天强者，当初大前王朝的第一强者，但凡是个先天强者，哪怕再弱也可以活上120岁，大前太祖只活了40年，确实十分之奇怪。现在得知真相，秦城顿时对沈明月的话有些相信起来。那门心法可能真的问题很大，只有无声教的人能够修行。此事可是拥有修仙者存在的世界，再怎么诡异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搞不好无声老母是真的存在的也说不定。秦城想到这里，顿时停了修炼无声教的功法的念头。毕竟无声老母若是真正存在的仙神，在这样一位仙神的神像面前发誓，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秦城可不敢以身犯险。罢了，1流功法找别的渠道再想办法也不迟。秦城皱了皱眉，既然1流功法找不到，秦城决定让这家伙去找别的功法。那2、3流的功法，你身上总该有一些吧？乖乖给我默写下来，做完这一切，你就可以暂时离开了。沈明月听到秦城颐指气使的语气，顿时心中气得不行，但此刻人在屋檐下，他也不敢来乱，冷哼一声，知道了。2、3流的功法而已，他倒也不是很在乎，比起自己的自由，这种境界的功法他还是很舍得拿出来开的。很快，秦城就从沈明月的手里获得了足足有好几门功法，其中2门都是断骨功法，其中1门是秦城修炼过的琥珀断骨功。
除了这3门功法，还有一门功法更是给秦城带来的不小的惊喜。这是一门名为易骨功，可以易容改变面形，还能缩骨改变自身的体型。沈明月正是靠着这门易骨功，才伪装成方小贤的潜入秦城的身边。这种易容手段实在是太过神秘诡异。事实上，若非秦城拥有看虚眼，还真未必能发现沈明月是假扮的。这也足以说明这门易骨功的神奇。功法到手，秦城也没有直接开始修炼，而是自然是遵守诺言，将沈明月身上的绳子都切断开来。妖女，从今往后，你尽可能多的给我搜集各种武道功法。你每搜集到一本功法，我都会相应的减少你的仆人期限。秦城很清楚，哪怕自己要挟住了沈明月的性命，也不可能真的要挟他做任何事情。想让沈明月做事，必须给他点好处才行。减免当狗的期限就正合适，反正不用秦城出真金白银。这可是你说的。听到这话，沈明月眼中一亮，能够早点获得自由，他当然是巴不得了。秦城没有废话，你可以走了。他并不担心沈明月走人了就改变主意。秦城对自己研制出的毒药可是很有信心，在医道之心的加持之下，秦城无论是学医还是学毒都是轻而易举。以他现在的水平制作出的毒药，别说沈明月只是2流断骨境了，哪怕他晋升1流又如何，照样不可能解除秦城在他身上安插的手段。不过就在沈明月转身离开的时候，秦城没想到的是，系统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提示信息。作为一名男神，你拥有自己的行事原则，好女人别错过，坏女人别放过。你顺利调教了一名魅惑众生的妖女，并安排了任务给她，很好。你已经在男神之路走上了另类之路，获得成就。主人的任务1，获得奖励，趋吉避凶，机会1次。主人的任务是什么鬼？秦城嘴角一抽，这破系统又在这里搞怪了。自己不过是动用了点手段，安排妖女给自己做事，结果被系统描述为主人的任务，实在是过分。不过看到系统竟然有奖励，秦城还是小小的闭上了嘴。趋吉避凶，这可是保命机缘，秦城巴不得这样的机缘来得越多越。咚咚，就都沈明月刚走不久，房门处传来敲门的声音。秦城眉头一蹙，心下奇怪，沈明月这是怎么了？居然不抓紧时间离开。拉开门一看，没想到对方不是沈明月，而是赵贵。秦老见到秦城，赵贵眼中一亮，但旋即便不由露出苦笑之色。小赵啊，你怎么亲自登门了？秦城疑惑地看向赵贵，对这位赤霄剑宗的弟子，秦城还是比较有好感的。但欣赏，秦城并没有将自己实力突破的消息说出来。对外人，秦城向来喜欢藏一手。是这样的，秦老。赵贵嘴角抽了抽，随后无奈地看着秦城。最近青山城爆发出了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搞得城内到处都是人心惶惶，危机事件频出，官府都不得不求助我赤霄盟，让我赤霄盟的武者出手帮官府镇压那些作乱的贼子。齐师兄便下令让一些赤霄盟的武者帮助官府解决一些麻烦事情，而秦老您把就在选中之列。等等，青山城竟然爆发了瘟疫。秦城吃了一惊，怎么突然就会出现瘟疫？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想起之前的沈明月，秦城脸色阴沉，这个妖女可真不老实，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透露。是的，这场瘟疫实在是有些诡异。我听说那些中了瘟疫的人，一个个都会爆发出极其可怕的实力来，甚至一些普通人临时之间竟然获得对抗武者的力量。赵贵神色凝重地说道，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若非亲眼所见，他都怀疑是不是真的。秦老您可能不知道，我可是亲眼见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从未练过武功的农夫，突然之间就爆发出堪比3流武者的可怕力量来。不过那人只是爆发出一击之后便全身崩溃而死，得了瘟疫的人都差不多如此，虽然能临时爆发出可怕的力量，但都是用生命换来的代价。什么？从未练过武功的农夫突然爆发出堪比3流武者的力量？秦城面色微变，什么时候武者这么不值钱了？这个念头刚生出，秦城突然感觉有些古怪，他好像在什么地方同样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稍微一想，秦城面色骤变，猛地想了起来，那天血狼帮内血狼帮的帮主突然间就拿出了10个武者来。当时秦城可是被震撼的不轻，一群底层打手，血狼帮帮主是怎么做到将他们速成武者的？可现在听到瘟疫的事情，不知为何他突然产生一种预感，或许这场瘟疫跟那位血狼帮帮主有关，或者说血狼帮帮主身后的吴老三有关系。就在秦城思索的出后，赵贵却是无语的低声道，秦老，这次您被选中了，齐师兄下令催促所有被选中的武者尽快去官府宋捕头那里，不知您什么时候动手？其实赵贵并不希望秦城参与这次诡异的任务当中，但上面却催促的紧，赵贵一个小角色实在是撑不住了，只好赶紧小心翼翼地劝说秦城早点动身。等等，
我早就已经完成强制任务了吧？秦城皱眉，这才多少天，赤霄盟竟然又安排强制任务给他。说实话，这已经是违背当初签订的契约了。他不是很想去，尤其是得知这场瘟疫可能很不简单，他更是不想以身犯险。正准备开口拒绝，谁料到这个时候，他刚刚获得的趋吉避凶的奖励，竟是在这个时候激活。你低调在赤霄盟修炼，树欲静却风不止。齐真传试图清洗萧清雪遗留下来的人才，于是对萧清雪的人下达强制任务。您的选择是？上上。大吉表面同意，趁赤霄盟高层松懈的时候，带着方小贤逃离赤霄盟，寻个地方躲起来修炼，却被赤霄盟通缉追杀，有惊无险，并获得大机缘。中评。向齐仙勇坦白自身乃是先天根骨，改变齐真传对你的看法。齐真传发现了你的价值，立马收回成命，你不会有危险，亦是不会有机缘。下下。大兄当场以契约上条例规定为由，拒绝强制任务。表面上赤霄盟对你无可奈何，但几日之后，数位强者趁着夜色袭杀于宁，九死一生。什么？拒绝任务九死一生？秦城面色骤变，从系统透露出的信息，他顿时意识到了一件事，这个赤霄盟似乎变得没有那么安全了。那个齐仙勇竟然要清洗萧清雪的人，这尼玛是个疯子吧？秦城面色阴沉，他之所以加入赤霄盟，就是为了获取资源和抱大腿。谁能想到他什么都没做过，却会被卷入赤霄剑宗高层的争斗，连性命都要受到威胁，就很离谱。目光在几个选项上徘徊了一下，秦城叹了口气，他也已经意识到这赤霄盟已不是什么安稳之地了。自己这个被视作是萧清雪余孽的人，更是处境艰难。也罢，反正我刚好突破2流，一时半会突破1流基本没戏。既然如此，不如直接走人。秦城看到系统的选项，哪里还会犹豫，顿时便下定决心走人。赤霄盟既然容不下他，他不走，留下来等死吗？更何况这还是大吉的选项，秦城也很期望这次的趋吉避凶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机缘。小赵啊，既然是齐真传的命令，我当然会遵守。什么时候出发？你直接通知我便是。秦城呵呵一笑，状若无事地表示道。赵贵顿时松了口气，他就怕秦城以契约为借口拒绝参加强制任务。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不然他这个负责任可就麻烦大了。行，秦老，你安心等候就好了。此次任务危险性不大，奖励丰厚，或许对秦老还不小的好处呢。赵贵脸上露出笑容，说着讨好的话。自从成为负责秦城的交接员后，他可是获得了大量好处，距离3流境界已经近在咫尺。这样的收获，不知惹来多少同门的眼红。赵贵心知肚明，他进步如此之大，都是靠秦城得来的，不到万不得已，当然不想影响自己和秦城的关系。我知道了，小赵你先回去吧。秦城微微一笑，眼看着赵贵离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眼中闪烁，齐先勇要清洗自己这个萧清雪余孽，这个小赵到底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呢？不过旋即，秦城便懒得去想这种小事了。反正他马上就准备走了，赤霄盟未来会变得如何，也与他无关了。这些日子，他在赤霄盟的日子其实很不错，赤霄盟确实庇护了他一些时日，更何况秦城还在赤霄盟获得了先天遗气功这样的顶级功法。可惜天降横祸，被莫名的当成了萧清雪余孽，进入了被清洗的名单。既然赤霄盟不仁，就别怪秦城不义。眼下他实力不济，奈何不得其先勇这位1流强者，但这个仇不妨秦城记住。总有一天，秦城会让齐先勇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睛。可惜先天遗气功的1流境界的功法还没有获得。秦城叹了口气，他要是走了，今后再想拿到先天遗气功之后的功法，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比起自己的性命，再好的功法也没有可比性。回到房间，秦城便直接对着换好衣服的方小贤低声交代道：小贤，收拾一下，这2天我们就准备离开青山城。方小贤一惊，怎么了？为什么要离开这里？难道又是吴家的缘故？不是吴家。秦城无奈的道，是赤霄盟新来的高层的缘故，我是被赤霄剑宗的高层争斗给殃及到了，必须离开青山城了，不然下场不会好。方小贤脸色发白，没想到外面不太平，赤霄盟内部竟然也不太平，这天底下怎么就没个安生的地方呢？不过如今的他已经将自己视作是秦城的女人，男人有了决定，他当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点了头。我马上收拾东西。小贤别担心，我现在已经是2流断骨境，已经无惧无家了。你放心，半年之内我就会把吴老三的人头割下来，在老方坟前祭奠。秦城担心方小贤记挂着大仇未报，心中不情愿，便开口安慰着道：您突破2流了。方小贤秀目瞪大，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秦城。他可分明记得秦城一开始学养生系还是他教的，这才几个月啊，秦城竟然已经晋升2流境界。
这天赋也太妖孽了吧，简直有些惊世骇俗了点。不错，秦城微微一笑，那妖女说了，老夫有先天根骨，先天根骨乃是顶尖武道资质，只要修炼武道，就是注定的先天种子，修炼到先天境界不会有任何瓶颈。既然决定娶方小贤，秦城自然要让小贤能安心的生活下去，让他知道自己有能力给他为未来。先天也，没想到您竟是个武道天才，也是，我早该想到了。果然，听到这话，方小贤呼吸不由得紧促了起来，看着秦城的目光都变了，满是震惊与崇拜之色。注定的先天强者，哪位先天强者不是名传天下、威震诸国的大人物？能够嫁给这样的人，哪怕是一个老头，说实话，方小贤都觉得自己攀高枝了。毕竟这天底下，愿意嫁给先天强者的女人不要太多，若是有人知晓秦城的资质，只怕有无数比他还要年轻、还要漂亮的女人争着抢着都愿意倒贴给秦城一时间，心底本就不多的委屈也烟消云散，方小贤彻底的安心了。若是秦城能成就先天，他的深仇雪恨定能得报，自己的未来也不必担心。能遇见秦郎，说不定还是我三生有幸呢。方小贤心中暗暗想着，原本他孤苦无依，还大仇在身，对未来充满了惶恐与不安，但如今秦城摊牌之后，他对未来终于生出了信心，抱有了希望。顿时间，方小贤低沉了许多天的心情便恢复了许多，有些要变回那个灵气十足的邻家少女的迹象，就连收拾东西的时候也主动了许多。没过多久，秦城和方小贤二人就将行李准备完毕，随时都准备走人。不过既然是要跑路，得准备更充分一点才是，免得被人发现，那可不妙。以秦城如今的实力，自己一个人跑路，任谁追杀他都无惧，但带了一个方小贤就得更加仔细了，万一路上小贤受伤，秦城可就后悔莫及。于是他趁着上头的命令还没有下达，自己还有些空闲，便出门到处走动，观察赤霄盟的布置。有勘虚眼在，秦城轻而易举的便找到了能避人耳目、离开赤霄盟的捷径。又在外头花了高价买了一匹马，让伢子寄放在城外的一个驻马站，一切准备妥当。又过了2天，秦城听到齐先勇要举办宴会，召集城内各方势力商谈处理瘟疫的事情。秦城意识到这是个跑路的好机会，各方势力齐聚，赤霄盟肯定没心思关注他一个小角色失踪的事情。于是这天晚上，秦城果断无比的趁着深夜，悄悄带着方小贤摘抄小路离开了赤霄盟，而后直奔青山城的外城。大晚上，城门早就关上了，不过数丈高的城墙对一名二流武者而言，与形同虚设，几乎没有区别。秦城抱着小贤，轻而易举的便翻过城墙，从头到尾没有引起任何官兵的注意。夜空下，秦城站在城墙脚下，望着眼前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池，神色有些复杂。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然会被逼得灰溜溜的逃离家乡。不过秦城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回归这里，到时候一切仇敌他都会青山。走吧，小贤。深深地看了青山城一眼，秦城便小贤的手头也不回地朝着驻马的小寨而去。大晚上的赤霄盟正厅内却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青山城各方世家高层、顶流官绅们全部都汇聚在此地，笑容谄媚地环绕在齐先勇身边。齐先勇红光满面，最近他已经彻底将赤霄盟掌控在手里，就连官府的范山和这位神捕都向自己低头，整个过程可谓是顺风顺水，意气风发。不过他也清楚，掌控赤霄盟和官府何在其次，这青山城内最有价值的可不是这些，而是三大世家。这三大世家身上都有着修仙者的血脉，诞生修仙者的几率远比其他人更高，若能将他们拉拢，自己争夺仙源才能更稳。因此这次晚宴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三大世家。至于对外说的处理瘟疫之事，自然只是借口罢了。齐先勇这个高高在上的人，可从来没有将那些底层贱民们的生死放在眼里过。三位家主，我提议各方联合，将那些泥腿子驱逐在外，避免他们与我等争夺仙源之事，不知道各位意向如何啊？齐先勇目光落在三大世家的头面人物身上，吴家家主、周家家主以及苏家家主苏元熙。三大家主的身后，各自家族的高层，苏家二爷苏元凯、吴老三这些人也都在场，不过他们自然不会被齐先勇太过看重。三大家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眼中明显都十分心动。在世家中人眼中，他们血脉高贵，仙源这等无上机缘，自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与。只是那些修仙者却不这么想，结果导致每次仙源降临之日，都有许多不知从何得知消息的泥腿子也试图参与进来争夺仙源。尤其是令世家中人破防的是，每次还真有不少世家中人的仙源被那些泥腿子抢走的事件发生。而齐先勇这个时候提议，在仙人到来之前，他们先联手将那些泥腿子给提前排除，避免仙源被抢的事情发生。不得不说，这个提议可谓是深得世家之人的心思。齐真传，你的提议鄙人倒是很感兴趣，
这时候，苏元熙这位苏家家主却是率先开口了，只是眼神中却有些顾虑。只是贵宗那位萧真传又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三大家主顾虑的还是萧清雪。萧清雪可是赤霄剑宗真传第一人，他们担心投靠了齐先勇会惹来萧清雪不满。哼，诸位顾虑，我那大师姐也是应该的。齐先勇皮笑肉不笑地瞥了三人一眼，随后漫不经心地道：“不过我只问诸位一句，赤霄剑宗的先天是姓萧还是姓齐呢？”此言一出，三大家主眼中都是金光爆闪。他们作为各大世家的家主，哪一个不是老奸巨猾、城府颇深的人物？只听这一句话，便明白了过来。赤霄剑宗的先天强者，大前王朝谁人不知？当然是姓齐。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他们是赤霄剑宗的先天强者，会将仙缘安排给自家子弟呢，还是安排给另外一位天赋异禀却是外姓的子弟呢？作为家主的人，几乎不会有丝毫犹豫。难怪萧清雪这么久都没了消息，搞不好此女命在不在还是个问题。苏元熙眼中闪烁，满怀恶意地揣测起萧清雪的下场来。不久前，苏圣杰殒命，对苏元熙这位家主可是造成不小的打击。苏元熙悲愤之余，内心早已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萧清雪的身上去。毕竟若非萧清雪建立青山城分舵，他亲生儿子又怎么会死在赤霄盟的任务当中？现在得知萧清雪可能下场不好，苏元熙顿时不由感到十分的快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率先开口，表示同意投靠齐先勇。既然如此，那我苏家便恭敬不如从命，我周家、吴家也愿意联手。周家与吴家家主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既然萧清雪可能已经没了，他们自然不用再顾虑什么。哈，那在下就先敬诸位一杯，祝我等合作愉快。齐先勇听到这话，顿时笑容满面，举起酒杯，率先一饮而尽。各方高层也都满怀笑容地回敬齐先勇。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灰袍青年快步走了进来，面色有些不安地凑到了齐先勇的耳边，悄然说了些什么。什么？跑了？齐先勇眉头一皱，随后目光有些冰冷地看向这人，连一个老不死的都盯不住，废物！还有，那老东西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安排？难道是你们有人泄密了？三大家族的高层们都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幕。不过赤霄盟的内部之事，他们这些外人自然不会发表意见。齐师兄恕罪，我等确实不知那秦城是从何得知消息的。不过他带着个普通女子逃跑，应该跑不远。现在我等去追杀此人，应该很快就能追上。那灰袍青年连忙小心翼翼地补救道。本来三大家族的人还对这话无所谓，但是听到秦城二字，顿时苏家之人以及吴老三皆是眼中一闪。追，立刻去追，追到之后立刻格杀勿论。齐先勇脸色阴沉，虽说他从未将秦城这种小角色放在眼里，但终究此人竟然胆敢逃跑，这在向来心高气傲目空一切的齐先勇看来，简直就是打他的脸。不狠狠地收拾此人，今后谁还听自己的？听到这话，吴老三顿时坐不住了。秦城是死是活他不在乎，但秦城身边的方小贤可是他要的人。他正要开口，但在这时，齐真传，您说的秦城是不是那个叛出我苏家的白眼狼？苏家老二苏元凯却是忽然开口，脸色阴沉地说道：哦，我看过此人的情报，我记得此人确实与苏家有些关系。齐先勇眉头一挑，想起当初看的情报当中提到过的秦城与苏家的关系。听到苏元凯的话，他不由冷笑起来。正如元凯兄所言，这老东西还真是个白眼狼，才加入我赤霄盟几天，拿了不少好处就直接叛盟。可笑萧清雪那个识人不明的瞎子，连这样的人都招揽进来，真是可笑。怎么，元凯兄对此人有兴趣？苏元凯眼神冰冷的道。齐真传，这个白眼狼自从叛出我苏家之后，给我苏家可是带来了不少风言风语，让我苏家沦为了无数人的笑话。我确实想亲手宰了这个祸害，让世人知晓背叛我苏家之人的下场。其实苏元凯真正想追杀秦城的原因才不是这个理由，而是他最近已经产生怀疑，那就是苏黎那个贱婢之所以成为武者，似乎与此人有关系。只因为苏黎成为武者之后，暗中将那些曾经为难过秦城的人都除掉了，甚至包括他身边的管家。苏黎在府中可是给他造成了不少麻烦，但此女得到老祖看重，别说苏元凯了，就连苏黎的亲爹苏元熙都奈何不了如今的苏黎。吃了这么大的亏，苏元凯当然对苏黎恨之入骨，对疑似帮助苏黎成为武者的秦城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如今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便立刻主动提出要亲自追杀此人。哦，既然苏兄想要手刃此人，这点小要求我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齐先勇想也不想，便直接点头。一个老东西而已，交给苏元凯处理，还能赚苏家一个人情，何乐而不为？大兄，我先告退了。苏元凯眼中一亮，便迫不及待的就要去复仇。最近他在苏家可没少受苏黎的气，简直恨不得立刻发泄一下。苏元熙面无表情，点了点头。
他对秦城也没有好感，这个泥腿子自从成为武者加入赤霄盟后，让青山城不知多少人在看苏家的笑话。除掉这个泥腿子，对苏家也算是个好事。苏元凯便叫住那个灰袍青年，转身就朝外走去，但刚出门却被一道身影拦住。元凯兄，来人笑盈盈地站在苏元凯面前，可否帮我个小忙？吴兄何意？苏元凯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吴老三，态度顿时和缓了许多。吴老三虽然是苏胜杰的舅舅，按理来说和苏元凯不是一路人，还是对手呢，但如今苏胜杰已死，吴老三和苏元凯的敌对关系自然也就消失了。苏元凯倒是不介意让吴老三欠自己一个人情，毕竟吴老三手里那能够早就一名三流武者的运气丹。苏元凯也是眼热得很。那秦城身边有个名为方小贤的女人，吴老三眼中闪烁，此女我早就眼热，元凯兄待会宰了那老东西后，可否将此女带到我府中来，我必有厚报。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这点小事吴兄放心，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就是。苏元凯嗤笑一声，毫不犹豫的道。吴老三色中恶鬼之名早就传遍了青山城，苏元凯自然不会怀疑吴老三的目的，只以为吴老三真的只是看中了一个民女罢了。用一个民女换来一个人情，这可太划算了，苏元凯想也不想便答应了。那我可就等元凯兄的好消息了。吴老三露出炽盛的笑容，只是当苏元凯刚出他的视线，他脸上的笑容便收敛了起来，眼中闪烁。可惜禁术施展期间，我不能离开青山城，否则还是亲自去将那个女人抓到守财保险。不过想想苏元凯应该不会打一个民女的主意，他也就放心了。当务之急，搞定禁术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驻马小站，秦城拿着牌子将自己买的马兑换出来之后，便抱着方小贤上马，连夜走官道赶路。有看虚瞳在身，哪怕是夜间，秦城也看得一清二楚，并不担心会撞上什么东西。小贤，前头20里外有一座破庙，到了那里头，我们再休息。秦城对着身后的小贤说道，他熬夜无所谓，但小贤毕竟只是普通人，还是要休息的，因此秦城准备远离青山城之后就找个地方休息。爷，都听您的。方小贤红着脸紧抱着秦城的后背，乖巧地回应着道。对了，爷，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地方呢？黑水城。秦城毫不犹豫地说道。黑水城乃是距离青山城最近的一座县城，不过比起青山城这种小城池，黑水城无论人口还是城池规模都要远比青山城大得多，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城。黑水城位于雍州境内的交通要道，乃是雍州南方10多座城池前往郡城之间的必经之地，因此十分繁荣。到了那里，无论是隐藏身份还是寻找修炼武道的资源，都要比青山城更加轻松。黑水城，我听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去过那里呢。爷爷说那里的繁荣程度几乎与郡城不相上下。方小贤没去过黑水城，却听说过黑水城的传闻，想起爷爷提到过黑水城的繁荣，美目中也不由泛出一抹向往与期待之色来。青山城留给他的只有伤心与不幸，方小贤也想早日开始新的生活。郡城我没去过，但黑水城确实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城池。秦城笑了笑，他以前也随苏家去过黑水城，不过对他前世见过千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的秦城而言，黑水城也就那样。但在大前王朝，黑水城确实称得上是大城了。二人就这样一边赶路一边谈话，不知不觉间时间过得飞快。终于没过多久，到达了秦城准备寄宿的那座破庙。只是到了地方，秦城却远远看到庙里头竟然传来火光，还有大批的马车停留在外头，乃至有人放哨。有人！秦城停下马，不由皱起眉头。遇见这种事情，他也有些无奈。这破庙位于官道附近，偶尔有车队停靠，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什么人？就在这时，暗中一道凌厉的声音陡然响起，随后几个提着火把的高大身影从暗中走了出来，警惕地看着骑着马缓缓而来的秦城。诸位，老夫携内妻连夜赶路，准备在这破庙内寄宿一宿，惊扰了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秦城拱了拱手，直接道明来意拦路的几人。听到这话，这才看清楚秦城是个老人，他的身后还有一位明显十分年轻的少女，只是不知长得怎么样。听到秦城说是内妻，几人眼神古怪起来。老夫少妻连夜赶路，这还真是少见。这里已经有人了。一名黄袍青年语气不善，不耐烦的就要赶人。住口！但这时一个气息深沉的中年男子却是连忙打断了黄袍青年的话语，脸上露出笑容道：此地乃是无主之地，阁下想记住自无不可，请便。打扰了。秦城拱了拱手，便带着方小贤直接朝着破庙而去。老大，为什么不赶走这老头？等秦城刚走不久，黄袍青年便有些不满地说道：我们这趟镖可是事关重大，哪能让不明人士靠近？蠢货，你眼睛瞎了吗？没看到那老头身上的刀？中年男子冷冷地看了黄袍青年一眼，
一个老头敢深更半夜带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赶路，你觉得他会是普通人吗？听到这话，黄袍青年脸色微变，意识到自己险些闯祸了。确实，这么大晚上的敢带着一个女人赶路，没点本事怎么可能？他眼神顿时变得忌惮起来，却又有些担心的道：您说他有可能是武者，但若是武者的话就更危险了吧？谁知道是不是冲着咱们这趟镖来的？正因为这趟镖很重要，所以咱们得更加慎重才是。中年男子面色凝重，他也摸不准这老头是不是冲着他们的镖来的，但他们的处境可是很危险，就更不能随意与陌生人结仇。秦城将马系在外面，便带着小贤走入破庙里头。庙里一个火堆边，一群青壮镖师们环绕着火堆正在休息。注意到秦城的到来，一个个都目露惊疑之色。但这时那为首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朝着他们使了个眼神。这些镖师们立刻也都一个个收回了目光，装作没有发现秦城似的。不过秦城明显注意到有几个镖师一直小心地提防着自己。秦城不以为意，在外行走，危机四伏，小心一点才是正常。这群人就那个中年有着三流武者的实力，其他镖师实力都一般般，甚至不如黄天教的那些武族和范山河的那些精锐。秦城眼中闪烁，瞬间便察觉出了这些人的实力。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人都算得上是好手，但对秦城而言确实弱得可怜，根本无需注意。小贤，你好好休息，我来放风。秦城对小贤交代了一句，至于他自己，一晚不睡倒是问题不大。方小贤点了点头。秦城既然不打算睡觉，却也不愿意浪费时间。上次悟道时间还有5分钟没有使用，趁着这个机会倒是可以用于来领悟那门游龙步。秦城若有所思，当日他在藏经阁兑换了先天一气功之外，还兑换了一门游龙步，一直没有修炼。本来他还想着抽空再修炼这门身法，没想到刚突破就遇到了无妄之灾，不得不选择跑路。既然是逃命，尽快修炼好游龙步这种轻功身法就很有必要了，正好把那没有用完的悟道时间使用完。如此想着，秦城默默回忆着当初背诵下来的游龙步的内容，在脑海中回了2遍之后，便直接使用起悟道时间。霎时间，秦城脑海疯狂运转起来，每分每秒他对游龙步都生出了大量的领悟。1分钟的时间抵得上别人修炼数月乃至数年的功底。5分钟很快过去，秦城脸上露出笑容，此刻的他已经彻底将游龙步融会贯通，到达了大成的地步。技能游龙步大成15000、2万，不愧是悟道时间，哪怕只剩下5分钟，却也能令秦城省却无数苦练。若换做其他武者，想要将游龙步修炼到大成地步，哪怕资质极为优秀的那种，也得花费数年岁月。这游龙步主要有2种作用，一来是与敌人对战时，步法如游龙一般迅捷快速，难以捉摸；另一种效果便是爆发出极致的速度，瞬息之间便跨越数十米距离，无论是追杀敌人还是逃命，都是轻而易举。秦城眼中放光，掌握一门轻功，给他带来的好处可谓巨大无比。获得如此收获，秦城心情不由变得极好，有种跃跃欲试，当场施展一下游龙步的冲动。不过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毕竟此地人多眼杂。心情轻松之极，秦城又不禁想起趋吉避凶提到过的大机缘，自己如今已经逃出青山城了，这大机缘为何迟迟没有出现？还是说得自己逃得更远的地方才会出现？不过秦城并不担心机缘会消失，毕竟系统总不可能耍他，于是他耐心起来，小心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时间缓缓流失，庙里头车队那帮人和秦城分别位于破庙的两侧，显然两方人马都不想生事，因此一时间彼此之间也都互不搭理，就当是陌生人。但在这个时候，秦城陡然睁开了眼睛，有人，高手！汪汪！外面忽然间传来数道凶猛的猎犬的吼叫声，与此同时还有数匹烈马践踏地面的声音。何方高人？彼人乃是虎威镖局的镖头张义晨，在此护镖，还请阁下给我虎威镖局一个面子。中年男子中气十足的声音陡然响起。与此同时，庙里头的一群正在休息的镖师们顿时一个个都睁开了眼睛，目光警惕起来。几个镖师立马拿着武器朝外赶去，剩下的镖师们则是警惕地护卫在货物周围。黑水城的虎威镖局，你们虎威镖局的总镖头祝之问倒是和我苏元凯喝过酒，此事与你们镖局无关，我来此地是为了找2个逃犯，一个老东西和一名女子，你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苏元凯骑在马上，高高在上的瞥了眼前的一群镖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这些镖师除了那个张义晨，都是些普通人，他自然懒得放在眼里。若非这个镖局的总镖头有些实力，苏元凯根本就懒得和这群人废话。什么？你是青山城苏家的苏元凯？张义晨听到来人自称是苏元凯，面色一变。苏元凯，那可是和总镖头同等境界的2流断骨境高手，这可不是他能够招惹的人物。
听到对方找一老一女，张逸晨瞬间就想到了庙里头的那2个人，想也不想，连忙让开道路。苏二爷，此事与我等无关，您请自便。他这种老江湖可不是那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犯不着为了一对不相识的人得罪这位2流断骨境强者。其余镖师们也都是这样想的，纷纷让开一条道路。我早说了，那2人是对麻烦精，就应该把他们赶出去。黄袍青年更是冷哼一声，脸色有些不好看的道：大半夜的莫名被一名2流武者和好几个3流武者包围，险些让他魂的被吓破，幸好对方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苏元凯，庙里面，秦城在听到对方声音的瞬间便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他有些诧异，他早就有了被追杀的心理准备，预计过追杀自己的人可能是赤霄盟的武者，也有可能是吴老三的人，乃至于齐先勇这位1流高手亲自出面追杀都有可能。但他万万没想到，追杀他的竟然是他早就抛之脑后的苏家。难道是自己杀死苏胜杰的事发了？不然苏家没理由追杀自己吧？秦城，你这条老狗还准备躲到什么时候？就在秦城皱眉的时候，苏元凯冰冷的声音从外而来，伴随着声音，4道身影走了进来。为首的苏元凯还有3个气息强横，都有着3流境界的苏家武者，皆是用着看死人的目光看向秦城、秦老。方小贤也早就惊醒，听到对方是来找他们的，顿时脸色有些惊慌，小手紧紧地攥住秦城的衣角。别怕，有我在。秦城拍了拍方小贤的肩膀，神色如常。来的人若是齐先勇这位1流高手，他还会感到忌惮，但苏元凯，苏二爷，我早已赎身，跟苏家早就没有关系了吧？为何你会来追杀我？秦城握着刀缓缓站起，面色疑惑地看向苏元凯一行人，眼神余光自然早就发现了远处那些镖师们，一个个都像是看瘟神的眼神看着秦城，显然一个个都在心中责备秦城给他们带来的麻烦。秦城对这些人的行为倒是没有多少意见，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人心冷漠，不管闲事才是正常，就算是秦城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为陌生人拼命。他蓝心人的热血早就在年少时被世道给狠狠教训过，早就学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之道。秦城，你个狗东西，还在这装模作样呢？苏元凯目光险恶地瞪着秦城，苏黎那个贱人能成武者，是不是你在暗中帮忙？二小姐天资聪颖，她能成武者关我何事？秦城皱了皱眉，没想到他帮苏黎练武的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不过他嘴里是不会承认的，而且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就算被人知道了又如何？苏家可没能力报复他了。老狗，你还在装蒜呢？那贱婢在你走后，把当初跟你有仇的人全部都弄死了，还不停找老子麻烦。苏元凯咬牙切齿的道，若非你对他没有大恩，他会对你这老东西这么好？那贱婢找老子的麻烦，老子奈何不得他，收拾你这个罪魁祸首倒是轻而易举。老狗，怪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事都敢插手，今天老子不扒了你的皮，老子就跟你姓。话音落下，苏元凯对着身边的人挥了挥手，冷声道，拿下这老东西。3名武者身形一动，立马便以3角形的阵势分别堵在了秦城的3个方向，封锁了秦城的所有退路，目光冰冷无比，凶兽般的气息从他们身上散发开来。咦，有点范山河那些精锐合击之术的味道啊，甚至比那合击之术还要高明，苏家倒是有些底蕴。秦城惊讶地发现，这3名武者明明只是3流，但是以这种神奇的合击之术联手，危险程度竟然有着巨大的提升，甚至能够威胁到2流武者。秦城这才意识到，他虽然在苏家待了数十年，但对苏家的真正底蕴可谓是一无所知。也是，他以前一个普通人，又怎么可能了解武者那种大人物的事情？这便是青山城苏家的3才合击之法吗？不远处，黄袍青年却是眼神有些震惊地望着这一幕。苏家的合击之术在江湖上也算是大名鼎鼎了，他曾听说过一些顶级宗门的合击之术都未必比得过苏家的合击之术。原本他还以为是吹牛，可今日一见才知什么叫名不虚传。那老头倒是有些胆色，这种局面居然也不慌。张逸晨却是有些惊讶地看着被包围了的秦城，看到他镇定自若的样子，不由得心中有些意外。即便是他面对这样的危机都得绝望不可，这老头的心境却也了得。可惜心境再怎么厉害，这下也是必死无疑。苏家合击之术，还有一位2流强者在旁虎视眈眈，一个老头再加上一个累赘在身，那是必死无疑。哼，再有胆色又如何？还不是要死？黄袍青年冷笑，对秦城这个惹麻烦的人，他心里可是嫌恶之极，巴不得秦城早点去死，让苏元凯一行人早点离去。毕竟是2流强者，这样的人什么都不做都是巨大的威胁，有此人在，黄袍青年实在无法安心。就在虎威镖局众人冷眼旁观着的时候，包围了秦城的3名武者动了，3道可怕的杀招几乎是同一时间从不同的方向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秦城的脆弱之处同时杀来，封锁了秦城的所有退路。
看着这一幕，虎威镖局众人皆是心中一震，已然可以料到秦城的下场。苏元凯更是冷笑起来，迫不及待的就要折磨秦城了都。但在这个时候，何必呢？只见被3人彻底封死了角度的秦城悠悠叹息了一声，唰！伴随着他的叹息声，一道夺目的寒光宛如夜空中的流星，璀璨而又耀眼，美丽而又诡异。炽烈的刀光刺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刺疼地闭上了眼睛，甚至包括苏元凯这位断骨境强者在内。带得众人下意识地睁开眼睛，却一个个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只见3道原本以雷霆之势杀向秦城的苏家武者，一个个动作僵硬在了原地，还维持着出手的姿势。下一刻，笔直的血线分别出现在了3人的脖颈上面，扑通一声，3名苏家武者便倒在了地上，尸首分离。而秦城手握着金刀，面无表情地护在方小贤的身前，深沉的眸子看向苏元凯。方才还肆无忌惮、高高在上将秦城视作死人的苏元凯，此刻却是面色惨白，额头上冷汗直冒。二流境界，大成刀式。苏元凯猛地吞了吞口水，目光惊恐，难以置信看向秦城。怎么可能？什么？而听到苏元凯的话，张义晨一行虎威镖局的镖师们也一个个都是面色狂变，不可置信地看向秦城。这个老人竟是2流断骨境强者，还掌握了1流强者都很难练成的刀式。顿时张义晨肠子都悔透了，早知道这老头这么妖孽，他刚才就不应该摆出那么一副立马撇清关系的态度来了。这下好了，一个结交妖孽的大好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接近着，他却是有些惊疑地看向苏元凯，这家伙难道不知道自己追杀的对象是一个如此恐怖的妖孽？苏元凯来之前当然不知道秦城的实力竟然如此之恐怖，2流境界还掌握了疑似大成的刀艺，这般实力已足以威胁1流强者，他一个平平常常的2流断骨境根本不可能是秦城的对手。苏元凯额头上冷汗直冒，心中已是懊悔万分，早知秦城如此恐怖，他哪里还敢亲自来追杀。他目光惊恐地看向秦城，忽然干笑起来。秦城，秦大爷，适才只是玩笑耳，我并没有追杀你的意思。怎么说，我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这么多年的情分。毫无疑问，意识到大事不妙，苏元凯毫不犹豫，立刻就想求饶。为今之计，只要能保下自己一条性命，尊严什么的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能活下来，等自己回了青山城，立刻将秦城的事情告知齐先勇，到时候有齐先勇这位1流顶级强者出手，秦城再如何妖孽，也只有死路一条。正当苏元凯打着如意算盘，说尽好话，只是说着说着，便看着秦城那没有丝毫变化的神色，他不由吞了吞口水，用哀求的目光看向秦城。秦大爷，可以和解吗？秦城看着苏元凯前去后宫的变化，嘴角微微扬起。你说呢？话音落下，秦城目光便变得凌厉起来，一刀斩出，刀身爆发出凌厉的寒光，瞬间如雷霆一般，将空气都撕裂，以不可思议的威势直直地斩向苏元凯的脖颈。唰！但苏元凯到底是2流强者，竟也早有准备，身形一转，犹如利剑一般迸发而出，眨眼之间竟是毫不犹豫地朝着外面掠飞出5-6米距离，直奔着马匹的方向而去。是的，苏元凯直接逃了。面对掌握了大成刀艺，境界也不在他之下的秦城，苏元凯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是秦城的对手，逃命才是最佳的选择。秦城，难道你要斩尽杀绝？别忘了，我可是苏家二爷，你或许不知道，我苏家老祖可是1流强者，若你敢伤了我，天涯海角你都会被我苏家追杀。苏元凯一边迅速地逃向马匹的方向，一边惊怒地大吼。他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以前他正眼都懒得瞧上一眼的下人，低贱的不能再低贱的泥腿子，竟然以下犯上，要杀他这位主人。真不愧是2度背叛的白眼狼。这一刻，苏元凯心底对秦城恨到了骨子里头，发誓自己只要能逃回青山城，一定要让这个老狗生不如死。苏元凯逃命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动作不可谓不果断。若是之前这么快的反应速度，秦城可能还真的追不上苏元凯，让他给逃了。只是现在，望着苏元凯的背影，秦城脚下一动，游龙步顿时施展而出，唰！霎时，他的身形便化作了一道残影，以更快的速度，眨眼之间便追上了苏元凯。死！秦城体内沛然无比的内力疯狂催动起来，磅礴的刀意铺天盖地般的笼罩向苏元凯，眼中杀意彻骨，一刀挥出，一道几乎快要实质化的雪白刀光，长达数丈，还未落下，地面上竟是在如此恐怖的刀光之下，生生出现一道笔直的沟壑。可想而知，这一刀何等的爆裂，何等的恐怖。这一次，秦城直接起了必杀之心。苏家有1流高手坐镇又如何？都来杀他了，
还有什么好废话的，和你拼了！感受到身后的恐怖杀机，这一刻苏元凯亦是感受到了，除了拼命没有其他选择。瞬间他脸上的惊恐便化为了狰狞，全身竟是膨胀起来，身形竟然暴涨了半米，整个人仿佛化为了巨人一样。巨灵拳，刹那之间转身，身形膨胀，出拳，动作一气呵成，一拳轰出，恐怖的力量竟是生生将空气轰爆。这一拳的力道简直有股毁灭一切不可阻挡的威势。只是秦城的刀更快，更加猛烈，不待苏元凯的巨灵拳击中，秦城刀光一闪，便从上至下彻底将苏元凯笼罩。哧啦一声，苏元凯的身躯竟是被刀光笔直劈开，生生的直接化作两截，尸体的部分被余力朝着两个方向甩飞了出去，直直飞出了3-4丈距离。苏元凯带来追捕秦城的几只猎犬见到这一幕，一个个都匍匐在地，发出呜咽声，根本不敢狂吠。秦城却是看也不看苏元凯的尸体和这些猎犬一眼，杀完人收刀，转身便朝着庙里头走去。小贤还在庙里呢，在秦城心目中，苏元凯一条性命的价值可没有小贤一根毫毛重要。只是令秦城没想到的是，男神之路艰难且长，已走上了男神之路的你，早已不是当日唯唯诺诺的社畜。面对昔日上级苏元凯再度欺压，你鼓起勇气，毫不犹豫地狠狠地碾压这位刻薄上级，狠狠地解了一口曾经被欺负的恶气。你已做好了觉悟，身为男神，今后绝不会再受任何委屈，获得成就。逆袭男神的必修课之打脸上级，获得奖励速成点星号1。秦城眼中一喜，竟然又是速成点这种奖励，这可是他最喜欢的奖励之一，可以直接另一层功法修炼至圆满境界。顿时他不由心中感叹起来，苏元凯还真是个大好人，大半夜的给自己送温暖。早知道他如此好心，自己方才下手就应该轻一点，可惜人家尸骨无存，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没有急着加点，秦城直接回到庙里，见到秦城安然无恙的回来，爷，你没事吧？方小贤松了口气，连忙来到秦城的身边。张逸晨这些虎威镖局的镖师们却一个个吞了吞口水，一个个面色发白，惊恐万分地看着秦城。方才那位不可一世的二流高手就这样被这个老人给杀了。感受到秦城的恐怖，这些镖师们顿时后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他们方才就不应该表现得那么冷漠。这下好了，这位高人不会怪罪他们吧？正当张逸晨等人悬着一颗心，生怕秦城怪罪他们的时候，还有高手？秦城眉头一皱，陡然间看向周围，目光冰冷起来。出来！张逸晨等镖师们皆是面色微变。什么？除了方才那个二流强者，竟然还有人在暗中？阁下好眼力！一个蒙面黑衣人从暗中走了出来，目光满是忌惮地看着秦城，小心翼翼地拱了拱手。在下青龙阁的银牌杀手，是为了这些人而来，打扰了阁下，还请个下午要怪罪。此言一出，顿时间张逸晨、黄袍青年等一众镖师们面色狂变，一个个目光惊恐到了极点。他们之前还在嫌弃秦城给他们招惹了麻烦，大半夜的引来了强者追杀，因此面对秦城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想到现世报来得这么快。青龙阁，秦城眉头一挑，瞥了这黑衣人一眼。青龙阁，他当然听说过，乃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杀手组织，据说曾经都刺杀过一流强者，凶名赫赫，一度令无数江湖人士闻风丧胆。他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黑衣人是一名二流武者，实力吗？稀松平常，威胁程度还没有苏元凯来的大，难怪此刻见了秦城丝毫不敢乱来。显然秦城方才显露出的手段把这位杀手给吓到了。青龙阁在江湖上确实是凶名赫赫，但他的凶也得看是面对着谁。面对比他们强的人，青龙阁哪里照样老实如猫咪一般乖巧。就比如现在听到这杀手是冲着旁边那群镖师而来的，秦城眼中泛出一抹玩味之色。他可是记得之前这群镖师可是第一时间就和他撇清关系的。既然如此，对方被追杀又和他有什么关系？这群人与我无关。秦城淡淡开口，看也不看那群镖师们一眼，直接牵着方小贤的手朝着另一边去。张逸晨和黄袍青年等镖师们顿时目露绝望之色。尽管黑衣人只有一人，但对方可是银牌杀手。他们都知道青龙阁的银牌杀手那可是断骨境强者，一人就能轻松地将他们这群人杀光。他们想要活命，唯有依靠秦城这位深不可测的高手。但此刻对方竟然直接扬言不管他们，这下他们岂不是死定了？顿时间镖师们内心更是后悔万分，早知他们之前没那么冷漠，现在又岂会是这种状况？前辈，我是虎威镖局祝之文的儿子，还请前辈出手救命，我们虎威镖局必有重谢。
意识到大事不妙，黄袍青年慌张的惊恐求救，仿佛先前那个嫌秦城给他惹麻烦的人不是他一样。听到这话，黑衣人顿时警惕地看向秦城，生怕秦城出手帮忙。秦城若是出手，他也只有逃跑一个选择。然而面对黄袍青年的求救，秦城却是看都不看一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像谁不会似的。看到秦城的选择，黑衣人松了口气，随后目光冰冷地看向张逸晨等人。黄袍青年顿时绝望了，怨毒地看了秦城一眼，没想到此人竟然见死不救，老而为贼。等等，别人出了多少钱让你出手追杀我们？我可以给你双倍酬金。黄袍青年惊恐地望向黑衣人，慌张地大喊：他可是虎威镖局的少镖主，未来前途无量，怎么能死在这里？少镖主，别废话了，他是冲着那东西来的。张逸晨面色难看，他很清楚对方的来意，未经之计只有一个选择。他咬了咬牙，大声朝着不远处的秦城大喊道：前辈，我们这里有先天机缘。找死！黑衣人面色一变，唰的一下，手中便已出现一口利剑，朝着一众镖师杀去。瞬息之间，就有5、6名镖师直接被黑衣人杀死。不是谁都和秦城一样，面对二流强者可以正面厮杀乃至反杀。面对黑衣人这位二流强者，这群仅有1名武者的镖师们几乎如鸡仔一般，毫无反抗之力。和你拼了！前辈，救命！逃！快逃！一时间，剩下的镖师有人发狠拼命，有人则是疯狂地朝着秦城这边冲来，试图求秦城搭救，也有人被吓傻了，疯狂地往外逃跑。瞬息间，这风雨飘摇的破庙内就化为了人间地狱，死亡接踵而至。然而那边是腥风血雨，秦城这边却是如同没事人一般，面无表情地坐在原地。方小贤听着旁边的惨叫声，却是不由蹙眉，有些不忍，但他并没有开口让秦城帮忙什么。这些人见死不救的冷漠，可就在不久前呢，他可不至于善良的以德报怨。更何况那杀手可是青龙阁的人，方小贤也不愿意秦城为了救人而和这种杀手势力结仇。秦城此刻才懒得关心那帮镖师们的下场，心思已经落在系统上面，把速成点加在先天仪器宫上面。秦城毫不犹豫，直接将速成点加在最难修炼的先天仪器宫上面。他现在的外功养生功距离圆满只差一步之遥，显然不可能把速成点用于养生功上面，否则也太浪费了。内功是秦城现在最大的优势，把速成点加在内功上面，将他的优势彻底放大才是正道。霎时，秦城就感觉自己体内的内力暴涨起来，自身的实力瞬息间便飞快的暴涨，达到了2流的极致。比起之前，秦城感觉自己的实力强大了数倍都不止。之前秦城就有刀意在手，就感觉自己可以与1流一战了。现在他更是感觉到，现在的自己足以和1流强者正面对战而不落下风，甚至反杀对方。浩强，现在的我似乎不用逃命了，回青山城也未必不行。可惜我身上没有先天仪器宫的1流功法，不然找个地方闭关就可以直接突破1流了。实力暴涨，秦城心情大好，但旋即又不禁有些发愁。2流极致，他的内功距离1流只有1步之遥，他甚至有信心和1流强者一战，但终究并非是真正的1流。想要突破1流，得找到1流境界的内功才行。离开了赤霄盟，他再想获得先天仪器宫的1流境界内容可没那么容易。接下来该如何办？秦城也有些没有思绪。至于回青山城，说说而已，秦城可不至于傻到真回去。他现在是有底气和1流强者正面抗衡，但问题是其先勇可不是一般的1流强者，他身上可是有仙道手段。面对神秘莫测的仙道手段，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秦城可不愿意拿自己的小命去冒险。秦城可不是什么那些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小年轻，有了点实力，动不动就和人玩命。他有系统在，前途不可限量，何必去和人玩命呢？以高境界碾压敌人才是他的追求，至于同等实力与人搏杀，乃至越阶对敌什么的，秦城觉得这种热血主角喜欢做的事情，他还是算了吧。他可是一切以稳妥为主的老头子，早就不热血了。前辈救命，我身上有先天机缘。秦城这边实力暴涨，但另一边杀戮却已经接近尾声，镖师们几乎死绝，只剩下了张逸晨在疯狂的反抗。黄袍青年趁着张逸晨的抵抗，面色惊恐地冲到了秦城的面前，跪地不断叩头求救。秦城却是看也不看黄袍青年一眼，眼角余光见到那黑衣人已经将张逸晨一剑消手，缓缓朝着黄袍青年而来。听到张逸晨的惨叫，再看到秦城的冷漠，黄袍青年似乎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目光变得怨毒无比。老猪狗，你见死不救，聒噪！秦城眉头一皱，方才这些人见死不救他都没说什么，现在他和这些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家伙竟然还敢骂人。一巴掌挥出，啪的一声巨响，
黄袍青年顿时惨叫一声，整个人倒飞了出去，直直地跌落在黑衣人的身前。黑衣人愣了愣，看着半张脸都已经肿成猪头的黄袍青年，不由有些好笑。他朝着秦城拱了拱手，多谢。随后一剑挥出，直接结果了黄袍青年的性命。之后黑衣人便直接来到那堆货物里头摸索了一番，果真在这里。黑衣人眼中一亮，从货物里头拿出了一个铁盒子，似乎是找到了目标。秦城始终冷眼旁观，他本以为这黑衣人找到了东西就会走人，那样最好，他不想和青龙阁这样的杀手组织产生什么瓜葛。谁料那黑衣人拿了东西，竟然朝着他走了过来。老兄，你听到了先天机缘，莫非不感兴趣？秦城眉头一挑，一点小把戏，想诱惑老夫救命罢了，老夫还没那么蠢。对黄袍青年嘴里的先天机缘，他是半个字都不信。一帮凡夫俗子，只有一名三流武者的镖师们身上能有先天机缘，搞笑呢。先天机缘哪有那么好获得的？虽说趋吉避凶提示过秦城他可以获得大机缘，但现在他也反应了过来，趋吉避凶上签的内容中曾经提到过，等他安顿下来之后，大机缘才会到手。显然现在是逃命路上，可不是趋吉避凶上提到的时机。嘿嘿，老兄倒是个聪明人。黑衣人笑了笑，但旋即眼中却是闪烁起来，似乎有些纠结的样子。你还有事？秦城皱眉，杀了人拿了东西还不走，这杀手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杀人灭口不成？旋即秦城好笑，想想都知道是不可能。老兄，我管你被苏家追杀，还带了家人在身边，想必老兄现在处境也不好，需要换个新的住处吧？黑衣人眼中闪烁地看着秦城，明显想说什么。我可不会加入青龙阁。秦城皱眉，他对青龙阁这种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可没有丝毫兴趣。老兄误会了，在下并非是邀请老兄加入青龙阁，而是想拜托老兄庇护一个与我有些交情的家族。黑衣人连忙解释道，看到秦城的神色有些不耐烦，他又赶紧道，那个家族可是有真正的先天机缘。怎么，你也想学那小子愚弄老夫？秦城脸色沉了下来，一个两个的怎么都拿先天机缘来骗他，当他是傻子吗？老兄，此事绝对是真，我可以对天发誓。黑衣人感受到秦城的冷漠，想起方才那可怕的刀法，面色有些慌张，连忙赌咒发誓起来。即便老兄不相信先天机缘，但那个家族之中一流功法、金银珠宝、各种武道资源却是不缺。老兄若是不信，去了黑水城打听一番就知道，一流功法、修炼资源不缺。秦城听得黑衣人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不由若有所思起来。他去了黑水城，要继续修炼，确实也需要一流功法和大量的武道资源。若是黑衣人说的是真的，那个地方或许还真有可能考虑。但秦城并不怎么信任这个黑衣人，只是淡淡的看着对方，任由对方继续说。老兄，这个机会可是十分难得，若是往日，那等于先天机缘有关的一流功法只会被当作镇族功法，绝不外传。但那个家族最近却是遭了祸事，正是需要庇护的时候，老兄这个时候去，才有机会得到那门功法。老兄，我是见您实力不凡，才将这份好机缘引荐于您。那家族与我有些渊源，本是想邀请我出手帮忙，但我作为杀手，可没有时间去庇护那个家族，且实力也不足以庇护那个世家。若是老兄的话，这种好机会可千万不容错过。黑衣人不断解释着，十分有诚意的样子。他看着秦城，心中也十分忐忑。其实他并没有欺骗秦城，他是看到秦城的实力，才起了心思邀请秦城。换成一般的二流武者，可解决不了那个世交家族的麻烦，但秦城这般恐怖的实力，却有很大的机会解除那个家族的危机。唯一麻烦的是，如何说服这个老人？你说的是那个家族？秦城面无表情地看着黑衣人，隐隐感觉到黑衣人的诚意，他觉得或许可以考虑黑水城池家。黑衣人连忙道：池家？秦城皱了皱眉，没听说过。老兄去了黑水城稍微打听一下，自会知晓。看出秦城的心动，黑衣人连忙从怀里拿出一封信，小心翼翼地放在秦城的面前。老兄，你若有此意向的话，可以拿这封信前往池家。当然，老兄若是不愿意的话，那就当在下没有说过此事。黑衣人深吸了口气，他已经说的够多了，若是秦城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说再多的话，他担心秦城会不满，于是拱了拱手，在下先告辞了。说罢，他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犹豫。秦城眉头紧锁，看了看信封，堪须也能看出上面并没有什么隐藏的手段，他也不在意的将信封收了起来。爷，您是要去这个池家吗？方小贤小心的说道。到了黑水城再说。秦城其实确实心动了，若是池家真有黑衣人说的那样，那确实是个好去处。一流功法，大量资源，这样的环境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不过秦城还无法信任黑衣人就是，但他隐隐有种预感，趋吉避凶提到的机缘，可能就是黑衣人说的那个。总之，先去黑水城再说。
平原上，一座庞然大物矗立在大地之上，四通八达的官道上，行人们密密麻麻，有拖家带口的老百姓们，也有商队、走卒，各色人士应有尽有。高大的城门口，秦城和方小贤排列在一条长长的队列之中。此刻，秦城和方小贤都易了容，方小贤打扮成了一个男人，秦城更是面型和身高都改变了。不得不说，沈明月那个妖女的一股功着实神奇，一番易容，寻常人根本看不出变化来。打扮成了这样，我就不信赤霄盟和苏家还能找到我。秦城心中暗暗得意，他这番打扮自然是为了避免被通缉追杀。听说了没？青山城那边发瘟了，死了好多的人。青山城又没有打仗，瘟疫怎么会传到那边去？谁知道呢？现在到处都是逃离战乱的难民，指不定就是那些感染了的难民把瘟疫带到青山城去了。黑水城这边检查都比过往要严苛的多了，稍微咳嗽的都不准进城。周遭之人议论纷纷，秦城却是面色沉重。他离开青山城的时候，也感觉到青山城死气沉沉，老百姓家里头到处都在做白事。虽然有所同情，但对那些百姓，秦城也爱莫能助。面对瘟疫，他能做的也只是远离罢了，希望瘟疫别传到黑水城来。秦城心中叹息。随着时间过去，很快入城的队列便轮到了秦城。包袱打开，我要检查。一个守城兵丁目光贪婪地看着秦城身上鼓囊囊的背包，语气不善地命令道。秦城眉头一皱，这个守城的家伙之前各种吃拿卡药他都看在眼里，现在估摸着也想在自己身上赚上一笔。秦城不想在城门口生事，从怀里摸出1两银子，正要开口。不必了，这位老先生，你们可以进去了。但在这时，一个国字头的中年士兵慌张的连忙走了过来，狠狠地瞪了那守城兵丁一眼，随后语气有些僵硬地对着秦城说道：秦城淡淡地看了中年士兵一眼，这是个有眼力见的人，正好他也不想生事，小人难缠的麻烦他可是再清楚不过。于是秦城便和方小贤直接朝着城里面走去。队长，你这是见到秦城走人？那个试图勒索钱财的士兵却有些不满的道。蠢货，招子放亮点，你没闻到此人身上的血气吗？中年士兵狠狠地骂了年轻兵痞一句，却是一脸的后怕。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鼻子灵，可以闻到那个老人身上的血气，可是人血的味道，这意味着这老头不久前还杀了人，而且还杀了不少人。听到中年士兵的话，那年轻兵痞霎时面色发白，吞了吞口水，旋即一脸感激地看向中年士兵，险些自己就踢到铁板了。入了黑水城，秦城便找了个衙子，出重金在外城一个名为红云巷的地方租了个院子。黑水城与青山城一般，分为内城外城，内城居住的都是些非富即贵的上等人，外城则鱼龙混杂，以草民居多，但也不乏卧虎藏龙之辈。毕竟黑水城的规模可是远大于青山城，人口有着将近100万之多，已然是座大城市了。即便是混乱的外城，也指不定隐藏着什么高手，一般人还真的不敢在这里乱来。暂且安置下来，秦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兑现当日对方小贤的承诺成亲。灯火通明的正厅内，娘子，从今往后，你我2人便是一体了。秦城穿着新郎装，一脸笑容地望着眼前的方小贤，伸手将他扶起。就在方才，2人在老方的灵位之前拜了高堂。逃亡路上，2人又没有什么亲友在旁，因此成亲之事也只能一切从简。但不论如何，这个亲还是要成的，不然在这时代，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像个什么话？此刻的方小贤，玲珑娇躯上一袭红裙，浓妆淡抹，精致绝美的俏脸上满是羞红之色，美目中亦是泛着一丝忐忑与期望，低着头轻声的道：夫君，今后还望您能怜惜小贤。一声夫君，听得秦城心中荡漾。与此同时，脑海之中热烈祝贺宿主与青梅竹马方小贤走入婚姻的殿堂，成就人生中的第一段佳话。男神之路不仅总是恋爱与诗歌，偶尔也需伴随着柴米油盐的现实。真正的男神当勇于承担责任，让自己的妻子能够安然为宿主诞下子孙后代，获得成就。妻妾成群，1获得奖励返老还童10年，效果不会一次性呈现，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在宿主的身体上。返老还童，秦城瞪大了眼睛，顿时心中狂喜。他早就料到成亲肯定会有系统奖励，但也没想到这奖励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可谓是无比的惊喜。竟然是年轻10年，这可不仅仅是寿命加了10岁那么简单。年轻10年意味着他不仅长相上会变得年轻，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一身资质体现出的修炼效果都会获得巨大的提升。好好，系统可是送了我一份大礼啊！秦城欣喜若狂，心情大好。更爽的是，系统会慢慢的让他变年轻，这可太省心的。
要是一下子年轻10年，非得把小贤给吓着不可，把他当成妖怪。认识秦城的人也会意识到秦城身上肯定隐藏着大秘密，那从今往后秦城就没安生日子好过了。夫君，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开心了？太过开心，秦城的变化自然被方小贤看在眼里，他俏脸微红，还以为秦城是因为娶了她才如此开心。哈哈，当然是因为我娶了一个好老婆。秦城笑了笑，自然不会说出真实的原因。系统的事情，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他都绝不可会透露，毕竟这样的秘密太过重大了，绝不能泄露半点。这时看着方小贤那害羞的绝美俏脸，秦城不由心中愈发荡漾起来。小贤，天色不早了。如今小贤已经成了自己的妻子，秦城也不是那等不食烟火之人，再也忍耐不住，轻轻地抱住了方小贤。夫君，方小贤自然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耳朵都红透了，害羞地低下了头，并无拒绝之意。这纯阳灵种的双修效果竟是如此优秀。一夜荒唐，秦城翌日醒来的瞬间，便惊喜地发现自己本来还需要大半个月才能圆满的五禽戏，竟是直接圆满了。他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纯阳灵种在与女子阴阳相济之时，能够起到双修的作用。只是这效果大大超乎了秦城的预料，一夜双修抵得上10几天的修炼效果，这简直是个巨大的惊喜。听说江湖上有一类正统双修之类的功法，看来我得想办法弄一门这种类型的功法来才行。秦城眼中闪烁起来，只是寻常的欢好便有如此巨大的增益，若是修炼了双修类型的功法，那效果还能了得。当然得正统的双修之法，对男女都有裨益的才行。沈明月那个妖女身上也有这种类型的功法，但是她的功法是采补类型的，只对一方有兴趣，秦城自然对这种功法不感兴趣。感受着自身实力的增长，秦城不由看向躺在一边疲惫不堪的方小贤。纯阳灵体对他效果极佳，方小贤也理应获得不小的效果才是。这样下去，方小贤今后修炼也能节省大量的力气，这也算是个好消息。不过现在方小贤正在沉睡，秦城也不好把他叫醒询问情况，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等他醒来后再问就是了。在黑水城顺利安顿，并与方小贤正式成亲拜天地。接下来秦城就得考虑养家的事情了，毕竟今后他和方小贤都要修炼，都需要大量资源。方小贤不好出门，因此二人的修炼全都得靠秦城才行。这时候秦城想起当日那个杀手说的事情，不由有点心动了。一般的势力可无法给秦城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源，而那个杀手所言为真，那个池家或许还真是个好去处，也说不定。秦城思考一番，最终决定先打听一下消息再说。他可不想再加入赤霄盟这种坑爹的势力，因此池家的各种情报都得考察一番。接下来的数日，秦城通过易容暗中流连在黑水城的各个地方打探池家情报。令秦城松了口气的是，那杀手并没有骗他。池家在黑水城也小有名气，据说也是个传承多年的世家，曾经在黑水城也算是一方豪强，高手层出不穷。但是近年来池家渐渐没落，最近更是出了些事情。池家最强之人一名二流武者失踪，因为这事顿时间城内不知多少势力都盯上了这个池家，其中动作最大的竟是虎威镖局。感情那天那个杀手与虎威镖局还有私仇。秦城有些好笑，他意识到那晚那个二流境界的杀手找上一群没什么威胁的镖师，只怕不仅仅是出于任务，也有找虎威镖局麻烦的意思。毕竟那个杀手似乎与池家有些交情，这个池家确实是个好去处，虽然目前有些麻烦，但对我来说却算不上什么。秦城深思熟虑一番，不得不说他是真的心动了。池家虽然有些麻烦，但秦城如今的实力一流强者都不惧，虎威镖局这样的小麻烦又算得了什么？至于找个没麻烦的势力苟着修炼，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没麻烦事，哪个势力会把那些高深的功法交给外人？秦城是低调，但不是苟到。他很清楚，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适当的风险总是要冒的。而池家的风险刚好在秦城的承受范围之内。打定主意，秦城和方小贤交代一番，便拿着那个杀手交给自己的信封，朝着池家而去。池府，一位气质清冷、面容精致绝美的高挑女子，身着一袭红色长裙，面色忧愁地坐在正堂之内。女子的前方，一名面容美貌、身材玲珑的婢女脸色气愤。大小姐，最近那些客卿都吵着要解除契约，离开咱们池家，这下可如何是好啊？高挑女子紧抿着红唇，脸色不好看。父亲不过是暂时没有消息传来，这些客卿便闹事，不外乎是与祝之问内外勾结，想联手欺压我池湘郡这个孤家寡人罢了。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就是，反正留他们下来也不见得是好事，必须让他们赔违约金才行。婢女咬牙，他们可是拿了咱们池家的大量供奉，签了契约的，如今要走，
他们必须按照契约3倍赔偿违约金。哼，按理来说是要赔偿违约金，但我们家这种处境，谁去让他们赔偿？池将军冷静非常，心知肚明，那笔赔偿金是不可能要到手，真以为那些供奉是什么好人不成？他有些无奈地挥了挥手，答应他们吧，让他们走，想走的都可以走，我池家还不至于缺了几个三流武者就活不下去了。可是婢女目光有些不甘。就在这个时候，池大小姐，恕我等冒昧，不问自来。几个气息强横的男子大咧咧地从门外闯了进来，一旁试图拦阻的几名下人被为首的一个鹤发老者一个眼神便瞪得面色发白，纷纷动作僵硬在了原地。宋克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美貌婢女惊怒地瞪向这群人，这群人只是客卿，却不问自来，直接闯入主人家的正堂，这也实在太过分了。抱歉，池大小姐。宋克卿淡淡一笑，看也不看那婢女一眼，而是直直地看向池香俊。我等已经准备离开池家，此来只是为了通知池大小姐一番。周围的几名武者皆是一言不发地站在宋克卿的身后，显然意思都很明显。你们！婢女气得发抖，没想到这些人如此放肆，契约还在身呢，竟然直接要离开，简直无法无天了。当初这些人哪个没有拿池家一大笔供奉，现在池家出了事就直接走人，要不要脸？小姨，算了。但在这时，池香俊却是叹了口气，懒得和这些人废话。他知道再说什么挽留的话也是多费口舌罢了，还不如眼不见为净，就当池家的钱都喂狗了，你们想走便走吧。然而令池香俊和婢女没有想到的是，宋克卿和身后的武者们对视了一眼，随后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池大小姐，既然你也同意了让我们离开，剩下的酬劳也该结算一下吧。什么意思？名为小姨的婢女愣了一下。很简单，我们在池家这些年也算是劳苦功高，为池家出了不少力气，如今要走，每人给我们补偿1000两银子，也算是理所当然吧。宋克卿呵呵一笑，面不改色地说道。池香俊和小姨这对主仆霎时间气得脸色都涨红了，简直难以置信，世上竟然有这么无耻的人。池香俊与小姨主仆顿时都气坏了，他们都不准备收违约金了，这些人竟然还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狮子大开口的反过来索要1000两补偿宋方德，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小姨怒喝一声，身上竟是释放出一股冰冷的气息来。这位婢女赫然竟也是一名武者，实力还不弱的样子，不然她又如何能以下人的身份对这些客卿不假辞色？小姨姑娘，欺人太甚，这话从何说来？宋克卿嗤笑一声，面对这位杀气腾腾的婢女却是无动于衷，冷笑一声，我等帮了池家这么多年，要点补偿金怎么了？池大小姐，你池家家大业大，再怎么说也不至于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总而言之，今天这钱你们必须给，不给的话，嘿嘿。说到这里，宋克卿和身后的一帮武者全部都冷笑起来，威胁之色都溢于言表，抱不掩饰起来。摆明了就欺你池家又如何？小姨气的肺都快炸了，但面对这帮客卿，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这帮家伙可是凭真本事杀出来的武者，哪个都不是简单货色。小姨虽是武者，但她是靠着池家的资源独自苦练而成的武者，根本没有与人实战过，真动起手来绝对讨不了好。罢了，小姨去取银子吧。这时候池香俊叹了口气，他是看出来了，这些人是故意落井下石的，不给钱，这些人恐怕真的要坏事不可，只能给钱，再怎么愤怒也只能忍着。看到池香君就范，宋克卿一帮人脸上都不由露出得意的笑容来。小姨对这帮小人恨得牙痒痒，但大小姐都发话了，她又能如何？只能强忍着怒火，转身就要去账房取钱。但在这个时候，一个下人匆匆地走了进来。大小姐，您说的那位世伯来了。下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脸上满是惊喜的大声喊道。听到这话，宋克卿等人都是皱眉。池香君的世伯，他们在池家这么久，可没听说过池家有什么世伯。但池香君听到这话，却是面色大喜，向世伯来了，快请他进来，不，我亲自去迎接他。池香君接过信封，想也不想就要亲自去接人，这样才能显得他的敬重。等等，池大小姐，你莫非是想找借口走人？宋克卿见到池香君的动作，一把拦在池香君的身前，目光不善的道。他怀疑根本没什么客人来，不过是池香君想找借口溜走。宋方德，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池香君见到宋方德如此无礼，顿时气坏了嘟。他嫌恶地看了宋方德一眼，对着小姨道：小姨，去账房领银子，把钱给这些人。他懒得和这帮小人废话，直接让他们滚蛋。虽然可以让那位世伯帮忙对付这帮人，但毕竟世伯初来乍到，池香君总不能刚来就让人办事吧，这也太不礼貌了。等一切妥当之后，
再对付这些人也不迟。如此想着，池湘俊懒得再看宋克清等人，直接朝着大门而去。这池家似乎还真有不小的麻烦。大门口，秦城不慌不忙地站在门口等待，只觉得这状况还真有些意思。他过来的时候，看虚瞳便察觉到了池家门口对面的街道上暗中有好几道目光一直在盯梢。他一停在池府门口，那几道目光便立马落在他的身上了。不过秦城也不在意，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这时秦城听到了脚步声匆匆而来，目光望去，就见到一位气质清冷身材高挑的红衣美人满脸惊喜的快步而来。只是当红衣美人的目光落在秦城的身上时，顿时美目中顿时一怔，失声道：“不是世伯。”他笑容变得有些勉强起来，有些焦急地看向秦城：“敢问老先生，您身上为何会有我家世伯的信？”秦城呆愣了一下，与落难大小姐的邂逅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她曾是心高气傲、才气无双的千金大小姐，她自小立志要振兴家族，自以为凭借自身的才能，迟早能够令家族回到巅峰时刻。然而一朝靠山失踪，外人欺压，身边人背叛，这位千金大小姐遭遇困境，才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她想的那么优秀。在这位落难千金人生最为脆弱的节点上，倘若有一名从天而降的男神能带她脱离苦海，定然会成为她毕生难忘的深刻回忆。解锁新的目标人物池湘俊，看来不用考虑了。秦城回过神来，目光不由深深地看向红衣美人。本来他还打算先考察一番，再最终确定要不要加入池家，但没想到这位池家的主事人竟然又是一位能够被系统绑定的人物。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这位姑娘，老夫是被你的世伯介绍而来的。秦城淡淡开口，直接解释：你的世伯有要事在身，无法抽身，所以才托付老夫来你家族帮衬一番，让您来帮忙。池湘俊呆愣了一下，他还以为秦城只是个送信的呢，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世伯托付而来的人。这位老人，难不成还是位高手不成？只是下一刻，秦城便微微释放出一缕内功的气息。二流内功境界。池湘俊眼中一亮，脸上的纠结瞬间便消失了。其实他内心还是有些怀疑秦城能不能胜任的，毕竟池家的麻烦一般的武者可解决不了，得二流武者才行。但现在感受到秦城身上强横的内功境界，他顿时就安心下来。只是和秦城想要考察池家一样，池湘俊也不可能直接就接受秦城。秦城毕竟不是他那位世伯，而是外人，外人的话就得认真考察才行。这不，池家刚好有件麻烦事需要这位老人帮忙呢。想着那群白眼狼客卿，池湘君眼中泛出一丝冷意。他怎么说也是曾经父亲眼中振兴家族的希望，可不是那种可以任人欺凌的柔弱女子。敢问老先生贵姓？打定主意，池湘君望着秦城，轻启朱唇：“老夫宁烨。”秦城轻描淡写地说出不久前才编出来的名字。他既然打算隐藏身份，自然不可能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原来是宁老先生。池湘君语气敬重，轻轻颔首，随后却是话锋一转道：“宁老先生，既是向伯伯介绍您来的，我自然信得过您。不过我们池家如今面临的局面，世伯应该也告诉过您，可以说相当的麻烦，不知您可有这个心理准备？池姑娘还请放心，只要池家出得起价格，再大的麻烦老夫也不会放在心上。”秦城着重强调了价格二字，他可不是来免费帮忙的。听到秦城提价格，池湘君俏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傲然的笑容，道：“宁老先生尽管放心，只要宁老先生愿意加入我池家，我池家的待遇绝对会让您满意。”好说。秦城眼中一闪，他是看了出来，这个池湘君还真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或许自己是来对了地方。宁老先生，既然你要应聘我家的客卿，小女子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考核，想来不会冒犯到您吧？池湘君见到这位老人并没有因为他有着强大的实力就心高气傲，心中对这位老人也愈发满意，也不废话，直接就开口说道：“什么考核？宁姑娘尽管开口。”秦城自然不介意，他也清楚不露一手，人家怎么可能相信他的实力。池湘君美目中浮现一丝笑意，随后开口道：“老先生随我来，我们边走边说。”池府内，宋方德一行人拿到银票，一个个皆是喜笑颜开的走在出去的路上。没想到祝镖头还真没骗咱们，池家如今已是外强中干，只要咱们开口要钱，池家那个小娘皮就不敢不给。池家主看来是真的回不来了，可恶，早知道池家这么羸弱，方才我们就应该要更多一点才是。对啊，要不咱们回头再要1000两。一行人走在池府内部，丝毫不顾周围的池家下人，说出他们与外人勾结的话语来。听到有人还想要钱，顿时另外几名武者也都心动了起来。池家若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趁机勒索一把，下回想遇到这个好机会可没那么容易。可恶，这帮无耻之徒
果然勾结了虎威镖局的祝之问。我说他们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背叛持家？后方角落里偷偷跟着这帮人的小姨捏紧了拳头，俏脸上堆满了怒色。他早已猜到这帮人有些不对劲，没想到这帮人丝毫不打算隐瞒。显然这些人都吃定了现在的持家奈何不得他们，所以一个个才如此放肆。还想要钱，你们再敢开口，我就和你们这帮家伙拼了。再听到他们还打算勒索，小姨更是气炸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打定主意，这些人再敢开口，他绝对和这帮人拼命算了吧，兄弟们。但这时宋方德却是摇了摇头，你们没看到吕姨那个小娘皮方才都气成什么样子了，真惹急了持家，和咱们鱼死网破可不妙。持家是变弱了，但多少还是有点底蕴的，太过贪心了，可没有什么好下场。听到这话，周围几人愣了一下，旋即一个个不由得息了再勒索一笔的想法。确实持家现在是处境不妙，风雨飘摇，但再怎么说和他们这帮三流武者鱼死网破的实力还是有的，他们可不是虎威镖局敢光明正大的对付持家。听到这话，小姨这才暗暗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宋方德一行人和后方的小姨都忽然看到池香俊走了过来，他的身边还带着一个老人走了过来。怎么来的是个老人？大小姐的那位师伯呢？吕姨呆愣了一下，顿时间眸中有些失望之色。他可是听说过大小姐的师伯是位高手，若是那位师伯到来，池家的危机立马就能解决。只是如今见到是个老头子，这下池家该如何是好？宋方德一行人却是有些惊讶，不明白这时候池香俊带着个老头过来是几个意思。啧，难道这位便是池家新聘请的客卿？一位武者笑容玩味地看向池香君，丝毫没有掩饰心里想法的意思。周围几个武者也都笑容讥笑起来，他们可都知道池家根本不可能招揽到什么强者过来，如今黑水城各方势力都盯上了池家这块肥肉，可没有哪个不怕死的武者敢在这个时候加入池家帮忙。宋方德也是嗤笑一声，看了眼秦城，将这张脸记在了脑海之中，随后朝着旁边的身材高大的武者使了个眼神。那高大武者眼中一闪，随后径直的带头朝着秦城的方向走去。周围几名武者见状都明白了这高大武者想干什么，一个个都露出看好戏的笑容来。既然都已经得罪了池家，他们并不介意让池家更加热闹一点，临走前再给池家一点教训也无妨。如此想着，几个武者也都纷纷跟了上去。对面秦城看到那名高大武者装作没看到自己一样，朝着自己正面走了过来，眉头一挑，立马也明白对方的打算。自然池香俊也看了出来，只是他脸色有些愤怒，这帮人实在太过恶心，拿了钱竟然还要找池家麻烦，简直岂有此理。池姑娘，你想怎么处置这帮人？这时秦城低声开口，也当作没有看到对方一样。本来我只想要让他们归还那点钱，但现在……池香俊抿紧了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冷色，还请老先生教训他们一番。明白了。秦城点了点头。而此刻宋方德一行人直走了，愈发的靠近秦城。眼看着两方人即将撞到池香君与后方的吕仪，都不由呼吸急促了起来，隐隐感觉得到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紧张的氛围。就在这个时候，那高大武者与秦城面对面，距离仅剩一步之遥。看着秦城竟然没有让开的意思，高大武者脚步一顿，随后目露凶光，伸出手指指着秦城的鼻子骂道：老东西，瞎了你的狗眼，敢拦老子的路！听到这话，秦城抬头看了眼高大武者，目光扫过一眼，便见到对方身边那帮客卿们皆是一脸讥笑笑意，盯着自己，一副看热闹的样子。秦城笑了笑，忽的笑意从他脸上消失，可怕的气息陡然间从他的身上释放开来。霎时间，原本一脸笑意的宋方德等人感受到这股如同洪荒猛兽般的恐怖气息，一个个笑容凝滞在了脸上，冷汗从脸上直直地流了下来。那高大武者更是面色惨白，动作僵硬在了原地，目光惊恐无比。二流啊，前辈恕罪！话还没说完整，一只手掌就直直地朝着他的脸拍了过来。高大武者目光惊恐，试图躲避，但在这个时候，他恐惧地发现，明明对方的动作似乎并不快，他的身体竟然不知为何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张手掌朝着自己的脸打了过来。啪的一声巨响，这武者的壮实高大的身躯却如同纸风筝一般飞了出去，伴随着的是数十颗从他嘴里脱落的牙齿与血水。但这还没有结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砰砰砰，几声巨响，那些牙齿如同子弹一般，竟是精准无比的分别朝着另外几个武者身上迸发而去。啊，我的腿啊！饶命！霎时间，几个武者的身体都纷纷被牙齿洞穿，血水直流，一个个惨叫着倒在地上，痛得满地打滚。方才还想讨教秦城的池香卷，见到秦城这么一手，
霎时间秀目圆瞪，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二流武者击败三流武者容易，但击败对方的同时，顺便令对方脱落一嘴的牙齿，将其他几名武者都纷纷重创，这样的手段就有些神乎其神，乃至于不可思议。这意味着这位老人不仅内功深厚到了极点，而且对力量的掌控程度也达到了一种极其离谱的境界。池将军相信，即便是在二流武者之中，都没有几人能做到这个地步。霎时间，他心中火热起来，有这样的高手加入池家，搞不好池家如今的局面还真的能够解决。那位世伯还真的介绍了一位大高手给他，池家有救了。池将军美目放光地望向秦城，仿佛看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宝物一般。池姑娘，老夫的考核如何？秦城淡淡一笑，仿佛方才那话腐朽于神奇的一手微不足道一般。事实上，在池将军眼中，十分神奇的招式对秦城而言也就那样。他可是二流内功巅峰境界的人物，修炼的还是先天一气功这样的绝顶内功，对付几个三流武者还不是手拿把掐。前辈手段之高明，小女子简直毕生难忘。池将军笑容明媚，似乎因为太过高兴，他精致俏脸上的清冷的气质霎时间散去，仿佛冰山融化，此刻竟是美得不可方物。而在这个时候，身为男神的你略微出手，便以震撼落难千金，在他的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落难千金正打算择一家婿，振兴家族，而优秀如你立刻进入了他的夫婿候选之中。不愧是你，为了追求美人，就连成为赘婿也在所不惜。不过这位落难千金孤苦无依，成为他的赘婿不必受到女方长辈的眼色，还可以人才兼得，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获得成就吃到软饭是男神能力的证明。获得奖励，天赋，天生神力，修炼任何断体类功法，你的力量都会是在正常基础上乘以3倍。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秦城顿时就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瞬间暴涨。他三流圆满，又有先天根骨，肉身的力量本就超越了绝大部分三流武者，已经达到了足足上万斤的力道。这下获得天赋天生神力，一下子力量就翻了3倍，竟是达到了将近3万斤的力道。秦城顿时心中一喜，3万斤的力道，就算绝大部分二流外功武者，肉身的力量都达不到这个地步。他的外功还只是3流圆满，但眼下的他不动用内力，光凭肉身的力量，就已经足以正面击败绝大部分二流武者了。这次的奖励真不错，只是看到系统的内容，秦城不由有点无语。赘婿是什么鬼？秦城知道系统又在恶搞了。或许这个池香俊真有招揽赘婿的想法，但绝不可能把他当成候选之人。秦城心知肚明，只要自己有朝一日不接触仙道，返老还童，靠魅力引起女人的注意，那根本就没有可能。毕竟年纪摆在这里，哪个年轻女人看得上一个糟老头子？不管如何，这次有了系统的奖励，秦城心情很是不错。心情好归好，秦城可没忘了自己眼下还在考核呢。石姑娘，这些人还要教训吗？秦城瞥了眼地上惨叫不停的一帮人，随后目光望向池香俊。若是这位大小姐还想收拾这帮人，秦城也不介意再下点狠手。既然要成为池家的客卿，对上池家的敌人，自然是应有之义。饶命，前辈饶命啊！听到秦城这话，宋方得一行人面色惨白，强忍着身体上的痛苦，强撑着身子爬到秦城面前，疯狂的叩头。池大小姐，饶了我们吧，我们愿意把钱归还，不，我们继续当池家客卿，不走了。对啊，池大小姐，我们不走了。其他武者们也跟着疯狂哭喊着的求饶。秦城刚才露的一手，可是把他们都彻底吓破胆了，让他们再也不敢丝毫反抗。继续当客卿就免了吧。池香俊可没有继续折磨这帮人的念头，也懒得再留这帮厚颜无耻的家伙当客卿。他冷笑一番，钱留下，另外按照契约上如数赔偿违约金。多谢大小姐，我们马上赔钱。听到这话，宋方得一行皆是松了口气，一个个头如捣蒜，拍着胸脯保证赔钱。看到这一幕，秦城却是不由皱眉。他之前见到这位池姑娘，还以为这位池姑娘是位刚强的女子，明明是女子之身，却有种魄力不亚于男人的感觉。但现在看来，这位池姑娘终究还是软弱了点。这些人都这么欺人太甚了，池香俊竟然只让他们赔点钱。要换成秦城，这帮人能留一条腿活着离开池家，都算是他发善心了。不过秦城终究没有开口说什么，毕竟他只是个外人而已。而且这帮人其实和秦城无冤无仇，除了方才那个出言不逊的高大武者，秦城也没理由对这帮人下什么狠手，只希望这些人能汲取教训吧。秦城淡淡的想着，池香俊如何处置这帮家伙，秦城并不怎么在意，毕竟只是几个三流武者罢了。小姨，把这帮人带下去。池香俊往后方角落里瞥了一眼，淡淡开口。
来了大小姐。秦城就看到一位气质活泼的美貌少女兴高采烈地走了出来，看着秦城，少女眼中放光，充满了好感。显然秦城方才狠狠收拾这帮小人的行为，在吕仪这位婢女心目中也是留下了深刻印象，令这位美貌婢女对秦城第一印象好到了极点。秦城微微一笑，表达自己的善意。他早就发现了这个一直在偷看的婢女，倒也不以为意。可惜的是，这个婢女虽然也是一名武者，但并没有和池香俊一样触发系统。显然系统并不是个漂亮的女人就会绑定，没有被系统绑定的女人，秦城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平常对待即可。池香俊吩咐了吕仪，接下来自然是要和秦城商量起正事，带着秦城直接去了正厅，吩咐了下人一句，随后一脸正式地望向秦城。宁老，我们池家对二流武者的待遇，1个月700两纹银，此外提供等价于300两的武道资源，至于我池家收藏的功法，则需要按照对您家的贡献才能提供。秦城眼中一闪，饶氏早有心理准备，他也不禁心中啧舌，这就相当于1年12000两银子。寻常老百姓一家8口加起来，一辈子都休想赚不到这么多钱，这却只是二流武者1年的收入。二流武者的待遇简直恐怖如斯。秦城之前在赤霄盟1个月也才100两银子而已，这下子直接翻了10倍。有这样的酬劳，今后秦城修炼起来可以大大的节省力气。但秦城虽然有些惊讶，却并没有直接点头同意，毕竟他来池家可不是冲着酬劳而来的。池姑娘，那位兄台曾说过，池家可以传授一流功法给外人，此事是否为真？秦城盯着池香俊，先天机缘什么的他并不是很相信，但一流功法他还是相信的，此事确实是真。池香俊深深地看了秦城一眼，点了点头。他自然知道，这种时候还愿意来帮池家的，除了冲着那门功法而来，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他并没有废话，直接娓娓道来道：宁老，不瞒您说，那门功法可不只是一门一流功法那么简单，这门功法关系到一门先天功法。说到这里，池香俊神色阴沉起来，这也是我池家如今麻烦如此之大的原因。先天功法？秦城有些皱眉，跟先天功法有关的功法，他实在有些难以相信。毕竟池家的底蕴也就这样，怎么可能保得住这样的绝世功法？宁老，您可听说过北玄山人？池香俊不慌不忙的道：当然听说过，200年前的先天宗师，此人的弟子便是当朝太祖。秦城眼神一凛，北玄山人的大名他可是如雷贯耳，此人乃是一位民间奇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出道便是先天强者。200年前，此人与大黎王朝产生了一些矛盾，结果以一己之力将大黎王朝的先天强者击杀，这导致王朝末年的大黎王朝彻底完蛋。随后北玄山人教出来的徒弟大前太祖更是率领义军，直接颠覆了前朝，建立了如今的大前王朝。秦城目光狐疑地看向池香俊，这个女人该不会想说她家的功法跟北玄山人有关？这女人把他当傻子不成？池香俊似乎看出了秦城的想法，笑了笑，不慌不忙的道：宁老，你误会了，我可没说我家的功法是北玄山人所传。这还差不多。秦城点了点头，继续听。但这门功法确实和北玄山人有些关系。您或许不知道，北玄山人晚年曾经在他居住的地方留下过一座意境石碑，并刻下留言，若有人能参透石碑上的东西，便可以获得他的传承。这200年前，无数许多知晓其秘辛的武者都曾经试图去获得北玄山人的传承，只是迄今为止，终究无人能够获得北玄山人留下来的功法。说出这个秘辛，池香俊话锋一转。不过，虽然无人获得北玄山人的传承，但却有不少人从那石碑之中参悟出顶尖的武道功法来。我池家的功法，便是从那座石碑上参悟出的一种上乘断脏功法——大力牛魔拳。说到这里，池香俊眼中金光一闪，脸上现出一抹骄傲的神色来。此功一旦练成，就能刀枪不入，力大无穷。我家先祖光凭借肉身的力量，就曾经撞破过黑水城的城墙，同等境界，力量是其他武者的数倍之多。秦城心中猛地一跳，若池香俊所言为真，那这门功法可就太适合他了。他可是刚刚才得到天生神力的天赋，这种增强力量的外功，绝对最匹配秦城天赋的功法。趋吉避凶提到的机缘，果然应在池家。不过，我怎么觉得系统所指的机缘，不仅仅是这大力牛魔拳，还有那个北玄山人留下的石碑？秦城眼中闪烁，大力牛魔拳固然适合他，但他可没有忽略池香俊提到过的石碑。这石碑之中，隐藏着一位先天宗师留下来的传承。200年来，迄今为止，都没有人能获得北玄山人的传承，足以说明想获得其传承难度之高。秦城当然不会觉得那些试图获得传承的武者当中没有顶级天才，200年来肯定有过无数天才试图参悟石碑，继承北玄山人的传承，只是他们失败了而已。不过那些天才都拿不到传承，
不代表秦城拿不到。不是秦城自认为比这200年来失败过的天才们要强，而是因为他有卦。悟道时间，若是我有悟道时间在，绝对比任何人都要有戏。秦城眼中闪烁，悟道时间可以让秦城的悟性瞬间达到绝世天才的地步。北玄山人一个武者留下的传承，总不至于连悟道状态下的秦城都参悟不透吧？下次若是得到悟道时间的奖励，可以存下来这北玄山人留下的石碑，有机会的我一定要去尝试一番。秦城眼中金光闪烁，池香俊不以为意泄露出来的秘辛，却是给秦城带来了最大的惊喜。那可是先天功法，这样的机缘，倘若错过，秦城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获得先天功法。惊喜之余，秦城也有些疑惑，池家的麻烦不外乎是这门大力牛魔拳被别人盯上了。只是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又是北玄山人，又是先天机缘，云里雾里的，好像多此一举。不过秦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耐烦，他已然意识到池香俊说这些肯定是有原因的。果然，我池家的功法如此强大，被人盯上，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这时候，池香俊叹了口气，旋即却是咬牙道：“不知是什么人，居心不良，在暗中散播出一则十分肮脏的流言，说我家的大力牛魔功其实就是那位北玄山人修炼的先天功法，只是要练成此功，需要夺得我池家女子的原因才行。”秦城嘴角一抽，终于明白池香君会提到北玄山人了。他也有些无语，忍不住道：“如此离谱的谣言，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相信。武道功法需要与女子双修才能练成的确实有，但直接指定某个家族的女子，这就太过荒谬了。武道功法可没有那么神奇，又不是修仙功法。不得不说，那散播谣言的人也是下作到了极点。”听到秦城的话，池香俊看着秦城的目光顿时变得更加和善了，却是苦笑道：“正如您老所言，只是这世上的蠢货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不知为何，这谣言传出之后，竟然有不少势力都相信了这话，其中有些人甚是过分，竟然试图逼我出嫁，说是图谋武功，不过是图谋我家家产，想人才接的罢了。”池香俊冷笑一声。秦城点了点头，也觉得对方的目的正如池香君所言，什么需要拿到池家女子原因就能练成的先天功法，实在太过扯淡。武功哪有那么玄乎？见池香俊说完，秦城也不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池姑娘，你说的这些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就请直说吧，要如何才能将那门大力牛魔功传授给我？他才不管池家有什么麻烦，一并接着就是了。您老快人快语，小女子佩服。”池香俊也不再墨迹，眼神冰冷，那小女子就直说了。那帮人一直试图逼我就范，其中最为过分的势力便是虎威镖局。前些日子我家中的生意被人做局，迫于无奈，我不得不与虎威镖局立下一场赌局，双方各自以一门一流功法以及一个条件为赌注。说到这里，池香君脸色阴沉，满怀期望地看向秦城。这场赌局就是我池家和虎威镖局各自派出一名高手，决战一场。您老，只要您愿意替我池家赢下这场决战，不仅大力牛魔功可以传授给您，决战之前我池家数百年传承诸多武道资源全部都可以对您开放。说完，池香俊便盯着秦城，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不由紧张起来。若是秦城拒绝的话，他真的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哪里找二流高手了。秦城已经成了他唯一的指望。秦城眉头一挑，和虎威镖局的人战一场，便能得到一门一流功法以及池家100年诸多传承。不得不说，这个交易还真是划算。他是看了出来，若不是这个池香俊被逼上了绝路，还不可能开出这么宽松的条件了。这个交易确实有可以做。思索一番，秦城便点了点头，正色道：“成交。”顿时，池香君松了口气，俏脸上泛出一抹炽盛的笑容。“您老，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带您去我池家的传承宝库，除了那大力牛魔拳，一切功法全都可以向您开放。至于大力牛魔拳，我说话算话，只要您能赢下那场对战，我便立刻交给您。不仅如此，虎威镖局的那门一流功法也是您的。”池香俊确实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不然的话，池家100年传承积累下来的功法，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向外人开放？哪怕那些功法的价值远远不如大力牛魔拳，放在江湖上也都是足以令无数人眼红的东西了。一言为定。秦城眼中一动，本以为拿到大力牛魔拳就是赚了，没想到池香俊竟然还准备将虎威镖局准备的一流功法交给他。这下可真是来对了时候。不过一切都得打赢了才能拿到手，但也很正常，那可是一流功法，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拿出来？就在秦城在池家安顿下来的时候，宋方德一行人离开池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强撑着受了伤的身子，慌张的来到虎威镖局。虎威镖局内部，总镖头，您得给咱们报仇啊！那个老东西将咱们打成这样也就算了，他
他竟然敢不顾您的颜面，私自帮助池家，这是不给您面子啊！宋方德进了镖局内部，便嚎哭着跪倒在一个气质威严的冷面中年男子身前，一行客卿七嘴八舌的将池家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冷面中年面无表情的听着这些人的嚎哭哀求，丝毫无动于衷的样子。右手的手指间不断把转动着几颗钢珠，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看着眼前的冷面男子没有反应，宋方德一行人心里有些不爽了。若非这人说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放弃池家那么丰厚的待遇？现在他们出了事，再怎么说祝之问也该给点回应吧。宋方德抢笑着道：祝总镖头，那老东西一手功夫简直神乎其神，搞不好还真能给您带来些危险，您可千万不能不放在心上啊。这时候祝之问转珠子的动作停了下来，一双淡漠无比的眸子落在宋方德的身上，忽然开口：一招击败你们狠什么？宋方德等人愣了一下，还不待他们开口，砰砰砰，陡然间祝之问手中几颗钢珠陡然间迸发而出，宋方德等人身躯一僵，每个人的眉心处赫然都出现一个血洞，那几颗飞出的钢珠竟是精准无比的分别击中了每名武者的眉心，并将直接洞穿了他们的额头，直接一招将这帮武者格杀。看来也没那么神。祝之问把玩钢珠的手掌，随手端起一杯热茶，轻描淡写的道，对宋方德等人的尸体却是看也不看一眼。转瞬之间，宋方德一行几名武者尽皆都被杀死。大厅内站着的几位仆人却是面无表情，像是没有丝毫情绪一般。拖走！祝之问淡淡开口，立马那几个仆人便走了过来，有人将几具尸体拖了出去，还有人则是立刻开始拖地，分工明确，毫不拖拉。这时候一个气宇轩昂的俊秀青年从暗中走了出来，脸上露出一抹玩味之色。师兄居然还真有不怕死的，敢管咱们北玄门的闲事啊？他哪来的胆子？难道没看到就连内城那些世家豪门都不敢插手此事？估摸着是哪个乡野角落的泥腿子武者罢了。祝之问却是面无表情，语气不以为然地说着，池香俊这个女人到底还是有些运道，这种时候还能让她找到帮手，怎么处理？要不要直接宰了？青年看向祝之问，在他嘴里仿佛宰掉一名二流武者就如同杀鸡一般简单。不仅如此，他之前说到内城的世家豪门时，眼中也十分之轻蔑，似乎根本没有将那些黑山城里的那些世家豪门放在眼里。若是秦城听到这话，相比都会大吃一惊，因为黑水城的世家豪门可比青山城的三大世家要强大得多，几乎每个家族明面上都能拿出一流高手来，甚至有的家族都不止一名一流强者。这样的顶级世家，即便放到大前王朝的京城都算是大势力了，但在青年眼里似乎根本没什么值得在意的。没这个必要，池香俊既然不死心，那也正好。祝之问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正好我半年前突破一流之后就没有再动手杀人了，这回正好热热身子，在仙元降临之前也算是打发一下时间。祝之问既然早已晋升一流，嘿嘿，还是师兄有闲心，愿意陪一个女人玩耍。青年嗤笑一声，随后却是眼中一闪，不过师兄您可别忘了另外一个女人，那可是师尊亲口吩咐的大事。我当然没有忘记，放心吧师弟。祝之问听到这话，神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我早已传令下去，让咱们所有在外的人搜捕赤霄剑宗的那名叛徒，只要那个叛徒敢现身，第一时间就会被咱们发现。青年松了口气道，那女人可是顶级一流高手，若非被赤霄剑宗的那位宗师重伤，咱们就算找到了人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人家。不过现在可好了，送上来的一份大礼，只要能抓到此女，仙元降临之日，师兄您搞不好都能获得进入修仙界的资格。祝之问眼中一闪，也不禁泛出一抹炽盛之色来。放心，无论是池香俊还是萧清雪，这两个女人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池府内库，秦城还不知他即将面对的敌人早已晋升为一流境界，而且还有着极其神秘的来历。此刻的秦城却是满心火热的这密室内的书架，只见书架上面分门别类摆着大量的功法秘籍，外功、内功、武技、轻功、毒功三流，二流的应有尽有。这池家的藏书竟是看上去比赤霄盟的藏经阁还要丰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功法全部都向秦城免费开放，他可以任何观看。好，有这么多功法在，绝对足以让我创出五禽戏的下一个阶段。秦城大喜过望，他本来还打算抽时间回青山城一趟，找那个妖女索要更多的功法，但现在却惊喜地发现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池家的藏书能够完美解决他的需求，只要获得悟道时间，他随时都能依靠这些功法推演出五禽戏的第二层内容来。先记下来再说。秦城深吸了口气，现在他没有悟道时间在身，可不敢随意推演功法。创造武道功法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稍微哪个步骤没有弄好，下场绝对会凄惨无比。秦城可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这个时候，一股香风传来，
秦城目光看去，就见到池香君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跟了好几个下人，每人端着各种名贵的药材、兽血、异兽肉块。您老，这些东西无不是都是对二流武者都极其珍贵的武道资源，在您与虎威镖局大战之前，我们池家会不断向您提供，只要您能够消化得掉，你能用多少，我池家都会能管够。池香君口气大的吓人，说出来的话令秦城都不禁大吃一惊，这实在也太豪气了点。这么多资源，随意一部分放在外界都是价值千金的宝物，加起来何其之多，而这些东西竟是任由秦城享用。说实话，秦城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会有如此奢侈的一天。他相信，即便是青山城3大豪门的家主，都不可能奢侈到如此地步。这一刻，秦城意识到，黑水城的世家和青山城的世家终究还是差距太大。光一个池家就可以如此奢侈，那内城的那些顶级世家呢？好，那老夫就却之不恭了。秦城深吸了口气，既然人家愿意提供资源，秦城当然不会拒绝。正好他也准备在外宫上面晋升2流，开始断骨了。这些资源来得可谓太是时候。我可是有着天赋天生好位，有了这么多宝贵的药材，我的实力绝对能突飞猛进。秦城眼中闪烁着金光，他很早之前就已经从系统获得过一个名为天生好位的天赋。这个天赋能够令秦城消化能力暴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丹药、药材之类的营养吸收到体内，杜绝浪费。不仅如此，还不会产生抗药性。这个天赋的作用不可谓不高，但秦城却一直没有将这个天赋的价值发挥出来。无他，穷的根本没机会发挥这个天赋的作用。但如今这个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拒绝。其实秦城并不知道，池香君拿出这么多珍贵无比的资源，其实也极其肉疼。只是他现在也被逼上了绝路，不得不拼上一把。反正万一秦城输了的话，这些珍贵无比的资源也会白白便宜给祝之问，何不拿来全部用于培养秦城吗？祝之问，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父亲之所以失踪，与你有着莫大的关系，你居然还想娶我？做梦吧！池香君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恨意。显然，这位看上去对秦城开诚布公的女人，内心还隐藏着许多秘密和情报，并未对秦城袒露。2流了。密室里，秦城眼中闪烁着金光。此刻的他，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可怕的气息，仿佛一头绝世猛虎一般。此刻的秦城外宫境界也正式晋升至了2流断骨境。外宫晋升2流，对秦城而言，比他想象的还要简单。毕竟他五禽系早已圆满，内功又是顶级品质的先天一气功，对秦城来说，突破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得到了池香君提供的宝贵资源，只花了半个时辰不到，秦城便通过修炼琥珀断骨功，顺利的突破至2流境界。这一刻，秦城只感觉自己实力猛然增长了一大截，体内充斥着恐怖的力量，好像轻轻松松可以打出数万斤的距离来。1流断脏境的武者有9牛2虎之力，现在的我虽然只是初入断骨境，但光凭肉身的力量，其实就已经十分接近那个地步了。秦城眼中放光，他底蕴太过丰厚，先天根骨的资质，天生神力的天赋，又修炼的是无声教的上乘功法，更别提体内还有灵重。这个底蕴叠加在一起，他的实力早已无法以目前的境界来衡量。内外全部突破2流，现在的我，即便是正面对上1流强者，绝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打爆。秦城一时间信心爆棚，更是有点蠢蠢欲动，想要找个1流高手战上一场。不过很快，秦城还是冷静了下来。他只是因为一时暴涨，心潮澎湃才产生那种想法。冷静下来之后，立刻提醒自己，自己现在可是有家室的男人，越阶而战，以前就没想过，如今更是绝对不能冒这个风险。1流强者哪个不是人中龙凤，没有一个能够轻视的，谁知道对方身上具备什么样的杀手锏？不到万不得已，秦城绝不打逆风局。秦城本以为自己突破已经算是惊喜了，没想到晚上回到住处，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爷，我成武者了。方小贤俏脸上满是喜悦之色，在秦城进来的第一时间，便迫不及待地说出他成为武者的事情。这妖巧，秦城也有些惊喜，这叫好事成双啊！他们不愧是夫妻，连突破都赶上同一天了。爷，说出来你不准笑话。方小贤白皙的俏脸忽然泛出一抹羞红，我感觉和您行那事之后，实力就进步飞快，也不知是不是错觉。方小贤并不是那种内向害羞的女人，曾经的她其实也是一个性子泼辣的外向少女，只是因为深仇大恨，渐渐变得有些内向起来。但如今嫁给秦城之后，性格也渐渐恢复，胆子也大了起来，就连这种对女人十分羞人的话都说得出口。这可不是错觉。秦城当然明白怎么回事，看着方小贤，他也决定说出一些秘密来。小贤，其实我有一个秘密，一直没告诉你，我具备一种名为纯阳灵种的东西，你可以将之当成一种极其妖孽的资质，这种资质在双修时具备着巨大的好处。毕竟都成夫妻了，有些秘密
也可以和方小贤公开。方小贤也不是那种大嘴巴的人，秦城并不担心方小贤泄露出去。还是那句话，只有系统这个秘密，秦城无论如何都不会透露给外人。至于其他秘密，就没必要那么小心了。爷，这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资质？方小贤秀目圆瞪，被秦城说出来的话可是震惊的不轻，旋即却俏脸通红，不好意思去看秦城了。他都亲身体会过来，实力确实是因此突飞猛涨。显然秦城说的话虽然匪夷所思，但确实是真的。这也太不正经了吧。方小贤羞红了脸蛋，忍不住道。他忽然想到，秦城有这样的资质，若是多娶一些女人，岂不是就能进步飞快？想到这里，方小贤忽然有些吃醋起来。再怎么说，秦城是他的相公，他可不想秦城身边有其他女人。不正经怎么了？实力提升可是实打实的。看着方小贤变化的神色，秦城眼光何其老辣，立马意识到女人吃醋了，嘿嘿一笑，直接将小贤抱在怀里。小贤，你就不想尽快晋升一流，知道老方留给你的秘密吗？等等。方小贤娇呼一声，耳根都红透了。爷，天还没黑呢，怕什么？又不会有人来。秦城呵呵一笑，都到了节点上，他怎么可能停手？正好在池家吃了大量的天才地宝，一身火气旺盛过了头，正是发泄一番的好时机。尽管说起来害羞，但当真正体会到林仲的厉害之后，方小贤也不由强忍着害羞，陪秦城胡闹起来。他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自己爷爷当着自己的面惨死的一幕，复仇之心刻骨铭心，再加上爷爷说过的方家秘密，也需要他修炼到一流境界才能继承。因此很快方小贤也开始配合起秦城，全力开始双修起来。就这样，秦城白天在池家吸收资源，晚上就双修，夫妻俩的实力几乎每天都在突飞猛涨，不知不觉间时间就到了月底。池家和虎威镖局约战的那一天，宁老，您准备好了吗？这天一早，池香俊穿着一袭紫色长裙，身上有股说不出的魅力，只是少女神色明显极其紧张，只觉得呼吸都变得困难无比。事到临头，她终究无法和过去那些天表现的那般镇定自若。放心吧，池大小姐，即便祝之问再强，也绝不是我的对手。秦城微微一笑，其实这些天随着他和池香俊变得熟悉，他也早就看出来了，这位池香俊看上去是个女强人，心高气傲，聪明绝顶，实则内心柔弱，一看就是平时被他那位父亲保护得极好，只是如今家族遭遇大难，被迫伪装着镇定而已。论坚强程度，他甚至都不如方小贤，更别提苏黎了。既然少女担惊受怕，秦城自然要给她信心。更何况秦城确实信心十足，这些天他消耗了那么多资源，可不是白消耗的。他现在的琥珀断骨功也已经达到了大成境界，一身恐怖的巨力，比起刚突破时都翻了数倍都不止。现在的他光凭外功都敢和一流强者叫板，因为他的力量早就超过了九牛二虎之力，是真正可以抗衡一流的程度。这样的实力，面对一个二流武者，秦城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黑水寺乃是黑水城香火最为鼎盛的一座佛庙，这座佛庙占地规模极大，所处的地方也是外城最为繁华的区域。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黑水寺光是门口的接客广场就有着3-4个足球场规模的大小，可想而知这座佛庙何其之富有。此刻佛庙的广场上可谓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只不过来到这里的人可不是去拜佛的，而是今日这里可是有一件大事即将发生。这件大事正是池家与虎威镖局的约战。池家和虎威镖局这两方家里有着金山银海，富得流油，没想到这两个势力赌注竟是下得如此之大，各自都拿出了全副身家和绝世功法。这两个势力是怎么想的？嘿嘿，池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虎威镖局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是池家的家主已经失踪了好几个月，搞不好已经死了。池家现在也就大猫小猫3-2只，怎么可能是祝总镖头的对手？依我看，祝总镖头这次可是要人才兼收了。哎，池家也是传承了数百年的世家，也曾有过风光无限的时代，没想到如今终于要没了。趁人之危，算什么好汉？人群中议论纷纷，不少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毫无负担地讨论着。但是即便是这些看热闹的平民百姓，也都看得出来，这场约战对池家的形势极其不利，池家几乎没有赢得可能。不少人都对池家十分同情，对虎威镖局的行为感到不屑，但更多的人却是无所谓，无论是池家没落还是虎威镖局没落，反正都和他们小老百姓无关，这些人只是哪里有热闹就会聚集在哪里罢了。而就在广场的前方，一群气质不凡、穿着优雅、贵气十足的人们则是安然端坐于高台之上。这些人都是内城的世家之人，也是这座黑水城的真正掌控者。但即便是他们这样人上人，此刻也一个个在交头接耳，议论个不停。看样子池家这次是完蛋了，
祝之问这个新贵即将崛起啊！世家之人也都和平民们同样的想法，他们可不觉得池家有希望赢得这场约战。我们就这样看着他拿咱们黑水城的世家当垫脚石。有世家中人不满地说道，似乎为池家即将到来的悲惨下场感到同情。实际上明显是借题发挥，此人脸上更多的是对祝之问的不满。哼，人家背后可是有人，有本事你就动他试试。然而另一边，一个世家之人却是冷笑不已。此言一出，之前不满的人立马面色不好看地闭上了嘴。他们可是知道，他们这些世家看似站在了天下人的顶端，但在那些祝之问身后的人面前，也不过是一帮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罢了。就在场面越发热闹的时候，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一道兴奋的声音：来了！虎威镖局的人和池家的人都来了！哗！霎时间，人群中一片哗然，无数道目光纷纷看向后方的道路。只见两帮人马，一个从北方而来，一个则是从南方而至。北方而至的人是虎威镖局的人，一群面无表情、气息强横的镖师们，整整齐齐地拱卫着一位气度威严无比的中年男子，犹如一支令行禁止、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般。光是看到这帮镖师，沸腾无比的广场霎时间鸦雀无声，人群中一个个敬畏无比地看向虎威镖局的这帮镖师。他们可是知道，这些跟随在祝之问身边的镖师，每一个都是三流武者，而在这里一眼望去，竟然有足足30-40多名。这一批人光是站在那里，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势都令人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寒意，更何况他们还训练有素，如同军队一般。这一幕令他们的恐怖威势更是增添了数倍都不止。便是高台上的那些世家之人，看到这些镖师，也不由纷纷变色，眼中露出深深的忌惮来。他们知道，这些镖师虽然只是三流武者，但以他们的训练程度，一旦联手厮杀，即便是内城的世家都没几个承受得住的。再配合祝之问这位老牌二流高手，即便是一流高手，只怕都奈何不得祝之问。相比起祝之问这边的威严无边，池湘君这边的人就显得大猫小猫2-3只了。带头是的两名国色天香的美女，池湘君与吕仪这对主仆，走在二人身边的则是秦城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糟老头子。身后虽然也跟了一些护卫，但这些护卫一个武者都没有，虽然也明显受到过训练，护卫在两侧有点气势，但跟虎威镖局的那帮如同一支精锐军队的镖师比起来，简直像是一群散兵游勇，弱得可怜。尤其在感受到虎威镖局那帮镖师们扑面而来，如同排山倒海般的恐怖气势之后，这群护卫们更是一个个面色惨白，目光惊恐。啊！一个胆子小的护卫竟然双眼一翻，竟然当场昏倒在了地上。见着这一幕，广场上陡然间一片哄笑。广场上的人们看着池家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笑话一般。这样的家族也敢和虎威镖局约战，他们是怎么想的？把他抬下去。池湘君面色有些难看，却并没有怪罪自己的手下给自己丢脸了。对面那帮人的恐怖气势，就连他都感觉到极其恐怖的压迫，吕仪也都面色开始发白，何况是他那些连武者都不是普通人护卫。好在池湘君看着身旁的秦城，面无表情，丝毫没有变化的样子，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只要您老不露怯就好，池湘君。这个时候，祝之问从镖师们当中走了出来，目光淡漠地看向池湘君。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乖乖地嫁给我，将那门大力牛魔拳当作嫁妆，我可以不要你池家的家产，今后生了儿子，也可以给你池家过继一人传宗接代。若是真的上了场，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么好的条件可就没了。祝之问，你少在这里做梦了，我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嫁给你这种人。池湘君咬牙切齿，只觉得此人实在是欺人太甚，竟然说出如此虚伪的话来。这两种选择有什么区别吗？他恨恨地看着祝之问，何况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哼，你指望的是这个老家伙吧？能在这种时候找到一名二流高手帮你池家出头，确实是你池家有些运道。只是，祝之问嗤笑一声，不以为意地看了眼秦城，随后便懒得多看，仿佛秦城这位二流高手在他眼里还不如路边的一条野狗。他说着说着，脸上却是忽然露出一番傲色。如今的我已经是一流武者了。此言一出，霎时间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便是高台上的世家们也都不可置信地张了张嘴。至于方才还一脸恨色的池湘君，此刻却是面色变得苍白无比了起来。一流？怎么可能？祝总镖头既然成一流了，这岂不是说我黑水城又要多出一个顶级世家？人群中霎时间一片哗然，便是那些没有见识的小老百姓们都知道，任何势力只要诞生了一名一流高手，就可以瞬间成为黑水城最顶尖的势力。之前虎威镖局虽然名气极大，在这黑水城也是威风不小，
但从未有人将虎威镖局当成过黑水城的顶级势力。但如今却不一样了，因为祝之问成了一流了。祝之问居然能晋升一流，这怎么可能？比起老百姓们的震撼，世家中人却有不少人瞬间破防了，一个个脸色不好看。以前的他们其实并没有将祝之问放在眼里过，不过是忌惮他身后的人罢了。但如今祝之问本人就已经成了一流高手，这意味着黑水城将多出一家能和他们抗衡、争夺利益的势力。没有哪个世家豪门乐于见到有突然冒出来的势力和他们争夺利益。若说此刻最慌的人是谁，毫无疑问便是池湘君了。他面色苍白，娇躯不由颤抖了起来。之前他还对秦城抱有信心，指望秦城可以抗衡祝之问，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拿出池家积累的资源都投入到了秦城的身上。在他看来，消耗了如此多的资源，秦城再怎么也不可能会败给祝之问吧，就算无法击败祝之问，起码打成平手就行了。但此时此刻得知祝之问成了一流，瞬间他的一切信心都落空了。毕竟二流和一流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这可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一名二流武者使用了再多的资源都不可能在光明正大的战场上战胜一名一流高手。笑话，你说你一流就一流了？池湘俊声音变得颤抖起来，死死地看着祝之问。此时此刻他都不禁变得自欺欺人起来，只能拼命说服自己祝之问在欺骗自己，不能他说一流就是一流。但下一刻池湘俊却是彻底失声。只见祝之问伸出左手，当着池湘俊的面张开手掌，霎时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震惊地看见祝之问手掌上的皮肤竟然陡然间变成了金铜之色，玄金真气不可能。池湘俊秀目圆瞪，不可置信地望着祝之问，面色彻底惨白起来。呵呵，不愧是北玄山人的后人。祝之问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来。果然，你们池家还知道北玄山人的传承，玄金真气乃是北玄山人所创的内功，只有一流武者才有资格修炼这门功法。池湘俊，现在你应当知道我的来历了，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是乖乖的配合我，与我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还是自取灭亡？说罢，他转身便朝着早已布置好的战场高台上走去，准备在哪里等待池湘俊的最后答案。池湘君面色顿时一阵白一阵青，忽然想起那个荒谬无比的流言，不由想起自家祖传的一个秘密。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完了，池家完蛋了。池湘君美目中满是绝望之色，俏脸上露出比哭都难看的笑容，一副百念俱灭的表情。看着祝之问的背影，他眼中露出一抹无比的恨意与坚定。猛地他转身看向一旁的秦城，缓缓开口：宁老，你走吧。既然祝之问已是一流，那这场赌斗已然失去意义。他并不打算让秦城上去，那只是送死罢了。为何要走？只是冷不丁的始终沉默的秦城却是忽然开口。见着秦城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池湘君美目中不禁流露出一丝感动之色。其实在祝之问亲口说出自己的实力的时候，他都做好了准备，秦城会拒绝赌战。对此他绝不会责怪秦城，毕竟任谁都知道二流武者和一流武者决战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谁曾想这位才认识不到1个月的宁老，竟在明知对方是一流高手时也没有抛弃自己。比起那些背叛池家的客卿，秦城这位客卿实在是太难得了。只是秦城越是如此，池湘俊便越是不能让秦城送死，叹了口气：宁老，多谢您的好意，只是这场赌斗已经没有意义了，没必要让你白白送死。对啊，宁老，您走吧，没必要留下来送死。一旁吕仪亦是满脸的绝望，见着秦城竟然在这个时候对池家不离不弃，也感动地劝说起来。至于他这位奴婢，却是打定了主意，要陪主人一起同生共死，谁说是送死了？秦城淡淡地看了这对主仆一眼，却是依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在得知祝之问是一流高手之后，秦城确实也是有些吃惊与意外，但也仅此而已。一流武者，在他先天一气功第2层圆满的时候，他就已经无惧了。更何况这1个月来，他的外功突飞猛进，一身实力早已经比出到黑水城时强大了数倍都不止。即便是一流又如何？可惜，看来从今天起，我也无法再低调了。目光看向台上的祝之问，秦城眼中有些可惜。以2流实力与一流武者一战，无论胜负如何，此战的结果必定会传遍大前武林，让无数人知晓。到时候，秦城再怎么低调，也必然会被无数人关注到。毫无疑问，这跟秦城的计划不符合。但这世上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情？秦城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原则，他还是有的。他花了池家那么多资源，这时候不顾池湘君，甩胳膊直接走人，那他还是人吗？既然无法低调，那就高调一回事了。
秦城也不是那种怕事之人，更何况如今的他已经有资格高调。我宁也不是那种不守信之人，既然答应了帮你们站祝之问，哪怕祝之问是仙人，老夫也会守信。秦城淡淡的开口说了一句，随后便不顾一旁不停劝说自己离开的池香俊，直接朝着高台上走去。看着秦城竟然在明知祝之问是一流高手的情况下都敢上场，顿时间人群中一个个都不由目瞪口呆起来。宁老，池香俊与吕仪这对主仆眼眶都红了，一时间竟是有些哽咽。陆遥之、马丽日久见人心，此时此刻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他们能够聘用到秦城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是何等的幸运。这世上还真有不怕死的人。高台之上，祝之问看着朝着这边来的秦城，那张威严的脸上不禁现出一抹惊讶之色，旋即便变得玩味起来，目光却是头一次开始正视这个他之前没有放在眼里过的老头子。见到秦城竟然在明知祝之问已是一流高手之后，还敢朝着台上走去，霎时间广场上的人们都不禁露出惊讶之色，便是那些世家中人也是十分意外。这老头被池家灌了什么迷魂汤？这种情况下还敢上场？莫非他是池家的什么人？池家对他有什么大恩大德？愚不可及，二流之身在哪里不能当个人上人？何必要在这里送死呢？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疑惑，有人赞赏，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个老头子可能是老糊涂，竟然主动送死，纷纷猜想着这老头和池家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秦城面无表情地朝着台上走去，周围众人的话语自然瞒不过他的耳朵，他不禁心中好笑。若是让这些人知道他和池家并无什么太大的瓜葛，想必所有人都会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吧。池家对他没有什么恩情，他竟然还主动为池家送死，不是傻了是什么？问题就在于这一点。如果真的是死局，秦城确实不会冒着自己的性命为了池家上场。问题不是这是死局吗？秦城可不认为如此。但就在这个时候，秦城忽然间被人撞了一下。不好意思。撞到秦城的是一个书生，他慌张的连忙解释了一下，便匆匆的离开。秦城却是面色微变，但很快便平复了下去，当作无事发生的样子。萧清雪，他怎么会在这里？内心秦城却是吃惊不已。方才那个书生看上去是个相貌平平的青年男子，任谁见了都不会怀疑书生的身份。但秦城有看虚眼，一眼就看穿了书生的真实面目。这名书生竟是那位赤霄剑宗的萧清雪伪装而成的。虽然只见过对方2次，但对方那绝美无比的面容，秦城自然难以忘记，一眼便认出了对方。很显然，萧清雪方才是故意撞了秦城一下，趁机在秦城的身上塞了什么东西。感受着怀里的纸张，看样子是萧清雪借着撞到他的时机悄然塞进去的。秦城不由悄然将东西摸出来，稍微瞥了一眼，眉头一挑，是一张符纸。霎时间，秦城心中便是生出无数疑惑来。这位赤霄剑宗真传大师姐，掌握赤霄盟无数武者的总舵主，这位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贵女，怎么会出现在黑水城，还刻意隐藏了身份，给自己送上一张符纸，又是怎么回事？看来这位赤霄剑宗真传出了事啊！秦城眼中闪烁，想起青山城其先勇突然夺权，整个过程中萧清雪都没有显露出过半点踪迹，这确实令他一度疑惑不解，还以为这位萧清雪对青山城的事情并不知情。但现在看来，萧清雪身上只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迟迟没有出现。不管如何，此刻大战在即，秦城也无心去考虑萧清雪的事情，将符纸收了起来，便面无表情的直接登上高台。老东西，明知我的实力还敢上台，倒是勇气可嘉。祝之问目光玩味的看着秦城，池香君那个女人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竟然愿意为了池家拼命？池家确实给了我不少好处。秦城淡淡开口，我拿了池家的东西给池家卖命，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你不怕我？祝之问眉头一挑，并不奇怪秦城得了池家的好处，没好处谁拼命啊？问题是他隐隐感觉到眼前这个老东西似乎对他并无丝毫畏惧，这令他有些不舒服。他可是一流高手，即便是内城那些世家的家主们，此刻见到了他都得小心翼翼。这个老头他凭什么这么嚣张啊？凭他年纪大，为什么要怕你秦城？嗤笑一声，一流了不起吗？听着秦城轻描淡写说出这番话来，祝之问笑了，只是眼神变得冰冷无比。等我敲碎你全身的骨头，你就会知道一流与二流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就凭你一张嘴也想敲碎我全身的骨头？秦城呵呵一笑，不以为意地说着，牙尖嘴利，先撕烂你的嘴。祝之问怒了，身形一动，便化作了一道残影，大手一抓，恐怖的气血几乎实质化，化为一道磨盘大的爪影，朝着秦城笼罩而下。
在这磨盘大的爪影之下，秦城那老弱之身看上去渺小的如同蝼蚁一般。台下的看客们皆是瞪大了眼睛，震撼无比地看着这一幕。祝之问一出手就显现出了一流高手的恐怖之处，气血实质化，这可不是一流之下的任何武者能够做到的。这样的手段简直与传说中的仙神手段有些相似了。果真是一流。世家之人见到这一幕再也没有了侥幸心理，知道祝之问是真的成为了一流武者，气血实质化，只有一流外功强者才能施展的强大手段，几近超凡之能。二流武者可是用不出这等可怕的手段。宁老！台下池香君面色发白，惊呼出声，已是不忍地闭上了眼睛。他实在想不出面对一名一流高手的杀招，秦城该如何活下来。这一刻，少女心中懊悔无比，早知道秦城一诺千金，面对这种死局也要遵守诺言，她当然就应该直接将大力牛魔拳交给秦城了。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场战斗结局已经注定。一流高手全力出手，施展出气血实质化的恐怖能力，再强大的二流武者都不可能抗衡。但秦城偏偏不信，面对祝之问的杀招，秦城却并没有和过去一样直接拔刀。他以前很少和高手动手，虽然知道自己很强，但到底强成什么样，心里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底数。但现在见到祝之问那在外人眼中可怕无比的气血实质杀招，秦城却隐隐感觉这一流高手的杀招似乎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气血实质化确实恐怖，但我天生神力可不惧你。秦城眼中金光一闪，霎时间一身内力和气血之力疯狂调动起来。杀！轰隆！一股狂暴无比的气息从秦城的身上爆发开来。霎时间，人群中仿佛隐隐听到了一道震耳欲聋的猛虎咆哮之声，旋即便感觉到秦城身上那恐怖的仿佛将空气都要扭曲的可怕气息，竟然瞬息之间便压过了祝之问这位一流高手，将那气血凝聚而成的爪影竟然直接粉碎。与此同时，秦城脚下一动，整个人竟如同一尊炮弹狠狠地轰了出去，竟是要正面朝着祝之问这位一流高手对撞到一起。哗！眼见到秦城如此凶悍的表现，瞬息之间人群中一片沸腾。不好！祝之问面色狂变，他怎么都没想到，方才看上去还平平无奇的老头子，一旦爆发，竟然变得如此凶悍。那恐怖的气息，一时间竟是令他这位一流高手都感到了极度的危险。玄金真气！霎时间，祝之问身为一流高手的高傲便烟消云散。面对如此恐怖的老头，他丝毫不敢再隐藏神力，怒吼一声，全身的皮肤竟然陡然化为了玄金之色，身躯一荡，浑身的气血之力都汇聚在双拳之上，猛烈地朝着秦城轰击而去。轰隆！两道恐怖的身影霎时间对撞在了一起，疯狂交手起来。祝之问是一流高手，而秦城的实力也堪比一流，二者交手就相当于是两位一流高手在同时对战。一流高手何其恐怖，可以说任何一个一流武者对普通人而言都是堪比天灾般的恐怖存在，一举一动都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二人交手的瞬间，台下之人便什么都看不清了，只能见到两道残影不停地出现在高台上的各个角落。二人每一次碰撞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爆发出可怕的余波，将高台的地面碾压得粉碎，就好像有压路机在疯狂的碾压破坏一样。眨眼功夫，先前还被打扫得干净无比的战场高台，瞬间便就化作了废墟一般。台下的看客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眼中惊恐。他们以前只听说过一流武者的强大，但哪里能够想象一流高手竟然恐怖到如此地步。这他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几乎和仙神无异了。但更多人却是感到震惊，那个老头子不过是二流武者，竟然能够和一流武者抗衡，这老头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这样？高台之上，世家之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二流抗衡一流，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闻所未闻。这老头是哪来的妖孽？又是一个堪比一流的人物出现了。有世家之人倒抽冷气，一个祝之问就令他们头疼，没想到冷不丁的又冒出来了一个。好在二人已经生死相搏，最多也只能活下一人。宁老居然这么强！要说在场最为惊喜的，莫过于池香俊和吕仪这对主仆不可。见到秦城突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来，池香俊顿时美目放光，心中充满了无边的惊喜。要知道在此之前，他都准备喝下早就准备好的毒药了，只等着结果一出便服毒自尽，宁死都不屈服祝之问。没想到惊喜来得如此突然。太好了，大小姐，咱们池家有救了。吕仪这位小婢女更是开心的俏脸涨红，兴奋地抱着池香俊的手臂摇晃起来。结果还没出来，别急着下结论。池香俊深吸了口气，却是目光死死地看着战场，心中也是紧张起来。秦城一时间爆发出堪比一流的实力，但终究只是二流武者而已。池香君心中也依旧担心无比，
不敢确定结果如何，台下各方心思各异，但台上战场形势却是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你这老东西到底是什么怪物？明明只是二流，一身的气血竟是比我这个断脏劲武者还要强大。祝之问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不可置信地怒吼起来。他身为一流武者，一身力量早已达到了九牛二虎之力，本以为光凭自身的恐怖巨力都能轻易地碾死秦城，谁想到一交手，他就震撼地发现秦城的力量竟然比他还要恐怖得多，远远超过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他的2倍之多。此刻祝之问明显感觉到不妙起来，他竟然在和一名二流武者的交手之中落入了下风，这怎么可能？秦城自然懒得搭理祝之问，他习武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今时今日还是头一次全力出手，一时间竟是从心中生出一股无边的畅快之感。这种能够切身感受到自身的强大的体验，实在是太过令人沉迷。难怪这世上武痴那么多，江湖之中每过一段时间都能听到哪个武痴挑战有名的高手被杀的事情。以前秦城还疑惑那些武痴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竟为了出名去挑战那些明显远强于他们的武者。现在他才明白，那些武痴们有不少人并非是为了名利而去挑战强者的，而是因为战斗确实容易令武者沉迷，哪怕是因此而死，也有许多武痴也在所不惜，也是能够理解的事情了。原来我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了。不过秦城毕竟不是年轻人了，很快他便恢复了平静。看着被自己碾压的已然落入下风的祝之问，秦城终于确定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许多一流武者。就比如眼前的祝之问，秦城感觉自己一个打2个都不成问题，这还是没有出刀的情况。一旦施展出朔光刀法，本来还想着将朔光刀意当作底牌，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区区一个祝之问根本没有必要动用朔光刀谱。如此想着，秦城渐渐也对碾压祝之问失去了兴趣。既然检验自身实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决定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祝之问，你可以去死了。秦城目光一沉，这一刻再也不再保留实力，全身恐怖的气血散发开来，正准备将祝之问一击杀死。但在这一刻，秦城却惊喜地发现，他的琥珀断骨功竟然在这一番肆意战斗之中自然而然地圆满了。原来与人对战获得的经验远远超过我独自练功。秦城瞬间便明白了原因所在，实战是武者进步最快速的手段。他往日低调，不喜与人争斗，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现这一事实。而今日他全力出手，面板上经验便开始迅速暴涨，直接令他在外功也达到圆满。这一刻，秦城外功内功都彻底圆满，一身实力瞬间疯狂暴涨。好，大喜的日子便用这祝之问的人头来纪念。秦城眼中金光爆闪，之前他觉得杀死祝之问还需要50招左右，但现在1招足矣。死！想到这里，他不再丝毫留手，全身的力量激荡开来，轰隆，恐怖的气劲霎时间铺天盖地的爆发开来。一时间，在场的所有看客们都有种快要窒息了的感觉。吼！秦城一拳轰出，霎时间，在场所有人都仿佛听到了一尊猛虎怒吼的声音，竟隐隐看见秦城的周身血气竟是近乎实质，化作了一头绝世凶虎，咆哮着朝着祝之问扑杀了过去。血气实质，你突破了！不，怎么可能？祝之问面色狂变，望着那血气巨虎，心中充满了无边的惊恐。在秦城的打压之下，他本就已经有些抗衡不住了，如今秦城既然突破，他哪里还有反抗之力？我恨啊！我一流境界，又有着先天宗师的师尊，可谓前途无量，怎么如此倒霉，竟然遇上了这种妖孽？一时间，祝之问心中充满了无边的悔意。以他的身份，未来可谓鹏程万里，只要什么都不做，都能够在日后仙将之日抱着他师尊的大腿夺取仙缘。结果只因为一时贪婪，竟然提到了秦城这样的铁板，他这是走了什么霉运，才如此倒霉？祝之问想不通，也没有机会再想通了。随着秦城全力一拳爆发开来，汹涌无边的血气巨虎瞬息之间便已经狠狠地轰击在他的身上，咔嚓嚓！霎时间，他全身的骨骼都发出了断裂的声音，身上那奢华的锦衣瞬间被鲜血浸红，七窍血液狂涌而出，整个人都如同炮弹一般狠狠地倒飞出去，竟是直接飞出了高台，飞到了数十米外的黑水庙大门，生生将高大厚重的大门撞得粉碎。静！广场上瞬间一片死寂，鸦雀无声，所有人皆是惊骇欲绝地看着高台上的秦城，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祝之问居然败了，这怎么可能？以2流击败1流，世上竟怎么会有这样的妖孽？不，方才这名持家的客卿血气实质化，明显是临阵突破了1流才对。无数人张大了嘴，实在是无法置信，2流怎么可能正面击败1流武者？这都违背江湖常识了，令他们一时无法接受。但很快就有武者开口，认为秦城是突破了1流，
所以才能击败祝之问的。这下子不少人这才松了口气，这才对嘛，二流是绝不可能击败一流的，只有一流才能击败一流。一时间，这些人都心中觉得秦城这是走了狗屎运，本来是必死无疑的，居然还能临阵突破。但在场之人并非所有人都像这些人这般无知。这持家克卿并未突破一流，他只是二流圆满，一身血气看上去仿佛实质化了，但实际上那只是血气太过旺盛，达到了外放程度而已。但这也有些骇人听闻了，简直那些先天宗门中的绝世妖孽有的一拼。世家当中有一些见多识广之人，看出秦城其实并没有晋升一流，但以二流之身达到血气外放，击败一流武者，已经是堪称惊世骇俗的事了。整个大前王朝都没有几个妖孽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顿时间，这些见多识广的世家之人看着秦城的目光都变得忌惮无比，充满了警惕。即便秦城没有晋升一流，但现在的秦城就已经可以当成一流强者对待了，而且还不是祝之问这种晋升一流不久的，而是可以当作老牌一流武者看待。毕竟一般的一流可无法做到击杀同样是一流境界的武者，打败一流高手容易，击杀对方可就难了。宁老居然赢了！台下吕仪张了张嘴，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美目，旋即间几乎疯了一般，兴奋地抱着池香俊尖叫起来。宁老击败了祝之问。池香俊呆愣地看着台上的秦城，此时此刻他脑海中一片空白，有种如在梦里的感受。实在是这样的结果太过于出乎他的意料，给他带来的惊喜远远超过了他的接受能力，所以一时之间直接傻傻地呆愣着不动，反应不过来。直到听到吕仪的尖叫声，池香俊才终于清醒过来。霎时间，那张俏脸上绽放出无比璀璨的笑容来。太好了，宁老赢了！池香俊伸手捂嘴，一双美眸不知不觉已是通红，泪水再也不受控制地滑落脸颊。在此之前，他可是一度绝望，内心早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不敢暴露出来，以免被人小瞧，更加觊觎持家。如今终于不必再隐忍了，有宁老这位客卿在，从今往后又有谁敢小瞧持家？落魄千金在绝境之中被你拯救，对你已经产生了无比的感激与憧憬，你已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他心目中的白月光，你只需要稍微开口，就可以夺取他的身心，获得成就。白月光，获得奖励，永久性悟道时间，每个月可以拥有1个时辰的悟道时间，若是本月没有使用，可以一直累积下去，随着宿主的境界和知识量获得提升，您的悟道效果会越来越强。丁，由于您已获得永久性悟道时间，从今往后您将不会再获得同种类型的奖励。高台之上，秦城正静静平复着体内澎湃的气血，全力一招施展而出，将祝之问当场震杀，对他而言也算是消耗不小，所以需要略微恢复一下，同时也要令方才激战过度过于亢奋的精神平复下来。只是突如其来的提示却是令他原本就过于亢奋的精神更加亢奋了。永久性悟道时间，秦城狂喜，一直以来他都觉得悟道时间是系统潜力最高的奖励，什么先天根骨、纯阳灵种，这些能够拔高他资质的奖励，其实潜力都远不如悟道时间。悟道时间可以令秦城瞬间成为真正的天才，轻易理解玄妙无比的知识，乃至于产生创造五禽系第2层那种可以增加寿命的逆天武道功法。这样的奖励，其价值可以说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秦城自然猜到了，这次大战自己拯救池香君于水火之中，得到奖励不出意外。他本来指望能够得到2-3个时辰的悟道时间就足够了，没想到这次奖励来得这么丰厚，竟是永久性的悟道时间，还可以累积下来一起使用，令这个奖励的价值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不枉我暴露实力，高调一场。秦城脸上露出笑容，但就在这个时候，师兄！一道不可置信的怒吼声突然间从远方传来。老狗，你竟敢杀害师兄，我要让你满门死绝！伴随着仇恨无比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惊恐无比地看着一道恐怖的极光，竟然从数百米外的高空直接朝着秦城掠杀而至。什么？秦城猛地瞪大了眼睛。就在这个时候，他衣袖里头忽然传来一股灼热的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燃烧了起来。望着那远处飞来的可怕极光，这一刻，原本因实力暴涨甚至斩杀一流武者而心中生出了一丝飘然的秦城，瞬间便冒出了一身冷汗。他的勘虚瞳瞬间令他感受到，那道快得不可思议的极光之中蕴含着一股毁天灭地般的恐怖力量。哪怕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能够震杀一流，但在这道极光之下也渺小如尘埃一般，只要稍微被碰到一下就必死无疑。逃，必须要逃！霎时间，心中的所有亢奋都消失了，一向稳重的秦城都慌了，头一次感觉到了如此凶险的死局。他知道自己不躲开这道极光绝对会死。
只是他想逃，却根本做不到，因为那道极光太快，快得不可思议，快到远远超过了一流武者的速度，几乎是瞬息之间便从数百丈之外达到秦城的周身。完了！秦城绝望地睁大了眼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极光斩杀自己，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但就在这个时候，衣袖中一股滚烫的气息涌出，秦城感觉袖子里好像有什么燃烧了起来。下一刻，一股橙黄色的光芒瞬间将他全身笼罩在内，秦城就看到自己的周身表面竟然出现了一层厚厚的橙黄色光罩。轰！极光已然到达他的面前，狠狠地轰击在了光罩之上，恐怖的余波爆发开来，瞬间便将占地数百平的高台轰得灰飞烟灭，无数碎片四散溅射而出，霎时间便将广场周围的平民百姓们生生的洞穿，死伤无数。妖术！逃啊！妖怪来了！我的腿断了，救命！救我！台下顿时慌作了一团，有人哭喊，有人惊恐，也有人惨叫。世家之人也慌了，仙术，快逃！这不是我等武者能够抵挡的。祝之问的师门来了，世家之人也慌张的狼狈的逃窜起来。他们有见识，知道来者不是什么妖怪，而是使用了修仙者的符篆。但即便知道真相，他们也不敢留在这里，一旦被余波卷入，他们身份再尊贵，在仙人手段面前也和蝼蚁无异。宁老！台下疯狂逃窜的人群之中，池香君和吕仪却都是惊呆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就在人生最惊喜的时候，惊变突生，秦城竟然会被如此可怕的杀招命中。一时间，二人俏脸皆是一片惨白，眼神死死地看着秦城的方向。但在这时，一个书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二人面前。别慌，他不会有事的。只听书生一脸平静地缓缓开口，只是一双不似男子的美不胜收的眸子之中却闪烁着金光，看向漫天尘埃之中。不愧是先天根骨，这个秦城竟比我预料的还要妖孽。不过他这次却是有些不稳重了，幸好我恰好逃难到了这里，不然一个先天种子就这样没了。书生喃喃自语，脸上有些庆幸。你是谁？秦老不会有事，你怎么知道？见到这个书生突然出现，池香君美目中顿时警惕起来，隐隐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些危险。但是听到书生这话，他心中的警惕瞬间就消失了，变得迫切无比了起来。无论希望如何渺茫，他都不希望秦城出事，否则就算他保下了池家，也没有颜面面对宁老这位待他至诚的老人。你看着就是了。书生没有解释。听到这话，池香君和吕仪都慌忙地看向那一片废墟之中。老东西，你竟敢杀害我师兄！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气急败坏地大步走来，手中掐着一张已经烧成灰的黄色符纸。青年这一刻简直快要吐血了。他本来以为今天这场比试祝之问不会遇到半点麻烦，因此都懒得亲自过来观看，远远的在远处街道的酒楼顶层叫了2名花魁享乐，偶有空闲才会朝这边战场上瞄了一眼。却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次忽视，师兄竟然被杀了。师兄死了不要紧，但师父的命令还得靠师兄去执行，这下没了师兄，找不到那萧清雪，师父定然会雷霆震怒。青年咬牙切齿，一时间都有些后悔，方才不该直接动用符篆杀死秦城，而是应该慢慢的将这老东西折磨一番，才能消解他的心头之恨。但就在这时，晨雾散去，一道身影在朦胧的晨雾之中缓缓显现出来。看着这道完好无损的身影，青年登时睁大了双眼，如同见了鬼似的。不可能，你怎么还活着？那可是仙符，先天宗师都不敢正面对上的仙家符篆，这老东西哪怕算他杀了祝之问，最多也只是一流武者而已，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活着？你很失望是吧？秦城目光冰冷无比地看着青年，方才他都险些以为自己死定了，心中都不由开始后悔，自己果然还是应该低调才行。有系统在，就算自己低调起来也有着光明的前途，为什么突然就高调起来了呢？这下好了，直接就遇上死局了。只是他没想到，之前和萧清雪送给他的符纸竟然是一张仙家符篆，救了他一命。显然萧清雪似乎早就料到了秦城有可能遭遇到修仙者手段的危险，才提前给了他一张符篆。萧清雪，这一回我可是欠你一个大人情啊。秦城目光悠悠，说真的，他被萧清雪邀请加入赤霄盟，和这个女人才见过2面，就莫名其妙就被当成了萧清雪，被迫狼狈逃离青山城，令秦城对这位贵女心中也有着不小的怨气的。毕竟他怎么看都是被萧清雪连累到了，但现在被萧清雪救下一条性命，他也没资格怨萧清雪了。此刻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将眼前这个险些要了他命的青年碎尸万段，不管对方有什么来头，有什么身份，杀身之仇都是不死不休。你身上也有仙家符篆？青年面色狰狞起来，
顿时便反应过来，只有仙家之物才能抵抗仙家符篆，不然凭这老东西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活下来才对。小崽子，你不该以为就你一个人身上有仙家之物的，这么迫不及待的来到老夫的面前。秦城眼中杀机森森，这下老夫看谁还能救你。不好！青年面色狂变，顿时慌了。他的实力只是二流而已，可远不是秦城这个能斩杀柱之问的老头的对手，连忙伸手要摸向怀里。秦城眼皮子猛地一跳，这狗东西身上还有仙家符篆。不过旋即他这一次却并没有慌张，猛地伸手摸向了腰间的刀柄。就算你身上还有符篆，岂不闻咫尺之间人尽敌国？这么近的距离，就算他身上还有符篆，也不可能在秦城的面前使用得出来了。朔光刀意，秦城身躯猛地一震。自从领悟出朔光刀意之后，头一次将意境之力对敌人施展而出。面对这种身上拥有仙道手段的敌人，秦城可不敢有丝毫小瞧，直接就施展出了他最强的手段。轰隆！恐怖无边的气血之力从秦城的体内狂涌而出。尽管已将青年视为必死之人，但秦城也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对方身上可是还有可能有仙道之物。所以一瞬间他便全力出手，刀意爆发开来。只是接下来令秦城都为之惊骇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意境之力竟是与气血之力融合起来。唰！霎时间，一道炽盛无边的刀光从刀身之上爆发开来，刀光的威力竟是猛地暴涨，瞬息间便蔓延至了100米之外。刀光笼罩之下，一切事物都被摧毁。那青年在这可怕无比的一刀之下，整个人竟是当场蒸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大地居然都被撕裂开来，刀光前方那规模宏大、华丽巍峨的黑山寺，竟是有一大半的建筑生生的被一刀粉碎，化为废墟。怎么会？看着前方漫天晨雾下的废墟，眼见自己这一刀竟是如此之强，便是施展出这一刀的秦城都不由惊呆了。他都没想到，全力出手的情况下，竟是造成如此恐怖的破坏，直接将半座黑山寺都摧毁了。刀意融合气血之力，威力竟是如此恐怖。旋即，秦城便意识到，为何自己这一刀的威力竟是如此恐怖了。因为他方才全力出手之下，才头一次使用出了意境之力的正确用法。意境之力需要融合气血之力施展，一旦融合，威力将暴涨数十倍都不止。以前的他可是不知道这些，毕竟他很少动用意境之力，和对手交手更是头一回动用意境之力。难怪意境之力是先天强者才能掌控的无上奥义，在我这种二流武者手里，意境之力都如此恐怖，那么在先天强者手中，这意境之力又将恐怖到什么程度？秦城深吸了口气，心中突然有种深深的震撼。他以前听说先天强者能够一刀截断山河，还觉得极大可能是人在吹牛。现在他明白了，先天强者绝对具备那样的力量。或许方才若是我能反应及时，动用这意境之力，即便没有萧清雪给我的符篆，我都可以无惧那道符篆。亲身感受到了意境之力的强悍之处，秦城忽然间感觉方才青年施展出的仙道符篆似乎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恐怖了。不过很快他便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又飘了。或许他施展出意境之力确实可以抗衡青年的符篆，但那也得他反应得过来才行。方才那可怕的速度，秦城可是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小看修仙者的手段。秦城一再警醒自己，今日若非萧清雪，他可是差点栽了。受了这样的教训，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第二回。而就在台上秦城警醒自己的时候，台下的持香军主仆都惊呆了。半座黑山寺都被摧毁，秦城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便是传说中的先天强者，只怕也就这样了吧。实在是有点吓人了。便是书生亦是一脸震惊，眸中充满了不可置信。意境之力怎么可能？什么？您说您老方才施展的是意境之力？一旁持香俊听到这话，面色却是猛地大变，死死地看向书生。吕仪也是死死地望着书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不由得看了持香俊一眼。确实是意境之力。书生的目光忽然变得惊喜起来，没想到秦他的资质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妖孽，这可真是太好了。意境之力。持香俊嘴里喃喃，美目中满是呆愣地看向台上的秦城，一双柔体却是不知觉紧紧攥住了衣角。那老头竟然从仙家手段当中活了下来，他实力怎地如此之强？这都堪比那些顶级一流，乃至先天了吧？远处还没逃多远的世家中人们看着秦城竟然活了下来，并造成了那么恐怖的破坏，一个个狂吞口水，眼中充满了惊骇。意境之力。有见多识广的老者死死地看着秦城，妖孽啊，才二流境界就可以反杀一流，施展出意境之力，这老头不正常，你们没看到吗？
他身上也有仙家符传，所以才能挡住北玄门那人的符传。这老头肯定获得过修仙者的传承，不然这世上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妖孽的凡人？听到这话，不少世家之人面色都是一变，霎时间眼中生出一丝贪婪之色来。是了，秦城拿出符传保命的事情，他们可都是亲眼所见。再看到秦城如此妖孽，任谁都能猜测得到，秦城身上肯定得到过修仙者的传承。这老头刚刚大战一场，想来消耗过度，若是我们家族当中的一流强者出手，或许能做那渔翁。顿时就有人呼吸急促，眼中冒出杀机来。听到这话，立刻就有几个世家之人眼中一闪，我还有事，各位告辞了。一名世家之人连忙借口告辞，旋即却是脚下生风，施展出轻功，全力朝着内城的方向而去。卑鄙！在场的其他几个世家之人皆是暗骂了起来，旋即也都是慌张的连忙往家族赶，必须尽快将这个消息传回族内。这样的天赐良机可是太难得了，绝不能错过。秦城还不知道，他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以及恰好出现的萧清雪给的符传，竟然被人误以为他获得了修仙者的传承。但稳重如他，也立刻意识到了，现在的自己恐怕不安全了。暴露出如此恐怖的实力，黑水城的世家们肯定会对他忌惮无比，会采取什么态度还不得而知。除此之外，祝之问与青年的来历也极其不简单，绝对是有着天大的来头，几乎不用想就知道自己肯定会招来报复。好在这次外功也圆满了，马上我就能突破一流。秦城深吸了口气，立刻打定主意，拿到功法之后就直接全力突破。这一次高调一会，后患实在是太大了，下次绝不能如此冲动。但既然已经做了的事情，秦城也不至于后悔，那不过是浪费人生，白白内耗罢了，不辱使命。秦城回到池香君的面前，看着一脸复杂神情的池香君，却是淡笑着开口说道：您老，您的大恩，小女子毕生难忘。池香君深吸了口气，直接朝着秦城躬身行了个大礼。大小姐不必如此，我们只是正常交易而已，大小姐并不欠老夫什么。秦城摇了摇头，尽管他为了池香君险些丢了性命，但他并不觉得池香君亏欠他什么。他们之间的交易可是明明白白，池香君为了他无数资源，免费向他开放池家多年积累起来的传承以及一门一流功法。交易是交易，恩情是恩情，这可不能分开。池香君浅浅一笑，盯着秦城的美目却是闪烁着异彩。您老，不论如何，这里不方便，先回池府再说吧。好。秦城点了点头，这时候目光才看向一旁微笑着的书生，眼中金光一闪。萧兄，这次倒是要多谢你救我一命了。看着秦城和书生打招呼，池香君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之前书生说话的语气极像是认识秦城，他不由竖起了耳朵，聆听起二人的对话。萧清雪美目中泛出一抹惊讶之色，她的伪装之术可是仙家手段，按理来说哪怕秦城有先天根骨，也不可能看穿自己才对。秦城身上肯定有秘密，尽管猜到了这点，萧清雪却并没有产生什么想法。她可不是那种会觊觎他人之物的小人。你也是被我连累才流落于此地，说来也是我亏欠于你的，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就当你我扯平了如何？萧清雪摇了摇头，旋即却是微笑着说道。秦城沉默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也好，其实他也心知肚明，说是扯平，其实他还是欠萧清雪一个人情。毕竟他被萧清雪引入赤霄盟，也得了不少好处，被他连累，但他也救了自己一命不是。不过秦城不是那种喜欢婆妈的人，这个人情记在心里就是，以后有空报答回去。既然阁下是您老的客人，不如随我等一切去池府可好？这时见二人打完招呼，池香君也适时的主动邀请萧清雪，免得秦城不好开口。那就打扰了。萧清雪微微一笑，丝毫不客气的直接同意了。回到池家，池香君带着吕仪直接去取大力牛魔拳了，留着秦城和萧清雪在大厅等待。正好秦城也有很多问题想问萧清雪。萧真传，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无缘无故的被他连累，总得搞清楚原因是怎么回事吧。他至今都觉得莫名其妙。秦老，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萧清雪神色也复杂起来，叹了口气，悠悠开口：秦老，您可知晓仙缘？秦城眼中金光一闪，仙缘之事也是他一直想探究的。妖女虽然告知了他一些秘密，但秦城其实并不信任沈明月那个妖女，担心妖女故意欺骗自己。萧清雪口中说出来的肯定比妖女的话更有说服力一些。于是秦城果断开口：听说过5年之后将有修仙者降临青山城，从凡人之中选拔有资质之人前往修仙界。看来秦老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不少事情了。萧清雪再度意外了，仙缘之秘一般人可不会知晓，没想到不久前还只是个苏府下人的秦城，
眨眼之间就成长到能接触到大前王朝最高秘辛的地步。这世道实在是令他感到神奇，是认识了一个有趣之人，告知了我这些秘密。秦城微微一笑，倒是没有说出妖女的身份来。萧清雪没有多嘴询问那人的身份，而是悠悠开口：人心难测，我也没想到仙缘对凡人来说竟是如此诱人，竟能令如同父亲一般的师尊亲自追杀他从小养大的人。什么？秦城猛地大吃一惊，你被你的师尊追杀？萧清雪的师尊可是赤霄剑宗的先天宗师，被先天宗师亲自追杀，萧清雪能活到现在就已经不容易了，难怪他没有再去青山城了，而是隐姓埋名躲在这里，让秦老剑笑了。萧清雪苦笑一声，我后来才想明白，我师尊早已将赤霄剑宗视作他齐家的宗门，5年之后的仙缘也自然而然只有齐家之人才有资格获取。我既然成了碍事之人，便是徒弟又如何？仙缘面前，别说是徒弟了，便是亲生父子都有可能反目。秦城同情地看了萧清雪一眼，此时此刻他哪里还不清楚萧清雪被追杀的原因？此女之天资绝对是整个大前王朝都能位列前茅的存在，若是萧清雪活到5年之后，其家人还真的没希望从萧清雪手里抢到仙缘。既然如此，那位先天强者要除掉萧清雪也能够理解了。是啊，只是我以前以为师尊是一位大英雄，谁能想到他的真面目竟是如此虚伪残忍。萧清雪眼神复杂之极，再怎么说遭遇被他视作父亲的人背叛，他的心情实在是不好受。他若是直接跟我说要将仙缘交给他的族人，我萧清雪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来，定然全力帮师尊的后代获得仙缘，哪怕一辈子当凡人也在所不惜。谁能想到他不仅要杀我，还要剥夺我的灵种，亲自获取仙缘。萧清雪抿紧了嘴唇，眼神中似乎直到此刻都有些难以置信。剥夺你的灵种？灵种还能被剥夺？听到这话，秦城面色微变，他可是有着纯阳灵种这样的顶级灵种，若是那些掌握了剥夺灵种手段的先天强者知道他有纯阳灵种这样的顶级灵种，只怕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夺他的灵种。是的，萧清雪点了点头，神色沉重无比。我曾经得到过修仙者的传承，得知在修仙界确实有不少魔道修仙者会专门寻找一些凡人之中的天才，剥夺他们的灵种，提升自身的资质。只是没想到我师尊竟然也能得到这样的功法。听到这话，秦城面色却是有些僵硬，嘴角发干。修仙界竟是如此的凶险，心中顿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自己的纯阳灵种都绝对不能透露出去，谁都不能告诉。灵种能够被剥夺，秦城这下是真的有些傻眼了。他还以为5年之后仙降之日可以凭借着自己的纯阳灵种得到修仙者的看重呢，可现在从萧清雪口中得知高高在上的修仙者居然会特意的剥夺凡人灵种，提升自己的资质之后，秦城的第一反应就是绝不能将自己的纯阳灵种透露出去，以免被人盯上。虽然修仙者未必都是恶人，但在这次好不容易高调一回却险些生死之后，秦城已经下定决心，从今往后一切都要以稳妥为主，能不冒险绝不冒险，但凡有危及自身的风险，能不冒险绝不冒险。既然纯阳灵种有被修仙者盯上的风险，那他当然要想办法隐藏起来。看来我得寻求一些办法来隐藏自身的纯阳灵种才行。秦城脸色不好看，对凡人隐藏体内的特殊之处他还有些信心，但修仙者又是何等存在，他都不知道要如何瞒过修仙者。看来只能依靠系统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有这种好运气，从系统得到这种作用的奖励。秦城心里思绪万千，表面却是不动声色，询问道：那萧真传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他主要是关注的是，既然萧清雪都和赤霄剑宗反目了，那他5年之后是否还会追求仙缘？自然是一心求仙。萧清雪的回答没有出乎秦城的意料，这世上谁能拒绝仙缘？至于师尊和赤霄剑宗，萧清雪神色复杂，毕竟有养育之恩，我不能忘恩负义，从今往后就当我与赤霄剑宗是陌路人罢了。显然萧清雪并没有复仇的打算。秦城虽然不赞同，但也是能够理解他的想法，没有多嘴，他还是更加关心自己为何会被追杀。萧真传，那这件事与我有何关系？萧清雪沉默了一下，缓缓开口，这就要说到仙缘获取之法了。我赤霄剑宗曾经出过修仙者，因此知道获取此法。仙缘获取之法。听到这话，秦城眼中顿时眼中一亮。他这些日子听过了不少仙缘的消息，但如何获得仙缘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情报放在任何势力可都是不传之秘，他当然也想知晓。好在萧清雪并没有藏私的意思，所谓获取仙缘其实指的是获取位格。萧清雪神情严肃，缓缓道出一番秘辛来。凡人想要修仙，除了自身拥有灵种之外，还需要位格，这2种缺一不可。位格？秦城愣住了，什么鬼？
修仙不是什么炼器、筑基、金丹吗？跟魏阁有什么关系？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修仙者可能和他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中说的修仙不是一回事似的。魏阁，萧清雪点了点头，神色复杂的道：传说在远古时代，修仙者只需要有资质就能够修炼成仙，但由于远古修仙者太过自私自利，一心剥削天地，从不反馈，最后飞升成仙之后，留下一个被搜刮一空、满目疮痍的天地。天道发怒，降下灾劫，令无数修仙者走火入魔，修仙者文明几乎被毁灭。自那之后，远古的修仙之法已经再也无法修炼，后世之人为了修炼，只能改良修仙之法。新的修仙法不再是一味的剥削天地，而是要和天地互惠互利，如此一来，天道才不会降下劫难。新的修仙法有别于远古修仙法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位格。这个位格需要得到天道承认，只有你有功于天道，天道才会赐予你位格，这样你才有资格修仙。还有这种事？秦城听到这些秘辛，不由也是震惊不已。原来他知道的那种修仙体系并非不存在，极有可能也存在过，只是被毁灭了罢了。如今的修仙者不仅要资质，居然还需要得到天地承认，获得位格，这尼玛也太难了吧！秦城深吸了口气，强行从震撼之中恢复平静，盯着萧清雪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先天种子跟位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前说了，位格需要有功德于天地，天道便会赐予给你。萧清雪深深地看了秦城一眼，而在这大乾王朝，培养出一名先天强者，就是获取天地功德相当最为容易的方式。培养出先天强者，能得到天地功德。秦城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道理？在大乾王朝，武道其实才是天地承认的主流。这时候，萧清雪眼神深邃的道：培养出武道之中的至强者，天地自然会赏赐你。秦老，你或许以为修仙者高高在上，无所不能，却不知道先天强者其实对比修仙者也算不上弱者了。随后，萧清雪又说出一个令秦城震惊不已的秘辛：我们这里的先天高手去了修仙界，也都能得到不低的地位。还有这种事情？秦城惊讶不已，他还以为先天强者去了修仙世界会立马变成底层呢，毕竟前世看过的小说里头都是这么写的。不过现在想想，还真有这种可能。他之前施展意境之力的时候，就隐隐有种感觉，那就是武者的破坏力是不是太过强大了？一刀轰碎半座庙，这样的手段其实已经是有点超凡的感觉了。要知道，秦城还不是先天，若是先天强者，又能够强大到何等地步？也好，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从头再来了。旋即，秦城也松了口出去，他毕竟都是七老八十了，如果5年后还需要从头再来，对他来说，修仙可真的是希望渺茫。所以，我就是萧真传你寻找的先天种子。秦城看向萧清雪，此时此刻也已经回过神来了，明白对方为何会邀请自己加入赤霄盟，自己为何会被连累到了。是也不是？萧清雪摇了摇头，这又是什么回答？秦城眉头一挑，正要问，但忽然间感受到几股恐怖的气息从外面传来。轰隆！苍、罗、白、陈家老祖前来拜访，还请明兄出面一见。4道威严而苍老的声音宛如雷鸣一般，霎时间齐齐响彻在整个池府。好可怕！发生了什么事？救命！我心跳停不下来。4道恐怖的气息陡然间笼罩在池府内，瞬息间，池家的仆人们一个个面色苍白，腿脚发软地倒在地上。在这4道恐怖的气息之下，他们只觉得心惊肉跳，如被什么远古凶兽盯上了一般，站都无法站稳。正厅内，秦城也面色一沉，这4道气息竟然每一个都是一流武者的气息，而且每一个光是那气息都不弱于祝之问，甚至更强。苍家、罗家、白家、陈家，这4大世家都是黑水城内城的一流世家。萧清雪也皱起眉头，立马看向秦城，他们只怕是冲着你来的。猜到了。秦城冷哼一声，他早就猜到今日一战有人可能想要趁人之危，没想到这些人还真就来了，还一下子出动了4大一流高手。这些世家之人也太果断了吧，就如同见了血的猎狗一样。宁老，这时候池香俊手里拿着一本功法，面色苍白地冲了进来。他们是冲着您来的，您快走。说着，他便将功法塞到了秦城的手里，焦急的道：秦城今天才和祝之问大战一场，之后又被一个拥有仙道手段的青年暗算，定然已经消耗了大半，正是最为虚弱的时候。如今4大世家一流武者齐齐上门，秦城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对方。池香俊自然不希望秦城出事，只想着让秦城赶快逃跑。走！为何要走？秦城眉头一挑，他可没有走的想法。别人以为他消耗过甚，却哪里知道秦城的底蕴何其恐怖。2种灵重在身，
先天根骨，还修炼了先天一气功这种先天本质的内功功法。先后击败祝之问师兄的消耗，对他来说根本没用多少。秦老，这4大世家的老祖都是老牌一流武者，他们比祝之问都要强大得多，您绝不能以身犯险。池香俊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秦城为他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他绝不希望秦城落到4大世家的手里。我不会走的。秦城摇了摇头，他很清楚自己一旦走了，池香俊绝对会落到那些人手里。他相信4大世家肯定会拿池香俊威胁自己，世家中人可最是无耻，什么都做得出来，更何况他可不需要走。你我2人联手可以击退这些人。萧清雪也丝毫没有慌张，却是开口建议道。听到书生这么说，池香俊愣了一下，旋即惊喜起来。这位书生居然也是一名一流强者，而且看他镇定自若的样子，搞不好还得深藏不露。不必了，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动手？秦城摇了摇头，却是直接拒绝了萧清雪。此言一出，池香君顿时瞠目结舌起来。为什么不接受这书生的主动帮忙啊？为什么？你虽然强，但他们可是有4人。萧清雪却是皱眉，他自然看得出秦城早已恢复全盛状态，信心十足，但他觉得秦城还是太轻敌了，对方人多势众，秦城一人可未必是对方的对手。我并非轻敌。秦城淡淡开口，却是当着2人的面翻开手里的大力牛魔拳。悟道时间，念头一动，直接将这个月的悟道时间使用。霎时间，他的思维便迅速加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竟是当场开始学大力牛魔拳。宁老这是？池香俊瞠目结舌，美目中有些难以置信。他在当场修炼大力牛魔拳。萧清雪眼中金光一闪，也有些震惊。当场修炼，这来得及吗？池香俊只觉得匪夷所思，要是换个人，他肯定会觉得对方是脑子出问题了，在这装模作样。哪个人从头开始修炼功法，不得花上10天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4大高手近在眼前，马上就要进来，这时候修炼有什么用？连功法的内容都看不完，更别说领悟学习以及之后的修炼了。偏偏这人是秦城，即便如此，池香俊还是觉得有些荒谬。一旁萧清雪却是眼神深邃起来，看样子这秦城的资质比我想象的还要妖孽啊！好，就让我看看你到底妖孽到了何等的地步。倘若你能有这么厉害，那我的计划或许还真有可能实现。想到这里，萧清雪忽然不打算再劝说秦城了，就看秦城接下来的表现。这时候秦城已经看完了，将功法直接扔给了池香俊，自己则是闭上了眼睛。轰隆！就在这个时候，池家的正门陡然间被轰开，4位苍老威严的老者徐徐走入了池府大门，一眼便看到了正厅里的3人。我们4大世家亲自拜访，小池家客卿也敢摆谱。一名鹰钩鼻老者目光不悦，眼神杀气腾腾地看着闭着眼睛的秦城，面色更加不满。哎，老苍，别这么说嘛，今日我等毕竟是有求人家，还是得客气一点。另外一个笑容可掬的老者却是一副以和为贵的口气，看向一旁一个笑容玩味的老头道：罗老祖，你说对不对？陈老祖，你就别在这里装什么好人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当恶人的，装什么好人？罗家老祖嗤笑一声，目光却是贪婪地看向不远处的秦城，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目的。池家客卿，把你身上的修仙传承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得到了修仙者的机缘，不过这样的机缘，只要我等血脉尊贵的世家之人才有资格得到，你这种不知道什么来历的泥腿子，也配享用这等机缘？交出来，否则让池家鸡犬不留，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另一个面色冷漠的老头，显然就是白家老祖，也是杀气腾腾，丝毫没有废话的打算。你们怎么说也是4大世家的老祖，怎能如此无耻，趁人之危？池香君气坏了，他作为世家的一员，一直都觉得内城世家的那些老祖再怎么说也得有点品德，这才值得各大世家尊敬吧。没想到一个个都如此厚颜无耻，跟祝之问那样的小人毫无区别。白家老祖听到这话，眼中顿时冒出杀机，小小蝼蚁也敢辱骂我等，赐你死罪。话音落下，他一指点出，嗡，恐怖的血气瞬间凝聚成一道血芒，唰的一下撕裂长空，竟是如同雷霆一般，朝着池香俊直接掠杀而至。不好！池香俊美目中充满了惊恐，在白家老祖出手的瞬间，他就感觉仿佛被什么猛兽给锁定住了，身躯僵硬起来，竟是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块的不可思议的血芒朝着自己斩杀而至。就在此刻，秦城陡然睁开双眼，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池香俊的身前，体内一股炽盛的血气散发出来，当时那道血芒竟然直接凭空消散掉。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秦城目光淡漠地看向出手的白家老祖，
倒是有点本领，居然能挡住我的烈心指，难怪你能杀了那祝之问。白家老祖冷笑一声，不过此女冒犯了本座，必死无疑。倒是你，若是肯交出仙家传承，杀了此女，再当我们4大家族的狗，我等倒是可以饶你一命。不错，我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这么做，我们就可以给你活命的机会。一旁苍家老祖也是森冷的笑着，你杀了祝之问师兄弟，一身实力还能剩多少？现在我们4大一流武者一旦出手，踩死你比踩死一只蚂蚁都简单不了。你但凡有点脑子，最好按照我们的做，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哼，一流武者还是有些价值的，加入我们4大世家，5年之后仙缘降临，我等联手，你还有可能获得仙缘呢。旁边陈家老祖却是笑呵呵的在旁边唱红脸，和另外2名唱白脸的老祖似乎态度友好，但旋即却是话锋一转，不过空口无凭，你若是要加入我们，必须吃下这一颗丹药，这样我们才能信任你。说话之间，他张开手掌，手心之中现出一颗血红色的丹药。不错，你要是吃下这个丹药，我等就给你一个合作的机会，5年之后仙降之日，还你自由。罗家老祖这时候也是眼神闪烁，劝说起来，看着这4大家族无耻的嘴脸，像是吃定了自己一样。秦城笑了，眼神却不含丝毫的笑意，一帮不知死活的东西，真以为你们就吃定我了？话音落下，秦城体内的气息暴涨，咔嚓嚓，恐怖的气血之力从他体内狂涌而出，可怕的波动竟是凭空掀起了一道可怕的气浪，将周遭的家具桌椅都瞬间掀飞开来。感受着这股气血之力，4大老祖面色大变，不好，这老东西在突破。陈老祖面色骤变，怎么都没想到秦城竟然会在这种时候突破，要晋升一流。这家伙才和祝之问兄弟大战一起，分明已经气血亏空，这种时候突破不是找死吗？不能让他突破，出手杀了他。罗家老祖大吼一声，虽说这种时候突破可能性渺茫，但万一秦城突破成功，可就大事不妙了。毕竟秦城还没突破之前就能够越阶而战，一旦让他突破，他们4人还真的未必能拿下秦城。脚下一踏，罗家老祖霎时间便化作一道残影，陡然出现在了秦城的面前。通天印法，一掌拍出，浩瀚无边的气血之力疯狂涌出，化作一尊气血实质化的可怕大手，轰然朝着秦城的头颅猛烈笼罩而下。烈心指，白家老祖亦是毫不犹豫的出手，也是同样直接施展出杀招。另一边，陈家老祖与苍家老祖也丝毫没有犹豫，一人施展出一招恐怖的剑法，另外一人则是一拳轰出，打出一道恐怖的拳印。4大老祖瞬息之间同时施展出必杀的招式，在他们看来，他们联手同时出招，哪怕是先天强者降临，只怕都要退避3丈。秦城区区一个2流，还在趁机突破，这种虚弱的时候被他们围杀，绝对是必死无疑，没有丝毫可能幸存。但一群废物，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突破？轰隆！秦城冷喝一声，陡然之间，他体内的气息霎时间暴涨了10倍都不止，周身血气疯狂涌出，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扩散开来。4大老祖面色狂变，一个个眼中都露出不可置信之色。就这么短暂的功法，秦城竟然突破了，这怎么可能？更令他们不可置信的是，刚突破的秦城体内释放出来的气血之力浩瀚无边，恐怖无比，与秦城的气血之力对比，他们加起来都不到对方的1/10。轰！秦城都没有出手，光是周身散发出的气血扩散开来，便将4大老祖的杀招尽皆泯灭。恐怖的气浪冲击开来，4大老祖都如遭重击，鲜血狂喷，一个个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不可能，你怎么这么强？陈家老祖捂着胸口，睁大了眼睛，如同见了鬼似的望着秦城，简直无法置信。此刻的秦城竟然给他一种先天强者的感觉，这怎么可能？妖孽，你身上果然有仙家传承。苍家老祖面色惨白，身躯颤抖起来，死死地看着秦城。之前他还只是怀疑，但现在他确实彻底确信，秦城绝对得到了仙人传承，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妖孽？光凭散发出的气血之力，就将他们4大一流武者重创。宁老，您竟然如此厉害！一旁池香俊则是大喜过望，美目中满是震撼与崇拜地看着秦城。之前秦城击败祝之问，他就已经震惊无比了，却没想到秦城竟比他想象的要妖孽得多。萧清雪也眼神中闪烁着异彩，盯着秦城，显然饶是他也被秦城的妖孽给震惊的不小。这么短的时间内当场学习大力牛魔拳，更离谱的是短短片刻就顺利突破。如此妖孽之人，萧清雪怀疑即便是修仙者当中也是极其罕见。秦城此刻也是震撼于自身的强大。大力牛魔拳不愧是以力量而闻名的一流拳法，练成之后就有着白马之力。秦城又拥有天生神力的天赋，
也就是说，光是他肉身的力量，此刻就有着300头烈马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何其之恐怖！一拳足以生生的轰碎城墙，一人就足以匹敌10万大军。人尽敌国，不外如是了。如此可怕的力量，简直非人了，不愧是我。秦城心潮澎湃，难怪萧清雪说，对修仙者来说，强大的武者也不算弱者。他这样的力量，确实都有点神通广大的意思，放在蓝星上都可以装神仙了。感受着体内的力量，秦城自然没有忘记敌人还在呢。他冷笑着看着地上的4大老祖，眼中却是迸发出杀机来。这些人既然准备杀他，那也是取死有道。石家客卿，你想干什么？感受到秦城眼里的杀机，陈家老祖大变，你难道想杀我们？你敢？你们都要杀我了，还问我敢不敢？可笑！秦城冷笑一声，他早就知道世家之人多是一帮双标狗，他们可以杀人，别人却不能杀他们，何其可笑！你不能杀我们，你可知道祝之问师兄弟的师尊乃是先天强者？感受到秦城的杀机，4大老祖都变了脸色，哪怕是之前那最为嚣张的白家老祖，此刻也是脸色大变的连忙道：先天强者。秦城皱眉，他也猜到了祝之问师兄弟的背景不简单，甚至猜测过他们身后可能有先天高手。现在听到4大老祖的话，心里顿时也不禁凝重了起来。他2流的时候可以越阶斩杀先天，如今突破1流，一身实力在1流之中也绝对算得上是顶尖强者了。但1流哪怕再强，也不可能越阶斩杀先天。先天强者种种手段都近乎于仙神手段了，与1流武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没错，祝之问的师尊乃是一名先天宗师，此人得到了北玄山人的传承，可是极其护短。罗家老祖见到秦城似乎畏惧先天，连忙眼中闪烁，开口劝说起来：你杀害了他的2个徒弟，他肯定会找你报仇，所以你绝对不能杀我们，只要你肯放过我们，我们4大世家就和你联手，共同对抗那名先天宗师。不错，先天宗师虽强，但我们若是联手起来，未必没有挑战的可能。苍家老祖也连忙说道。4大老祖此刻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都好像不打不相识，要真心实意要跟秦城合作，抗衡先天宗师一样。可笑，你们以为我是蠢货，会相信你们这帮世家之人？秦城嗤笑一声，还帮自己对抗先天宗师，怕是等先天宗师一来，这些人立马帮着先天宗师围攻自己还差不多。我还是觉得敌人还是死了为好。懒得再和这几个老东西废话，秦城将手伸向腰间的刀柄。见到秦城的动作，4大老祖面色狂变，牙眦欲裂。不，唰！一道寒光闪过，霎时间4大老祖的头颅都齐齐飞起。看到这一幕，池将军美目中满是震撼和难以置信，久久都无法平静。这4具尸体可都是4大世家的老祖宗，对池家而言，内城的4大世家可是真正的庞然大物，随便出来一个普通子弟，池将军都不敢冒犯对方。谁能想到这4大世家身份最高之人就这么死在了他的面前？他知道从这一刻起，黑水城要变天了。这件事一旦传出去，恐怕瞬间整个黑水城都要轰动，无数势力都要被生生吓死不可。比起池将军的震撼，萧清雪却是神色平静了许多。他目光看着秦城，有着些许凝重的开口：秦城，他们说的是真的，祝之问的师尊确实是先天高手，江湖人称北玄楼主。当初我师尊没有暴露真面目前，就在我面前表现出过对北玄楼主的忌惮，说此人确实有可能得到过北玄山人的传承。无所谓了，人都已经杀了，总不能把他们师兄弟复活吧？秦城呵呵一笑，他当然清楚自己已经招惹了一位前所未有的大敌，但人都杀了，没必要为此后悔。何况祝之问师兄弟也都想杀他，他总不可能让他们杀吧？秦城，你可别小看先天强者。萧清雪见到秦城的态度，却是皱起眉头，以为秦城飘了，杀了几个1流武者，就不把先天强者放在眼里，立刻便警告起来。我知道你领悟了意境之力，但意境之力在先天宗师的手里才能发挥出来真正的威力来。你之前杀祝之问师弟的那一招，比起先天宗师的意境之力，连1%都没到。什么？差距这么大？秦城眼中瞳孔一缩，他之前施展出意境之力，都被那可怕的威力给吓到了，结果这还没有发挥出意境之力的真正威力的1%。我之前跟你说了，先天强者才是我们这个天地的天道宠儿。先天强者的意境之力可以沟通天地之力，其实许多手段都和修仙者差不多了。萧清雪语气凝重无比，生怕秦城轻视先天强者，那样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秦城听到这话，脸色也变得无比的凝重，意识到先天强者的恐怖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必须要更加谨慎才行。不过他还是开口解释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我并没有小看先天强者的意思。秦城可真的没有轻视的念头，自打在祝之问师弟手里吃亏之后，
他任何人都不敢小看了，何况还是传说中的先天强者。这还差不多。萧清雪松了口气，这时才眼神闪烁起来。那你接下来打算如何应对北玄楼主的报复呢？我还有什么办法？看样子只能继续跑路了。秦城苦笑一声，在得知先天强者的恐怖之后，他也不得不生出退意来。哪怕他实力进步再快，还有系统在手，以他现在的修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度突破晋升先天。他可是有家室的人，哪里敢以身犯险，只能继续逃命。唉，没想到刚找个安生的地方，结果又要跑路。难道我这辈子都是跑路的命不成？秦城有点无奈，什么时候自己能够不必再畏惧敌人，可以安安心心在一个地方发育呢？就在秦城生出跑路的念头的时候，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始终沉默没有开口的池香俊却是忽然看向了秦城。宁老。池香俊的神色有些扭捏，眼神躲闪，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看秦城的样子，但他还是深吸了口气，鼓起勇气说道：我有办法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晋升先天。秦城愣了一下，萧清雪也愣了一下。先天之难，就连萧清雪短时间内都难以晋升，池香俊不过是3流境界的武者，怎么可能有办法？这时候池香君俏脸上浮现出一抹绯红之色，声若蚊呐的开口道：您老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道谣言吗？秦城愣了一下，忽然间心中猛地一跳，顿时想起来，当初池香君可是装作不屑的跟他说过一嘴祝之问传播的谣言，和池家女子双修可以令大力牛魔拳晋升为先天功法。难道说……秦城不由看向池香君，却见池香君低下了滚烫的脸颊，耳根子都红透了，却还是道：其实那并非谣言。秦城愣了一下，看着池香君那张绝美羞红的脸蛋，心里不由猛地跳动了起来。不是谣言？池香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想到那种可能，秦城忽然有点口干舌燥起来。宁老。池香君深吸了口气，俏脸绯红无比，不敢去看秦城。抱歉，其实之前我故意欺骗了你，我池家其实是北玄山人的后人。原本池香君不敢将这个秘密说出去的，但是见到了秦城为了他牺牲那么大，如今更是直接和先天强者对手，池香君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家先祖北玄山人曾经也热衷于求仙问道，但他并无修仙者的资质。随着池香君的诉说，秦城和萧清雪顿时都不由睁大了眼睛，听到了一段难以置信的秘辛来。北玄山人武道资质堪称惊世骇俗，年纪轻轻20岁不到就成为了先天强者，并成为了当世第1强者。如此妖孽之人，自然会产生寻仙问道之心。北玄山人自然也不例外，他果断去参加了仙将机缘。但讽刺的是，他尽管武道资质堪称妖孽，但偏偏却没有灵种，无法修仙。于是只能看着那些不如他的武者们获得仙道机缘，离开大乾王朝，而他只能留在当年的大黎王朝，也就是如今的大乾王朝。这浅滩之地可想而知，20岁就成了当世第1人，明知道有更加浩瀚的天地，却笼困浅滩无法离开。北玄山人内心是何等的悲愤和不甘。不甘至极的北玄山人不相信没有灵种就无法修仙，于是到处搜集当年大黎的修仙传承。以他当时第1强者的实力，可想而知当初的大黎王朝根本没有势力能阻止他。不仅是朝廷，就连当年在当初最巅峰时期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无声教，内部的修仙功法都被北玄山人强行抢夺到了手里面。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势力的修仙传承都被北玄山人抢夺到手。后来大黎王朝被灭，大乾王朝建立起来，也是由北玄山人为了搜刮修仙传承的原因。后来抢到功法之后，北玄山人这位奇人便直接必死关。按理来说，凡人之身想创造出修仙功法，那是不可能得事情。北玄山人在妖孽，终究只是凡人而已。但不可思议的是，北玄山人竟然还真的创造了一门可以领凡人诞生灵种的办法，那就是通过他们这一脉的特殊武道血脉，来与一些同样有着顶级武道资质的人以秘法双修，这样一来就能令2人都诞生灵种。为何能做到这种事情？就在北玄山人认为，无论是武道资质还是灵种，其实都是人体之精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特殊方式可以让武道资质转化为灵种。讽刺的是，即便以北玄山人这样的天纵之资创造出了如此不可思议的秘法，但等他创法成功之时，寿命也不剩几年了，他就算能够修仙了，也为时已晚。最终北玄山人在不甘中闭上了眼睛，只将这门秘法和秘辛暗中准备给了自己的族人。因为他当初为了搜罗修仙功法，得罪了太多势力，他根本不敢和自家的族人相认。于是他将这门秘法和秘辛都放在一座石碑里面，并布置后手，引导后人来寻找。池香俊说的那位从北玄山人留下的石碑中领悟出高深功法的池家先祖，
其实当时就是从石碑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并且也得知了大力牛魔拳就是那门秘术。只要一名有着特殊武道资质的人与同样觉醒了持家血脉支持家人双修，并且共同施展这门秘术，那么大力牛魔拳便会显现出真正的本质来，同时双修双方的武道资质也都可以转化为灵种。听完池香俊的话，秦城都有些瞠目结舌，这世上竟然还真有能让人诞生灵种的功法，还被人创造出来了，真的假的？萧清雪也不可思议，将武道资质转化为灵种，这样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惊世骇俗，但确实有些道理。北玄山人简直是个绝世妖孽，竟然还真能让他做到了。秦城有先天根骨，确实符合你说的特殊武道资质。你的意思是，你也觉醒了你们池家的特殊资质？他好奇地看向池香俊。秦城的先天根骨他早就发现了，但他无论如何都发现不了池香俊身上有什么特殊资质。我池家的血脉中有一种特殊武道体质，名为阴罗体，这是一种纯阴体质，用于修行阴性功法就能事半功倍。池香俊尴尬的道，只不过我的天赋不佳，觉醒的程度并不高，所以迄今为止我也才3流境界。难怪，其实以你的年龄，3流境界已经不错了。萧清雪点了点头，一副赞许的口吻。秦城却有些无语，你好意思说人家实力不错，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天赋？说真的，萧清雪才是秦城见过最妖孽的天才了。明明看上去和小贤差不多大的年纪，却已经是赤霄剑宗第一人，可想而知他的资质到底有多么离谱。不过萧清雪说的也确实有些道理，池香俊这个年纪就成了3流武者，天赋确实很优秀了。人家苏胜杰年纪都快奔3了，还没成3流，最后靠丹药才晋升的3流，可见3流武者可没有那么寻常。此刻秦城自然无心吐槽这些，而是眼神严肃地看向池香君。池大小姐，可否明言，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虽然心中有些不可思议，但秦城还是感觉池香君可能真是那个意思，只是怎么想这也太……池香君深吸了口气，看着秦城，尽管脸上发烫，还是鼓起勇气开口了。您老，不，我应该叫您秦老才对。秦老，你对我池香君有着再生之恩，没有你的话，小女子只怕早已家破人亡。有如此大恩，再加上如今您和我池家都面临着灭门之灾。池香君俏脸绯红，眉目中却紧盯着秦城，语气决然的道，所以小女子想嫁给秦老，一起修行我池家的秘法，让秦老尽快成就先天宗师。此言一出，大厅内顿时安静到了极点。秦城张了张嘴，尽管他早就有所猜测，但当真的亲耳听到这话，心跳还是忍不住加速起来。这也太突然点。突然，这位无论相貌身材还是气质都堪称绝品的美人，开口要嫁给自己，还要一起双修。要不是已经知道对方的为人，秦城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呢。不过转瞬，秦城便意识到，池香君的选择其实并不意外。祝之问身后的先天强者，无论是对秦城来说，还是对池香君而言，都是必须面对的敌人。别看祝之问是秦城杀的，看似和池香君无关，但池香君可是心知肚明，祝之问的师门恐怕是真的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得到了他池家先祖北玄山人的传承。既然如此，那祝之问的那位师尊即便会放过秦城，也不可能放过他。毕竟他的血脉对一些武道天赋出众却没有灵种的那些人来说，可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能让没有灵种的武道天才转化出灵种来，换做哪个武道天才得知此事不发疯，只怕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抓住他，逼着他双修。正因为如此，池香君也是不敢再犹豫了，直接提出嫁给秦城来。只要和秦城双修，不仅能让秦城成为先天强者，他自己也能转化出灵种来，让池家先祖的夙愿得偿，今后可以接触仙道。出于理智，嫁给秦城是最佳的选择。即便是出于感情，秦城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池香君嫁给秦城也并不会觉得亏欠了自己什么。池香君是这么想的，并且毫不犹豫的大胆主动提出这样的话来。但秦城却有些尴尬了，并非他对池香君这位大美人不心动，问题是他可是对池香君隐藏了许多事情。池大小姐，秦城看着池香君，不好意思的道，其实有件事情老夫并未告知你，其实老夫已经有妻子，并且他也生活在这座黑水城了。并非秦城因为前世的经历想着什么一夫一妻什么的，开什么玩笑，来到了这个世界还有男神系统在，秦城自然早就想好了今后会娶一堆老婆，只是他可不希望在隐瞒女方的情况下当渣男，这就是欺诈了。秦老您放心吧，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令秦城惊讶的是，池香君并未失望，反而一脸早有所料的准备。秦城愣了一下，旋即不由失笑，是了，是自己相差了。任谁在不了解他的情况下见到秦城这个年纪，都会觉得秦城只怕早就儿孙满堂，
有老婆才是应该的。既然池大小姐不介意，老夫自然是乐于娶得你这样的家人。于是秦城也不再犹豫，开口说道：这件事还需要和方小贤说一声。但秦城知道方小贤肯定不会反对，因为这些日子里方小贤早就让秦城多娶几个女人了。只因为秦城有纯阳灵种在身，他一个人根本就承受不住秦城的厉害。池湘君红着脸低下了头，不敢回答。之前他鼓起勇气说出那番话来是事急从权，但现在一切结束，反应过来他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厚脸皮的事情。身为女子，居然主动提出要嫁给男人，被人知道了非得骂他不要脸不可。但池湘君并不后悔，她本就是江湖儿女，又岂会惧怕人言。恭喜你啊，秦老，喜得一位佳妻。萧清雪眼中带着一丝笑意，轻笑着开口。秦城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呵呵一笑。多谢萧真传，喜酒你可一定得喝。一定。萧清雪自然也是微笑着点头是。到如今她也知道只能事急从权，先天高手的威胁近在咫尺，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就来了，无论是秦城还是池湘君都不敢耽搁。当天晚上，池家内部就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喜宴。姐姐，今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正座上，方小贤此刻盛装打扮，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前方，一身红妆，正一脸害羞带怯给自己端茶敬酒的池湘君。见着对方那绝美的容颜和气质，方小贤眸中都不由有些呆滞。这种仙女一样的女子，今后居然要和他一起侍奉秦城。直到此刻，方小贤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心中都有些离谱。不过想起秦城这些日子来一再表现出来的妖孽资质，方小贤也突然有些能够释然了。他深吸了口气，微笑开口，尽量显得和善一些。妹妹不必多礼，今后你我也是姐妹，希望我们能姐妹同心，一起伺候好相公。正如秦城所料，方小贤并不介意他多娶妻，毕竟这本就是封建时代，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何况秦城的纯阳灵体，方小贤早就有点受不了了，巴不得有人帮忙。只是见到池湘君的绝美相貌和贵气，他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生怕这位姐妹日后不好相处。毕竟她就是一个普通一家之女，和这种千金大小姐差距实在太大了一点。姐姐说的是。池湘君一举一动并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得体的地方来，处处都体现出了对方小贤这位正妻的尊敬。正因为如此，方小贤这也松了口气，随后便眼神有些奇怪地看向秦城。他怎么都没想到过，半年前还是老光棍的秦城，不仅成为了她的丈夫，如今居然能娶到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娇妻呢。一想到秦城的本领，方小贤突然有种预感，今晚的事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只怕还会不断发生。一旁秦城感受到了方小贤的眼神，不过此刻的他也只能心虚的当作没有感受到。这场临时举办的婚礼明显仓促到了极点，根本就不像是一场婚礼，除了在一旁伺候的吕仪，客人只有萧清雪一人，简直就更像是一场家庭聚会，而非婚礼。不过事急从权，不可能举行什么正式婚礼，不知道今晚能拿到什么奖励。秦城心情凝重，眼神有些期待。先天强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点，尽管今晚和池湘君双修，可能那门大力牛魔拳的先天本质呈现而出，但那也只是解决了先天功法的问题而已，要修炼到先天境界还得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秦城只能指望今晚和池湘君成亲，系统会给出什么奖励来。娶妻的奖励绝不会小，秦城希望到时候能够自己带来一点惊喜，解决一下先天危机。相公，请联系妾身。洞房花烛夜，池湘君俏脸绯红，含羞带怯，一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不敢面对江寒，只能低声喃喃。秦城看着池湘君这般诱人的模样，心跳也不由加快了几分。这般国色天香的女子在侧，他哪还有什么心思去考虑什么先天大敌、系统奖励？目光炽热地盯着池湘君。湘君，你放心好了，我秦城对天发誓，会照顾好你一辈子的。话音落下，他便一挥手，将烛光熄灭。叮！热烈祝贺宿主再次取得一名佳人，男神之证明便是家里彩旗飘飘，外面红旗不倒，更高的境界便是将小老婆带入家门，为你生儿育女，获得成就。第一次娶小老婆，获得奖励，中阶炼丹师天赋。此炼丹师指的是修仙四艺中的炼丹师。翌日清晨，秦城从床上爬起来，便一脸惊喜地看着奖励，炼丹天赋，而且还是修仙者中的炼丹师天赋，而不是凡人之中的炼丹师天赋。这次果然奖励了好东西，秦城顿时大喜，知道这次是真的得到了好东西，又是跟修仙者有关的奖励。虽然不知道炼丹师天赋对修仙者而言是否珍贵，但秦城想想都知道，系统肯定不会在澄清奖励上给他差东西。秦城有种预感，炼丹师天赋哪怕在修仙者当中也十分稀缺，自己这次的奖励绝对极其珍贵。不过
炼丹师天赋对现在的我可我作用不大。旋即，秦城却不由皱眉，他现在最缺的是提升实力的手段。炼丹师天赋固然宝贵，可对现在的他没用啊。他现在还只是凡人，根本接触不到炼丹师。好在虽然有点失望，但秦城还是惊喜地发现，在和池香俊双修一夜之后，他的大力牛魔拳竟然真的发生了质的变化，一身的力量竟然比之前暴涨了一大截。这绝对是先天级别的功法。秦城眼中大喜，也只有先天级别的功法才如此逆天。他现在的力量可谓恐怖到了不思议的地步，一身力量足足达到了500头烈马的力量。现在秦城再遇到祝之问、内城世家4大老祖这样的一流武者，一拳都可以将他们打成肉饼，都不需要第二拳。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可想而知，现在的大力牛魔拳绝对已经蜕变成为先天级别的了，不可能还是一流功法。这门功法只要修炼到圆满，我就借助朔光刀意直接突破先天境界。但要将这门功法修炼到圆满，哪怕以我的资质，日夜不停地吸收天材地宝，也需要足足1个月才有可能。秦城神色凝重起来，且不提敌人会不会给他1个月时间，光是1个月不停使用天材地宝，他都做不到。毕竟一流之后，对他还有用的天材地宝可都非同小可。池家之前能供养2流境界的他，已经都快破产了，根本不可能供养他1流境界的资源。对了，4大世家。这时候秦城眼中一亮，忽然反应过来，他怎么把4大世家给忘了？这4大世家可都是内城的顶级世家，这样的顶级豪门，每一家都堪称富可敌国，任何一个世家都起码是池家的10倍、100倍之多。如果无冤无仇，秦城还不好意思动手，但这4大世家的老祖都亲自对秦城出手了，秦城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要上门了，这时候可顾虑不得半点。很好，就直接上门去抢。打定主意，秦城顿时将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了萧清雪。萧清雪如今可没了赤霄剑宗这个大靠山，肯定也缺少资源，秦城自然准备带上萧清雪，还个人情。抢4大世家我倒是不反对。萧清雪却有些顾虑，但黑水城内城并非只有4大世家，内城一共有10大世家，他们内部彼此联姻，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彼此之间也有些矛盾，但面对外敌往往会团结一致。若是我们现在去对付4大世家，其他世家只怕会阻挠我们，与我等作对。作对又如何？以我们的实力，即便10大世家的一流武者联手，也不是我等的对手吧？秦城不以为然，他现在实力暴涨，一流境界之内无惧任何人，意境之力，500头烈马的力量，岂是开玩笑的？不客气地说，秦城有信心，就算只有他一个人，就足以杀光10大世家的所有一流武者。秦老，你可不要小觑天下人。萧清雪看得出秦城有些飘了，却是失笑的道：这黑水城其实也有能人的，如今的黑水城城主也是黑水城第1大世家燕家家主燕长歌，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未必弱于你我，甚至比你我强大也不是不可能。什么？这黑水城的城主比你我还强？秦城眼皮子一跳，他可不知道这黑水城还隐藏着这样的强者。没错，燕长歌10年之前就已经一流圆满了，一直在闭关参悟意境之力。萧清雪神色凝重，我师尊曾经说过，燕长歌是距离先天境界最接近的武者，仙将之前他必定能晋升先天境界。什么？10年前就已经一流圆满了，距离先天境界最为接近？听到这话，秦城也不由皱眉。听萧清雪这么说，这个燕长歌确实需要小心一点。但只要对方没有突破先天，秦城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在意。一般的一流强者只有9牛2马之力，秦城光是肉身力量就足足500头烈马的力量，抵得上其他一流武者几十个了。哪怕一流圆满，远比其他一流武者要强，也不可能强出几10倍的地步。萧清雪觉得秦城飘了，那是因为他并不清楚秦城现在的底蕴何其恐怖，天生神力岂是开玩笑的。不管如何，4大世家还是要上门的，不然我无法尽快提升实力。秦城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既然萧真传你忌惮燕家，那不如我们便也分燕家一点好处。我就不信4大顶级世家的财富，燕家会不心动。世家都是什么东西，秦城可再清楚不过，不可能见到了利益不心动。只要燕家肯答应，确实可行。萧清雪点了点头，对4大世家的资源，其实他也很渴望。正如秦城猜测的那样，萧清雪现在也是穷得身无分文了，需要赚取大量的资源。黑水城内城中央，一座巍峨无比、规模广大的府邸，一座殿堂内，数名气息强横、气质不凡的武者们汇聚一堂，一个个目光敬畏地看着正上方的那位气质冷漠的白眉中年家主。那外来者宁业先后杀了祝之问师兄弟以及苍白罗尘4大世家的一流老祖，简直就是个绝世妖孽。一位中年男子恭敬地跪倒在地，那宁业邀请我们燕家
一起去瓜分四大世家的财富。家主，您觉得这个邀请我们该不该接受？此外，四大世家的家主们也都已经跪在了门外，他们没了老祖，家中一个一流都没有了，此刻都向您求助，希望您能帮他们解决那个外来者，他们愿意献上一半财富。听到中年男子的话，那白眉中年没有开口，燕家的其他高层们却一个个眼神炽热起来。这两个选项，不管选哪个，对他们燕家来说都是利益巨大，令他们也都有些纠结了。不过他们也知道，他们可没有选择的资格，一切都要看家主的想法。家主，我建议和那宁业合作，此人二流境界时便能越阶斩杀一流武者，简直就是妖孽。众人都以为他大战祝之问之后自身虚弱，谁能想到他竟然还能接近着斩杀四大一流武者。这样的妖孽不宜为敌，结为盟友，对我燕家才是更好的选择。立马有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秦城的妖孽表现此刻早已经传遍了整个黑水城，内城世家们的武者们都被震撼得不轻，对秦城这个者忌惮到了极点。此刻可没有哪个世家的武者敢小看秦城了。我不赞同。但这时另外一个高层却是断然否定，别忘了那宁业杀了祝之问师兄弟，已经与北玄门那人不死不休，若是和宁业成为盟友，难道我们也要帮着那宁业与一位先天宗师为敌吗？此言一出，之前帮着秦城说话的高层顿时说不出话来了。是啊，宁业已经与一位先天宗师结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恨，与他结盟可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带来坏处。这时候白眉中年，也就是燕家家主燕长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哼，你们倒是有些脑子，倒是那个宁业脑子有点不清醒了。他都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资格和我燕家结盟？他若是聪明点，就应该知道这种时候应该将四大世家的财富全部都献给我们燕家，让我庇护他才是。杀了几个一流初期的废物，就以为有资格和我谈判，他也配？燕长歌的语气十分不屑，明知道秦城的战绩，却也一副没有将秦城放在眼里的样子。给我回复那宁业，黑水城不是他能放肆的地方，内城世家的家产也不是他这种泥腿子武者有资格惦记的，限他3天之内滚出黑水城，否则休怪我不客气。燕长歌一开口，其他高层没有一人反对。在燕家，燕长歌的话语权就是绝对的，无人可以违逆。家主，那四大世家家主的话怎么回复？这时一位高层却是小心翼翼地问道。让他们献上80%家产。燕长歌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否则四大世家也没必要存在了。80%。此言一出，其他几个高层呼吸都不由急促了起来。四大世家的80%财产，那对他们燕家来说可都是一笔极其恐怖的财富，可以给燕家制造出无数武者来。10家？什么？燕家不仅拒绝了我，还限我3天之内滚出黑水城。得到燕家的答复，秦城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冷笑：好，我是念在燕家是黑水城第一大豪门，才给他一点面子，没想到人家居然这么傲气，很好。抱歉，秦老，是我的不对。萧清雪一脸愧疚，他得知燕家居然这么狂，也有些不可思议。燕家确实强，但秦城的表现可不一点都不弱。燕家狂到这个地步，凭什么？不怪你，只是你低估了世家的愚蠢，以为他们是群里智之人，其实他们比谁都要贪，比谁都要无耻。秦城摇了摇头，他可比萧清雪更了解那些世家之人的丑陋。他敢肯定，燕长歌估计是觉得他现在与先天强者结仇，不敢再得罪燕家。这家伙也不想想，秦城马上都要死到临头了，这种时候秦城怎么可能还会顾虑什么的不得罪燕家的事情？萧真传，既然燕家不给面子，看来我们也没必要再问取燕家的意见了，你觉得如何？秦城看向萧清雪，燕家不肯联手，对秦城来说反而是个好消息，正好少个人分资源。好，既然如此，我们直接去取。燕长歌就算再强，只要未成先天，也不可能是你我联手的对手。萧清雪也不是那种优柔寡断之人，既然燕家不给面子，他也懒得再管燕家，直接就答应和秦城联手。萧真传，无需你出手，你只需要在此保护我的家人即可，等我拿到四大世家的资源，直接分你一半。秦城可没想过要和萧清雪联手对付四大世家，在他看来，四大世家他一人就足以全部收拾。之所以要邀请萧清雪，还是为了拜托萧清雪保护池香俊和方小贤，毕竟他不在身边，万一有人趁机对付二人怎么办？不，我也要去。至于你的家人，放心吧。萧清雪反手便是拿出了一张灰色符篆，这枚符篆名为逆尘符，可以将整个池府都隐匿起来，没有领悟意境之力的武者根本不可能接近池府。秦城吃了一惊，符篆这么珍贵的东西，萧清雪竟然说拿就拿出来。这个女人身上到底有多少仙道符篆？怎么感觉她依旧是个富婆啊？说实话，秦城有些眼热，他可是体会过符篆的强横，也想得到仙道符篆。可惜
尽管如今他已经是一流武者了，依旧没有机会接触过仙道传承。至于找萧清雪要，秦城的脸皮可没有这么厚，似乎看出了秦城的眼热。萧清雪眼中闪过一丝笑意：“秦老，你对修仙者可感兴趣？”此言一出，秦城心跳顿时就控制不住了起来。秦城深吸了口气，莫非萧清雪有意对自己透露仙道传承的事情不成？毫无疑问，秦城十分感兴趣，但他不是那种觊觎他人之物的人，因此萧清雪不开口，他绝不会主动去问。如今萧清雪问出这话来，秦城便神色郑重的道：“老夫要说不感兴趣，想来萧真传也会觉得老夫是在骗人。是啊，自古以来求仙问道，长生不死，又有几人可以拒绝呢？”萧清雪微微一笑，并不意外秦城的回答，看着秦城的眼神也变得正式起来。秦老，不瞒你说，我身上确实有仙道传承，只不过那个传承事关重大，我在得到传承的时候就已发下天道誓言，不能对外人透露分毫。天道誓言可不是我们凡人随便发的什么毒誓，我们凡人发誓赌咒，说什么违背誓言就天打雷劈，但所有人都知道，违背誓言根本不会遭受任何报应，但天道誓言就不一样了，这种誓言一旦违背，会立刻遭到报应，哪怕是修仙者当中的无上大能，都绝对不敢违背仙道誓言。听了这些话，秦城眉头紧锁，他并没有因为萧清雪的话而感到失望。他知道，萧清雪如果是真的不能透露仙道传承的消息给自己的话，他之前就不会提这些话，所以他一定还有下文。果然，见到秦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失望神色来，萧清雪看着秦城的眼神变得更加欣赏起来。不愧是大器晚成的人，这样的心性可比那些年纪轻轻的天才人物要稳重多了。萧清雪微微一笑，不过我得到的传承不能透露给你，却不代表我没有办法帮你获得其他传承。秦城，等你这边安稳下来后，我会给你一个获得仙道传承的机会。我希望5年之后的仙降典仪上，你能与我合作，一起合作，取得仙缘，前往修仙世界。秦城眼中发亮，不得不感叹，萧清雪还真是自己的命中贵人，当初就给了自己加入赤霄盟的机会，帮了他一把，如今竟然愿意帮自己接触仙道传承，这样的恩情实在太大了。萧真传，大恩不言谢。秦城深吸了口气，对着萧清雪拱了拱手，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后只有你一句话，我秦城保证随叫随到。萧清雪笑了笑道：秦老你也不必太感激我，我之所以愿意给你机会，也是因为你的前景关系到我能否得到仙缘。老夫自然分得清楚。秦城当然明白，如果不是自己对萧清雪有用，萧清雪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么大方？但不管如何，他对自己有恩在先，这是事实。秦城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份恩情迟早有一日他会10倍奉还。一番开诚布公之后，秦城和萧清雪的关系明显进展了不少，有点同道中人的感觉了。二人一同前往内城，准备直接去3大世家。路上，秦城也开始向萧清雪打听起关于仙道之事。要说秦城现在最忌惮的便是仙道符传，当初祝之问的师兄拿出来的仙道符传的威力，至今都令秦城心中记忆犹新。秦城很是担心，万一又遇到这种玩意，该如何防备？其实你不必太害怕仙道符传，仙道符传其实可以以气血实质化防御。你现在已经晋升一流，可以施展出气血实质化的手段，一般的仙道符传已经伤不到你。谁料萧清雪给出的答案却是出乎秦城的预料。什么？气血实质化可以防御仙道符传？秦城愕然，还有这样的事情？不错，秦老，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武道在这方世界被天道所中，在大前王朝，武道强者并不需要太过畏惧仙道手段。别说是符传了，便是真正的修仙者降临到我们这个地方，也会被天道压制，能够发挥出的力量也并不比我们武者强大多少，顶多是手段多上一些罢了。你只要专心练武就是。萧清雪解释道。天道压制仙道吗？秦城眼中闪烁，若是这样的话，那对他来说还真是个好消息，今后可以不用太过畏惧其他人的手段。不过没有亲身做过实验，秦城心底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保险。但萧清雪肯定不会骗自己，这点秦城还是相信的。白府，此刻4大世家的高层全部都汇聚在此地，地上恭恭敬敬地跪满了人，一个个都朝着前方的正襟危坐的燕长歌。燕城主，您明明都让那老东西滚出黑水城了，那老东西竟然不仅没听，居然还带着个小白脸直接上门来，他这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啊？白家家主爬到燕长歌的腿前，一脸恨色地说道。秦城和萧清雪光明正大地朝着内城而来，自然早就被内城世家们都发现了，所以4大世家都汇聚在了白家，就连燕长歌也提前到了4大世家的高层，对秦城可都是恨之入骨。他们的老祖都被秦城所杀，家族失去了顶级强者，家产瞬间就被燕长歌吞并了绝大部分。
但他们不敢在燕长歌面前表现出丝毫不满，只希望待会秦城到来之后，燕长歌能宰掉秦城，给他们4大世家报仇。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是自来闯啊！燕长歌长叹一声，目光扫过地上的4大世家的高层们，旋即冷笑几声。我知道你们不甘心就这样交出家中的财富，巴不得我和那老东西火并，同归于尽是吧？不敢。燕城主何出此言？我们绝无此意。4大世家的高层们面色皆是惨白，连忙否认，却明显一个个都十分心虚，因为这些人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但他们也心知肚明，秦城再妖孽也不可能跟燕长歌同归于尽。燕长歌在外界可是有着先天之下第一人的称号，一流武者之中绝对无人是燕长歌的对手。哼！燕长歌冷笑，也罢，待会我会亲手除掉那个不知死活的泥腿子，让你们彻底死心。这样一来，我也算是帮你们4大世家报了仇。到了那时候，谁要还敢有怨言，可别怪我燕长歌不客气。轰！话音方落，一道恐怖的气息从外界爆发开来，霎时间，白家府邸的大门以及正门两侧的围墙轰然塌陷，漫天的尘埃涌起。来了！4大世家的高层们面色大变，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势，霎时间一众高层皆是吓得胆战心惊。但想到他们身后的人，顿时这些高层们一个个心中的恐惧都消失了，反而眼中充满了无边的怨毒与期待。不知死活的老狗，今天便是你的死期！有燕城主在，这老狗必死无疑。等着老狗死后，我要将他的尸体剁成肉泥喂狗。4大世家的高层们一个个咬牙切齿，他们家产被燕长歌吞并，心中对秦城可谓是恨之入骨，亦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秦城的下场。这时，燕长歌站起身来，目光冰冷地看向那漫天尘雾之中，眼神森寒。老匹夫不仅无视本座的命令，还胆敢打断本座的话语。很好，你取死有道，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老夫面前自称本座？秦城的身影从尘雾之中缓缓走出，看着前方的燕长歌和一众4大世家的高层，却是不屑地嗤笑一声，丝毫没有放在眼里。好胆！燕长歌面色一沉，眼中的杀意几乎实质化，一股恐怖无边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升腾起来，肆无忌惮地释放开来。霎时间，4大世家的高层们一个个都是面色惨白，纷纷跪倒在了地上，在这股恐怖的压迫之下，全部腿都软了，一个个几乎窒息。周遭那些实力微弱的护卫、仆人们更是翻着白眼，一个个全部都晕倒在了地上。无数小动物从草丛中钻出，慌张的到处乱爬，飞鸟从白家的各个角落里也尖锐鸣叫着，四散奔逃。萧清雪眸中瞳孔紧锁，露出深深的忌惮。光是气势就如此恐怖，如同天灾即将爆发一般。燕长歌的实力距离先天果然已经不远了，秦城千万小心！燕长歌只怕距离先天只有1线之隔。他语气凝重之极地提醒秦城。知道。秦城也神色凝重，感受到了燕长歌的恐怖之处，光是散发出的气势就如此之强，如同要爆发地震一般，令附近的小动物都慌张逃窜。这一刻，秦城也不得不承认，他之前小看了燕长歌，此人恐怕是他习武以来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还没有突破先天就如此强大，若是突破了先天，那还了得！秦城眼中闪烁，心中不由迫切了几分。燕长歌不是先天，但祝之问的那位师尊可是先天宗师。你是谁？燕长歌本来想直接动手一把捏死秦城，但这时看到秦城身边易容成书生的萧清雪，眼神却是一凛，感觉到这个书生身上竟然传来一种危险的感觉。与此同时，对方的眼神给自己一种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样。陡然间，燕长歌脑海中闪过一道电光。你是萧清雪？燕长歌眼中一亮，看着萧清雪，顿时目光贪婪起来。哈哈哈！没想到今日还是双喜临门。萧清雪，你师尊可是满天下悬赏你，只要能够将你抓到手，就会赐予一个灵众名额。这一刻，燕长歌几乎欣喜若狂。他虽然在武道上面天赋异禀，却偏偏没有灵众。对他这个先天之下第一人来说，他居然不能修仙，心中自然是不甘到了极点。如今赤霄剑宗为了萧清雪给出一个灵种名额，对燕长歌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唯一的修仙机会，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错过。顿时在燕长歌的眼中，杀不杀秦城都没无所谓了。此时此刻，他只要将萧清雪抓到手，就是一切都值得了，哪怕4大世家都不要都没问题。燕城主，灵种乃天生之物，用其他手段得来的灵种，不祥至极，会遭到天道厌恶。我劝你还是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为好。萧清雪叹了口气，他并不意外萧长歌认出自己，萧长歌怎么说也是先天之下第一人，区区易容手段，又怎么可能瞒得过燕长歌？萧清雪，我辈习武之人，可不相信什么天道不天道。
燕长歌长笑起身，一股浩瀚无边的气息从他身上释放开来，霎时间仿佛天空都昏暗起来，像是世界都要毁灭一般。顿时间，方圆10里之内，所有生灵都瑟瑟发抖，感觉到什么灭顶之灾即将降临一般。萧清雪顿时面色凝重到了极点，知道燕长歌要对自己出手了。既来之则安之，灭绝神王拳，给我镇压！只听燕长歌长笑一声，一拳轰出，轰隆！一道遮天蔽日的拳影仿佛灭世流星，咆哮着朝着秦城和萧清雪镇压而下。这道拳影光是外泄出的些许气劲，就将整个白府都生生的震成废墟。白家无数子弟、护卫下人都来不及反应，就瞬间被活活震死，死在了各个角落。就连方才4大世家的高层们，这些有实力在身的武者们，也都被震得一个个耳朵流血，昏倒了过去。仙缘措手可得。这一刻，燕长歌已经没有了任何顾忌，不管有谁在身边，哪怕是亲生儿子被他的气劲震死，他看都不会看上一眼。只要能拿到仙缘，长生不死，未来可以有无限可能。儿子可以生无数个，何况是其他。萧清雪也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极致的危机，先天之下的第一人，随意一招一式都恐怖的不可思议，极其接近先天境界了。他都不敢保留实力，正准备全力应对。但在这时，萧真传，老夫之前已经说过，你为老夫压阵即可。一旦淡漠的声音陡然响起，下一刻，轰隆，狂暴无边的恐怖气息就从萧清雪的身旁爆发开来。萧清雪目光震惊地看了过去，只见秦城一步踏出，只见以他为中心，周围的地面瞬间皲裂开来，密密麻麻的裂痕如同蜘蛛网一般四散蔓延开来。白府之内，无数原本优雅巍峨的建筑都瞬间崩塌。呜！秦城双臂伸展开来，恐怖无边的力量如同核弹一般爆发开来，瞬间竟是将周遭100丈的空气都生生的挤压到爆炸。杀！面对袭来的拳影，秦城同样是回以一拳，相当于500头烈马的巨力，是何等之恐怖！爆发开来的瞬间，便掀起来狂暴的洪流，2道杀招同时对撞在一起，轰隆！一时间，虚空都仿佛被扭曲，光产生的余波便将整个白府彻底的粉碎，震塌成了无数废墟。4大世家那些高层们，此时此刻在这股恐怖的余波面前，就如同惊涛骇浪前的一叶扁舟，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一个个都只能身不由己的四散，被震飞了出去，在这股余波中疯狂的惨叫求救。这是什么力量？燕长歌面色大变，之前的轻视已经彻底消失了，眼中生出无边的忌惮与难以置信。萧清雪亦是美目中满是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力量，难道是古老传说中的天生神力？震撼之余，恐怖的反震之力已经席卷而来。燕长歌面色狂变，连忙调动全身气血对抗这股力量，但身躯依旧阻挡不住，猛地后退了5、6步，才强撑着站稳了身子。相较之下，秦城却是巍然屹立于原地，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一样。见到这一幕，燕长歌面色难看起来，他知道这第一轮交手他已经落入了下风。好，别人说你这个老东西是个妖孽，本座本来还不相信，但此时此刻，本座也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是个妖孽。燕长歌看着秦城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之前他并没有将秦城当作过对手，一个刚刚突破1流的老东西，哪怕天赋再高，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但现在在秦城的手里吃了亏，他也意识到这个家伙果然妖孽的不正常，哪有刚突破1流就强大到如此地步的？幸好秦城突破1流才没几天，若是再让他修炼一段时间，那还得了。意识到秦城的危险，燕长歌眼中冒出无边的杀机。既然已经和这样的妖孽结下梁子，不趁此机会除掉对方，未来麻烦的可就是他了。老匹夫，别以为你刚才占了点上风就是我的对手，我只是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而已。但从现在开始，本座就要真正的出手了。话音落下，燕长歌深吸一口气，霎时间双目暴睁，额头上青筋毕露。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秦城和萧清雪就看到燕长歌那原本高大健壮的身躯，霎时间变得瘦弱无比了起来，仿佛在这一刻，他全身的血肉都像是被什么吞噬了一样，整个人都变成了皮包骨。这一次，燕长歌没有爆发出如同之前那般恐怖无边的气势来，但秦城和萧清雪心中却感觉到了此刻的燕长歌，比起之前却是危险了10倍都不止。不好，燕长歌要施展他自创的最强绝招灭道七杀拳。萧清雪美目中瞳孔紧缩，立马大声提醒起江寒，小心，这一招会将他全身的气血都汇聚在一拳之中，威力将恐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哪怕是先天强者都不敢应接。自从他创出这一招以来，还从来没有人从他的灭道七杀拳下幸存下来过。快躲！话音落下，萧清雪便是手中甩出一道符篆，落在秦城的身上。
秦城顿时就感觉到自己变得身轻如燕，只要想逃，瞬间就可以逃到好几里之外。但秦城却没有逃跑的打算。诚然，此刻秦城也感受到了燕长歌师展出这门杀招的瞬间，一股死亡的感觉就从他的心中涌出。他知道燕长歌的这一招恐怖到了极点，消解全身的气血，将全部力量汇聚到一招之上爆发出来，其威力可想而知。哪怕是秦城挨上一下也是必死无疑。但秦城不仅没有畏惧，反而眼中露出一丝惊喜之色，高声大笑起来。燕长歌，你这是自取灭亡，本来我还要杀你，还有些麻烦，没想到你竟然施展出这样伤敌1000自损800的杀招来。萧清雪眼里燕长歌的杀招危险到了极致，然而秦城眼里燕长歌这一刻却是主动找死。别忘了，秦城还有一双看虚瞳，能够识破敌人的弱点。就在燕长歌师展出灭道七杀拳的瞬间，秦城立马便看了出来，燕长歌这道杀招确实威力无穷，但这招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这一招需要短暂的时间来转化全身的气血，这个过程一旦被打断，燕长歌的杀招不仅释放不出来，还会反噬他自身，给他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燕长歌转化自身气血的过程对其他武者而言十分短暂，根本难以捕捉，但在秦城这种实力的人面前却是太过漫长了。于是秦城毫不犹豫地握住了手中的刀柄，眼中金光爆闪，朔光刀意猛然爆发，隔空朝着燕长歌狠狠地碾压而下。他并未融合气血之力，而是单纯用刀意碾压燕长歌。因为融合气血之力也需要时间，而只是单纯释放意境之力却是随念而发，瞬间就可以攻击到燕长歌。轰！燕长歌身躯一震，霎时间他猛地一口鲜血狂喷，转化气血的过程生生被阻断了。意境不好！燕长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对面的秦城刚成一流就能施展出他苦苦闭关参悟10年都没有悟出的意境之力。但旋即他就没有心思去震撼了，因为反噬来了。霎时间燕长歌全身的气血逆转，在他体内疯狂地暴走。他原本化作皮包骨的身躯这一刻竟然迅速膨胀起来，短短片刻整个人竟然膨胀成了一个肉球。随着身躯的膨胀，他七窍中却是鲜血狂喷，惨叫不止，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不可能！你怎么找到我灭道七杀拳的弱点？怎么可能啊？什么？灭道七杀拳还有弱点？萧清雪秀目圆瞪，之前他还惊疑秦城为什么得到了他的符传，却不选择逃跑，结果莫名其妙，燕长歌的杀招就中断了，整个人遭到反噬。变化来得太突然，他都没反应过来，就听到燕长歌的这话，这才意识到秦城不逃，居然是发现了燕长歌的弱点。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怪胎？哼，燕长歌，你如果不施展这门杀招，我还真的未必能拿你如何。大局已定，秦城也收敛起了身上的气息，玩味地看着前方那个挣扎惨叫着的大肉球。怪就怪你不该对我动手杀意，施展出这种破绽百出的招数。本来秦城都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了，没想到惊喜来得如此突然。这下好了，都没有动用全力，敌人就自己崩溃了，省了秦城不少力气。不论如何，今天你败了，既然你要想杀我，那我也不可能放过你。从今往后，这黑水城里燕家除名。秦城眼神一凛，杀机森森，没有丝毫犹豫，一刀挥出。不，饶命！燕长歌惊恐的狂吼，话音未落，整个人便被刀光撕裂开来，化作了2截，死的不能再死。静！已然化作废墟的白斧，此刻寂静的吓人。站立在废墟之上，萧清雪美目中满是震撼。燕长歌死了，先天之下第一人就这么被秦城所杀。看着秦城，萧清雪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明明就在不久前，秦城只是苏家的一个下人，七老八十，苍老到了极点，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然而一转眼的功夫，秦城这个老头竟然就大器晚成，一飞冲天，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武者，如今更是亲手斩杀了先天之下第一人。若非亲眼所见，萧清雪都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一场梦境。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奇人。秦城自然不知道萧清雪所想，在斩杀了燕长歌之后，他重重地松了口气。不论如何，在除掉了燕长歌之后，这黑水城里就没有人能够再阻止他了。如今他不仅能够获得4大世家的财产，还能得到燕家的财富，简直不要太开心。燕家可是黑水城第一世家，一家的财富就顶得上4大世家了。这下子秦城是彻底发财了，这么多资源，只要给他时间堆也能将他堆到先天去。前提是有这么多时间，毕竟敌人可不会给秦城安心发育的机会，秦城必须抓紧每分每秒，不能浪费任何时间。想到这里，秦城眼神一闪，直接冷冷的开口：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让我请你们出来看戏。前辈饶命，饶命啊！前辈，我等只是刚好路过。霎时，几个气度不凡的老者脸色发白的慌张地走了出来。这些武者身上的气息都极其强横，竟然都是一流武者。但此刻看着秦城的眼神，就如同见了鬼似的，一个个吓得身躯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一个。萧清雪并不意外，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些人，淡淡一笑：“你们是黑水城其他几个一流世家的老祖，想来捡我们的便宜？萧仙子哪里的话，咱们哪敢捡你们的便宜啊？”一名发福老者慌张的连忙摆手：“没这回事啊，前辈和萧仙子可不要误会，我们都是来帮忙的。燕长哥这个家伙太过霸道，我等对他早就恨之入骨了。本来是想和前辈一起对付燕长哥的，没想到您神功盖世，居然如此轻易的灭掉了燕长哥。是啊，燕长哥是什么东西，也敢自称先天之下第一人？您才是先天之下第一人。”几个一流武者、顶级世家豪门的家主，此刻就如同那些小人物一样，一个个谄媚无比，不停地拍着秦城的马屁，看着秦城的眼神充满了崇拜，像是秦城的粉丝一样。但秦城和萧清雪却都是不以为然，对这些人嘴里的话，他们是半个字都不相信。二人都心知肚明，若非秦城之前的表现太过强势，这几个人只怕会毫不犹豫的要趁机当渔翁，会变得比狼还要贪婪，还要恶毒。但现在秦城的实力吓到了这些人，因此他们才如同绵羊一样，连脸都不要了，一个个在秦城面前表现出卑微无比起来。秦城看了这些人一眼，倒也没有因为猜到他们的心思，就准备除掉他们。论技不论心，论心无好人。这些人既然没有动手，他也不好喊打喊杀，毕竟秦城也不是什么魔鬼。想到这里，秦城眼珠子一转，语气突然变得森冷起来：“你们几个既然到场了，就说明你们心存歹意。”几个世家的老祖顿时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一个个慌张的跪倒在地，哭嚎了起来：“前辈饶命啊，我等绝无歹意。前辈，我是好人啊。前辈，我愿意献上家中的所有家产，只要您能饶我全家性命。”秦城嘴角一抽：“这都什么人啊，还豪门老祖呢？平日里哪个不是一句话影响无数百姓生死的大人物，此刻却比平民百姓还胆小，一点血性都没有。”不过秦城可没有杀人的打算，他刚才装出一副杀人的样子，自然是为了震慑一下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秦城话锋一转，这几个世家老祖顿时都松了口气，一个个颤抖着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四大世家和燕家既然与老夫为敌，那他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秦城淡淡开口：“我要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五大世家的家产都搜刮起来，交给老夫。”秦城再强，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独自搜刮五大世家的家产，靠他一个人得牛年马月去了，那他还修不修炼？因此不如将这些事情都交给其他本土世家来做。这些本地世家对其他世家的财产藏在何处最是清楚不过，由他们帮着搜刮，秦城反而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得收获。当然秦城也知道这些人未必会老实帮他做事，所以才有了之前故意吓他们的一幕。你们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偷拿老夫的东西，否则若是让老夫知道……秦城冷笑一声，接下来的话没有多说，但是其他世家的老祖却都是吓得一个机灵，一个个连忙赌咒发誓：“小人绝对不敢。前辈您放心，但凡有人敢贪了您一个铜板，小人亲手刮了他。前辈的事情，小人们保证全力完成。”看着秦城娴熟的拿捏着这些世家老祖们，萧清雪美目中泛出一抹笑意来。明明秦城以前只是个下人，按理来说对世家之人应该心存敬畏才是，可他却发现秦城对世家之人居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这人实在是有趣。越是接触秦城，萧清雪越是发现秦城的特别之处了，这个老人总能给自己带来惊喜。叮！而在这个时候，正在对世家老祖们面前发号施令的秦城，脑海中陡然间一道提示响起：你肆意挥洒着自身才能的一面，进入贵不可凡的少女眼帘，神秘贵女对你的兴趣愈发的浓郁了，对异性的好感在这位天生高贵的少女内心悄然萌芽。加油吧，虽然你是男神，但在这位贵女的身份面前，你的地位其实依旧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若是能得到贵女的芳心，你可以省却无数岁月的努力，获得成就男神的奇迹之路。获得奖励，获得奖励，速成点星号1，速成点。秦城愣了一下，旋即狂喜，这奖励可真是来得太及时了啊！要知道，尽管已经收拾了燕家，即将将富可敌国的五大世家的家产搜刮一空，但秦城现在对即将面对的先天宗师依然是一点底气都没有，心中可是悬得不行。因为他对祝之问的师尊是一点信息都不了解，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来。万一对方明天就出现，哪怕秦城有系统在手，也没有修炼的时间，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现在有了速成点，
这下秦城彻底有底气了。只要速成点加在大力牛魔拳的上面，他岂不是可以直接成为先天强者？想到这里，秦城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就要加点，但很快秦城便压制住了自己的迫切的心情，毕竟旁边还有萧清雪在呢，当着人家的面前直接使用加成点，那是把人家当傻子。哪怕萧清雪是系统指定的目标，秦城也不可能将系统的秘密给暴露出去，等搜刮完5大世家的财富后再说。饶是老夫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想到黑水城的世家堪称富可敌国，居然是真的。城主府内，秦城看着无数宝物堆积如山的燕家府库，彻底是傻眼了。神兵利器、天材地宝、金银珠宝、名贵字画等等，这些在外界无不是珍贵无比的至宝，在燕家的府库里面简直如同垃圾一样，随处都是。秦城亲眼见到一朵价值连城的百年雪莲，据说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宝药，居然存放在燕家的府库里，活生生的枯萎掉了。这尼玛也太奢侈了吧！秦城看的都心在滴血。这朵百年雪莲若是让从来没练过武功的普通人吃了，都可以在1天之内直接成为武者，结果在燕家府库里面却直接像是垃圾一般扔到一边。好在除了这朵百年雪莲，还有许多各种珍贵程度超过百年雪莲的天材地宝。发了，这下是彻底的发了。秦城心情澎湃，有了这么多的财富，他今后根本不缺资源。饶是他活了70多岁，看到这么多宝物都看花了眼。黑水城的世家本就富有天下，在大前王朝都是最富有的一批世家之一，论富，除了京城的那几个世家就属他们了。萧清雪倒是没有秦城这么激动，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宝物，俏脸上却是一点波动都没有，像是司空见惯了一般。毕竟他曾经是赤霄剑宗的第一真传，见过无数大场面，赤霄剑宗有先天强者坐镇，真要比有钱，20个燕家都比不过一个赤霄剑宗。哈哈，老夫倒是见识浅薄，让萧姑娘见笑了。秦城心情大好，他穷了一辈子，还是头一次感受到富可敌国的滋味。果然，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古人诚不欺我。真要发横财，还是得靠抢才行。正当秦城心情愉悦，要仔细观赏一番这府库里头都有什么至宝的时候，突然间看虚瞳一闪，他惊讶地发现这府库里隐藏着有一个十分隐秘的暗门。这地方居然还有暗门！秦城眼中一亮，隐藏得这么私密，险些连他的看虚瞳都瞒过去了。都不用想，这暗门里头一定隐藏着燕家最珍贵的东西。秦城当即上前，不一会就找到了暗门的开关，用手一推，咔嚓嚓，赫然就看到地面陡然裂开，一个通往地下的阶梯赫然出现在了秦城和萧清雪的眼前。好眼力！萧清雪再度惊讶地看了秦城一眼，就连他都没有发现这个暗门，秦城竟然发现了。秦城这家伙果然是惊喜一个接一个。秦城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却是带头走了进去。阶梯很短，终点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密室，里面的东西也不多，只有一个用名贵红木打造成的木架，架上只有3样东西：一本书，一个人头大小的鼎炉，还有一封信，里面不知道放着什么。这是……秦城愣了一下，被燕家这么重视的地方就这点东西。他好奇地上前拿起书看了一眼，霎时间整个人都凝固了，欣喜若狂地睁大了眼睛。难道说……只见书上面写着长青丹书4个字，看上去平淡无比的毛笔字，但秦城却在这几个字里头感觉到一股玄之又玄，蕴含着无穷奥秘的气息。即便是领悟出了朔光刀意的秦城，心境已经超过了世间无数人，但他却感觉到得到他在心灵上的境界，在这几个字面前都不值一提，甚至堪称渺小。意境，那可是先天强者才能够领悟的东西。按理来说，大前王朝根本不可能存在境界比秦城高出这么多的存在，先天强者都不能。因此瞬间秦城就猜到了他手里的东西是什么。修仙法门，只有修仙者写出来的字才能让秦城感受到如此玄妙的气息。想到这里，秦城顿时就忍不住了，立马翻开了书籍，一目十行迅速地看了下来。果然这竟是一本修仙者的炼丹之法。哈，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当真是天助我也。这时秦城拿起旁边的信揭开一开，惊讶地发现这信当中燕长歌是以对待家族后人的口吻交代这些东西的来历。原来这丹书是燕长歌年轻时一次奇遇得到的，他年轻时曾经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一个仙家洞府，从中得到了这本丹书，旁边的丹炉与木盒里的东西也是那洞府当中的宝物。机缘深厚，历练的奇遇获得仙人的传承，按照正常的发展，燕长歌应该是从此踏上仙途，一飞冲天才是，但他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没有灵种，不能修仙。可想而知，
在得知自己没有灵种时，燕长歌是何等的惊怒，只怕当场气傻了都。秦城都看得嘴角抽了抽，燕长歌年少的经历怎么看都妥妥的主角模板，结果一个灵种却将他打落凡尘。哼，燕长歌，看来你没有主角的命啊，而是给主角送宝的命。秦城乐呵呵地打趣起来，自恋地感叹起来。看着秦城自诩主角，萧清雪忍俊不禁，这世上哪有七老八十的主角？看着秦城手里的丹书，他忍不住提醒起来：秦老，炼丹可是需要天赋的，我劝你还是别那么兴奋为好。萧清雪可是清楚，哪怕对修仙者来说，炼丹天赋都是十分稀缺，寻常修仙者根本不敢去学炼丹，就是因为炼丹太难。萧清雪其实都不敢确定秦城有没有灵种，至于更加难得的炼丹天赋，他内心是不看好的，怕秦城最后和燕长歌一样受到太大的打击。萧清雪还是好心提醒起来，毕竟燕长歌受到打击的时候可是年轻之时，那种年龄再大的打击都承受得住，可秦城年纪都大了，这要是受了打击，身体可不一定受得了。哈哈，多谢萧真传提醒。秦城笑容满面，这可真是巧了不是？他和池香郡洞房夜获得的奖励就是炼丹师天赋啊，这可真是运到来了，挡都挡不住。开挂的人生就是这么牛皮。秦城乐呵呵地翻阅着丹书，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丹书里的字他认识，但组合起来他就不认识了。这顿时秦城有点傻眼了，这才意识到丹书里头很多都是修仙者的术语，他根本看不懂。就算他有炼丹师的天赋，看不懂这些东西有个屁用。见到秦城的神色，萧清雪不由失笑，冰雪聪明如他，哪里猜不出秦城的困境，于是主动开口：秦老，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对啊，自己不懂可以去问萧清雪啊，萧清雪可是得到过修仙传承，对比燕长歌，萧清雪才是真正的主角模板。秦城顿时露出笑容，也不客气，那就麻烦萧真传了。就在秦城这边喜笑颜开地检查着自己的收获的时候，另一边帮秦城办事的世家成员们却是忍气吞声，感觉到憋屈的不行。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泥腿子外来者把五大世家的好东西都据为己有？累死累活搬了一天东西，世家子弟们汇聚在一起，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青年咬牙切齿地突然开口，即便是世家老祖们看着五大世家的财富都眼红无比，其他世家子弟们就更别说。在他们看来，这些好东西本应该是他们的才对，如今居然要被一个外来的泥腿子给占据，他们一个个都觉得心如刀绞的感受。青年的话一出口，其他世家成员们顿时安静了起来，气氛变得诡异无比。闭嘴，你不想活了，不怕连累了家族。一个年纪大的威严男子狠狠地瞪了那青年一眼，那青年慌张的连忙闭嘴，但眼中依旧不服。其他世家子弟们眼中也都有些不甘。很显然，青年的话说中了大部分人的心思。哼，要我说，这些宝贝最终会落入谁都手里，还说不定呢。这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却是呵呵一笑，笑容玩味地说道。此言一出，其他世家之人都眼中一亮，看了过去。怎么说？别忘了，那个外来者可是杀了祝之问师兄弟，他们的师尊可是得到了北玄山人传承的鹤道人，此人乃是先天宗师，又极为护短。那外来者杀害了他的2个徒弟，你们觉得鹤道人会放过那外来者？对啊。顿时周遭众人皆是眼中炽盛起来。秦城固然强大，但再强也不可能强过一名先天宗师。只要等鹤道人一到，秦城绝对必死无疑，那五大世家的财富最终依旧会回到他们这些本地世家的手里面，先让他嚣张几日。想到这里，众多世家子弟们都是心中冷笑起来，顿时一个个都打定主意，大不了这段时间先忍气吞声一下，反正过不了多久，他们依旧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而那个不可一世的外来者，到时候连尸骨都未必能够找到。杀！浩瀚的平原上，2支黑压压的大军正在疯狂的厮杀碰撞。这2支大军，一支是大前朝廷的大军，一支则是造反大军。此刻2支军队杀的是难解难分，血流成河，激烈到了极点。但就在这时，轰隆隆，天空陡然间黑压压的暗淡下来。战场上的双方陡然间见到，天空上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羽毛的巨禽。那巨禽的体型原本在高空之上只是一个黑点，但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地降落下来。很快，士兵们就看到了一只遮天蔽日的巨禽伸展着翅膀低空划过，所过之处霎时间掀起了无边的狂风。顿时间，战场上无数士兵们都是人仰马翻，成千上百的士兵竟然被那狂风吹到了数十米的高空之上，随后如雨点一般掉落下来，砸落成了肉饼。妖怪，跑啊！妖怪吃人了！不打了，
世上竟然真有妖怪！霎时间，方才还杀得难解难分、激烈无比的两支军队，士气瞬间崩溃，无数士兵哭爹喊娘，疯狂地逃窜起来，战场瞬间就崩了，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逃跑，惊恐绝望到了极点。而造成如此灾难的剧情，却只是稍微经过了战场而已，眨眼之间就已经消失在了天际边。剧情之上，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人，目光淡漠无比，端坐在剧情的背上，高高在上的看着前方的一个穿着盔甲，一看就是朝廷军队中身份极高的将领。你是鹤道人？将领面色发白，震惊无比看着眼前的道人。那些底层士兵们没有见识，以为剧情是什么妖怪，但这个将领却是朝廷高层，瞬间就认出了道人的身份，也知道这剧情并非妖怪，而是一种异兽。这异兽也正是鹤道人的标志。每次鹤道人出行都会乘着这头异禽，久而久之，各方势力的高层见到这只剧情就知道鹤道人出来了，拜见鹤道人。意识到对方是先天强者，这位在朝廷大官深吸了口气，不敢丝毫放肆，哪怕是皇帝在先天宗师面前都不敢放肆，他一个将军又算得了什么？他只是疑惑，自己和鹤道人无冤无仇，鹤道人抓自己干什么？本座问你，雍州黑水城在哪个方向？鹤道人冷冷的开口，看也没看将领一眼。这个将军身躯一震，眼中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这鹤道人将自己从战场上抓出来，造成那么大的伤亡，就是为了问自己这么一个随便找个路人都能回答的问题。这一刻，将军有些悲愤，但很快他便强忍住了悲愤，乖乖地指着西北方向。启禀前辈，雍州黑水城在那边。很好，你走吧。鹤道人听到答案，点了点头，便闭上了眼睛。将军听到鹤道人放自己离开，顿时松了口气。可是旋即便愣了一下，看了看旁边，他现在可是在万丈高空之上，怎么离开？他讪讪开口：前辈，敢问小人该如何离开？话音未落，他就感觉到一股沛然大力猛地朝着他身上卷来，他的身躯不受控制的直接从剧情背上被甩飞了出去。啊！惨叫声中，将军就从万丈高空之上生生朝着大地坠落下去。让你走不走，非要逼我赶人？鹤道人冷哼一声，收回了衣袖，随手将那将领从万丈高空中扔下去。鹤道人冷冷地看向西北方向，眼中杀机森寒。我鹤道人不过是闭关了几天而已，居然有人不知死活敢杀我的徒儿，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敢招惹我北玄门，我不灭你满门。我鹤道人的名字倒过来写。鹤道人驾驭着剧情，速度飞快，数日之间便已穿过万里长空，距离黑水城越来越近。而就在他进入雍州境内的时候，突然间，正在剧情背上闭目休息的鹤道人陡然睁开双眼，皱眉望向前方的高峰。那高峰之上，一道恐怖无比的气息冲天而起。霎时，那头剧情一双冰冷的瞳孔中泛出惊恐之色，立马停止了飞行，停顿在半空之中。赤霄子，我徒弟被人杀害，我是来雍州报仇的，你挡我的路所为何事？鹤道人冷冷地看向前方的高峰之上，那股气息的主人，鹤道人心知肚明，只有可能是雍州之主赤霄剑宗的先天宗主赤霄子。他跟赤霄子可是老熟人了，这次赤霄子就拜托过鹤道人去寻找萧清雪的痕迹，因为赤霄子知道鹤道人手里有一件修仙者的宝物，可以搜寻他人踪迹。鹤道人的宝物确实可以找到天底下任何人的踪迹，但他才舍不得用，因为那件宝物使用起来代价大得吓人。他连自己徒弟死了都没有用那件宝物，怎么可能为了别人而使用？自然是拒绝了，只不过也吩咐了自己的徒弟帮赤霄子点小忙。按理来说，以他和赤霄子的交情，他进入雍州，赤霄子不应该阻挡才是。可现在赤霄子却挡在他的前头，令鹤道人顿时心中十分不爽。鹤道人，杀害你徒弟的人，我最近也听说了，可能跟我那个逆徒有点关系。这时候，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从下方传来：我也正好要去那黑水城，咱们不如结伴同去。什么？杀害我徒弟的人还和萧清雪有关系？鹤道人脸色顿时一沉。赤霄子，你最好给我一个说法，若是我徒弟死在萧清雪手里，我跟你没完。鹤兄，你急什么？你的徒弟可不是萧清雪杀的。赤霄子的声音传来，反正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最好不是。鹤道人冷哼一声，但还是控制着剧情降落下去。就在距离高峰还有数十米的时候，唰，一道残影陡然间从下方窜了上来，直直地落在剧情背上。鹤道人就看到一名留着长胡须的华服老者，腰间缠着一柄宝剑。只是华服老者的气色有些糟糕，面色苍白，不停地咳嗽，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赤霄子，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鹤道人吃了一惊，赤霄子的实力他是知道的，比他还要强大一个境界，乃是先天中期。放眼整个大前王朝，赤霄子的实力都可以排进前5了。
按理来说，不可能有人将他伤成这样才是。可现在他是什么情况？哎，家门不幸啊！赤霄子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我小看了我那逆徒，那逆徒气运滔天，居然得到了修仙者传承。我现在这样子，就是被逆徒的仙道至宝给弄成这样子的。幸好我有祖上留下来的仙丹，才康复过来，不然我赤霄剑宗因此灭门都有可能。什么？你徒弟身上有仙道传承？贺道人一听，顿时眼神贪婪起来。难怪赤霄子满天下悬赏萧清雪，不惜开出灵种的代价来。贺道人自己就有灵种，因此对灵种的悬赏不以为然。但现在得知萧清雪身上居然有能伤到赤霄子的传承，立马就意识到萧清雪身上的传承非同凡响，哪怕在修仙传承当中都是顶尖传承的那种。贺道人可不是对修仙者一无所知的人，他可是清楚，先天强者放在这个大前王朝所在的世界，其实已经是顶级强者了。哪怕修仙者来了，修为也要被天地压制，到时候未必是先天强者的对手。所以一般的修仙者手段根本伤不到先天强者，除非是那种可以无视天地规则的修仙大能，才可以轻易做到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萧清雪的身上可能就有这样的宝物。顿时间，贺道人心中就火热起来。他也有修仙者传承，但他得到的那些修仙者传承只是普通货色，跟萧清雪得到的这种仙道传承，只怕连垃圾都不如。这次若是能得到萧清雪身上的传承，今后哪怕自己去了修仙界，只怕能成为一方巨擘。不过是出门报个仇，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道。贺道人心中惊喜起来，眼神的火热之色丝毫没有掩饰，完全没有顾及到一旁的赤霄子。若是以前，他还不敢在赤霄子面前放肆，但赤霄子现在都已经受了重伤，实力都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贺道人可不会再在意赤霄子的看法。一旁的赤霄子看到贺道人一脸贪婪的表情，却是丝毫没有在意，反而眼中闪过一道阴冷的笑意。动心好啊，就怕你不动心。那逆徒手里的手段实在是防不胜防，我上次都差点死在他手里，正好让你给我探路。我就不信逆徒手中的仙道传承可以无所顾虑的动用，只要逆徒把手段用在了贺道人的手里，我就可以出手，将他的那些秘密都据为己有。黑水城内，尚不知已有先天强者正在朝着黑水城而来的，还是两位的秦城，此刻正在一间密室里头闭关，能否成就先天，就在此一举了。秦城心中有些紧张，现在萧清雪不在身边了，他可以放心使用速成点。不过秦城眼中满是期待，能否成就先天，就看今晚了。稍微平复了下心情，秦城便毫不犹豫地使用速成点。嗡！霎时间，秦城的气血之力狂涌而出，狂暴无边的力量散发出来。霎时间，屋子里头所有家具都是瞬间炸裂开来，地板、天花板都是皲裂开来，犹如发生了地震一般。不过秦城已经无暇顾及周围的变化了，因为此刻他体内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大的有点令他承受不住。无边无尽的力量从他体内疯狂涌出，与此同时，他的精神也陷入了一种玄妙无比的境界。不好，怎么这么痛？这一刻，秦城额头上青筋毕露，全身衣衫都炸裂开来，一身腱子肉不受控制的撑起，仿佛要将他的身体都生生撑爆一样。体内那不停涌出的力量实在是狂暴到不可思议，令秦城有种身体都要炸开的感觉。秦城这才知道，他小看了一流初期到先天境界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比普通人和一流武者之间的差距还大，所以一下子实力暴涨这么多，秦城的身躯才有点承受不住。与此同时，体内无数血肉撕裂的痛苦传来，他仿佛在承受凌迟之刑一样，痛苦到了极点。秦城感受得到，这是自己的全身都在蜕变，体内的肌肉没撕裂一点，自己的品质变得极高，气血之力就在迅速修复血肉。到了秦城这个境界，他的身体恢复能力都已经堪比任何神丹妙药了，哪怕心脏被捅穿，只要没有断气，都可以慢慢恢复伤势。于是在这种痛苦的变化中，秦城体内暴走的力量这才慢慢适应下来。过了不知多久，这股恐怖的折磨才停止。险些丢了半条命的秦城感受着自身的实力变化，顿时目瞪口呆。现在的他比之前的他强出了10倍都不知，可以说一只手就可以捏死之前的自己了。这就是先天。秦城惊呆了，他虽然知道先天很强，但也没有料到先天居然强大到如此地步。但很快秦城便发现不对劲，不对，我好像没有成为先天。技能大力牛魔拳，大成99999，10万，怎么回事？还是大成？秦城呆住了，什么情况？速成点不是可以直接让功法直接速成吗？自己怎么还差一点经验？一点经验，哪怕自己慢慢修炼，也是轻而易举吧？系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但很快，秦城就知道自己想多了。这一点经验，他无论如何修炼都无法获得。问题居然出在意境之力上面。
秦城脸色一沉，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无法获得这点经验了。这门功法要圆满，他要晋升先天，就必须领悟出大力牛魔拳的意境之力了才行。他确实掌握了意境之力，但那是朔光刀法的意境之，而非大力牛魔拳的意境。原来突破先天，并非掌握什么意境之力都可以，而是必须掌握与功法相应的意境，而大力牛魔拳的意境之力应该是力之意境。秦城眉头紧锁，到了这个境界，他才知道外人对先天境界的描述再多，其实也相当于一知半解。只有到了临门一脚，亲身体会，秦城才知道感情突破先天境界还有这么多弯弯绕。可惜我这个月的悟道时间已经用完了，还需要等10天时间才能使用。秦城叹了口气，如果悟道时间在的话，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领悟出大力牛魔拳对应的意境，偏偏他这个月的悟道时间早就用了。不过实力暴涨，秦城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现在的秦城可以说是一流极致，距离先天武者真正的只差一步之遥。但秦城可不是烟肠哥，秦城的底蕴远超世间任何武者。他虽然还不到先天，但一身恐怖的底蕴能够发挥出的实力未必就比先天弱。秦城有种预感，即便他现在没有突破先天，面对先天强者他都可以正面抗衡了。现在的我一身神力堪比1000头烈马的力量都不止，就算是一座高山在我面前，我都可以生生的轰碎。我就不信这样的神力还对抗不了先天。秦城眼中金光爆闪，实力越强，他就越感觉到天生神力的天赋实在是恐怖如斯。有这样的底气在，哪怕是祝之问的师尊到来他都无惧。更何况他虽然没有领悟出力之意境，但也掌握了另外一种意境，只是和功法不匹配罢了。说起来，现在的秦城其实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准先天强者。拿前世蓝星上小说中流行的那一套来形容的话，就是半步先天。这样的实力已经足以横行天下，无惧任何人了。即便如此，秦城还是希望贺道人能够晚点来黑水城。他虽然无惧贺道人了，但还是希望能稳一点。等10天之后，悟道时间一刷新，秦城就可以晋升先天。秦城自然是希望到了先天，贺道人再到来才最好。就在这样的等待中，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秦城心中愈发的惊喜，这样下来，搞不好贺道人还真会给自己这个时间。只要自己能突破先天，区贺道人算什么？但就在距离悟道刷新还差1天的时候，秦城心情也愈发的美妙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阴影陡然间出现在了黑水城的上方。那是什么？妖怪，快跑啊！妖怪来了！霎时间，黑水城内无数百姓们抬头，看到天空上那恐怖的身影，一个个吓得惊恐无比。瞬间，整座城池都乱来，到处都是百姓们惊恐的尖叫声、逃跑的声音，还有一些愚昧的百姓更是跪在地上，以为神仙降临了。贺道人来了！世家那边知道贺道人象征的世家子弟们皆是眼中一亮。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在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贺道人找秦城报仇。终于，贺道人来了！哈哈，总算是来了！世家老祖们也都弹冠相庆，一个个笑容满面。这些天，他们可都憋屈坏了，总算是把贺道人盼来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更大的惊喜来了，因为剧情之上不仅有贺道人，还有一个他们更熟悉的人——赤霄子。一个世家老族眼中金光爆闪，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哈哈哈，这下那老东西死定了！赤霄子一定是因萧清雪而来的。2大先天强者降临，那泥腿子再怎么妖孽，也绝对没有活路。世家中人皆是陷入了狂喜2个先天强者。这下子，那泥腿子绝对没有翻身的希望，必死无疑。谁杀的我徒儿？给我滚出来！高空之上，贺道人俯瞰着下方的城市，目光冰冷，厉喝一声。霎时间，他的声音简直如同雷鸣一般，响彻天地。整个城市方圆数十里的地界之内，无数生灵都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一股恐怖无比的压迫，仿佛末日都要到来一般。一些胆小的生灵更是生生吓得心肝炸裂，当场暴毙。先天境界乃是大前王朝这片天地最强境界的存在，也是天道钟爱的存在，一举一动都已然可以勾动天地之力。可以说，贺道人此刻的暴怒几乎就代表着天地在发怒，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城主府内，秦城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至于方小贤和池湘君，自然是被秦城安排到了其他安全的地方。明知道先天强者会来报复自己，秦城当然不可能留着他们在身边。麻烦了，居然有2个先天！秦城面色凝重，看向高空之上。他设想的境地是一个先天强者，但是现在居然有2个，这可有些不妙。秦城，你不必担心，我师父赤霄子不会出手。这时，萧清雪却是走了过来，语气平静的道：“我师尊上次被我用仙道手段所伤，对我顾虑之极，只要我没有出手，他绝对不敢轻举妄动。他跟着赤霄子过来，估计是打算利用赤霄子来试探我，让我用掉我身上的底牌。
说到这里，萧清雪不由蹙眉。他在看到赤霄子的出现之后，瞬间就猜到了赤霄子的计划，但他明知道对方的险恶用心，却也无可奈何。秦城，你能否撑住一炷香功夫？只要你能够在赤霄子手中撑住一炷香时间，我就有办法保住你，让他们两个知难而退。什么？你有办法对付他们？秦城惊讶地看向萧清雪，他在准备对付贺道人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将萧清雪这个战力考虑在内的，却没想到萧清雪居然有办法对付先天强者。是的，我有一种仙道手段，可以对付这两个人，但是需要给我一炷香的时间才能够施展。萧清雪神色有些凝重，看着秦城的目光充满了担忧。他知道让秦城拖住先天强者一炷香的时间还是太难为秦城了，毕竟那可是先天强者，此世最顶尖的存在，对付那样的人，别说是拖延一炷香时间了，能拖延住半炷香时间都已是不错了。但此时此刻他也顾虑不得那么多了，两大先天本就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无论是他还是秦城，到了现在都只能拼命。听到这话，秦城深深地看了萧清雪一眼，这个女人还真是深藏不露，居然真有这种能力。一炷香时间我绝对能拖住。秦城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可以拖住。虽然他有信心抗衡先天强者，只要赤霄子不出手都不需要萧清雪出手，秦城一个人都有信心赶走贺道人，但这样的话还是没必要说出来了。毕竟秦城没有和先天强者交过手，万一先天强者比他预料的还要强大得多，那他说出来岂不是打脸了吗？给本道人立刻滚出来，否则本道人要让这整座城池的人都为我徒儿陪葬。此刻高空之上，贺道人不耐烦了，看着秦城竟然还不出头，顿时目光冰冷下来。看着下方庞大的黑水城，他眼中闪过一道杀意，既然不肯出来，那干脆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万劫玄金不灭真意。贺道人双手一伸，嗡，一道耀眼无比的金色光芒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霎时虚空荡漾起来，仿佛化作了海平面一般，无数道金色波纹以贺道人为中心源源不断地发散开来。眨眼之间，黑水城上空的万里晴空竟是化作了金色的海洋，无数道神兵利器的影子从那金色海洋之中浮现开来。刀枪剑戟、鼎弓斧钺，所有兵器上面都散发出刺目的金色的光辉，充斥着毁灭般的气息，仿佛能够摧毁一切。看到这一幕，城下的百姓们都绝望了，一个个惊恐到了极点。不好了，神仙要灭世了！救命啊，妈妈！这不是神仙，是妖魔。世家内部，那些世家老祖们也惊恐了起来。不好，贺道人竟然要将整个黑水城都夷为平地！万劫玄金不灭真意，贺道人直接动用了先天强者的意境之力，引动天地之力，先天强者的意境之力足以焚山逐海，毁天灭地。完了，这一下全都要完了！哈哈，我等居然指望贺道人拯救我等世家，却忘了世家之人在贺道人的眼中与那些泥腿子可没有区别。先前还将贺道人当成救星的世家中人顿时崩溃了。比起秦城，贺道人才是真正的杀星啊！秦城还只是杀了几个得罪他的人，但贺道人却是要将整个黑水城夷为平地。这是什么绝世凶星？他们居然指望这样的人来救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先天强者的意境之力居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地面上看着高空之上贺道人施展出来的意境之力，秦城也都惊呆了。他这才知道，他虽然领悟了意境之力，但意境之力在普通武者和先天强者的手里运用出来，可是有着本质区别。先天强者的意境之力可以跟天地共振，引动天地的力量，释放出千百倍的可怕威力来。难怪先天之下的武者哪怕再强也难以对抗先天强者，人家先天强者本就比先天之下的武者强大，还能引动天地之力，先天之下的武者拿什么对抗先天武者？根本不可能。幸好我这次得到了速成点，否则还真的拖不住贺道人。秦城不由有些后怕，其实他之前曾经产生过侥幸心理，觉得先天强者可能没那么强，但现在亲眼所见，才知道自己天真了。难怪见过自己实力的萧清雪，最大的目标也就是让秦城拖延一炷香时间而已。好在今时不同往日，闭关这些时日，秦城的实力也不同过往了。看着高空之上的那恐怖的武道意境，秦城丝毫无惧，眼中闪过一道金光。趁着他不知道我的实力，先斩了那头异禽再说。其实在看到贺道人的出场方式之后，秦城顿时就意识到了一个他从未设想过的严重问题，那就是贺道人居然可以飞。哪怕他可以抗衡先天，甚至实力超过贺道人，但贺道人若是有了这个可以飞行的优势，那秦城只怕也要糟糕。因此在意识到贺道人此刻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实力，秦城就知道必须要先趁机除掉贺道人脚下的剧情再说，否则贺道人仗着剧情居高临下的对付自己还真的拿他没有什么办法。想到这里，秦城毫不犹豫
随手握紧一把玄铁宝刀。这玄铁宝刀乃是秦城从燕家宝库中找到的宝刀，可以将秦城的刀法彻底的发挥出来。念头一动，秦城便拔出了宝刀，刀光一闪，嗡！霎时间，一股凌厉无比的意境之力从刀身之中释放了出来。与此同时，秦城的气血之力也疯狂与刀意融合起来。不同于贺道人动用意境之力，瞬间酿造出末日般的恐怖场景，秦城出手的刹那，在周围却是没有引起任何的波动，因为他全部的力量全部都汇聚在了刀身之上，将所有气息都收敛到了极致。这样一来，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声势，但实则这一刀的威力却是恐怖到了极点，达到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地步。还不出来？既然如此，那就和这座城市一起陪葬吧。高空之上，尚不知秦城已经动手了，贺道人却是彻底的不耐烦了，眼中杀机一凛，就要直接动用意境之力彻底毁灭下方的城市。他的身后，从始至终赤霄子都是笑容平淡，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哪怕贺道人要摧毁黑水城这座雍州本土的城市，赤霄子这个雍州之主似乎也丝毫不介意。但是突然他心中一突，一股危险到了极点的感觉从心中涌出，顿时面色大变。不好！唰！就在此刻，一道恐怖的刀光陡然间从下方爆发开来，瞬息间天地都仿佛凝滞，一切动作都变得缓慢下来。刀光爆发开来的瞬间，恐怖的威势瞬间就已经超越了贺道人的万劫玄金不灭真意10倍都不止。刹那间，半个天空都被撕裂，恐怖的刀光仿佛一座通天彻底的光柱，从下而上，逆时针劈斩而至，竟然是直接朝着剧情掠杀而来。这是什么？不好，是刀意！那老匹夫竟然已经晋升先天，卑鄙啊！到了这个时候，贺道人这才反应过来，面色狂变，瞬间就认出了对方施展出的是意境之力，而且对方趁着自己没有防备，竟然直接全力出手偷袭。瞬间，自己的处境就已经危险到了极致。贺道人想都不想，直接猛地调动全身的力量，直接身躯一震，猛地从剧情的背上跃向地面。但半空之中，他却是睚眦欲裂。我的暗血！只见那道恐怖的刀意竟是直接落在了剧情之上，一声惨叫，陪伴他多年的疫情直接被刀意劈成2段，砸成了漫天的血雨。这时候，贺道人哪里还不明白，下方的那个老匹夫目标就是他的疫情，他因为小看了对方，才给了对方偷袭自己暗血的机会。不然，他若是飞到万丈高空之上，对方哪怕再厉害，也不可能伤到他的暗血。这时候，贺道人又发现了一件事，赤霄子竟然比自己还先从暗血背上跳下来。这老东西竟然提前察觉到了不对，也不提醒他。好呀，赤霄子你这老东西！贺道人铜牙都要咬碎，眼中充满了杀气。但他知道，现在不是和赤霄子翻脸的时候，先收拾了下面那个老东西再说。方才那确实是意境之力，但是并不是先天武者施展出的意境，更像是先天之下的武者施展出的意境。贺道人面色阴沉，此时此刻他也后知后觉，察觉到了方才那给他带来致命危险的人并非是先天，但领悟出了意境，这说明对方距离先天只怕也差不了多少了。但即便如此，不到先天终究是凡人蝼蚁而已。意识到自己被一个凡人给吓到了，还失去了陪伴自己多年的宠物，贺道人顿时再度气炸了。老匹夫，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啊！怒吼一声，贺道人再也没有留手。轰隆，无边的万劫玄金不灭真意从他体内涌出，霎时间，半空之中的贺道人身上就涌出无边金光。那无边金光汇聚成了一尊遮天蔽日般的百丈长矛，宛如天罚之矛，散发着毁灭般的恐怖波动，直接朝着城主府的方向掠杀而去。贺兄动真怒了，好，就是要让贺道人动真正的杀招，这样一来，我那徒弟也不得不将他身上的底牌先用出来。另一边看着贺道人的杀招，赤霄子却是大喜过望，眼中闪烁着金光。直到此刻，赤霄子心中最大的目标依旧是自己的那个徒弟。至于这次事件的主角秦城，说实话，赤霄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在眼里过。但下一刻，赤霄子就面色大变，老东西，谁将谁碎尸万段还说不上呢。就在那百丈长矛直接洞穿长空，斩向下方的城主府的时候，一道苍老的声音陡然间从下方涌上高空，伴随着那道声音，轰隆！霎时间，无论是贺道人还是赤霄子，都感觉到了一股恐怖无比、令他们心惊肉跳的气血之力，陡然间从下方传递出来。这怎么可能？贺道人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赤霄子一时目瞪口呆，无法置信。这股气血之力是我的10倍都不止，一个没有到先天的武者，气血之力居然强大，比我这个先天武者都要强出10倍，这是什么怪物？这一刻，赤霄子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看走眼了。那个没有被他放在眼里的人，成了这次他的计划最大的破绽。不好！赤霄子心中一突，一股不安的预感从心底涌出。轰！此时此刻，狂暴的气血之力几乎将整个城主府都笼罩，实质化的气血狂涌而出，化作一尊无边的巨拳，直接朝着那100丈巨矛轰了过去。两道恐怖的力量对撞在一起，瞬息间，天空上的云朵都直接掀开，整个城主府无数建筑都直接化为了废墟。轰隆！恐怖的碰撞霎时间酿造出了天灾一般的恐怖效果。若非秦城早就将城主府内以及周围的人都提前赶走，只怕光是这一下碰撞就将死伤无数无辜之人。一拳轰出，饶是以秦城的可怕实力，此刻都感觉到体内气血剧烈暴走，一口鲜血喷地喷出，受了不小的伤势。但比起秦城，碰撞的另一方却是惨烈多了。啊！一道惨叫声从上空传来，只见那金色的巨矛霎时溃散，贺道人的身影倒飞而出，直直的掠飞而出，撞击在一座建筑之下，将整座建筑都直接装成废墟，卷起漫天的尘埃。嗨！贺道人从废墟之中爬了起来，面色惨白如纸，鲜血狂喷不止，全身的衣衫都被轰得破碎，整个人霎时间变得如同乞丐一般狼狈无比。他目光满是惊怒地望着城主府的方向，捏紧了拳头。这老匹夫的气血怎么如此恐怖？他到底是什么妖孽？活了一辈子，贺道人见过了无数武者，却从未见过气血之力居然恐怖到了如此地步的人。哪怕是那些先天巅峰、此世绝顶的存在，肉身强横的程度都不可能达到如此恐怖。这老匹夫身上一定有着天大的秘密。霎时，贺道人意识到了什么，眼神死死地看向城主府的方向。他本来还只是盯上了萧清雪身上的传承，但现在他却忽然意识到，那个老匹夫身上的秘密只怕并不比萧清雪小，甚至更大，更加的不可思议。但即便意识到对方身上有天大的秘密，贺道人此刻也生不出贪婪之心，因为他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麻烦大了。晨雾散去，贺道人面色顿时大变，因为他看到一道身影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他迅速的冲来。对方身上那实质化的气血之力几乎将空间都扭曲，所过之处一切事物都被轻易的碾碎，如同一尊毁天灭地的洪流，要将他生生摧毁不好。这家伙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贺道人面色大变，他没有想到一番交手他吃了大亏，对方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该死，我不该轻视他。贺道人顿时后悔无比，他知道若非他一开始小看秦城，从未想过对方能够威胁自己，方才的交手他绝不至于受了如此重伤。这下好了，以他现在的状态，已经不可能是那老匹夫的对手。不行，要逃！贺道人咬牙切齿，脚下一动，身形顿时毫不犹豫地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窜出。那家伙居然逃跑！秦城愣了一下，先天强者这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居然在他面前选择逃跑，这还是方才那个不可一世威胁要将黑水城夷为平地的贺道人吗？这一刻，秦城有些傻眼，同时秦城也终于明白，他现在的实力是真正能够对抗先天强者了。他的气血之力实在太过恐怖，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天武者。一般的先天武者，若是不小心着了他的道，也都要吃下大亏。就比如贺道人，但他也清楚，其实贺道人并不比他弱，只是对方小看了他，从未将他放在眼里过，所以第一次交手就着了秦城的道。以秦城如此恐怖的肉身力量，天底下又有几个人能挨上他一招不死？贺道人若是早有提防，绝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但贺道人也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遇到了危险，第一时间就选择逃跑，而不是碍于面子和秦城死磕。这也令秦城对贺道人忌惮起来。这种不惧颜面的强者，可远比那些傲慢不可一世的强者要可怕得多。若是让对方逃走，自己今后可就要日夜提防这个大敌。哪能让你跑了？秦城眼中金光一闪，顿时下定决心，趁他病要他命，身形一窜，毫不犹豫地朝着贺道人的方向追杀而去。只是很快，秦城就脸色难看地停了下来，因为看到他的追杀，贺道人手中拿出了一枚符篆，顿时整个人的速度飙升了数十倍都不止，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恶，又是一个有仙道符篆的家伙！秦城一口老血，旋即他就反应过来，是了，贺道人的徒弟都有符篆，贺道人自己身上怎么可能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仙道手段面前吃亏，秦城心底实在是极其的郁闷，下定决心，他也要尽快弄到一些仙道手段才行。算了，先饶那老匹夫一命，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突破先天，到了那时候，就算有仙道手段，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秦城叹了口气，旋即脸上却是露出笑容来。不过这一战，
我也是终于知道，我现在的实力终于达到了此世的巅峰，确实可以和先天武者掰手腕了。赶走鹤道人，秦城知道这个世上能够威胁自己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除非是那些仙道人物降临，否则天底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威胁得到他了。接下来他终于可以安心地等待仙降之日的到来。嗨嗨，黑山城数十里外一座山谷内，鹤道人不停地咳血，脸色难看得吓人。可恶，我鹤道人自从出世以来还从未吃过如此大的亏，2个徒弟被杀，宠物被斩，就连他都伤成这样。一想到自己堂堂先天强者，当时最顶尖的存在，竟然落得如此下场，鹤道人肺都要气炸了。鹤道人，看来我们小看了那个老家伙。这时候赤霄子悠悠的声音响起，不知何时，这个赤霄子竟然已经出现在一旁，脸色也是不好看。赤霄子，你不是说要抓你的徒弟呢？你刚才怎么无动于衷，就在一旁看着？鹤道人看着赤霄子，目光顿时警惕起来，面色阴沉之极。这个家伙明明也是先天，方才整个过程都在看戏，明显是有鬼。此时鹤道人也受了伤，可不敢再和之前那样不将赤霄子放在眼里了。我在提防我那个徒弟呢。赤霄子叹了口气，主动解释道：鹤兄，我那个逆徒可比那老匹夫还要麻烦，若非我在一旁震慑，你以为你真能逃出来？你这种人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鹤道人咬牙切齿，他是反应过来了赤霄子的真实目的，只怕是故意拿他当挡箭牌，那他去当对付萧清雪的挡箭牌，却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了一个妖孽。鹤兄，不管怎么样，现在咱们才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赤霄子呵呵一笑，却是丝毫不介意的样子。你想想，那匹夫如此妖孽，他现在只是一流武者，就已经能够将你伤成这样，若是再给他几天时间，让他晋升先天，到时候你拿什么对付他？此言一出，鹤道人面色难看无比，他当然想过这一点。不过鹤兄，对付那老匹夫也不是没有办法。但在这个时候，赤霄子忽然又开口说道。鹤道人愣了一下，旋即死死地看向赤霄子。什么办法？你会这么好心告知我办法？我倒是知道一位前辈最喜欢搜集气血浑厚的武者尸体。赤霄子眼中金光一闪，忽然开口。前辈？鹤道人神色古怪起来，什么人有资格被你赤霄子称作前辈？赤霄子可是先天中期的武者，在先天之中也是顶尖强者了，他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人居然能令赤霄子称前辈，除非那人是修仙者还差不多。这时鹤道人愣了一下，旋即死死地看向赤霄子，难道说鹤道人，看来你也想到了？赤霄子微微一笑，没错，我说的那位前辈就是一名修仙者。不可能，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修仙。鹤道人猛地站了起来，而且距离仙降之日还有5年，怎么可能会有修仙者出现在我们世界？哼，鹤道人，我们的世界确实不可能修仙，仙降之日也确实还有5年时间，但这可不代表没有别的修仙者可以提前降临到此界。哼，赤霄子，你当我对修仙界一无所知吗？修仙界的诸多帝君早已下达仙道法旨，禁止任何修仙者在仙降之日来到我们这方天地来。鹤道人冷笑一声，他可不是对修仙者丝毫不了解的人。鹤道人，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偷渡2字？赤霄子嗤笑一声，偷渡？鹤道人面色一变，这倒是有可能，但旋即他眼神忌惮起来，违背帝君法旨偷渡到这方天地来，敢做出这种事的修仙者，只怕不是什么善类。怕什么？你我可都是先天武者，在这方天地有天道庇护，哪怕是修仙者也不敢轻易对我等动手。赤霄子眼中闪烁地看向鹤道人，但那个老匹夫就不一样了，他还没有突破先天呢，这样一来，那修仙者动手就会毫无顾忌，而且那老匹夫气血如此雄浑，那个修仙者肯定会动心。鹤道人眼中一闪，赤霄子的话确实有些道理，但旋即他看着赤霄子的眼神变得愈发警惕起来。赤霄子，既然如此的话，你自己去找那个修仙者就是了，为何跟我说这些？鹤道人可不是蠢货，他愈发觉得赤霄子这个人有些诡异，做事似乎喜欢多此一举，但明显却有着特别的目的。他有种感觉，和这个家伙合作一定得千万小心才行，因为找那修仙者需要纯阳法钱才行。赤霄子呵呵一笑，丝毫没有掩饰地看向鹤道人，眼中金光闪烁。纯阳法钱乃是修仙界的货币，乃是修仙界的道门以秘法将如今早已不存的纯阳灵气炼制而成的，不仅可以用于交易，用于修炼也是一日千里，放在修仙界都是珍贵无比的好东西。我知道你身上有几枚纯阳法钱，若是你愿意拿出1枚纯阳法钱，就可以请动那个修仙者。什么？你让我拿出纯阳法钱？不可能！鹤道人顿时炸毛了，毫不犹豫地拒绝。纯阳法钱我都是九死一生才拿到的，本来准备带到修仙界当做修行资源，怎么可能给别人？鹤道人可是知道
修仙界可不是什么凡人想象的美好天堂，那里的等级比大前王朝都要森严，穷人在那里也是照样难行，修仙者也需要消耗资源。而纯阳法钱就是他去修仙界的底气，一枚纯阳法钱都可以令他在修仙界成为一方富豪，怎么可能舍得拿出来？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和那个老匹夫结仇的是你不是我。赤霄子似乎也并不急着劝贺道人，呵呵一笑，不以为意地说道。听到这话，贺道人面色却是难看起来。是了，去修仙界是以后得考虑的事情，而秦城却可是他现在就要面对的威胁。若不尽早除掉秦城，他就算有纯阳法钱，只怕也没机会去修仙界了。想到这里，贺道人咬了咬牙，死死地看向赤霄子。一枚纯阳法钱，我最多就拿出一枚来，反正自己身上的纯阳法钱有好几枚，失去一枚还不算太过肉疼。一言为定。听到这话，赤霄子眼中金光一闪，笑容灿烂起来。黑水城，秦城赶走了贺道人后，便直接回去找萧清雪。只不过当他再见到萧清雪时，却见萧清雪一脸见了鬼的表情看着自己。你怎么实力进步得如此之快？萧清雪难以置信地看着秦城。这才多久，秦城的实力竟然又进步了，而且不是小小的进步，而是暴涨，这也太离谱了点。这一刻，萧清雪意识到秦城身上的秘密也不小。难道秦城也得到过仙道传承？侥幸而已，闭关的这些日子，我突然顿悟，实力这才大进。秦城呵呵一笑，随意找个借口糊弄了过去。旋即看着萧清雪的目光却是变得灼热起来。他可是记得萧清雪当初跟自己说过，等自己赶走贺道人，他就帮助自己去接触仙道传承。秦城屡次在仙道手段面前吃瘪，他现在可是恨不得立刻得到仙道传承。感受到秦城的目光，萧清雪愣了一下，旋即俏脸上忽然有些发烫，不好意思地侧开了脸颊。秦城，你这么看我干什么？秦城呆了一下，看着萧清雪这小女儿姿态，心跳不由加快了几分。但旋即他便意识到萧清雪只怕误会了什么，干笑道：萧姑娘，你可还记得你当初跟老夫说过的事情？萧清雪脸上一红，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误会了，心里羞耻的要命。我当然记得，我可不是说话不算话之人。萧清雪浅浅一笑，随后意味深长地看向秦城。仙道传承之地，我确实可以带您前去。说起来，那个地方你只怕也很熟悉呢。什么地方？秦城疑惑。萧清雪微微一笑，随后嘴里吐出3个字来：青山城。什么？青山城？秦城吃了一惊，虽然他知道自己自小长大的家乡有些特殊，却也没想过那种小地方居然还隐藏着仙道传承，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不错，就是在青山城。你就没有想过当初为何我会出现在青山城吗？萧清雪神色肃然的道。秦城心中一凛，现在想来确实比较奇怪，青山城放在雍州，只不过是座不起眼的小县城而已。而萧清雪当时作为赤霄剑宗第一真传，身份何等高贵，特地来这种小县城，怎么看都有些奇怪。而且秦城可是记得当初在赤霄盟的时候，赤霄盟内部就有一位强大的武者坐镇，后来齐先勇这位一流强者也跟着来了青山城，更别说沈明月这位无声教圣女也潜藏在青山城中。现在看来，青山城确实拥有不少秘密，只是以前的秦城实力太弱，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接触。这时候萧清雪却是正色道：其实在数千年前，我们所在的世界也可以修仙，存在着大量的仙道宗门，只是后来灵气消失，修仙者们被迫远离了我们这个世界，前往了修仙界，我们这方天地这才没落，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世界？你的意思是修仙界是其他世界？秦城眉头一挑，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萧清雪说的不是陆地，而是世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修仙界的想象可能有些问题。他本来以为大前王朝和修仙界位于同一个世界，只是大前王朝所在的陆地灵气消失，修仙者们去往了其他大陆修炼。但现在听萧清雪说，似乎并非如此。是的，世界。秦城，你应该听说过大千世界的说法吧？萧清雪重重的点头，随后看向秦城。当然听说过，一个大千世界内又包含3000中千世界，每个中千世界又有3000小千世界。秦城眉头一挑，但现在看萧清雪的口气，难道大千世界是真的存在不成？若是如此的话，那这个天地可比自己想象的要广阔得多了。萧清雪神色凝重，其实这些3000世界的说法只是个虚指而已，并非真的只有3000，真正的大千世界哪怕1亿个中千世界加起来都比不上，同样一个中千世界哪怕是100万个小千世界都比不上。我们所在的世界其实只是一个小千世界，放在真正的诸天万界之中，只是最低等的下界位面而已。
而修仙者们所在的世界却是真正的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浩瀚超乎你的想象，哪怕我们世界的面积再乘以10万倍、100万倍，放在一个中千世界面前，其实也只是蚂蚁窝大点的地方。萧清雪说起修仙世界，美目中满是向往与野心，仿佛大前王朝所在的世界对他来说太过狭隘了，只有修仙界那样的中千世界才是能够给他发挥能力的地方。原来如此，我们世界只是小千世界，而修仙界是中千世界，光是面积就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世界100万倍，那么庞大的世界又能诞生多么恐怖的强者？秦城眼中瞳孔猛地一缩，头一次听说这个世界的真正面目，秦城都不禁心中有些站立起来，有种浩瀚天地在他面前展露了恐怖的一角，却已是他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不过旋即他也觉得中千世界有那般庞大才是正常的，毕竟修仙者都是长生不老的存在，若是没有足够庞大的世界，怎么可能供养得出繁荣昌盛的修仙文明？修仙界面积越是庞大，底蕴越是深厚，就意味着去了修仙界机会就越多。想到这里，秦城都不禁心中向往起来。还是先说青山城吧。这时萧清雪却是将收敛话题，主动提起青山城。青山城放在数千年前，其实乃是我们世界的一处仙道圣地，许多宗门都建立了在青山城这一块地界。但也是因为青山城这一片区域修仙者太多，将周围的资源彻底的消耗一空，灵气消失的时候，青山城这种地方没落的最快，导致大量的仙道宗门被迫撤离。但那里毕竟是不少仙道宗门的祖地，那些仙道宗门当中存在着不少宗门，即便撤离，为了纪念，也在那里留下了一些传承。萧清雪看向秦城，目光郑重。那些传承当中不乏一些极其珍贵的传承，放在修仙界也是足以引发无数修仙界疯狂争夺。为何每次仙降，青城山都会是修仙者们的必经之地？就是因为那些修仙者都试图去青山城寻找那些仙道传承。听到这话，秦城呼吸不由急促了。连修仙者们都渴望的传承，可想而知那些传承何等之珍贵。所以你知道如何找到那些传承的办法？秦城直直地看向萧清雪，心中生出一种不可置信的预感来。难道萧清雪对自己的许诺就是那些修仙者们都疯狂追求的传承？是的，我曾经侥幸进入过一个仙道宗门的传承之地，在那里获得了一些仙道传承。萧清雪点点头，随后面带笑容，我发过道士，不能对外人透露出那个宗门的传承来，但是却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若是你有机缘的话，或许也可以获得那个宗门的传承。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并不能保证你可以100%得到传承，有可能你运气好，轻易就能获得传承，但也有可能哪怕你费尽千辛万苦，也会一无所获，到时候你可别太失望。嫌我说话不算话？无妨。秦城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即便我拿不到修仙传承，也绝不会怪你。再不济自己也有系统保底，哪怕这次没有获得仙道传承又如何？什么传承比得上系统吗？好，既然如此，你做准备吧。萧清雪点点头，而后道，等你准备好了就通知我。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秦城一眼，等我将你带到地方后，我也是时候和你们分别了。分别？秦城愣了一下，这么突然？不是说好了他和萧清雪联手，在5年之后一起参加仙降一事吗？结果萧清雪怎么就突然提出分别？秦城，我有我的使命。萧清雪却是淡淡一笑，其实我在黑水城就是为了弥补你而来的，毕竟你是受到我的拖累才沦落到这个地方来，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妖孽，这个世界只怕不存在比你还要天才的人了。可惜你没有年轻时练武，否则凭你的资质，现在只怕早就是当世第一人了。说到这里，萧清雪都有些感叹，以秦城的资质，他若是年轻时就开始习武，这个世界还有谁能是秦城的对手？可惜秦城直到70岁才开始习武，浪费了大好年华。其实萧清雪对秦城的未来还是不怎么看好的，且不说秦城是否有修仙资质，哪怕他获得了仙道传承，这么大的年纪，只怕也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些话萧清雪从不会跟秦城说，他相信秦城其实也用不着他来说，他只怕比谁都更清楚这点。有志不在年高。秦城笑了笑，他可不好说自己年轻时可没有武道资质。是啊，有志不在年高。萧清雪叹了口气，随后深深地看向秦城，道，秦城，其实本来我有一个计划，考虑过邀请你，但在见识到你的能力之后，我就放弃了。以你的能力和心性，不可能会答应参与我那个计划。什么计划？秦城疑惑地看向萧清雪。这个女人隐藏得太深，秘密太多，秦城怀疑她迄今为止能没有看穿萧清雪真实面目的冰山一角。不可说，那个计划关系太大，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萧清雪摇了摇头，不论如何，将你送到传承之地之后，你我的缘分就将告一段落。
秦城沉默了一会，萧清雪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既然她不愿意开口，那自己去问也是无用。虽然心中有些不舍，但秦城也早就见惯了生离死别，也没有强行挽留，点了点头。好吧，希望你我还有再见之日，我先走了，等你什么时候决定出发再来找我，不过最好是在1个月内。萧清雪笑了笑，随后转身而去。唉，看着萧清雪背影消失的方向，秦城叹了口气。他有种预感，这次若是和萧清雪分别，今后再想见到萧清雪，恐怕是不知多少岁月之后，甚至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位奇女子。只是秦城更清楚，个人有个人的道路，即便萧清雪是系统选定之人，秦城也不会为了系统的缘故强行留住萧清雪，更何况就算自己想留也留不住。转眼间便是数日时间过去。这天一早，秦城从池香俊的房间中起来，神色就变得期待起来。今日一早，他的悟道时间就已经刷新了。突破先天之日就在今日，等到自己突破先天，秦城就准备带着家人一起回青山城了。除了仙道传承，青山城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恩怨，这次也将一并处理。秦城可没有忘记当初是谁害得自己狼狈逃离，还有老方的仇也是时候一起报了。等解决这些事情，秦城就可以安心的闭关，等待5年之后仙将之日的降临，前往修仙界。想到那样的未来，秦城心情也变得激动起来。进入闭关的密室当中，秦城稍微闭目养神，准备了一会时间，随后便直接动用了悟道时间，开始领悟大力牛魔拳。霎时间，秦城的思维便飞快加速起来，对这门功法的领悟飞快提升。嗡！陡然间，秦城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尊通天彻底的青色巨牛。那头青色巨牛每一条腿都粗壮如天柱一般，在青色巨牛的前方，无数飞在高空之中的生灵，每一尊生灵身上的气息都浩瀚无边，高高在上，如神如魔一般，不可思议。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灵挥手投足之间，竟然摘下天上的星辰，拔出陆地上的山峰，抽干大海中的全部海水，朝着青色巨牛打出无数道毁天灭地般的攻击。但那些毁天灭地般的攻击落在巨牛身上，却仿佛是蚊子咬了一口一样，竟是没有给青色巨牛造成丝毫伤势。这时候，哞！青色巨牛发怒了，庞大的身躯陡然间朝着前方一撞，轰隆！霎时间，整个世界都直接破碎了，空间都被直接扭曲，化作了恐怖的黑洞。那些如神如魔般的可怕存在们，瞬间就被恐怖的黑洞散发出的扭曲之力直接搅碎，化为齑粉。世间一切都荡然无存。感受着这恐怖的一幕，秦城都不禁深深的震撼了。他当时福至心灵，这便是力之意境。真正的意境其实就是天威，而天威代表着则是无穷无尽。远古青牛施展力之意境，直接粉碎世界，吞噬无数神魔，就可以知晓力之意境的极致有多么恐怖。这门大力牛魔拳的真意，便是要效仿那远古青牛，以纯粹的力量粉碎真空，造就诸神黄昏。轰隆！这一刻，秦城终于参悟了大力牛魔拳的力之意境，瞬间他就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玄妙感觉从心中涌出，仿佛他体内有什么限制被开启了一样。明明肉身的力量并未有半点提升，但秦城却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实力在这一刻直接暴涨了无数倍，仿佛随手一击都可以轻易摧毁一座城池，念头一动就可以引动天雷地火，让海水倒灌大地，灭绝世间一切生灵。这一刻，秦城有种自己如同神魔一般强横无边的感觉，他仿佛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王一样，可以让天地变色，可以为所欲为，是凡人如蝼蚁。原来这就是先天强者，可以动用天地的力量，一招一式都如同天威。秦城深深地吸了口气，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先天强者到底有多么强大。先天强者在这个世界就相当于掌握了一部分天道的权限，一举一动都蕴含着天威。难怪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从未有过先天之下的武者越阶对抗先天的存在出现过。秦城也终于意识到，之前自己能够重创鹤道人有多么侥幸。若非鹤道人一开始轻视了他，秦城哪怕肉身力量再强大10倍，都不可能伤到鹤道人。幸好我现在也是先天了。秦城眼中金光爆闪，从这一刻起，秦城彻底的松了口气。他知道，在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了。实力晋升先天，秦城只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这一刻，所有压力都烟消云散。没有突破之前，他几乎时刻都在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敌人太多太强，他几乎时刻都被逼迫着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但现在他却不用再担心了，有了这样的实力，至少在大前世界，任何人都无法再威胁到他。即便是传说中的修仙者来到这个世界，
也要被天道压制，奈何不得秦城。这样一来，至少在前往修仙界前，秦城是不必担心任何敌人了。接下来那就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了。秦城眼中闪烁，既然自己实力突破了，那以前那些敌人那就一个都不能放过。齐先勇、贺道人、赤霄子，这3人都是秦城心目中的必杀之人。还有吴老三，秦城也没有忘记，老方就是被此人害得惨死，小贤的仇秦城当然也要一起连带着报了。等报完这些仇，再拿到仙道传承，秦城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等待仙降之日，前往修仙界追求那缥缈无比的长生不老。突破先天，我的寿命也暴涨了。这时候秦城惊喜地发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寿命已经超越了凡人的极限，足足可以活到150岁。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到了70岁，秦城还可以多活80年。这一刻，秦城是切实体会到了先天强者的好处，光是寿命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人。某种意义上，先天与普通人已经是2个物种了，方方面面都胜过了普通人。是时候出发了，实力晋升先天，秦城也彻底的下定决心去青山城了。这一次不仅是要拿到仙道传承，还要将他过去的一切恩怨都解决掉。离开前自然要将这件事和自己2位娇妻说清楚。听到秦城要回青山城，方小贤顿时激动地站了起来，但旋即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眉目中满是紧张，有些想问却又不敢开口。小贤，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这一次去我会亲自去镇压吴老三，将此人的头颅带到老方的坟前。秦城看向方小贤，语气毅然决然地说道。夫君。听到这话，方小贤眼角含泪，感动地挽住秦城的手臂。小贤在此谢过夫君。他这些时日虽然心情好了许多，但爷爷的仇恨可是从未忘记过，一天不报仇，他都一天无法安心入睡。我们之间哪里需要说这些？秦城摸了摸方小贤的秀发，随后看向池香俊。香俊，我知道你在黑水城这里还有家族产业，不好一走了之，但现在我们外头还有2位先天大敌，不知隐藏在何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去青山城。至于这些产业，只要我还活着，那些世家就绝不敢动半点歪心思。池家的家业可是规模庞大，让池香俊这个主事人一走了之，实在是有些为难他。但现在没办法，秦城可不敢让池香俊独自留在黑水城，不然他一走，别说贺道人和赤霄子了，哪怕黑水城里的那些世家，只怕都不会让池香俊好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君不必多说，家里的事情我交给信得过的管家去做就是了。池香俊微微一笑，却是轻易就同意跟秦城一起去青山城，半句怨言都没有。池香俊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哪里想不清这些道理，毫不犹豫的便同意了。和2位妻子商量完毕，秦城便直接找到了萧清雪，提出出发。于是在翌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池家的护卫们便集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车队。秦城、萧清雪和方小贤、池香俊和吕仪这对主仆坐在马车之上，在车队的护佑下，直接朝着青山城赶路。以池家护卫的规模，一路上根本没有几个不长眼的人敢跑出来劫道，哪怕是有强大武者坐镇的大山寨们，看到池家卫队的旗帜，也都吓得退避3丈。现在秦城的名气早已传遍了方圆100里之内，击杀燕长歌，以一己之力击退2大先天，种种传言简直将秦城当成杀星在传播。现在哪个势力见到池家的旗帜不害怕的，哪怕是一流武者坐镇的势力都不敢招惹池家的人。所以一路上秦城一行人都是顺风顺水，根本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然而当脱离黑水城的影响范围，进入接近青山城的地界之后，事情却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刚进入了黑水城，车队就遭到了一波劫匪的袭杀。赶跑劫匪之后没多久，车队又接连不断的遭到袭击。怎么劫匪这么多？马车里头方小贤惊疑不定，青山城的地界可是一向十分平安，这才多久，怎么就多了这么多劫匪？难道青山城出事了不成？想到这里，方小贤忍不住看向秦城，忽然想到了什么。与此同时，秦城也蹙起眉头。秦城，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萧清雪皱眉，他也发现青山城周围似乎有点不太平，明显和他走的时候截然不同。我怀疑是不是跟瘟疫有关系。秦城显然想到了，他离开前青山城突然爆发的瘟疫在古代世界向来都是可以和天灾相提并论的可怕灾难，现在到处都是劫匪，要么就是打仗导致平民流离失所，但青山城这边可没有打仗的传闻，因此只有可能是那场瘟疫开始蔓延了。瘟疫，青山城爆发瘟疫了。秦城，能否说清楚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萧清雪蹙眉，说起来那场瘟疫似乎有些古怪。这时候
秦城主动将自己离开前听说过的传闻告知萧清雪。什么？患有瘟疫之后，突然间变得力大无穷，刀枪不入，但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暴毙。听到那些患者的症状之后，萧清雪眼神一变，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这是无声教的运灵邪术。无声教？秦城脸色一沉，想到了无声教圣女沈明月，难道这瘟疫还跟沈明月有关系？他不由看向萧清雪。运灵邪术是什么意思？运灵邪术乃是一种邪恶的献祭之术，通过杀死大量的生灵，汲取他们的灵性，尤其是那些拥有灵众潜力的凡人的精气，来蕴含自身，使得没有灵众的人也可以诞生灵众的邪术。萧清雪咬牙切齿，眼神冰冷之极。这种邪术放在修仙界也是禁忌之术，任何人使用这种邪术都会被打入魔道，为所有修仙者所不容。无声教的余孽竟然还敢施展这种邪术，他们就没想过，哪怕他们通过这等邪术诞生了灵众，也去不了修仙界，只要被修仙者发现，他们也是必死的下场。萧清雪眼神十分愤怒。什么？能够令凡人诞生灵众的禁术？此言一出，秦城愣了一下，不由看向池香俊。池香俊也想到了这点，和秦城对视了一眼，二人眼中都不由露出一丝担忧来。显然，大力牛魔拳也是能够令凡人诞生灵种的法门。难道说这种事情不被修仙者所容？好在很快二人便松了口气，不必担心，你们修炼的大力牛魔拳并非是禁术，也不会被打入魔道。这时候萧清雪显然是看出了二人的想法，于是微微一笑。其实虽说灵种天生，但在修仙界让凡人诞生灵种的正常方法并非没有，只是那些办法代价都比较大一点而已，却并不伤人和，也在正道容许之内。像你们修炼的大力牛魔拳并没有去残害他人，即便放在修仙界也是一门正统双修之术，不至于会被人视作魔道。那就好。池香君松了口气，他刚才可是被吓了一跳，若是凡人不能诞生灵种，那他去了修仙界只怕也是必死无疑。秦城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毕竟他并没有依靠大力牛魔拳而诞生灵种，他本就拥有灵种，还不止一种。他只是担心池香君不能和他一起去修仙界罢了。这时秦城听了萧清雪的话，顿时眼神闪烁，想到了许多事情。他记得自己当初问沈明月能否令凡人诞生灵种时，沈明月就表现得十分愤怒，哪怕性命在秦城的掌握之中，也绝不肯透露半点。当时秦城还不理解，但现在他开始明白，看样子沈明月虽说无声教圣女，但内心其实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修仙而去残害无辜之人。那显然散播瘟疫之人肯定不是沈明月。既然如此的话，秦城想到那次任务之中和沈明月对峙的那位二流武者。萧姑娘，我在赤霄盟时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可能与这场瘟疫有关系。于是秦城主动将他和沈明月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说了出来。什么？无声教圣女也躲在赤霄盟，而且她曾经和一个拥有修仙手段的武者对峙过。萧清雪眉头一挑，美目中很是意外，旋即眼神变得欣赏起来。那位无声教圣女倒是个有原则的人，看来罪魁祸首就是那位和无声教圣女对峙之人了。旋即他眼神冰冷起来，不论此人是谁，为了一己私欲散播瘟疫，残害生灵，我见了此人必要亲自手刃。我也会助萧姑娘一臂之力。秦城也是开口说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前他自保都难，自然没心思管其他人死活，但如今有了能力，他也不介意做些为民除害的事情。怎么说，青山城也是秦城在这个世界的家乡。又是数日过去，一行人终于是在劫匪的连番袭杀之下来到了青山城。秦城等人的打算是先去赤霄盟找到沈明月，吴家的事情等之后都说。沈明月是无声教的圣女，散播瘟疫的幕后之人，他定然知晓对方的身份。至于找吴家复仇，自然可以等解决散播瘟疫的幕后之人再说。只是令秦城等人没想到的是，刚到青山城，他们就发现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门口那些守城的官兵都已经不在了，此刻城门口站着的都是一个个头绑着黄金的兵丁。这些兵丁一个个尽管凶神恶煞的表情，但身上没有丝毫接受过训练的迹象，反而更像是些普通人。但城门口经过的人们，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那些一看就是有身份穿着不凡的乡绅富商们，看到这些头戴黄金之人，都目光敬畏，如避蛇蝎一般敬而远之。吴家仙人驾到了，所有人都立刻下跪参见仙人。正当秦城等人准备排队的时候，突然城门口传来一道吆喝声，唰！霎时城门口无数百姓纷纷跪倒在地，那些头戴黄金的守城兵丁们更是目光狂热，疯狂叩头，参见吴家仙人，吴家仙人万寿无疆。吴家仙人，秦城眉头一挑，什么鬼？仙人都出来了。萧清雪、池香俊等人也是蹙眉，装神弄鬼。
萧清雪眼中一闪，我倒要看看是谁胆敢自称仙人，或许此人便是散播瘟疫的幕后之人。怎么是吴家？方小贤对吴家2个字比较敏感，听到周围众人的话，眼神顿时有些阴沉。这个吴家，不知道是不是内城的那个吴家？等等，那几个人怎么还不跪下？周围的百姓们纷纷下跪，但秦城等人自然不可能跪地。这样的异状自然是被周围人给发现了，这些人顿时变色，一个个看着他们如同看着瘟神一样，纷纷连忙躲得远远的。这时候门口一个规模庞大气派无比的队列走了出来，前方一群头戴黄金穿着道袍的男子们在那吹锣打鼓，随后是一群童男童女站在的莲华棚车上，不断向周围撒出鲜花。仙人驾到，凡人叩首。又有几个身着道袍气质出尘的道人在不断高声对周围的宣扬道：参见仙人，求仙人赐福，仙人保佑，仙人保佑。一群百姓见到道人连忙叩头，有人大声祈求，诚心诚意的样子，但更多的人却是都眼神恐惧，只是不敢表现出不敬，跟着周围人一起叩头。看着这一幕，秦城等人愈发的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这个时候，秦城等几个少数站立的人也自然是被那些道人给发现了。一名道人看到秦城等人居然还敢站着，眼神顿时阴沉了下来。这青山城里竟然还有人见到吴家仙人不跪的。这时候，一个道人看到秦城身边的女子，看到女人的姿容，顿时眼中一亮，旋即眼神炽盛，毫不犹豫地狠狠地道：抓起来，这几个人对仙人不敬，必是奸细，我要亲自审问。是。周围一群头戴黄金的兵丁一拥而上，瞬间便将秦城等人团团围在了中央。秦城看着包围自己的人，就是一帮单纯的凡人，一个武者都没有，就有些无语。什么时候青山城竟然能够轮到一帮凡人在这里这么耀武扬威了？青山城的世家豪门都死哪去了？赤霄盟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说？秦城？此刻萧清雪也是蹙眉，对周围的凡人却是看也不看一眼，而是询问秦城的意见。动手吧，先抓了这些人的主事者，问清楚再说。秦城淡淡开口，他也懒得白费心思，直接动手。